楚又晴，你有没有搞错？我是你男朋友，你让我跟你小姨生孩子。极致奢华的别墅里，陆巡严重怀疑自己的耳朵。就在刚刚，他的校花女友楚又晴居然提出让陆巡帮他小姨生个孩子。陆巡，求求你了，帮帮小姨吧。楚又晴拉着陆巡的手撒娇，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楚楚可怜的哀求。不行，这我不能接受。被楚又晴软软的小手一拉，陆巡心跳有些加速，他怕自己会心软，将脸瞥向一边。陆巡，你也知道的，自从几波灾变导致人口锐减后，国家规定超过25岁还没有开麦的人必须结婚或生子，否则国家会强制进行随机婚配。一旦被随机婚配，只能沦为生育机器，甚至会匹配给异族与流浪汉。对小姨来说，生不如死。小姨还有3个月就满25岁了，可想尽一切办法都没能开麦。外公请第5进大宗师前来看过，对方说小姨这辈子都不可能开麦了。小姨又不想随便找个人嫁了，所以只能生个孩子。楚又晴将前因后果说来，竭力说服陆巡，开不了5脉就不能试试开灵脉或者魔脉。陆巡问，高武纪元开启后，只要开脉便可踏上修行之路。开脉分为3种，5脉修武，灵脉修仙，魔脉修魔法。最容易开的5脉都不行，灵脉更不可能了。至于魔脉，那是适合西方人的，这些早就尝试过了，都不行的。楚又晴摇头，为什么不用试管婴儿？不行的，小姨未经人事，体质又有些特殊，医生说试管婴儿失败概率太大。你外公这么大的权势，还是第4进宗师，也保不住你小姨。陆巡的目光扫过这栋价值1万的别墅，这是楚又晴小姨的别墅，光装修就花了1个亿，豪横到了极点。分配是国家的规定，不要说第4进真意境，就是外公突破第5进都改变不了。何况小姨是荣城第1美女，美名在外，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她。楚又晴叹息道，荣城第1美女，你小姨是慕容婉？陆巡一愣，他不知道这事。当然喽，你可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呢，这下你总能同意了吧？楚又晴的眼神有些躲闪，见楚又晴这般表情，陆巡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这件事也许没他说的那么简单。不行，这是原则性问题。陆巡果断拒绝，让楚又晴眼中的光熄灭了下去。你们另寻他法吧，我走了。陆巡转身朝外面走去。好热，还没有走到门口，陆巡的全身突然燥热起来，一股原始的冲动从他身体内部涌出，开山离地的欲望膨胀到了极致。不对劲，楚又晴，你刚刚给我喝了什么？陆巡猛地转头，用通红的眼睛看向楚又晴，这才发现楚又晴不知何时已经退到了后门处。陆巡，对不起。楚又晴说完退出了别墅，还顺带将门关上了。别墅里的所有灯随之熄灭。对不起，陆巡，我不能让王家的畜生夺走小姨。在低语呢喃中，楚又晴的身影消失在夜色深处。楚又晴，陆巡双目通红，朝楚又晴追去，他要找他问个明白。啊！交呼声中，一道柔弱无骨的身影与陆巡撞了个满怀，香风扑鼻，温软在怀。陆巡的欲望彻底被点燃，他丧失了理智，变成了只具备原始本能的野兽，嘴里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吼声。陆巡将怀里的美人儿扑倒在沙发上，暗香浮动的房间之中，陆巡缓缓睁开了眼。好痛，他感觉自己的腰快要断了。那是慕容婉。身体残存的快感让陆巡不由回忆起昨夜的疯狂。由于别墅的灯熄灭，加上他在药物的作用下丧失了理智，变成了只知道倾泻火力的人形加特林。陆巡并没有看清身下之人的模样，不过那细腻如婴孩般的肌肤，完美又火辣的身材，软软的身子，诱人的体香，还有应该是慕容婉吧。不愧是荣城第1美女，让哪怕有自己原则的陆巡都有一种再来一次的冲动。虽然刚刚已经来了不知好多次，哎，这下好了，以后跟楚又晴怎么相处？陆巡头疼，药效一过，智商重新占领高地，令他不禁开始思考这一晚后续的影响。得，反正楚又晴也是为了帮他小姨才答应的我，他开麦是板上钉钉的事，一旦开麦，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旋即，陆巡想开了。陆巡追楚又晴也是最近才有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楚又晴劝陆巡不要白费力气，他对谈恋爱没有兴趣，结果几天前突然答应了他。结合这件事一想，这要不是因为他小姨，鬼都不信。这么看，楚又晴只要开麦，两人分手是迟早的事。至于他小姨一旦怀孕，估计也是去赴留子，不再会与陆巡这个咸鱼有什么瓜葛。所以看开点吧，安安静静的当一个帅气的咸鱼不好吗？实在开不了麦，找个心仪的姑娘结婚，平平淡淡度过这一生，然后尘归尘，土归土，一了百了。嗨，我就不是当主角的命。陆巡头枕双手，
心态彻底放平。也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他哪有资格跟荣城第一美女，一个真意境宗师的女儿有如此亲密的接触？定，检测到宿主已与人深度结缘，符合系统激活条件，激活绑定返还系统。本系统旨在万众合一，将宿主打造成威压诸天的无上至尊。具体效果为：绑定对象在修炼时，宿主获得倍数修为返还，倍数效果是绑定数量进行加成。当前绑定对象慕容婉，返还倍数10。备注：慕容婉身具先天体质玲珑宝体，激活进度 15%。玲珑宝体是10大先天体质之一，为顶尖修行宝体，可开玲珑脉，能吸收多种暗能量，修炼速度极快且瓶颈低。提醒：宿主有绑定奖励可以领取。突地，一个机械女声响起。啥？系统？陆巡疼得从床上坐起，瞬间来了精神。我这条咸鱼有翻身的本钱了。玲珑宝体10大先天体质，慕容婉还有这种逆天体质吗？激活进度 15%， 那就是未激活喽，才 15%。怪不得他现在没有半点特殊，连麦也开不了。很快，陆巡弄清楚了系统的一切情况。功能很简单，绑定一个对象，对方的修炼会多倍返还给陆巡。目前绑定的正是慕容婉。让陆巡意外的是，慕容婉身具玲珑宝体，只是还没有激活。或许正是这样，才导致慕容婉开不了麦。否则，以慕容家的能量，哪怕是一头猪，也能硬生生开一条麦出来吧。慕容婉25岁了，才激活 15%， 他这辈子还有激活玲珑宝体的可能吗？陆巡皱眉，这要是慕容婉激活不了玲珑宝体，这绑定不就废了？绑定奖励。这时，陆巡发现还有奖励未领，于是陆巡选择领取。宿主获得了一缕先天精气，因先天精气离体即散，故将其融入宿主体内。宿主可通过接吻等方式将其传导给慕容婉，助其激活先天体质。先天精气，好东西，正好可以帮慕容婉激活玲珑宝体。只是想将这精气给慕容婉，需要接吻。昨夜的激情之后，短时间内陆巡跟慕容婉估计不会再有交集了。上哪里去接吻？只能想想办法了。那是月眠石。一转头，陆巡在床头柜上看到了一块仿若月牙般的白色石头。这石头一看到就让人心神宁静，应该是具有安神助睡功能，堪称失眠人士福音的月眠石。慕容家不愧是豪门大家，价值100万的月眠石就这样放在床头。陆巡想，高武纪元降临后，蓝星天道觉醒，开始带动整颗星球进行升维。每隔一段时间，蓝星便会进入暗宇宙穿梭。出暗宇宙后，蓝星会到达新的地方，时不时的就会到达一些拥有奇珍异宝与丰富资源的地方。专家研究后发现，蓝星走上的是一条可以通往宇宙深处的星空古路。至于蓝星的最终目的地在什么地方，无人知道。有人说是神话中的仙界，有人说是神界，有人说是宇宙中心。西方人则说地球一定会到达上帝所在的天堂。月眠石在星空古路上并不罕见，但一般人也难以获得，在蓝星上的售价100万起步。起床，陆巡决定起床，想办法把先天精气送给慕容婉。小姨，对不起，我第一次下药，没掌握好剂量，下多了一点，害你受苦了。刚将门拉开一条缝，对话声自外面传来，说话的是楚又晴。果然是他下的药，还下得那么猛，害陆巡的脑袋现在还有点痛。只是呢，最受罪的不是陆巡，应该是他的小姨慕容婉，活该，现在坑到自己人了吧？陆巡有些幸灾乐祸。没事的，又晴，我还好，希望能怀上。另一个声音道，这应该是慕容婉的声音，不愧是荣城第一美女，说话都这么好听。她的声音轻柔而温暖，宛如春日里细雨轻拂过初绽的花瓣，柔和而细腻，同时里面又有一丝明显的虚弱感。虚弱的原因就不消说了，自然是因为陆巡。一听到他的声音，陆巡不由想起昨夜的缠绵，神思不由一荡。想了想，他拉开门走了出去，第一眼就看到了楚又晴身边那张美的不似人间之物的绝美脸蛋。对方显然也听到了动静，转头看来，四目相对。啊！慕容婉像是受惊的小鹿一般，脸刷得红了。他赶紧转过头，不敢看陆巡。这都25岁的人了，有这么害羞吗？陆巡，对不起，要是我下的，你要怪就怪我吧，别怪小姨。楚又晴脸含歉意。什么陆巡，叫小姨夫？陆巡板着脸，噗嗤。楚又晴眉绷住，笑靥如花。一旁的慕容婉脸瞬间红到了脖子上。陆同学，多谢你的帮忙，这张卡里有500万，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慕容婉站了起来，双手对出了一张镶满钻石的黑色卡片。这是黑钻卡，不管是哪个银行的，
黑钻卡的余额就算是零，本身也价值100万，更别提里面有500万了。慕容婉的出手很大方，换一个角度看，如此大方也说明了他的态度。他不想跟陆巡有感情纠葛，仅仅是为了找陆巡借子，显然这是准备去负刘子了。不必了，这件事我也没有吃亏，到此。陆巡没有接受，转身就走。慕容婉的目光中露出一丝异色，他可是听楚又晴说起过陆巡的家境。陆同学，我送你出去吧。他没有强求，他与楚又晴一起将陆巡送到了别墅的大门口。陆巡，小姨已经让司机等在外面了，司机会送你回去的。楚又晴像做错了事心虚的小孩子一样，不太敢跟陆巡一起离开。好。陆巡迈步走向外面，刚走2步，他却是突然停了下来。两女不由看向他，陆巡似在犹豫，过了2、3秒，他才转过身，目光沉凝地看向慕容婉。我能最后吻你一次吗？陆巡色声问。这个问题让楚又晴瞬间瞪大了眼睛，让慕容婉为之一愣。红晕再度浮上双颊，目光扫过陆巡那帅气的脸颊，在接触到陆巡那深邃中带有一丝忧郁的目光后，慕容婉心一软，神色复杂的轻轻嗯了一声，然后他闭上了双眼。谢谢。陆巡几步走上前来，捧着慕容婉的脸，对着她那娇艳欲滴的樱唇便吻了上去。慕容婉全色一颤，她以为陆巡的告别吻是吻额头，哪知陆巡吻了嘴。吻嘴就算了，陆巡还吻了足足1分钟。总算陆巡将先天精气全部送入慕容婉体内。慕容小姐，再见。陆巡离开慕容婉，转身离去。慕容婉正在了原地。小姨，小姨，你怎么了？陆巡，看你做的好事。楚又晴以为慕容婉被陆巡吻出了接吻，僵直反应。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慕容婉在得到先天精气后，体内在发生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玲珑宝体要被激活了。陆同学，是回学校吗？回学校。价值千万的豪车载着陆巡朝荣城一中而去。荣城一中是一所修行武校，陆巡今年19岁，还有1个月便会迎来毕业。按这个进度，1个多小时后，慕容婉便可以激活玲珑宝梯了。豪车后排，陆巡通过系统关注着慕容婉的情况，每过1分钟左右，玲珑宝体的激活进度便会上升1%。师傅，麻烦去北城区的英烈陵园。啊，好的，陆同学。走到一半，陆巡突然改变了目的地，汽车改变了方向，朝北而去。陆同学，到了，需要我等你吗？麻烦了师傅，不用等我，你回去吧。1个小时后，英烈陵园到了。经过颇为严格的检查后，陆巡迈步走了进去。英烈陵园很大，墓碑一个接一个，一眼望不到边。这里面的空间被扩展过，实际上没有占多少地。10几分钟后，陆巡来到了一个合葬的坟墓前，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陆巡有些出神。照片上，父母手牵手依偎在一起，笑得很灿烂。这是他的亲生父母，他们战死在一次大灾变中。陆巡一屁股坐在了他们的墓碑前，耐心地等了起来。慕容婉的激活进度到80%了。时间一分一分过去，陆巡没有说话，该说的话他以前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他这样多久了？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外公，你们楚家的人就是不靠谱，这么长时间才通知我，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慕容婉的别墅门前响起了一个咆哮声，楚又晴快哭了。1个多小时过去，慕容婉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楚又晴试图去推他，却被一股力量反弹了回去，差点受伤。这么长时间没动静，楚又晴担心出事，还是通知了慕容婉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外公慕容战，一个第4境宗师。高武时代，武道仙道魔法并行，不同体系有着不同的境界划分，为了方便进行实力区分，便用统一的数字表示。如武道第1境是开麦，这一境仙武同境；第2境是气海境，等同于仙道的聚气境；第3境是通窍境，等同于仙道的凝元境。开麦前其实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比如断体，这算是开麦的一部分。什么？芥子？简直是胡闹！那小子在哪里？看我不拧下他的脑袋！在知道真相后，慕容战暴怒如雷，一身旺盛的血气令周围的树木都瑟瑟发抖。阿嚏！墓园里，陆巡打了个喷嚏。有人在想我吗？陆巡不无自恋的想。外公，这不怪他，也不怪小姨，是我给小姨出的主意。楚又晴虽然害怕自家外公，还是将责任扛了下来。慕容战目4奔雷，看得楚又晴心肝直跳。外公，你不知道，大表舅他们跟王家勾结。天儿，你怎么来了？楚又晴话说到一半，就被慕容战洪亮的声音打断。大伯，我刚好路过，听说婉妹妹出事了，就过来看看。一道人影出现在大门口，楚又晴一看，那正是他刚刚提到的大表舅慕容天，也就是慕容战一弟弟的儿子。
这么快就来了，果然是夜猫子盯梢，准没憋好屁。楚又晴暗地里轻哼一声，嘴一嘟，躲在了外公身后。他才不想跟对方打招呼。很快，别墅前呼啦啦的来了一群人。慕容家人丁兴旺、慕容婉的哥哥姐姐、叔叔伯伯侄儿侄女一大堆。另外，慕容战还有2个兄弟几个妹妹，整个家族异常庞大。来这么多人做什么？都给我回去！小婉没啥大事。慕容战见一下子来这么多人，给楚又晴给了一个警告的眼神后，对众多后代吼道：“这是让楚又晴不要把戒子的事说出去，否则一旦事情不小心传开，慕容婉的名声就毁了。堂堂荣城第一美女，她慕容战这个第4晋宗师的女儿，居然找人戒子，戒子就算了，还把自己戒出问题来了，她慕容家的脸都得丢到星空古路上去。”天空中一道流光快速接近，那是一个御剑飞行的仙修。何姑来了，慕容战松了一口气。来者是何姑，她在开灵脉的时候开出了一条天地奇脉灵枢济世脉，这是一条医脉，这让何姑的医术格外高明，武修跟仙修都能医，所以哪怕荣成平时尽飞，何姑也不受限制。咦，何姑刚准备把手搭上慕容婉的手腕，便察觉到了一股反震之力，哪怕以她的实力都无法以灵力检查慕容婉的身体，这让何姑觉得惊奇。她可是第3晋的仙修，慕容婉只是一个普通人啊。何姑没有放弃，手掐法诀，对着自己的眼睛一抹，她发动了灵枢济世脉，赋予她的一种特殊能力，灵枢之眼，可透视人体经脉，精准诊断病因。啊，这一看，何姑便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受到了剧烈灼烧，就好似普通人强行看太阳那般。何姑，怎么了？小婉这是有什么惊天奇遇啊？何姑惊道。她看出了点名堂，她25岁了，都还没开脉，能有什么奇遇？慕容战不信，或许是为了反驳他的话。下一秒，慕容婉突地睁开了眼睛，她的身上开始发光，一股无形的波动自她身上散布开来。这是何姑察觉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方，呼吸渐渐凝滞。你们看天上，有人指向天上。众人一看，只见天上不知何时被七彩霞光所充斥，霞光万丈，还是七彩的，这是天地异象。慕容战深吸了一口气。异象，天地异象并不常见，一般是由强者突破大境界时引发的。有绝世天才开脉的时候，开出了一些极其稀有的天地奇脉，同样会引发异象。比如曾经有天骄开出了焚天五脉，引发了万丈红霞似火烧的异象，还有妖孽开出了九霄雷脉，引来了九天神雷如龙舞。在这个天才不断涌现的时代，霞光万丈其实不是太大的异象，问题是这些霞光是七彩的，那就不一般了。爷爷，不止万丈，整个荣城都被霞光覆盖了，这么大的面积吗？天，这是有绝世强者诞生了吗？众人都惊了。荣城身为千万人口的大城，方圆好几百里，这天地异象的面积未免太大了一点。你们看小婉。被七彩霞光吸引的众人低头看去，只见慕容婉周身笼罩着一层琉璃般的光晕，肌肤下隐约浮现出玄奥的灵纹。她原本垂落的青丝无风自动，发梢竟凝出点点星辉，宛如银河垂落人间。哇，小姑姑这是怎么了？众人皆惊。霞光化凤凰了。有小孩子拍手惊叫出声。天空之中的七彩霞光竟化为了一只只翩翩起舞的凤凰，更有仙音自虚空传来，似有万千神女在云端齐声吟唱。七彩霞光化凤凰，慕容大哥，你这是生了一个了不得的女儿啊！何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慕容婉。你是说这天地异象是婉儿引起的？慕容战猛地看向何姑，双眼爆射出金光。这霞光是慕容婉引起的吧？英烈陵园中，陆巡同样看到了天上的七彩霞光，这让他不由期待起来。慕容婉激活了玲珑宝体，系统的返还应该要来了吧？爸妈，你们且看着，儿子马上就要变牛逼了，1个月后我一定能考上清北。陆巡对自己的父母道。清市清虚学院，北市北斗大学，一个主仙，一个主武，这是目前国内2所最顶尖的修炼学院，是无数学生毕生的梦想。父母走得早，陆巡对他们的记忆不多，他只记得有一天父母问他今后要读哪所大学，陆巡说了清北。当时母亲溺爱般抚摸着他的头，说我的学儿真有出息呢。从那时候起，陆巡就立志要考上清北，只不过越长大，陆巡就越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直到现在，陆巡看到了希望。这也是为什么陆巡要来这里，他想让父母的在天之灵亲眼见证他的蜕变。慕容婉成功激活玲珑宝体，宿主获得10倍返还，得到混沌神体。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响起，系统的第一次返还来了，直接将慕容婉玲珑宝体返还成了更为厉害混沌神体。好热！
随着混沌神体的到来，陆巡的身体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体内仿若变成了一片混沌。然后天地初开，血脉奔涌如星河倒灌，亿万细胞炸裂成鸿蒙初开的星云，一个接一个的宇宙自混沌中跃然而出。仔细看去，这些哪里是宇宙，而是一个个细胞，仿若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变成了一个个独立宇宙。卧槽，牛逼！这一切的变化让陆巡看得心驰目眩，直呼666。同学，你没事吧？别打扰他，他每年都会来。2个守陵员巡逻到了这里，看到呆立不动的陆巡后，没有打扰他，悄然离开了。他们刚离开，陆巡的头上雾气升腾，化成了一汪氤氲，一片片的混沌青莲绽放开来。在他们的上方，一轮大日缓缓升起，这是混沌青莲生朝阳，又一种异象。只是这种异象不知为何被局限在了陆巡周边，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动静。1个多小时后，陆巡睁开了眼睛。当他睁眼的一刹那，双眼里似装着满天星河，无尽宇宙，异状一闪而逝。陆巡看上去还是那个普普通通的花样美少年，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但其实陆巡真正的变化无异于改天换地。怎么没异象？陆巡抬头看天，不由有些疑惑。慕容婉的玲珑宝体都引出了覆盖全城的天地异象，他的混沌神体更厉害，怎么没异象？混沌神体为诸天顶级体质之一，可容纳多种力量，开出混沌脉。万物皆有定数，唯宿主为遁去的一，故在足够强大前，宿主禁止自行修炼，否则生出异象将震动星空，引来祸端，以自动为宿主屏蔽天机。陆巡明白了，原来是系统屏蔽了天机，怪不得没天地异象。但禁止自行修炼什么鬼？那我要这混沌神体有何用？转念一想，陆巡觉得这样也不错。都通过返还系统绑定了慕容婉，修炼这件无比辛苦又超级费钱的事，就交给他好了。反正他的修炼会10倍返还给自己，自己开开心心躺平变强，何乐而不为？还有1个月的时间，慕容婉能开麦吗？旋即，陆巡不由有些担心。离全国大考只剩31天，想要考入清北，高考前必须开3麦，这是硬性指标。若是开全麦，不管其他成绩如何，不管正在读几年级，都可以被清北直接录取。若是能开出一条焚天5脉、冰魄灵脉之类的天地奇脉，清北的招生办老师都会因为抢你而打起来。虽然一个主线一个主武，但2所顶尖学府都在往对方的领域进攻，每年高考对天才的争夺格外激烈。玲珑宝体这样牛逼，慕容家又是豪门，有的是钱，1个月的时间应该没啥问题。思索了一番后，陆巡放下了担心。担心也是白担心，既然是白担心，不如不担心。陆巡拿出手机一看，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几个小时前天地异象的讨论。天地异象由慕容婉这个荣城第一美女引起，慕容家出了一个绝世天才的事已然传开了。妈耶，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吧，给慕容婉开了一道门，顺道把窗也打开了。何止是窗啊，连家具家电都给配齐了。话说刚刚异象出现的时候，我家二哈对着天空磕了3个响头，现在吵着要修仙，请问这算工伤吗？我可以向慕容婉索赔吗？谁知道慕容婉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说是她快25了还没能开麦吗？怎么突然变绝世天才了？让我娶了慕容婉，我就是开豪车住豪宅，天天满汉全席都愿意。谁尿黄咨询他。各个社交平台与聊天群里，慕容婉的名字刷了屏。一夜之间，慕容婉成了整个东方风头正盛的人。没人知道，暗地里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妖孽的绝世天才诞生了。这样也好。陆巡将手机收起，爸妈，儿子走了，等大考结束，儿子再来看你们。跟自己父母告别后，陆巡转身离开。哇，听说清虚宫跟北斗殿都派出了长老前去争抢慕容婉呢。清虚宫跟北斗殿，那可是放在全球都能排在前5的顶尖势力。慕容婉这是要一飞冲天了。网络上的消息总是最及时的。陆巡还没有走出英烈陵园，便有新的消息传出。清虚宫与北斗殿是清虚学院和北斗大学背后的势力，两者都是有官方背景的顶尖势力，里面强者无数。高武时代降临后，东方文化全面爆发，人们更倾向于用古典的名字为学校和势力命名。慕容婉这下牛逼了。陆巡想到那个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不由微微一笑。他自然不会嫉妒慕容婉，相反，陆巡巴不得慕容婉牛逼。反正不管慕容婉怎么牛逼，他陆巡始终比他更加牛逼。小姨，你怎么突然就变成天才了？玲珑宝体一听就厉害的不得了。另一边，占地面积极广的庄园里，楚又晴总算找到了与慕容婉独处的机会。玲珑宝体觉醒时，似乎重铸了青橙色。曾经以人面桃花名动容成的慕容婉，
比起之前更多了几分娇艳。琉璃骨、寒玉肌、桃花眼、星河眸，把楚又晴都看得有些迷住了。慕容婉神色仍有些恍惚，今天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简直跟做梦一样。几个小时前，他还是25岁还没能开麦的废材，突然间乾坤倒转，他成了震动整个东方的绝世天才，就连清虚宫与北斗殿这样的大势力都派出了长老前来，更别提其他大大小小的势力了。慕容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这下好了，就算没有怀孕，也不用担心王家那个人渣了。楚又晴打心底为慕容婉感到高兴，听到怀孕二字，慕容婉的神色微变。之前她需要怀孕，现在她却不能再怀孕了。哎，我似乎好心办坏事了，早知道你今天会觉醒玲珑宝体，我就不喊陆巡来了。楚又晴注意到慕容婉的表情，有些懊恼。不怪你，又晴，这是贾氏开麦丹，你帮我带给他。慕容婉将一个小单瓶递给了楚又晴。贾氏开麦丹，这可是有钱都难买到的东西，小姨你自己不用吗？我用不着。好吧。楚又晴将单瓶收了起来。小姐，东西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断体了。一个少女前来通报。好，我马上就来。小姨，我也去看看。好。不多时，慕容婉与楚又晴来到了庄园深处的一个房间。房间的正中有着一个用玄灵木打造而成的玉桶，里面装满了各种天地灵物调制而成的药汁。慕容婉要借助这些药汁断体。修行第一境是开麦，断体是开麦境的一部分。断体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能增加开麦几率，提升开麦效果。这是个费钱的活儿。普通人大多用初级断体液，1支1000元，每天1支用好几个月才能突破断体一阶。想要更快更好，那就用中高级的断体液或者天才地宝、断体丹之类的宝物，那就贵了。如最好的贾氏断体丹，号称可以把身体锻造的如琉璃般剔透，开麦如探囊取物，信手拈来。好归好，却也有一颗就破产的美誉，因为贾氏断体丹一枚就要几十上百万。许多普通人没钱断体，省略了这个步骤，或者最多断体到3、4阶，导致开麦效果不理想，对后续的成长也有一定影响。在没有觉醒玲珑宝体的时候，慕容婉不仅死活没能开麦，断体效果也一般般。现在嘛，慕容婉可以好好补一下了。她褪去衣物，拿出一枚贾氏断体丹吃下后，便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浸泡在浴桶里。玲珑宝体开始发威了，药汁里的药力被她的身体快速吸收，不断增强着她的身体。断体的速度与效果远远超过慕容婉的想象。会是他吗？体会到玲珑宝体的神奇后，慕容婉不由想，她想到了陆巡最后的那一吻。那一吻之时，她明显感觉到有什么清凉的东西从陆巡嘴里进入到自己身体里。正是那种东西，让她的身体从内到外发生了巨大变化。玲珑宝体由此觉醒。慕容婉不敢就此肯定，玲珑宝体觉醒一定是陆巡的功劳。陆巡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哪会有这么神奇的手段呢？虽说如此，慕容婉仍让楚又晴给陆巡带了极其昂贵、有钱都难买到的贾氏开麦丹，就当是对陆巡的报答吧。他不确定到底是不是陆巡，如果确定真的是陆巡，他的报答肯定不止这一点。第二天，荣城一中操场上，离大考还有30天。接下来这个月将是今年最热闹的一个月，你们将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天地异象，见识到各种天资超卓的绝世天才。就好比昨天，我们荣城的慕容婉引发了超大范围的天地异象，惊动了全国。我对你们的要求很简单，一脉，这个月能开一脉，你们就能够考入修行学校，否则你们只能进普通大学，甚至落榜，开麦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低。从今天开始，每人每天可以领1到100个单位的暗能量，具体数量是断体与开麦进度而定。校长喋喋不休地讲着。楚又晴怎么没来？下方陆巡张望了半天，没看到楚又晴。慕容婉突破断体4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断体收获的10倍。咦，一股热流进入了陆巡身体。慕容婉的返还这么快又来了，他怎么才断体4阶？陆巡不解，以慕容家的财力，陆巡还以为慕容婉早就断体10阶了呢，哪知在这之前才3阶。这么看，玲珑宝体没有激活前对他的限制很大。这样也好，陆巡仅有断体2阶，借此提升一下体质也不错。咔咔，10倍返还对陆巡身体的提升不小，他的全身骨头咔咔作响，好似在生长一般。周围的学生听到了动静，不由看了过来。陆巡，你没事吧？追不到校花没关系，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一旁好基友李不凡以为陆巡在自残，你爹在断体。陆巡没好气，这个时候断体，你是不是吃断体丹了？哇哦，兄弟傍上富婆了，带带你凡弟呗。李不凡贱兮兮地贴了过来。滚！陆巡给了他一脚。这小子家住破旧的老城区，家里有对又穷又犟的父母，
据说都穷到揭不开锅了，还不肯接受好心人的资助。直到陆巡有一次偶然见到他的父母偷偷开着豪车，穿着动辄几百万一件的宝衣，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一个被穷养的豪门少爷？怪不得那么穷的家庭能养出一个几个月前就冲到断体10阶，到现在开了足足4脉的天才。断体3阶、断体4阶、断体5阶、断体6阶、断体7阶。陆巡这边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因10倍返还，直接冲到了断体7阶，升了足足5阶，快得不可思议，真给力！陆巡心花怒放，双日凌空，炽烈的光芒倾泻而下，将荣成一中笼罩在一片耀眼的金辉之中，校园熠熠生辉。对天上悬挂的2个太阳，学生们早已司空见惯。自高武时代降临，蓝星升为开始，这样的奇观蓝星人不知道看过多少了。蓝星在这个双子星系已经停留了好几年，不知何时才会离开。气沉丹田火燎原，敢把苍龙锁人间。无感通神明，一念破苍穹。人都冲带双阴阳，奇经8脉妙难言。一饮气血寻经走，周身通畅乐无边。修炼势力，人声鼎沸。不少学生背着开脉法诀，借助学校发放的暗能量进行开脉。暗能量是修士修行的关键，在宇宙中以游离的形式存在。每年大考前1个月，所有武校都会每天给学生们发放数量不等的暗能量，将暗能量吸进身体，在其刺激之下，学生们开脉的几率会大大提升。那些拥有更好开脉手段的富家子弟，同样会在这个月集中进行冲刺，以便能够进入更好的修行学校。陆巡没有表现得太特殊，他假装努力，实则在舒舒服服地躺平。系统禁止他修炼，他还能怎么办呢？你们快看抖音，海城出现天地异象了。海城3中有人开出了天地奇脉，哇，又有天才诞生了。这世间的天才这么多，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网上的一条消息把学生们羡慕坏了。区区天地奇脉，注定是我李不凡的囊中之物。好兄弟不要慌，等凡哥我开了天地奇脉，一定帮你搞到开脉丹。李不凡颇有雄心壮志，他开了4脉，从学校领到的暗能量很有点多。陆巡，把你的那份暗能量给我吧，我快要开脉了，最好再找李不凡要点。你跟他关系那么好，他不会拒绝你的。这时陆巡收到了一条消息，他皱了皱眉头，将手机熄屏，全当没看到。陆巡，我看到你看手机了，不要装作没看到。又一条消息出现在屏幕上，陆巡扫了一眼后置之不理。陆巡，别给脸不要脸，把你的暗能量给我，我还可以原谅你，重新给你追求我的机会。我知道你在追逐幼情，别做梦了，连我都追不到，还想追校花？消息频繁冒出，陆巡有些烦了，打开手机，点开消息，右上角删除。这下清静了。厉害啊，陆巡舔了柳梅3年，说删就删，看来校花的魅力确实大。李不凡不小心瞅到了屏幕，对陆巡竖起了大拇指。刚刚发消息的人正是柳梅。陆巡中考试出了点事，父母留下的遗产被人用一张欠条夺走，连家里的老宅也没能留下。那时他心情低落，觉得人生晦暗，差点自暴自弃。柳梅递来的一张纸条给了陆巡极大鼓励。纸条上有一幅画，画上陆巡仗剑飞天，英姿勃发，下面还写了娟秀的小字：加油。这张纸条仿若绝境中的一道光，让陆巡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关心他的。陆巡一直以为纸条是柳梅送的，所以这3年陆巡对柳梅一直很好，因此顶了3年的舔狗名头。直到前不久，陆巡偶然得知纸条其实是楚又琴让柳梅帮忙送的。柳梅明知陆巡误会了，却一直不说，查的不能再查了。另外他还与好几个男生同时暧昧，堪称标准海后。陆巡得知真相后，果断不再理他，转而去追求校花楚又琴。他其实没指望追到，主要是想感激他，想帮他挡一挡苍蝇。哪知道楚又琴突然答应了。陆巡出修炼室不久，陆巡被气呼呼的柳梅堵到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欲擒故纵，追了我3年没追到，你想换一种策略是吧？柳梅一副看穿了陆巡的样子。神经！陆巡根本不想搭理柳梅，转身就走。陆巡，你要是现在走了，我再也不会给你机会了，哪怕是带饭的机会。眼看陆巡这般反应，柳梅急了，撂下狠话。他突然意识到陆巡这是来真的。这3年陆巡给他带来了种种好处与便利，他上哪里去找这么好又这么帅的舔狗？更别说现在周围还有他的几个小姐妹与一些学生呢。陆巡脚步不停，不带丝毫犹豫。柳梅脸上挂不住，追上去拦住陆巡。陆巡，暗能量你自己留着用，现在帮我带一份黄焖鸡米饭，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当你的舔狗。陆巡笑了，你如果能开麦，我也可以给你机会转正。柳梅放宽了条件，实在是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真让陆巡走了，
他就下不来台了。我都开麦了，还看得上你这样的货色？陆巡来了一句狠的：你装什么？你个到现在才断体2阶的废物，你真以为老娘稀罕你？让你当舔狗，不过是老娘可怜你，就你那废物样，还想追校花？你把他的鞋子舔烂，也碰不到他一根手指头。柳梅破防了，失去了理智，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输出。你是谁啊？为什么骂陆巡？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柳梅一看，说话的是楚又晴。她虽有几分姿色，在清纯可人的楚又晴面前远远不够看，顿时就些失了颜色。楚又晴，你来的正好，我在帮你骂这只癞蛤蟆呢。柳梅说不下去了，眼中被惊愕布满，因为楚又晴很自然地挽上了陆巡的手臂。她下意识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不好意思，他是我男朋友，不是谁的舔狗，更不是癞蛤蟆。楚又晴微微侧头看向陆巡时，目光如秋水般多情。我也不需要他舔，爱是双向奔赴，而不是一方付出，另一方索取无度。他语气轻柔，却字字如刀，直戳柳梅的心窝。或许是为了故意气柳梅，说话间，他那柔嫩的小手悄然握住了陆巡的手，然后十指紧扣。这一幕让柳梅那张化着浓妆的脸瞬间长得比猪肝还红。陆巡，前因后果我都告诉你了，我还帮你狠狠地气了那女人一顿，你就不要再怪我了吗？校园里，楚又晴缠着陆巡不放，这会儿他才说出全部实情。之所以他要帮慕容婉找陆巡借子，其实是因为另一个拥有5境大宗师的大家族中有人盯上了慕容婉，那是一个喜欢玩弄女人的人渣，据说好多漂亮女人被他玩废玩惨了。人渣与慕容家的人勾结，做了2手打算：一是带上厚礼上门求婚，借助慕容家的人施压，想让慕容家将慕容婉直接嫁给人渣；若是慕容婉死活不从，那就在随机婚配的时候做手脚。总之，人渣对慕容婉势在必得，所以楚又晴与慕容婉才一起想出了这个办法。你外公一个4境宗师，掌控不了整个家族。陆巡问，几年前外公在星空古路上受了伤，一直未好呢。叔外公那一脉这些年发展迅猛，大唐就都冲到3境巅峰了，外公快要压不住他们了。楚又晴叹道，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你说，你突然答应我的追求，不会就为了这事吧？否则你这只骄傲的白天鹅怎么看得上我这只癞蛤蟆？陆巡转头看向楚又晴，当然不是。楚又晴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那你说说，我家境这么差，人又这么咸鱼，你看上我哪点了？陆巡没放过他，当然是帅啊。楚又晴说话时，双眼冒光地看着陆巡那张帅气逼人的脸，一副想要扑上来咬一口的样子。好吧，你过关了。陆巡对这个答案很满意。那你小姨又看上我哪点了？陆巡接着出题，我推荐给她的啦，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那天我让你送我回家，就是让小姨偷偷看一看，她看后对你很满意，所以就你咯。楚又晴的理由让陆巡大开眼界，肥水不流外人田，还能这样用的？你小姨怎么样了？沉默片刻后，陆巡问。好的不能再好了，清虚宫跟北斗殿的长老说他觉醒了玲珑宝体，以后修行速度会特别快。小姨年龄大了一点，现在都还没有开麦，加入不了清虚宫与北斗殿，不过北斗殿的一个长老愿意收他为徒，先把他放在北斗大学培养几年，只要他30岁前突破第4境，便能够加入北斗殿。楚又晴没有瞒着陆巡，将慕容婉的情况说来。慕容婉都25岁了，还能上北斗大学。果然，这个世界那些森严无比的规则，只有高高在下的普通人才配享有。对了，这是小姨让我带给你的，对你开麦应该有帮助。楚又晴将一个小玉瓶递给陆巡，慕容婉带给他的，不要，让他留着自己用吧。陆巡没接，这里面可是假式开麦单，有钱也买不到，资质再差的人私下也有很大可能开麦，到时候你就能考上修行学校了。楚又晴连忙道，确实是好东西，送给你好了。你啊，怎么还在生我的气？楚又晴以为陆巡故意气他，没有，只是不需要。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好吧，我要回去了，母亲找了个好友帮我开麦。陆巡，你真不要假式开麦单吗？不要，那我拿去还给小姨。楚又晴叹息一声，离开了学校。哇塞，陆巡，巡哥，你也太牛了吧，真把校花追到手了。巡哥，不，义父，教教凡凡吧，凡凡也想学泡妞。你不知道柳梅被气成什么样了，据说嘴都气歪了，乐死我了。吃饭的时候，李不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说了这件事，对陆巡可崇拜了。哈哈哈，陆巡，你凡哥因为麦开了。第二天，李不凡这小子开了第5条5脉，嘚瑟的不行。哈哈哈，我开麦了，今日开麦破凡尘，从此我命不由天。哇塞，灵脉！荣城一中的学生中，陆陆续续不断有人开麦成功，有人甚至开出了灵脉。5脉是最容易开，也是最常见的。
林麦则相对罕见一些。那是16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原本不显山不显水的林麦一开，在学校里瞬间就成了备受关注的风云人物，连校长都惊动了，亲自去给她发放了极其丰厚的奖励。慕容婉突破断体5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断体收获的10倍。中午时分，陆巡迎来了又一次10倍返还，不愧是玲珑宝体，一天一阶。玲珑宝体确实牛，一般的人断体就算用最好的资源，到了断体4、5阶上升1阶也得10天半个月甚至更久。慕容婉倒好，昨天刚到断体4阶，今天就冲到断体5阶了，断体10阶了。这一波返还让陆巡连升3阶，冲到了断体10阶。这要是继续返还，我会直接开麦吗？陆巡好奇。断体10阶的开麦效果是最好的，有条件的人都会选择先到断体10阶再开麦。慕容婉这才断体5阶呢，他继续往上升，再10倍返还回来，不知道陆巡身上会发生什么。慕容婉突破断体6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断体收获的10倍。一天后，慕容婉再度上升1阶，还带断体12阶的。陆巡知道了答案，他冲上了断体12阶，这让他有些惊奇，断体一般就10阶，哪来12阶？这还没结束。2天后，周五的早晨，慕容婉突破了断体7阶，陆巡来到了前所未有的断体14阶。周末，低年级早已放假，唯有即将毕业的学生们还在上课。这个月基本上都是修炼课，上课的方式较为自由，老师讲解一番后，学生们便在修炼室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开麦。老师则在一旁辅导陆巡，别以为我没看到，这一周你都在摸鱼，你这是放弃自己了。吴老师，没有的事，我明明这么努力，你还狡辩，暗能量都不见你用，是不是拿去送给柳梅了？没有，绝对没有，老师放心，我就算拿去喂狗也不会给那贱人，你父母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唉。修炼室里，吴老师摇了摇头，离开了。吴老师与陆巡父母是旧识，2年前转到荣城一中后，对陆巡一直颇为关照。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在关心着陆巡的人。果然，学生的任何小动作都瞒不过老师的眼睛。陆巡这一周的躺平没能瞒过吴老师，这样也好，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摸鱼了，不用每天假装努力，生怕被吴老师发现自己偷懒，伤到他的心。老五，他自己都放弃了，何必这么关心他？顺其自然，让花成花，树成树，牛马成牛马吧。毕竟是小英的孩子，不忍心看他这样。另一边，一个老师的劝阻没能打消吴老师对陆巡的关心。李不凡，你这是怎么了？5555，陆巡，我奶奶死了。第2天一大早，陆巡看到李不凡时，发现他的眼睛哭得肿肿的。节哀，陆巡安慰。怪不得昨天没看到李不凡，奶奶死得太突然了。前天我不是提前离校了吗？结果看到我那瘫痪10几年的奶奶在公园跟大爷大妈一起蹦迪，她一看到我就跑，我一路追，还是没追到。回家后爸爸就告诉我，奶奶死了，我看到的是奶奶的灵魂，她舍不得我啊。5555，我的奶啊，她对我的爱太深了，临死前还在念叨，让我一定要考上清北。李不凡哭哭啼啼地倾诉着，陆巡听着听着，表情慢慢变得耐人寻味起来。李不凡，你奶奶应该没。他拍了拍李不凡的肩，话说到一半又止住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父母演了19年，这要是给他拆穿了，还不得鸡飞狗跳。李不凡这奶啊，多半不是真奶，而是他父母请来的演员，恐怕还是一个有点实力的舞者，否则开了5脉的李不凡为什么追不上一个老人？陆巡，你说我奶奶怎么了？李不凡抬起泪眼，没什么，你这么孝顺，你奶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我定要考上清北，不负奶奶的期望。李不凡擦干泪水，拿出一粒胶囊吞下，开始撸铁。胶囊里封存着一个单位的暗能量，用胶囊方便保存与吸入。慕容婉突破断体8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断体收获的10倍。慕容婉又突破了1阶，断体16阶了。再这样下去，我要成赛亚人了。陆巡捏了捏拳头，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慕容婉的断体是不惜代价的。据楚幼晴说，慕容战连几十上百万1颗的假式断体丹都准备了一大堆，由此慕容婉的断体效果好得惊人，10倍返还给陆巡后，陆巡获得的好处之大可见一斑。他现在的身体放在旧时代是标准的超人。李不凡，好不容易放半天假，你不出去溜达吗？不去，我要考清北。周日下午有半天假，陆巡决定出去溜达溜达。拿着，吴老师，真不用，让你拿着就拿着。陆巡听着，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别放弃。还没出校门，吴老师突然出现，强行塞给了陆巡一个袋子，里面装的赫然是被封存在胶囊里的暗能量，数量不少，
足有好几百个单位，暗能量可不便宜。吴老师虽是武者，却也在灾变中受了伤，过得不算宽裕。这么多暗能量，他要拿出来不容易。陆巡不收，但他塞了就走。吴老师看着吴老师略显蹒跚的背影，陆巡眼睛有些湿润。王阳，他就是陆巡。陆巡，你小子给我站住！刚离开学校，陆巡被一群人堵住了。小子，就是你害我媳妇哭的。一个学生挡在了陆巡前面，面色不善。王阳，别乱说，人家还不是你媳妇呢。柳眉佯装害羞，以后不就是了吗？等我考上大学了就娶你，让你哪怕开不出麦，也可以过上富太太的生活。王阳拍着胸脯保证。小子，趁哥今天心情好，现在给我媳妇跪下，道个歉，哥就饶了你，否则今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旋即，王阳转过头，凶神恶煞地对陆巡道：我要是不跪呢？陆巡声音变冷：这可由不得你，哥哥我今天昨天开了任脉，力量暴涨3倍，今天你是跪也得跪，不跪也得跪。王阳盛气凌人。一旁柳眉高高昂着头，像一只骄傲的天鹅。几天前楚又晴的出现让她丢尽了脸，在小姐妹中间完全抬不起头来。她为此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直到昨天，她的一个舔狗王阳奇迹般的开出了一脉。更让柳眉惊喜的是，开了一脉后，王阳不仅没有嫌弃她，反倒对她更舔了。于是柳眉巧妙地让王阳知道她被陆巡气得大哭了一场。王阳听到后心疼坏了，决定帮她出口气。开脉了，怪不得王阳比陆巡矮一头，还敢来找麻烦，原来是开脉了。开脉的顺序是任督冲带双阴阳，首先开的是任脉。任脉一开，血气大涨，力量会暴涨3倍以上。非要逼我动手是吧？见陆巡不动，王阳一把抓来，要将陆巡摁下去。陆巡没有束手就擒，一拳砸向王阳。不自量力！王阳早有提防，冷笑声中化掌为拳迎去，要让陆巡见识一下开脉强者的恐怖卡。啊！我的手，我的手！惨叫声中，王阳脸上的表情因剧痛变了形，他的手指骨被陆巡一拳打骨折了，整个人更是连退了好几步，最后一屁股跌倒在地。王阳，柳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了脉的王阳居然被陆巡一拳就打倒了，这怎么可能？你这个没开脉的废物，怎么可能这么强？我跟你拼了！王阳不愿意认输，挣扎起来要拼命。开了脉与没开脉，一个天一个地，他怎么会输给陆巡？开脉很强吗？陆巡一脚将他踢飞后，追上去就是一顿输出。我错了，巡哥、巡爸、爸爸、爷爷，我再也不敢了。别打了，我给你跪下。在陆巡的铁拳之下，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王阳终于认清了现实，对着陆巡一个劲磕头。至于他那几个狐朋狗友，早就吓得作鸟兽散了。陆巡这才放过王阳，朝柳眉走去。陆巡，你要做什么？是他自己要来的，不关我事。柳眉吓坏了，以为陆巡要对他动手。你们还真是一路货色，我不喜欢对女人动手，但别逼我破例，这是最后一次警告。陆巡冷冷地盯着柳眉道。好几秒后，陆巡转身离开。柳眉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察觉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他突然发现陆巡变得好陌生，这还是那个舔了他3年的陆巡吗？我现在的实力，恐怕就是开了5、6脉的人都不是我的对手。这要是开了脉，那还得了。王阳的找茬让陆巡对自己的实力有了充足的认识，现在他有些期待开脉了。赵慕容婉的断体进度来看，快了。林少，消息是真的，楚又晴确实亲口承认陆巡就是她男朋友。这陆巡找死！校园里，林岩满脸怒气。林岩出身大家族，家里给他定制了开脉套餐，在学校的时间较少。他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后，准备来学校耀武扬威一番，享受一下学生们的崇拜。结果一来学校，他便得到了楚又晴跟陆巡确定了关系的消息，这可把他气得够呛。昨天又有好几个地方出现了天地异象，不知道我们学校会不会有人开出天地奇脉，引发异象。听说一般那个林家3少已经开始出了7条5脉，再开1条便能冲击天地奇脉了。哇，我们一中今年的状元非他莫属了。咦，那不就是林家3少？不远处，一群学生聊着聊着，就看到了他们话里的主角林家3少林岩。林少，陆巡在那里。这时一个跟班发现了不远处的陆巡。林岩听到陆巡2字，改变了方向，快步走了过去。陆巡，是林岩，听说他开了7条5脉，小心他找你麻烦。几个同宿舍的室友看到林岩过来，下意识离陆巡远了一些。林岩可是不止一次公开追求过楚又晴，现在他这阵仗一看就是来找陆巡麻烦的。陆巡，林岩几步来到陆巡前面，目光锋利如刀，里面有着毫不掩饰的敌意。找我兄弟有什么事？李不凡冷不丁地冒出来，挡在陆巡前面。
你就只会躲在别人后面。林岩冷笑，找我有事？陆巡将李不凡拔到身后，这才像个男人。不过你到现在还一脉未开，而我已开7脉，天地奇脉近在咫尺。林岩昂着头，一脸傲然。然后呢？陆巡神色不变，你配不上楚又晴。林岩冷冷道。哦。陆巡期待下文。你恐怕不知道，楚又晴昨天检测出了隐藏的古灵根，只要激活古灵根，开出9条灵脉与天地奇脉，是板上钉钉的事，放在整个东方都是绝世天才。而你，一个无父无母无钱无势的底层蛀虫，有什么资格成为他的男朋友？林岩怒目而视，情绪因话语有了起伏。古灵根，校花居然是这样的天才吗？林岩的话让周围的学生们哗然。身具古灵根的人岂止是万中无一，那是百10万中无一，可以说是天生修仙的料。他居然有古灵根。陆巡意外的同时也为楚又晴感到高兴。楚又晴所在的楚家虽然不如慕容家，也没有差太多，否则哪有资格娶慕容战的女儿。可楚又晴到现在还没有开出一脉，就不太正常。没想到他身具隐藏的古灵根，不过这古灵根似乎没激活。如果能绑定他，在他的古灵根激活时，我是不是也会获得古灵根？陆巡突发奇想。系统似乎没说只能绑定一个对象。宿主，这是可行的，需宿主提升到第2境后方可绑定第2人。脑海里系统给出了答案，需要陆巡突破第2境才行。陆巡明白了，他回过神来，发现林岩正轻蔑地看着自己，似乎在说，现在你知道自己有多垃圾了吧？于是陆巡认真的点点头，道，是啊，我也好奇，为什么又晴会答应成为我这个废物的女朋友呢？要不下次我们开房的时候，我帮你问问。陆巡，这是你自己找死。这句话将林岩彻底激怒，他全身力量鼓动，就要出手教训林岩。想对我兄弟动手，你问过我了吗？李不凡再度挡在陆巡前面，拳头捏得咔咔直响。李不凡，这不关你的事，不要自讨苦吃。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有种你来试试。两人针锋相对。林少，有老师来了。一个跟班小声道，算你们好运，陆巡，你最好永远别出学校，否则我会让你知道花是怎么谢的。林岩扔下一句威胁性十足话后，带着几个跟班离开了不凡。谢了。陆巡，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最近就别出学校了，全力开一条脉出来，他就不敢随便动你了。陆巡与李不凡同样离开了这里。其他学生见没有好戏看了，纷纷散去。哈哈，媳妇，陆巡惹到了林岩，以后麻烦大了。不远处，王阳跟柳梅赫然也在。王阳幸灾乐祸，柳梅看着林岩的背影若有所思，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慕容婉突破断体9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断体收获的10倍。这天中午，慕容婉再突破1阶，陆巡堪升到了断体18阶。爽，不断变强的感觉真不是一般的爽。哈哈，陆巡，凡哥我阳维脉开了。李不凡在奶奶遗愿的激励下变得格外努力，一举冲破了阳维脉。现在他只剩2条5脉未开了。陆巡不理解的是，他的父母那么有钱，李不凡本身也不差，如果对资源，现在李不凡早开8脉了吧？这是没苦硬吃啊。钱多的人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陆巡表示理解。这一天结束后，陆巡发现宿舍里的氛围有了微妙的变化，几个室友都不怎么跟陆巡说话了。陆巡知道他们在害怕林岩。住宿舍基本上都是家境比较差的，在荣城没有住处的学生。林岩这种豪门公子哥对他们来说，那是完全无法抗衡的庞然大物。他们对陆巡避而远之很正常。陆巡与这些室友的关系不好不差，并没有太过在意他们态度的变化。2天后，慕容婉终于达到了断体10阶，陆巡则一举突破了断体20阶。他的断体境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断体10阶，他应该快开脉了吧？慕容婉到断体10阶后，下一步就是开脉了。陆巡不由有些期待，他继续自己的躺平，同时还刻意避开了吴老师，避免吴老师发现他在摸鱼后失望。等开脉后，再让吴老师高兴高兴吧。哇哦，第4境的宗师前来指导开脉。一个新的消息让学生们兴奋了起来。明天一早会有第4境的武道宗师前来荣城一中指导开脉。对我没用。陆巡兴趣缺缺，他又不能修炼，不要说第4境的宗师，就是来一个5、6境的强者，对他都没有半点帮助。陆巡，没想到我会来吧？第2天，大礼堂里，楚又晴突然出现在陆巡面前。她穿着 JK 裙，上衣是一件清爽的白衬衫，显得清新又甜美。弟妹，你坐，我再去找位置。李不凡自觉让出了自己的位置。林少，楚又晴来了。
一个小弟眼尖看到了楚又晴，林岩一看楚又晴居然挨着陆巡坐下了，顿时就不爽了。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要去找陆巡麻烦。林少，淡定啊，宗师马上来了。林岩只得不甘心的坐下，双目喷火的看着陆巡与楚又晴的背影。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陆巡身边，楚又晴抿嘴道：什么好消息？陆巡其实已经猜到，我不是一直开不了脉吗？母亲的好友最擅长帮人开脉，可他也束手无策，于是他带我去找了一位很厉害的仙修帮忙检查一番。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居然有古灵根液。楚又晴开心的道：恭喜你。陆巡送上祝福。清北招生处的老师说，只要能够激活古灵根，哪怕大考前不开一脉，也可以直接录取我。楚又晴越说越开心。陆巡沉默了几秒，道：你小姨现在成了绝世天才，不用担心那个人渣的祸害了，你也成了天才，而我很可能开不了脉。楚又晴，我们……陆巡，不许再说下去。楚又晴一把捂住了陆巡的嘴。马德，林少，淡定，淡定。这个动作让林岩差点跳了起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告诉你，没门。楚又晴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气呼呼的道。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脸颊开始发热。你答应不说那2个字，我就松开。他道。陆巡点了点头。楚又晴这才赶紧移开了手，手心里还未消退的触感，让他的心有如小鹿在乱撞。为什么？陆巡不解。他一直觉得楚又晴答应自己的追求，只是为了帮他小姨。现在他小姨的问题解决了，他也成了身具古灵根的天才，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跟他一起？陆巡可不觉得楚又晴真的是只看颜值的人。如果是在旧时代，兴许有可能。在高武时代，颜值配点什么有用的，仍是王炸。唯独单出是废牌一张，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反正你别想甩掉我。至于开麦，我会帮你的。我用私房钱买了好多暗能量，小姨给的那瓶假式开麦丹也在，我还帮你制定了一份开麦计划。我们一起努力，大考前争取开出3脉来。楚又晴信心十足的筹划起来。楚又晴，我很懒的，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你还是想办法激活你的古灵根吧。见楚又晴这般积极，陆巡怕了。反正他不能修炼，每天舒舒服服躺平不好吗？努力做什么啊？做无用功吗？古灵根不需要我操心，父母会帮我想办法的啦。你懒没关系，我会监督你的。楚又晴打定主意要帮陆巡开麦了。完了，慕容完你赶紧开麦吧。陆巡头疼，宗师来了。这时，一道虎背熊腰的身影如龙行虎步般踏入，气势如山岳压顶，令人屏息。一现身，宗师威压便席卷全场，令所有学生们心头一凛，寒意顿生。整个大礼堂瞬间鸦雀无声。陆巡与楚又晴同样不再交谈。仙道元神，武道意志，开麦不仅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对意志的一种磨砺。讲台上，四境宗师开始了他的讲课，学生们一个个坐得背直，听得格外认真。对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除了在这种场合，平时哪有这么近距离接触宗师的机会？唯有陆巡越听越犯困。不是这个四境宗师讲的不好，而是他不能自己修炼，听了也白听。听着听着，陆巡就开始打瞌睡了。陆巡，不许睡，好好听讲。陆巡想睡没能睡成，楚又晴在一旁监督着他，非要陆巡听课。陆巡，快，你来回答。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只不过举的是陆巡的手。陆巡，我帮你申请了重力士，这些暗能量给你，还有这粒假式开麦丹，快吃了。陆巡，不要偷懒，我可盯着你呢。陆巡，陆巡，你怎么这么懒啊？四境宗师的讲课结束后，陆巡继续被迫营业。楚又晴一心想帮他开麦，整整一下午都守着陆巡，把陆巡搞得头都大了。可恶啊！有人的心情比陆巡糟糕10000倍，那便是林岩。楚又晴跟陆巡如此亲密无间，把他给气坏了。楚又晴，你守着这么个不上进的废物有什么用？连四境宗师的课都能睡着，吃再多假式开麦丹也开不了麦，纯纯的铁废物一个。林岩妒火中烧，跑来狂喷陆巡。他是我男朋友，我乐意。陆巡，我们走，别理他。楚又晴拉起陆巡就走，他还没有开麦，陆巡也没有，他怕陆巡跟林岩起冲突后吃亏。陆巡，有种别走，修炼室里咋咋呼呼做什么？吴老师来了，他可不惯着林岩，还巧妙地挡住了林岩，不让他追陆巡。陆巡回头瞥了一眼林岩，将楚又晴的小手牵在了手里。陆巡，我要杀了你！这个动作把林岩气得差点原地爆炸了。陆巡，母亲带我去京城寻找激发古灵根的办法了，你可千万别偷懒，按我给你制定的计划表训练，大考前开出3脉来，我们一起去清北。晚上的时候，陆巡收到了楚又晴发来的消息，这条消息让陆巡松了一口气，他总算可以继续躺平了。
他怎么还没开麦？慕容婉断体时节2天后，他还没有半点动静。离大考只剩半个多月了，说一点不及是不可能的。慕容婉突破断体11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断体收获的10倍。咦？第二天一早，新的返还让陆巡意外无比。慕容婉冲出断体10阶，达到断体11阶了，厉害！陆巡不由为他点赞，不愧是玲珑宝体，慕容婉可没有系统，却能够突破断体11阶。陆巡，下午时分，陆巡再一次遇到了林岩。林岩带着一大群小弟，来者不善，找我兄弟何事？李不凡，怎么哪里都有你？你不要小看了我们兄弟之间的羁绊啊，混蛋！李不凡说的，陆巡一阵恶寒。陆巡拔开了他，站到了林岩面前。什么事？陆巡，是个男人就跟我来一场男人的对决，谁输谁退出，如何？林岩死死盯着陆巡。你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楚又晴已经是陆巡的女朋友，他可么有病才跟你对决。陆巡，别理这个神经病。李不凡推着陆巡离开。站住！林岩挡在了前面。陆巡，你还是个男人吗？想打架？陆巡打断了他。陆巡，稳住别浪，开麦后再说。李不凡赶紧劝道。陆巡现在未开一脉，怎么跟林岩打？不错，是个男人就别怂。林岩激将。好，我成全你，这才是像个男人。来吧，我让你先动手。林岩大笑。陆巡没有客气，身形一动便攻向林岩。就等你呢。林岩丝毫不慌，开了7脉的他怎么会怕陆巡？他挥拳迎去，要以堂堂正正的力量将陆巡击败，让陆巡知道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拳头对拳头瞬间碰撞到了一起。林岩露出了狞笑，他仿佛看到了陆巡拳头被击碎，整个人被击飞的场景。怎么会？但下一秒，一股巨力从陆巡的拳头传来，打得他手臂一麻，整个人蹭蹭蹭的后退了好几步。如果不是他断体早已10阶，这一拳足以将他的指骨打碎。7脉，不过如此，你输了。陆巡淡淡道。哇哦，兄弟，你怎么这么厉害？李不凡惊了。怎么可能？林岩不敢相信。他开了7脉，竟落了下风。他不愿意相信，但不住传来的痛感与发麻的手臂都在告诉他，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那不是陆巡吗？他怎么这么强？难道他已经开了8脉了？周围有学生看到这一幕，同样露出惊色。林岩在学校里一直是风云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至于陆巡，他原本名不见经传，但自从成了楚又晴的男朋友后，认识他的学生也多了起来。别走，刚刚不想用武技欺负你而已。开山拳。伴随着一声轻喝，林岩整个人气势一变，他竟学会了武技。虽然是最简单的开山拳，但施展起来也可让力量大增。沙包大的拳头击碎空气，砸向陆巡，要将陆巡一拳击倒。陆巡毫不示弱，全力迎击。咔！林岩的指骨发出清脆的声响，剧痛中他接连后退了好几步后，站立不稳，眼看就要一屁股坐倒在地。林少几个跟班及时扶住了他，反倒陆巡却是一步都没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少整个人都麻了。他堂堂林家3少，在达到断体10阶后，他一口气开了7条5脉，一个打10个就10代的武术冠军都不成问题，就更别他还学会了开山拳，现在居然打不过陆巡，这让他怎么能够接受？好强！林少都动用战技了，还是没能打过陆巡。8脉，陆巡一定开了8脉了。围观的学生们越来越多，尽皆被陆巡惊到了。林少、林3少，菜就多练，不要出来丢人现眼。李不凡，我要杀了你！李不凡的嘲讽把林岩嘴都气歪了。今天他的脸可算是丢到姥姥家了，专程跑来找茬子，结果陆巡这般厉害。不是说陆巡才断体2阶，开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吗？这他妈是断体2阶没开麦吗？只有开了所有5脉，才有可能这样厉害，否则他7脉为什么打不过对方？这是谁给情报？林岩决定好好教训一下那小子。8脉又如何？等我开了8脉，赤阳脉成，再来找你算账。看着陆巡远去的背影，林岩没有就此认输。赤阳脉是一条天地奇脉，想要开赤阳脉，每开1脉需在正午时分饮太阳之精入体，淬炼经脉24个小时，待8脉齐开，便可以赤阳之力令8脉合一，再造赤阳脉。这是通用的方法，用这个办法能开出赤阳脉的人少之又少。林岩家里早早就在筹划了，一般满16岁，全身骨骼基本定型后，便可以开始断体。林岩在断体之初，便以秘法引太阳之精入体，令自己的身体适应赤阳之力。如此一来，他开出赤阳脉的可能性比别人高出好几成。好啊，陆巡，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悠闲？原来早就开了8脉了。嗨兄弟，我还天天为你操心，你是不是该赔偿我一点精神损失费？你还在这里浪费时间，
奶奶的在天之灵，我要努力了，再见，陆巡。陆巡一句话，让李不凡打了鸡血一般钻进了修炼室里。断体22阶确实厉害。陆巡捏了捏拳头，灵岩开了7脉，本身又是断体10阶，陆巡未开1脉，却能凭借断体22阶将其轻松击败，这足以说明陆巡现在身体的可怕。不知道慕容婉还会不会往上冲？陆巡好奇。陆巡，没想到你都开了8脉了，瞒得我们好苦啊！快看，那是陆巡，听说他开了8脉，连灵岩都不是他的对手。哇，他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天还没黑，陆巡开了8脉的消息便在校园里传遍了。于是转眼之间，他就从一个断体2阶难以开脉的废物，变成了荣成一中的天才。遇到他的学生无不满脸堆笑的跟他打招呼，似乎他们跟陆巡很熟一样。就连那些之前刻意疏远陆巡的室友，一个个也重新变得热情起来，争相讨好陆巡。古话说得对，当你强大时，你的身边都是好人。陆巡默默想，哪怕进入了高武时代，这个世间有些道理始终没怎么变过呢。小巡做得不错，你父母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的。第二天，吴老师特意找到陆巡，夸奖了一番。消息传开后，吴老师也听说了，为此高兴了好久。陆巡并没有告诉吴老师，自己其实还未开1脉。陆巡同学，你可是我们一中今年的一匹黑马，待会儿让向主任给你测一测，确定你开了8脉后，就可以给你换一个单人宿舍，该有的奖励也会有的。校长，只有10几天了，宿舍就不用换了，至于奖励，等大考结束后一起给我吧。也行，那就依你的吧。对了，你这2天好好考虑一下，是进清虚学院还是北斗大学。大考前1周，清北招生办的老师会来提前录取开了全脉的学生。好的，校长。校长找到了陆巡，交代了一些事。还有1周，慕容婉，你可一定要开麦啊！校长走后，陆巡暗自祈祷。陆巡之所以不要换宿舍，也不要奖励，是因为经不起测。有没有开麦，一测就知道了。这要是1周后清北的老师来了，发现陆巡其实根本没有开麦，那就好玩了。巡哥，早。巡哥，需要暗能量吗？我这里还有点。巡哥，可以传授一下开麦经验吗？陆巡彻底成了一中的知名人物，随便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打招呼，还有人上来套近乎或者请教开麦经验。陆巡哪有什么开麦经验？继续躺平吧。他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躺平了，不用担心伤到吴老师的心。媳妇，是陆巡，我们走这边。在陆巡到处溜达的时候，王阳与柳梅刚好看到他。王阳当即决定绕路。在知道灵岩都打不过陆巡后，现在的陆巡在王阳眼里可是绝世凶人，他哪怕在招惹。媳妇，你去那边做什么？只是柳梅在看到陆巡后并没有避开，反倒走了过去。柳梅看着陆巡，神色复杂。过去3年，陆巡给他带了3年饭，其他大大小小的帮助不计其数。柳梅享受的心安理得，把陆巡当成了最听话的一条舔狗。哪知陆巡突然就不舔了。不舔就算了，如果陆巡过得很差，那也没什么。可陆巡不仅追到了校花，现在还特么开了8脉，这就让柳梅的心瞬间后悔到了极点。天可怜见，昨天他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肠子都快悔出来了。所以哪怕之前双方已经撕破了脸，柳梅也决定重新争取一下。今天她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陆巡第一次见她时的白色连衣裙，然后四处转悠，就是想找到陆巡。现在找到了，自然不会放过。她撩了撩发丝，摇曳生姿地走到了陆巡面前，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对出了一个心形的盒子。这个角度刚好给陆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野，可以看到2个大雷之间若隐若现的沟壑。做什么？陆巡停了下来。陆巡，这是3年前我生日时你送给我的巧克力，巧克力我吃了，盒子我一直留着。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在里面装了亲手做的巧克力，送给你了。不得不说，柳梅的声音如果加起来，还有纯情小男生能抵挡，要不他怎么能养1塘的鱼？我生日，对不起，我过的一直是农历生日。还有，你这个盒子不是我送的那个，下次要演戏就用新点，把盒子上的生产日期改一下。陆巡的话让柳梅脸青一阵白一阵，她好不容易想到这个点子，还专门委托他在学生会的一个舔狗查到了陆巡的出生年月。哪知道陆巡居然过农历生日，他这个盒子也被陆巡拆穿了。陆巡，3年前的承诺忘了吗？眼看陆巡要走，柳梅跺了跺脚，质问道：承诺？陆巡略一回想，总算想起了3年前柳梅问他会不会一直对他这么好。当时柳梅正在给鱼塘育苗，给陆巡营造了一种2人在恋爱的感觉，外加陆巡一直觉得那张纸条就是他送的，所以陆巡告诉他，只要他不嫌弃，就会一直对他好。抱歉，承诺是有时效的，过期不候。陆巡头也没回，扔下一句后迈步远去。
陆巡，你这个说话不算话的混蛋！5555，柳梅哭了。媳妇，别哭，你还有我。滚！谁是你媳妇？这么久了才开一脉，真是废物！也不看看你那德行，长得跟武大郎似的，看见你就恶心。离老娘远点！死陆巡，真以为老娘没你不行？王阳上前安慰，却被柳梅一顿臭骂，给骂得快哭了。哼，老娘的舔狗多着呢，陆巡，你给老娘等着，没有你，老娘照样过得很好。柳梅擦掉根本没流下来的泪水，将巧克力扔到地上，狠狠踩了几脚后，气呼呼地离开了。慕容婉突破断体12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断体收获的10倍。第二天，慕容婉冲上了断体12阶，果然，陆巡就猜到会这样，他因此来到断体24阶。断体越往上，每升一阶的提升越大，难度越高，所以哪怕10倍，在24阶以后，也仅能让陆巡提升1、2阶。还有6天，姐姐，赶紧开麦吧！现在陆巡只希望慕容婉别往上冲了，断体12阶够了。早期的断体更多是为了增强体质，让开麦变得更容易，开麦的效果变得更好。开麦之后，武者不断修炼的过程中，本身也附带断体的效果。像四境宗师，其身体的强度远非陆巡的断体24阶所能比拟。哇！二中有人开出了天地奇脉。这天下午，荣城上空再度出现了天地异象。荣城二中有人开出了天地奇脉，引发了异象。异象的范围不算大，也就在荣城二中周边短暂出现，跟慕容婉的异象比远远不如，但也是异象，足以令无数人羡慕。陆巡，只要你能开出天地奇脉，需要什么尽管说。校长坐不住了，找到了陆巡。荣城一中的成绩一向比二中好，现在二中诞生了一个开出天地奇脉的学生，直接就把一中的风头给压下去了。校长，我尽力。陆巡啥都没要，为了安校长的心，他表示一定努力。校长一满离，丝毫不知陆巡转个身就开始躺平了。天地奇脉而已，我林岩唾手可得。林少 V5， 我们一中的这口气就靠你争回来了。这天晚上，林岩在校园群里大放厥词，引来很多学生吹捧。他已经冲开了第8脉，将所有的经脉连成一体，准备冲击赤阳脉了。第二天，让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林岩跑到学校来，要当众冲击赤阳脉。林家的人还搭了一个高台，让林岩坐在上面。围观学生众多，当然也有不少学生忙着开麦，没空来看热闹。这家伙真是个显眼包。李不凡吐槽一句后，钻进了修炼室。他还有最后一脉未开。至于陆巡，也到操场上看了一下热闹。林岩发现陆巡后，变得更起劲了。乐管家，给我太阳精魄。好的，少爷。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递上了一小块太阳精魄，这是通过人为搜集太阳之精凝聚而成的。这里的太阳就不是指太阳系的那个了，泛指一切恒星。自蓝星生为开始，现在的蓝星离太阳系不知道有多少光年了。林岩将太阳精魄吸了下去，盘腿坐在高台中间，周围的建筑上8个聚光器将四面八方的太阳光集中到了林岩身上。如此密集的聚光让林岩的身上开始冒烟，这要是普通人早就被烫熟了。林岩却没啥事，他在利用太阳光消化太阳精魄，以便可以一举冲开赤阳脉。明天再来。第一天，林岩开脉失败，一过中午，他便停了下来，决定明天再试。赤阳脉在中午最容易冲开。另外，现在的蓝星在这个双子星系，太阳之力远超其他星系，对开赤阳脉、炎天五脉之类的五脉有着极大的促进。第二天，林岩继续尝试，可恶，他还是失败了，2次了。失败2次，对他的身体伤害不小吧？林少真是坚韧，这都还没放弃，有钱还这么努力，怪不得这般厉害。学生的崇拜让林岩倍有成就感，他拿出高价买来的回春丹吃下，修复身体的伤势。明天再来，我可以失败无数次，只要成功1次，便能成为真正的天才。林岩屡败屡战。与此同时，荣城的另一边，慕容家的庄园里热闹非凡，除了外地的，几乎整个慕容家的人都来了。因为慕容婉定在今天开麦，小妹真是天纵奇才，短短半个月便冲到了断体12阶，不知道这一次开麦，她能一次性开几脉？照我看，小妹肯定能一次性将所有5脉贯通，甚至开出天地奇脉来。小姑这么厉害，肯定可以的啦！众多慕容家的人齐聚一堂，脸上洋溢着笑容。慕容婉拥有玲珑宝体这等顶尖的修行体质，今后崛起已是必然。届时，慕容家也会跟着沾光，由此更上一层楼。有人欢喜，有人愁，比如慕容乍2弟那一脉的人。天哥，怎么办？我把东西退回去了，但王元杰不收，非要找我要人，他还威胁要将我们的谋划告诉大伯。慕容天的弟弟慕容垂愁眉苦脸，
先前他们跟王家的人渣勾结，用慕容婉换取王家对他们的支持，以此找机会完成夺权，掌控整个慕容家。哪知道慕容婉突然成了惊动东方的绝世天才，他们之前的那些招数统统没用了。慕容天便让弟弟把人渣送给他们的东西退回去，可那人渣不收，还威胁要揭发他们。王元杰到底想要什么？他说就算娶不到慕容婉，至少也应该让他玩2天。天哥，他就是个变态，被他玩过的女人没有不残的。让他先等等，蓝星在这里停了好几年了，应该要重新进入星空古路了，到时候说不定有机会。慕容天的眼中闪过一丝阴冷。慕容婉在逆天，跟他们这一脉有什么关系？相反，慕容婉若崛起，他们这一脉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若能借助王元劫毁了慕容婉，对他们来说反倒有利。好的，天哥，我这就给他发消息，你亲自去说，避免泄密。好。慕容垂离开了。绝世天才，哼，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不过是早夭的流星，一时的璀璨而已。冷笑之后，慕容天收敛了表情，换上了一副笑脸，重新进入到了庄园里。开始了，开始了，小姑姑好漂亮啊！此时，庄园里面，慕容婉一次性吸入了大量的暗能量。她采用了最简单的办法开麦，将暗能量如同鲸吞般纳入体内，周身的气息瞬间变得深邃而神秘。仅仅几分钟后，慕容婉周边的空气微微一颤，一股无形的波动从她体内扩散开来，周围的空气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形成了一圈圈微弱的涟漪。她的体内第一条五脉成功被冲开。好！慕容战声朗声叫好。开了，开了！好快呀！小姑真厉害！其他慕容家的人欢呼不已。慕容婉冲开第一条五脉，宿主获得慕容婉开麦收获的10倍。终于开麦了！荣城一中，陆巡总算等到了慕容婉开麦。体内的热流一出现，他赶紧找了个没人的小树林，盘腿坐下。热流如狂潮奔涌，在体内化作滔天巨河，肆意奔腾，势不可挡。嗡！会阴穴被冲开了。我去！陆巡咬紧牙头，眉头紧锁。没人告诉他开麦这么痛啊！热流凶猛非常，以会阴穴为起点，冲向关元穴、气海穴、神阙穴所过之处，势如破竹。这些穴位轻而易举被冲开。嗡！最后一个承浆穴被冲开，所有穴位连成了一线，将任脉这条五脉构建了出来。但热流在为陆巡开了任脉后，仅仅消耗了1/10不到。正当陆巡以为可以凭借这股热流一举将所有五脉冲开时，这股热流却是掉了头，在陆巡的任脉之中来回冲撞。好家伙！陆巡心神沉静，看到了体内的情况。在热流的不断开拓之下，他的任脉变得越来越宽，强度也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丝丝热流往周身扩散。陆巡不再感到痛楚，只感觉全身暖洋洋的，仿佛每一个细胞都泡在了温水里面，格外惬意。成了！终于，那股热流消耗殆尽，代表着10倍返还的结束。陆巡的第一条五脉由此被开了出来。我这开麦的效果绝对无人能及了吧？他这条五脉恐怕没人能比。这一次10倍返还不是返还在数量上，而是质量上。他的开麦效果比慕容婉好了10倍，比其他人就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了。同样的五脉，自然是越宽越好。一般人开的五脉就像是田间小溪，只能容纳涓涓细流，修炼速度一般般。天才开的五脉犹如门前小河，能够通过更多的河水，修炼速度自然快上许多。陆巡的五脉那就好比大江大河，不仅河水汹涌澎湃，奔腾不息，更能容纳百川，修炼起来如鱼得水，一日千里。得亏陆巡达到了断体24阶，否则就算有10倍返还，五脉也不可能如果之宽。我的力量怕不是暴涨了10倍，任脉一开，力量暴涨3倍以上，像王阳就是3倍。现在的陆巡感觉自己的力量怕是暴涨了7、8倍，甚至10倍以上，这让他有一种一拳能打爆蓝星的感觉。当然，这只是力量暴涨后的错觉。慕容婉冲开第2条五脉，宿主获得慕容婉开脉收获的10倍。又来了！没过多久，第2股热流进入到了陆巡体内。真厉害！慕容婉的玲珑宝体确实厉害。看这个样子，他竟是要一口气冲开8条五脉。除了真正的绝世天才，谁敢这么做？他就敢。第2条五脉是督脉，任脉、督脉是最重要的2条五脉。就时代的武侠电影小说中，主角打通任督二脉，便可成为天下无敌的绝世高手。在高武时代，打通任督二脉仅仅是修行的起点而已。热流进入体内后，沿着长强穴、腰俞穴、命门穴、至阳穴、灵台穴等督脉的穴位一路横冲直撞，再经过风府、百会、上心、神庭等等穴位，沿脊柱上行，最后直上位于口腔中的龈交穴。
至此，督脉被一举贯通。与第一次一样，在打开督脉后，热流只消耗了少许。他开始沿着督脉来回往返，将督脉变得更为牢固、更为宽阔，同时也有丝丝热流蔓延出去，滋润着他的全身，连12正经都由此受益。好热！热流彻底消失后，陆巡感觉全身燥热。督脉开了后，对力量的增幅不算大，但全身血气大涨，精神也变得异常充沛。如果一个70、80岁的老年人能冲开督脉，可以瞬间年轻10岁不止。慕容婉冲开第3条五脉，宿主获得慕容婉开脉收获的10倍，好快的速度！陆巡的督脉才刚刚收工，慕容婉就已冲开了第3条五脉。第3条五脉是冲脉，跟督脉相比，冲脉才是正儿八经的气血之脉。冲脉贯穿全身，被称为12经之海或者血海。打开冲脉，血气暴涨，生命力变得更为旺盛，寿命都会因此而延长。冲脉的起点是会阴穴，刚好连接任脉与督脉，然后经由气冲穴、横骨穴等11个穴位，止于幽门穴。呼！10几分钟后，陆巡的冲脉成型，其强度与宽度不下于任督二脉，应该快来了。陆巡静心等待，果然没多久，慕容婉再开一脉，这一脉是带脉。咦，是陆巡？陆巡的身上怎么在冒烟？难道他准备冲击天地奇脉？别打扰他！这时，有几个经过小树林的学生看到了陆巡，他们好奇地靠近，又自觉压低了声音。这些学生不知道陆巡正在开脉，还以为陆巡准备冲击天地奇脉呢。很快，消息传开后，这片小树林里涌进来了更多的学生。草，把老子差点吓阳痿了！一对在小树林深处卿卿我我、情到深处的情侣落荒而逃。都别吵，谁吵着我巡哥？我李不凡第一个揍他！李不凡来了，把围观的学生赶外了一些。怎么这么多人？10几分钟后，陆巡冲脉成型，睁眼一看，他发现自己被围观了。算了，慕容婉开脉速度太快，现在换地方来不及了。没几分钟，慕容婉冲开了阴跷脉，然后是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除了最后的阳维脉，后面3脉都相对好开。最后一脉难就难在贯通之后，需要将8条五脉与12正经融会贯通，形成一个全身的经脉网络。12正经在开脉的过程中，基本上可以顺带冲开，若是冲不开，还得多费一番手脚。对陆巡来说，自然不成问题。每一次10倍返还的热流，在拓宽与巩固五脉时，顺带着就将12正经贯通与增强；而在最后一脉时，那热流更是一举冲入12正经中，将陆巡的奇经8脉彻底连通。哇，陆巡身上在发光耶，好帅！在全部五脉彻底贯通之时，陆巡整个人宛若新生，给人一种在发光的感觉。配合着他那帅气的脸庞，把一些女生看得眼睛都直了。号外，陆巡与凌颜互相较劲，同时冲击天地奇脉。听说两人都喜欢校花楚又琴，但楚又琴选择了陆巡，加上凌颜前几天又输给了陆巡，这才跑来学校开天地奇脉，想要扳回一城。哪知陆巡也开始了。哇，我们一中今年这么热闹吗？不知道谁会成功。荣城一中，陆巡冲击天地奇脉的消息彻底传开了，不仅传开了，还传出了一个2个天才争风吃醋、互相较劲的版本。这下，那些埋头在修炼室开脉的学生也坐不住了，都跑出来看热闹来了。陆巡与凌颜所在的位置其实不远，凌颜在最大的操场上，陆巡则在操场旁边的小树林里。学生们一冲来，不管是操场还是小树林，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不要挤，给校长让出一条道来。校长来了，终究是年轻人，年轻气盛，什么事都要争一个输赢。这样也好，如果人人都像我们这样得过且过，这个世界还怎么进步？哈哈，还是年轻好，年轻是个宝。我们一中今年人才济济啊！校长与众多老师接连含饴母笑，很欣慰地看着这一幕。我真个嘚儿！陆巡发现自己下不来台了，他很想喊一声冤枉。陆巡可没半点心思跟凌颜一较高下。身为拥有金手指的天命主角，每天翘着2郎腿躺平就行了。楚又琴又早已是他女朋友，争什么风吃什么醋，犯得着吗？纯粹是慕容婉选在今天开脉，巧合而已。只是这些理由，陆巡总不可能告诉别人。玲珑宝体这么厉害，他都连开8脉了，应该会选择一鼓作气冲开玲珑脉。陆巡思虑一番，放下了心来。就凭你也想跟我争？另一边的凌颜同样得到了消息。当得知陆巡也在冲天地奇脉后，凌颜一口气吞下了好几个单位的太阳精魄。少爷，悠着点！悠个屁！今天不成功便成人。凌颜决定拼了，怎么也不能让陆巡给比下去。为了开赤阳脉，他家里前后动用了上亿资金，为他购买了大量的天才地宝。陆巡有什么？他整个家族几代人的积累，
怎么能输给陆巡一个只会寒窗苦读的社会底层？哈哈，不愧是我慕容战的女儿，不到2小时连开8脉，这个记录应该能排进前10了吧？另一边，慕容家的庄园里，慕容战开怀大笑。虽然开脉是在人体内部，慕容战身为4境宗师，自然能够看出慕容婉连开了8脉。爷爷，小姑还没有下来，她准备开天地奇脉吗？慕容战的一个孙女好奇地问。玲珑宝体能够开出玲珑脉，玲珑脉可不是一般的天地奇脉，在所有的天地奇脉中也堪称最强的一等。慕容战不无自豪的道，天地奇脉也分3、6、9等，不同的天地奇脉之间的差距之大，不下于1脉与8脉的差别具体的好坏，从引发的天地异象的规模便能看出1、2。哇，那待会儿又可以看到天地异象了。慕容家的人期待了起来，连开8脉，还要一举打开天地奇脉，一定不能让他成长起来。人群的后方，慕容天目光闪动，他并没有任何的举动。慕容站在这里，他能做什么？时机未到，他要等蓝星重新进入星空古路，到时候蓝星的形势就会像往滚烫的油锅里倒入一碗水那样沸腾起来，那时候才有机会。快到中午了，不知道今天林少能不能成功？有钱就是好啊，一般人冲天地奇脉失败一次就很伤，林少倒好，灵丹妙药更不要前世的吃。没办法，谁让人生最大的分水岭是阳水呢？荣城一中里，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操场周边的建筑中，窗户、屋顶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中午快到了，2颗太阳高悬于上，散发出的光芒无比炽烈。太阳光被聚光器汇集，让林岩身上的皮肤变得通红无比。如果是穷人，这时候全身衣物早就被烧得干干净净。林岩的衣服毫发无伤，显然是一件能够承受高温的宝衣。给我开！当2颗太阳升到正上方时，太阳之力达到了最为鼎盛的时刻。林岩借助吞下的宝丹的药力，向着赤阳脉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嗡！赤阳脉被他一举冲开。紧接着，荣城一中的天空之上，烈焰滚滚，红霞漫天，在那赤焰与红霞之中，竟有第3轮赤阳浮现。哇！异象！烈焰红霞赤阳出，这是赤阳脉打开的异象。林少冲开天地奇脉了。顿时，整个荣城一中一片惊声。在小树林中围观陆巡的学生得到消息后，纷纷跑向操场，仅有少部分学生还在小树林。陆巡，我们林少成功了，你的天地奇脉呢？还是林少技高一筹？给老子闭嘴！想挨揍是不是？林爷的几个小弟出声嘲讽，被李不凡一声大喝镇住了。陆巡抬头看了一眼天空，这也叫异象？陆巡不屑，这异象范围太小了，还没前几天2中的天才引起的异象大。哟，还看不起林少的异象？有种你也开一个天地奇脉，把林少的给抄了。没错，陆巡，你不会只会打嘴炮吧？林岩的2个小弟很是嚣张，脸上满是讥讽之色，仿佛已经看到了陆巡的狼狈模样。话音才落，在林岩引发的异象上方，又一重天地异象出现了。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风起云涌，天地之间狂风骤起，乌云翻滚之间，一股古风暴放，若是一条条风龙咆哮而出，遨游于天地之间。这是妈呀，他还真开出来了！林岩的2个小弟大惊失色，脸上的讥讽瞬间凝固。这天地异象比起刚刚林岩引起的，不管是范围还是威势，都要更上一层楼。怎么会？高台上，林岩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满脸不可思议。他刚刚打开赤阳脉，引来天地异象，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结果陆巡下一秒就引起了更大范围、更具威势的天地异象，瞬间让他的成就显得暗淡无光。9天龙舞风云怒，这应该是无极风脉。好大的阵仗，是陆巡吗？校长身边，一个校领导目露金光，看向陆巡的方向。学生们再度涌动，从操场涌向小树林。不是陆巡，引发异象的是青云书院的王腾云，据说他开的是无极风脉。一个消息快速传开，青云书院，那是几个大家族联手开办的学校。这个消息让校领导们不由失望。跟荣城一中、2中这种公立学校不同，青云书院是私立学校，里面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一般人想进都进不去。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一些豪门大家联合开办，专门培养后代的独立机构。普通人进去不见得是好事，除非天生就有当狗腿子的天赋。王腾云，居然是他，那没事了。王家拥有5境大宗师，培养出一个这样的天才不足为奇。这个消息让林岩心态平和了下去。王腾云出自拥有5境大宗师的家族，比他厉害那是天经地义，只要陆巡这个草根情敌没有超过他就行。王腾云异象覆盖大半个荣城，这王家倒也出了一个麒麟儿，不过与我婉儿远远没得比。另一边的慕容战同样看到了天地异象，
他只看到了一重。灵岩引起的异象由于范围太小，并没有被慕容战观察到。这时，慕容婉的周边一股无形的波动释放了开来，紧接着，高天之上绚丽的七彩霞光浮现，声势之大，色彩之艳丽，瞬间就将王腾云引发的天地异象盖了下去。七彩霞光如同天女散花，洒满了整个天空，仿佛将整个世界都染成了七彩的颜色。哪怕在离荣城百里远的地方，一抬头就能够看到。成功了！哇，小姑姑开出天地奇脉了！慕容家的人纷纷欢呼了起来。我的天，3重异象，这么刺激，今天也太热闹了一点吧！一重据说是荣城一中的学生，2重是青云书院的人，这第3重是谁？这一刻，荣城上空的3重异象不知道惊动了多少人。又来了一重异象，会是陆巡吗？不太像，这有些像慕容婉前一阵引发的异象。荣城一中众多的师生骚动不已，一定是慕容婉，不是他，绝对不可能是他。高台上，林岩不住告诉自己，慕容婉冲开了玲珑脉，宿主获得慕容婉开脉收获的10倍。宿主将打开天地奇脉，无法完全遮掩异象，将释放部分异象。小树林里，陆巡刚刚看到慕容婉引发的天地异象，系统的10倍返还便如期而至。一股比之前更为庞大的热流进入了他的身体里，沿着他的全身经脉游走数圈后，猛然冲向了一处虚无的地方。嗡！陆巡的身体内部，一条天地奇脉飞速成型。天地奇脉之所以加上天地2字，是因为这条脉能够沟通天地与自身，所以哪怕是系统也难以强行将天地异象遮掩。咦？离陆巡最近的李不凡察觉到异常，天地奇脉打开时，身体与天地沟通会产生一股无形的波动。陆巡，你开出天地奇脉了！李不凡大喜。下一秒，天际之上又一重异象出现了。只见那七彩霞光之上，顿时雾霭重重，仿若化为了天地初开时的混沌。在那里，一朵接一朵的青莲自混沌中跃出，竞相绽放。4重异象，又有人开出天地奇脉了。陆巡，是陆巡。什么？这一重天地异象是陆巡引起的？不可能！学生们的惊呼声让林岩直呼不可能。4重天地异象重叠，天上由此变得绚烂万分。又由于慕容婉引起的天地异象太过耀眼，所以陆巡的天地异象反倒不容易看出范围。但是呢，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陆巡的天地异象远远超过林岩的，这让林岩怎么能接受？混沌、青莲，这是什么天地异象？这是全新异象。好，陆巡果然是天纵奇才。校长大喜。有些异象他们叫得出来，有些异象他们叫不出来。陆巡引起的天地异象，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就算范围不如慕容婉的大，但那混沌中绽放青莲的景象太过摄人心魄，竟能将慕容婉引起的异象压了下去。校长感觉陆巡一定是开了一种全新的了不得的天地奇脉。这下一中今年就诞生了2个天地奇脉，风头远远超过2中。什么？真的是他？是的，少爷，确实是陆巡。噗！少爷，少爷！高台上一直不愿意相信的林岩得到确切的消息后，急火攻心，加上先前强行冲脉时受的内伤未复，气得一口血喷了出来。号外，林岩被陆巡气吐血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好多人亲眼所见呢。林岩的天地异象可是远远不如陆巡。哈哈，林岩以前不是很狂吗？现在怎么不狂了？校园里很快，林岩被陆巡气吐血的事就传遍了，成了学生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恶！林岩羞愧至极，都不敢来学校了，怕被同学笑话。陆巡这边则获得了一间单人宿舍，房间又宽又大，外面还有一个小厅。这待遇比起之前的8人宿舍，可谓是一个天一个地。宿舍里面的一切都已布置好，连床单都是全新的。巡哥，劲爆消息，林岩被你气得吐血了。李不凡兴冲冲地跑来，给陆巡带来了一个消息：吐血了。有人亲眼所见，他应该是冲脉时受了点伤，再被你一气，那血就没绷住。这些用资源堆起来的公子哥，心态比脆皮肠还脆，说炸就炸了，以后还怎么修武？李不凡对林岩有些不屑，在他看来，这点小事就吐血，以后遇到生死危机，那还不得把5脏6腑都给吐出来？李不凡的话倒是提醒了陆巡，论心理素质与韧性，李不凡绝对够硬，与其他豪门公子完全是2个概念。这么看，他的父母选择穷养他，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在心性上李不凡很厉害，不会因为一点挫折就要死要活的。不管修武还是修仙，心性都是很重要的。有一种说法是修炼先修心，不是没有道理。今天一共出现了4重异象，巡哥你的异象最高也最耀眼，下面是慕容婉的，再下面是青云书院的王腾云的，最下面才是林岩，还得是我巡哥把慕容婉都给压下面了。
李不凡竖起了大拇指，他的最后一句话充满了歧义，这歧义恰恰又说中了事实。王腾云是什么来历？陆巡关注起了这件事。青云书院他有所耳闻，对普通学生来说那是天宫一样的存在，里面的学生每天的生活费都够普通学生1个月甚至1学期的开支了。不清楚，据说出自一个有5境大宗师的家族，他引发的异象范围不小，比灵岩厉害多了。李不凡道：“5境大宗师。”陆巡隐隐感觉这个王腾云多半来自人渣所在的那个家族。整个荣城有5境大宗师又姓王的家族应该没有第二个，为啥这样的家族会出人渣？陆巡不解，不是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吗？这样的家族富得流油，难不成良心也跟着流走了？还是说这句话只是旧时代的富人用来洗白自己的而已？4重异象。是的，婉儿，今天一共出现了4重异象，不过不用担心，你引起的异象范围最大，没人比你更妖孽。另一边，慕容家慕容婉也得知了4重异象的事。妹妹，你看，这就是那4重异象。慕容婉的一个姐姐放出了一条视频，视频里是荣城人拍到的4重异象同空的情况。只见最上面的1重异象是一片混沌中绽放青莲，下方则是七彩霞光化为龙凤，在下方是风起龙舞，最下方则是赤焰红霞映出赤阳。这片青莲是谁引起的？慕容婉不由问。混沌中绽放青莲，虽然范围不大，但这众异象最高。在它出现后，其他的异象隐隐都被压制住了。听说是荣城一中一个叫陆巡的学生。姐姐道：“陆巡。”慕容婉一怔，是一个即将毕业的武校学生。姐姐的话让慕容婉肯定了，这个陆巡就是那个陆巡，他也这么厉害吗？慕容婉的脑海里浮现出陆巡那张阳光帅气的脸以及强壮的体魄，一缕红晕悄然浮上了他的脸颊。妹妹，你的脸怎么了？啊，没什么。慕容婉将画面驱逐了出去。对陆巡，慕容婉自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不过女人对自己的第一个男人的记忆始终是最深刻的，这样也好，她应该可以进清北了。慕容婉收起纷繁的思绪，现在的她一心只想变强，将过去几年浪费的时间补起来。我这个天地奇脉应该叫什么？混沌脉吗？李不凡离开后，陆巡这才有功夫细细感应起身体的变化。毫无疑问的是，他体内的天地奇脉比慕容婉的玲珑脉要厉害得多。之所以天地异象没有慕容婉的范围大，是因为被系统限制住了，只释放出了些许。就算如此，陆巡引起的天地异象所在的地方，其他3重天地异象竟皆被压制了下去，被限制住了，都如此霸道。如果没有系统的限制，他引起的天地异象不知道会有多大的范围，引起多大的震动。宽得跟大马路一样的经脉，居然不能自行修炼，系统，你玩我吗？旋即，陆巡觉得经脉这么宽，对他似乎没用，他又不能自行修炼。宿主虽不能自行修炼，但可以补充消耗，经脉越宽，补充速度越快。另外，当宿主实力够强大，便可解除限制。系统的解释让陆巡得到了安慰。是啊，以后如果遇到战斗消耗过大的时候，他的恢复速度会是别人的10倍不止。至于修炼啥的，陆巡反倒不在意，还是躺平舒坦。这一次开麦风波之后，陆巡成了荣城一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荣城一中有个开了好几道灵脉的学生，风头都被他压下去了。陆巡接到了一堆电话，基本上都是修行学校的招生老师打来的，给陆巡承诺了种种资源，想让陆巡报考他们的学校。他们注定要失望了。陆巡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清北，清虚学院还是北斗大学，陆巡还没下最终的决定。第二天，清北招生办的老师提前来到了荣城一中。今天可是周6，为了争抢天才，他们连休息时间都不要了。2封录取通知书，还可以这样操作。是的，陆巡同学，只有开了天地奇脉的学生才有这样的待遇。开学时，你想进我们哪一所学校都可以。在得知陆巡还没有做好抉择的后，他们决定给陆巡各发1封录取通知书。陆巡可以拿任何1封录取通知书到清北报到，这样的待遇也只有开了天地奇脉的学生才有。这个方案不错，陆巡答应了。哇，陆巡，你好厉害呢，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一起上清北了。你怎么样？有点麻烦，母亲带我找到了一个5境先修，对方说我这古灵根想要激发，恐怕需要先天灵气，先天灵气只有星空古路上才有，母亲正在四处求购，看看能不能买到。这天，楚又晴发来了消息。陆巡一般不主动联系他，因为楚又晴的母亲管得比较严，他怕被母亲看到。你不用担心我啦，只要我25岁前激活古灵根，随时可以进清虚学院。你开的是5脉，进北斗大学最好。当然，如果你愿意进清虚学院，我也很高兴呢。楚又晴怕陆巡担心，
两人又聊了几句后，结束了聊天。先天灵气。陆巡想到绑定慕容婉后，系统奖励了先天精气，帮慕容婉激活了玲珑宝体。如果能绑定楚又晴，系统说不定会奖励先天灵气。等到第2境后再说吧。系统要求陆巡到第2境才可以绑定第2个人，急也急不来。陆巡，你给个准信，到底是清虚学院还是北斗大学？我还没决定。得，那我先选了，我修武就北斗大学吧。周一，李不凡选择了北斗大学，他总算没有辜负奶奶在天之灵的期待，在最后一天打开了最后一条五脉，获得了被清北直接录取的资格。荣成一中今年的发挥不错，大考前1周，清北提前录取了足足8个人，除了陆巡、李不凡、林岩外，还有5个。5人中有3人是开的是灵脉，还有2人跟李不凡一样开出了8条五脉。清北对灵脉的要求低一些，大考前能开出5条灵脉以上就可以直接被录取。在这5人的成分上，有4人是富家子弟，只有1人属于分外努力，修炼天赋又还可以的学生。在高武时代，能不能崛起，自身的努力、天赋其实只占一部分因素，更大的一部分因素是资源，是背景，是钱。不说别的，光是断体这一关都会难到不知道多少普通人。除非你的天赋强到可以无视一切，哪怕没钱没资源也可以逆天崛起。几天后，大考来了。在被清北提前录取后，大考对陆巡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巡哥，今年的考题真难。李不凡跑去参加大考了，被提前录取后也可以参加大考的，可以看看自己能考多少分。大考的成绩是综合性的，其中开麦成绩占到一半，另一半就是考各种修炼知识、理论、悟性等等。陆巡没去，他没有李不凡这么努力，文化课铁定不会达标。干嘛要去找不痛快？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轻松愉悦的躺平。巡哥，成绩出来了，哈，我的实力还是杠杠的，凭自己也能考上清北。1周后，成绩出来时把李不凡乐坏了，他的大考成绩也能上清北，一共就200多人吗？大考成绩出来后，官方公布了更多的数据。今年整个东方各省加起来，一共有285人打开了天地奇脉，几百万考生也就200多人打开天地奇脉，这个比例可谓是极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采取25岁随机婚配的强制措施。几次灾变给全球带来了极大的人口减员，东方的情况还算好的，但人口也减少了将近一半，那可是几亿人。如果东方的人口能够恢复到旧纪元的巅峰水平，每年有1000多万考生的话，天才的数量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当然，还有一些考生，类似李不凡这样的，只是现在没打开天地奇脉而已。他们上大学后，说不定就能够打开了，第1、第2还能争起来。大考结束后，网络上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榜，那就是关于今年打开了天地奇脉的所有天才中，谁是第1天才的问题。每年都有这样的话题，前几年第1天才的争议不大。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慕容婉之外，还有一个学生觉醒了逆天体质，那是京城的一个天才，叫柳星河。柳星河先觉醒了星辰圣体，然后开出了天地奇脉、星辰五脉。星辰圣体同样属于10大先天体质之一，其逆天之处在于可以通过星辰五脉吸纳星辰之力来修炼，每点亮一颗体内星辰，战力都会翻倍。如果能在体内形成星辰图谱，打造出星辰战体，战力会飙升到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与慕容婉的玲珑宝体相比，星辰圣体更侧重于战斗，能够发挥出更强大的战斗力。而玲珑宝体是修行体质，也就是修行起来速度格外之快，战斗力上不如星辰圣体这般出众。再加上慕容婉的年龄比柳星河大，已经有25岁了，柳星河仅有20岁，他为了觉醒星辰圣体还复读了1年，这就让不少人认为柳星河应该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第1天才。但也有人觉得修为才是关键，过于追求战斗力是本末倒置。总体来说，还是支持柳星河的人更多一些，毕竟他太年轻了。网上还有人弄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天才排行榜，倒还是有识货的。在一个排行榜上，陆巡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居然排在了第3。另一个排行榜上，居然有人坚定地认为陆巡应该排在第1。天地异象，你们怎么只看范围呢？那可是混沌出青莲啊，这妖牛逼的异象，你们看不到吗？弄出排行榜的人痛心疾首。在其他排行榜上，陆巡的排名都比较靠后，毕竟系统帮他遮蔽了天机，只有极少的天地异象泄露出来，他引起的异象虽然霸道，可范围并不大。看来还是有识货的人，只不过这2个排行榜的热度不算高，没多少人看到。这样也好，陆巡不想太引人注目，否则以后还怎么愉快的躺平了。今年我们荣成一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考上清北的学生多达28名。我们的陆巡与林岩更是打开了天地奇脉，成为了全国瞩目的天才。
特别是陆巡，网络的天才榜上，甚至有人把他排到了第一。2天后，毕业典礼上，校长春光满面，对着陆巡就是一顿猛夸。今年的荣成一中诞生了2个天地奇脉，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校长自然开心了。切，什么野榜？林岩不服，他也看过那个把陆巡排到第一的排行榜，那排行榜与权威排行榜的区别不大，唯独把陆巡排到了最前面。而网上的所有排行榜上，他林岩都排到了100名外。至于陆巡，在其他排行榜上排名也不算差，基本上都在前20甚至前10，这让林岩心里能舒服才怪呢。毕业了，毕业典礼的最后，所有学生欢呼起来，整个校园一片欢腾。3年的武校生涯告了一段落，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将面临崭新的人生。不管这种人生是好是坏，有时候变化本身就值得被期待。陆巡，你做得很棒，比你父母当年要厉害110倍。他们若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吴老师找到了陆巡，说着说着，眼里泛起了泪光。吴老师，学校给了我很丰厚的奖励，这些暗能量不用还我，你自己留着用。我的经脉受损，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进一步了。陆巡准备把上次吴老师给的暗能量还他，但吴老师拒绝了。好好修炼，尽快成长起来。陆巡重重点头。毕业典礼结束后，还有一个毕业晚会，学生们没有急着离开学校，3、5成群聚在一起。多年以后，他们会发现，今天将是他们中许多人最后一次相聚。很多人在今日的分别之后，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第2次相遇，哪怕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咦，柳梅，她怎么跟林岩搅在一起了？这时，李不凡发现柳梅与林岩手挽手走在一起。虽然林岩上周被陆巡气的吐血的事传遍了校园，敢嘲笑他的人却不多。相反，很多女生很羡慕柳梅，恨不得林岩身边的女人变成自己。柳梅很享受这种感觉。当看到李不凡与陆巡后，她的头高高昂起，像一只骄傲的抹了厚厚一层粉的天鹅。陆巡不要的货色也捡，这林家3少简直把富二代的脸都丢尽了。李不凡嘴巴很毒，声音很大，故意让柳梅听到。他就是故意的。过去3年，他早就看不惯柳梅了。柳梅听到他的话，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他小心翼翼看了一眼林岩，生怕林岩听到。可惜的是，林岩还是听到了。意外的是，林岩没有回避，而是径直走了过来。陆巡，要不怎么说你不识货，舔了人家3年，在关键时候放弃了。你恐怕不知道，柳梅被检查出了天生媚体，若是能与她双修，事半功倍。林岩得意洋洋。柳梅养了很多鱼，但自己也是别人塘里的鱼。她一直想傍上林岩这位富家公子，只是林岩对她爱搭不理，不怎么看得上。直到在被陆巡击败家气的吐血后，林岩意识到短时间内恐怕找不回场子了，他这才重视起柳梅来。毕竟柳梅能够让陆巡舔3年，说不定有什么过人之处。没成想这一重视就有了意外收获，柳梅竟然有天生媚体，这让他对楚又琴的心思都淡了许多。毕竟楚又琴只是漂亮，柳梅可是能帮她快速成长的。柳梅害羞地依偎着林岩，看向陆巡的目光中充满了快意，似乎在说，怎么样，现在后悔了吧？天生媚体，这不天生当炉鼎的料。啧，柳梅，这么好的体质，你就选择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家伙？我可是听说京城有一个天生媚体，被一个家里有6境大能的豪门少爷娶进门了，没几年就升到了第3境。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查一查，天生媚体在仙修中有多受欢迎。李不凡眼珠子一转，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话。李不凡，你说谁不成器？本少好歹开了天地奇脉，你呢？你有什么？林岩被激怒了。我有把你气吐血的好兄弟陆巡。李不凡果断搬出了陆巡。你找死！来啊，让陆巡再把你揍出血。有种别躲陆巡后面，我就躲。在2人打嘴仗的时候，林岩没有注意到柳梅挽着林岩的手悄然松了开去。几分钟后，闹剧告一段落。林岩对李不凡撂下狠话后，跟柳梅一起离开了。他现在不怎么敢招惹陆巡，对上李不凡还是不怂的。陆巡，这2人还真是婊子配狗，1天就分手。李不凡道：1天就分手？你没注意柳梅的表情吗？明显是准备找新的下家了。你倒是给他指了一条明路。这哪是明路啊，我还有话没说。那个天生媚体本身就出自一个大家族，柳梅这种无权无势无背景的，真去太大的家族，不沦为玩物就不错了。说到这里，李不凡突地看向陆巡，你不会还对他念念不忘吧？念念不忘。陆巡收回了目光。自从知道那条纸条是楚又琴送的后，柳梅对他来说便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谁会对一个故意利用你的误会，把你当了3年舔狗的绿茶念念不忘呢？大考结束后，
陆巡仍住在学校给他安排的宿舍里，他在荣城也没别的地方住。总算来了。这天下午，录取通知书总算来了，一共2封，清虚学院1封，北斗大学1封。陆巡，爸妈决定带我去京城投奔一个亲戚家了，你准备多久去？傍晚时分，李不凡发来消息，他要去京城了，投奔亲戚。他父母还准备继续演下去。聊了几句后，陆巡感觉李不凡的父母应该是打算继续穷养他。可怜的娃，明明家里有亿贯家财，还得跟普通人一样，每天采用最原始的方式苦哈哈的修炼。若换成林岩家里那种方式养娃，李不凡现在多半开出天地奇脉了。陆巡，最近影族人冒出来了，在不少城市刺杀开了天地奇脉的天才，清北开放了提前报到。你要是想去的话，去荣城五府，他们会安排人护送你。好的，校长。对了，最近尽量不要出门，就待在学校吧。当陆巡决定提前去京城时，校长找到陆巡，带给他一个消息：影族人冒出来了。影族人又冒出来了吗？影族是来自星空古路的异族。10几年前，蓝星进入星空古路一处节点时，在那里遇到了影族人的袭击，蓝星强者浴血奋战，击退了影族人，却被不少影族人潜入了蓝星躲藏了起来。这些影族人时不时就会跑来刺杀天才或重要人物，好在经过多年的清理，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少，最近几年都没怎么冒头了。没成想现在又冒出来了，要不要提前去京城？清北开放提前报到，陆巡也有了去京城的打算。正好楚佑琴也在京城，明天带着录取通知书去跟父母报个喜，道个别就去京城吧。陆巡想，慕容婉突破5季千宗部一阶，宿主获得慕容婉收获的10倍，你获得5季万宗部。咦，入夜后系统返还突然来了，5季也可以返还的。这一次的返还不是修炼的收获，而是5季。陆巡就说慕容婉开麦都半个月了，怎么还没动静？原来在修炼5季。5季也叫战技，是战斗杀人的技巧。随着10倍返还的到来，大量信息涌入陆巡脑海，同时到来的还有一股股热流。好家伙！陆巡消化完一切后直呼好家伙。慕容婉修炼的5技是一种身法5技，叫千宗步，其特点就是快、灵活，还带有迷惑性。这是一种最基础的5技，待成长起来后还可以与一些5技结合，变得更厉害。比如与雷法结合，变成雷影千宗步，移动时足踏雷电残影，瞬息化为12道雷光分身。雷光分身可短暂实体化攻击，还可在雷光分身之间瞬间移动。慕容婉开麦没多久就将千宗步修炼到第1阶，看来玲珑宝体不仅修炼速度快，修炼5技同样快的惊人。10倍返还给陆巡后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门5技从千宗步变成了万宗步。好快，那是我的残影吗？半个小时后，无人的修炼室里，陆巡在里面尝试了起来。千宗步厉不厉害他不知道，万宗步简直太牛 X 了。施展之后，陆巡的身形快到极点，变得跟幻影般难以捕捉。当陆巡全力施展时，甚至能留下一道道残影。第一次获得5技，他有些乐不释手，在修炼室里试到精疲力尽才回去休息。爸妈，我拿到清北的录取通知书了，你们说我是去清虚学院还是北斗大学？对了，这是你们的未来儿媳妇，她有古灵根，准备去清虚学院，你们要对她满意的话，我就去清虚学院守着她，免得她被人拐跑了。第2天，英烈陵园，父母的墓碑前，陆巡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他准备去京城了，所以来跟父母道别，同时将自己被清北录取的好消息告诉他们。另外，陆巡还将楚佑琴的照片给父母看了。楚佑琴漂亮懂事又体贴，父母一定会很满意的。至于慕容婉的事，陆巡没有告诉父母，免得他们觉得自家儿子玩得太花，在另一个世界还为他担心谁。这时，陆巡突然察觉到了动静，抬头看向一个方向。在开麦后，他的五感比起之前敏锐太多了。喵！不远处的一个墓碑后面，一只奶油色的猫咪探出了头，好奇地看着陆巡。看到是猫咪，陆巡便没有理会，继续对父母说起了话。这一顿话说了整整1上午。爸妈，儿子走了，以后每年假期我还会回来的。中午时分，陆巡站了起来，依依不舍地离开。你怎么还在这里？一转身，陆巡发现那只猫咪就在不远处蹲坐着，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他，真可爱。陆巡走过去，伸手想摸摸猫咪的脑袋，猫咪全身毛发瞬间紧绷，但它没有反抗或者躲避，任由陆巡的手摸到了它的小脑袋上。这是布偶猫吧？这么可爱。陆巡摸完脑袋，又忍不住捏了捏它的脸。喵！布偶猫很是乖巧，对着陆巡一个劲的卖萌。这么干净，应该是有主的，可惜了。再见了，小猫咪。撸了一番猫后，陆巡离开。你怎么还跟着我？
直到陆巡快要走出鹰猎陵园时，那只小猫还一直跟在陆巡的身后。陆巡走一步，他走一步，陆巡停，他也停，然后用萌萌的大眼睛看着陆巡。这里似乎也没别人来，难道是走失或者被遗弃的猫？想了想，陆巡转身将小猫咪抱了起来，走向外面。同学，今天没人带猫进去，应该是流浪猫吧？你要收养的话，最好去登个记，做个检测，避免是来自星空古路的一种。我会的，谢谢。在馆里初问了一番情况后，陆巡抱着小猫咪离开了。小家伙，以后就跟我吧。这只猫，他决定收养了。师傅，去荣城驿中。好咧。鹰猎陵园大门处，陆巡上了一辆网约车。师傅，这路线怎么不对？没走多远，陆巡发现不对劲。小兄弟，刚刚北城大道出车祸封路了，所以只好绕路。车祸？什么车祸能够导致单边8车道的北城大道被封路？据说有影族人混进城了，专门刺杀那些开了天地奇脉的天才。北城大道的车祸就是这样来的。司机怕陆巡不相信，赶紧解释，影族人来荣城了。小兄弟别怕，这些影族人只杀开了天地奇脉的天才，我们就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路过，他们都不带看一眼的。司机担心陆巡害怕，好心安慰起了陆巡。陆巡嘴巴张了张，最终没有告诉司机自己也开了天地奇脉。哎，这世道普通人难混哦，小兄弟看样子还是学生吧，赶紧开麦吧。要是开不了麦，就得跟大叔我一样，50几岁的人，家里孩子都4个了，还得再生一个娃才有养老金。司机话匣子一打开就止不住了，跟陆巡诉起了生活的苦。陆巡一只手抱着猫咪，另一只手拿出手机刷起了视频。很快他刷到了北城大道车祸的视频，只见现场浓烟滚滚，一片狼藉，周围满是散架的车辆。这么大手笔，这些影族人不是搞刺杀吗？怎么弄出这么大的阵仗？运能车，怪不得。翻了一下评论，陆巡明白了，影族人这一次刺杀的对象是王家的王腾云，只不过王腾云身边随时有高手保护，所以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一个运送能量块的车，将其引爆制造混乱，再对王腾云出手。可惜还是没能杀死王腾云。慕容战是4境宗师，慕容婉只要不离开家里，应该不会有危险。陆巡放下手机，下意识担心起慕容婉。砰！突地一声炸响，出租车左右摇晃了起来。操！司机竭力稳住了车身，将出租车停稳。爆胎了，小兄弟稍等一下，我去换个备胎。司机解开安全带下了车。靠，2个轮胎都报废了，谁他妈在路上放刀片？小兄弟，不好意思了，恐怕需要你另打一辆车，车费我会退你的。司机检查了一下情况后，对陆巡道：不用了，师傅，你也不容易，车费就不用退了。小兄弟，你人真好。陆巡没让司机退车费，拿出手机重新喊了一辆车后，便抱着猫咪下了车。喵！刚下车，怀里的小猫咪突然站了起来，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陆巡的眉头剧烈一跳，一股生死危机瞬间涌上心头，他的头下意识一偏，嗖！一支锋利的弩箭几乎是擦着他脸上的毫毛飞过，哪怕并没有射中陆巡，甚至没有接触到他的皮肤，陆巡脸上的皮肤都有一种被劲风擦痛的感觉。由此可见弩箭的威力，要是射中陆巡，哪怕他已是断体24阶，脑袋也会被一箭射穿。师傅，我有天地奇脉，帮我报警。避开了致命一箭后，陆巡丢下一句话，便抱着猫咪狂奔。啊！司机懵了，坐自己车上的小伙子居然是一个有天地奇脉的绝世天才。反应过来后，他赶紧趴到了地上，拿出手机报起警来。嗖嗖嗖！果然，第1支弩箭之后，马上第2、第3、第4支弩箭便激射而至。这一带地势极其开阔，没有障碍物，显然是对方精心挑选好的狙杀地。万宗步，弩箭来得又快又准，陆巡动用万宗步，只见他的身形不住地变来变去，每次总能在关键时刻将弩箭躲开。他就这样不断地蜿蜒前行，想要逃出对方的射程。嗖！一支弩箭落在脚边，将一块豆腐大的石头射成了碎片五折弩。陆巡知道对方使用的是威力极大、射速极高的五折弩，他再度变向，躲过几支弩箭后，躲到了一颗大石头的后面。这特么是第1境！远处手持五折弩的袭击者难以置信，以他的实力，配合手上这具五折弩发起的偷袭，哪怕是普通的第2境武者也难逃一死。现在对付一个第1境的家伙，居然失手了。没信号，不对劲，这家伙很可能不是影族人。石头后面，陆巡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后，发现不对劲，影族人应该不会屏蔽一片区域的手机信号。另外，影族人是天生的刺客，若要杀自己，前过来给自己一刀就行了，哪里用得着使用五折弩？嗖嗖嗖，砰砰！袭击者再度开始了攻击，弩箭不注射在石头上，
每支箭都直没箭雨。再这样下去，这块石头会被射穿，他的距离在不断接近，再休息半分钟就逃。袭击者的实力不俗，这块大石头也护不住他。另外，陆巡感觉到对方在飞速接近，因为弩箭的间隔在不断变短，力道也越来越大。慕容婉突破第2境，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10倍。这时，突地，系统的声音在脑海响起，热流随之而到来。他突破了，陆巡的脸上不由浮现出喜色。慕容婉昨天才修炼5技有成，今天就突破了第2境，突破的时机妙到极点，简直来的正是时候。此时，他的体内热流正源源不断涌入，这股热流在进入全身后，沿着任脉、督脉、冲脉、带脉，形成一个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真气不断诞生。别的武者想要到第2境，需要将经脉稳固后，吸收暗能量进行周天循环，由此将暗能量吸收转化变成体内的真气。当真气足够多的时候，便可一举冲开丹田，开辟气海。所以武到第2境叫气海境。在陆巡这里，这个过程却是简化了。在10倍返还的热流带动下，他体内真气诞生的速度太快了。这些真气沿着全身经脉，朝着他的丹田冲去。嗡！丹田被冲开，真气涌入，一个庞大的气海飞速成型。陆巡也由此正式踏入了武道第2境，拥有了气海一层的修为。这还没有结束，热流还有不少，不断变成真气涌入气海，直到气海再也装不下。这时候，气海开始压缩真气，将真气的品质变得更高，直到再也无法压缩之时。嗡！气海被进一步拓宽，陆巡进入了气海2层。开麦后仅仅半个月就开辟了气海，迈入第2境，中间还顺道用2天学会了一门武技，这就是玲珑宝体吗？慕容家的庄园里，慕容天瞳孔微缩，手中的茶杯悬在半空，显然被这个消息惊得不轻。半个月前，慕容婉开麦成功。一般的武者开麦后会花1个月到几个月不等的时间巩固经脉，然后再开始修炼。开麦后修炼出真气不难，但想要迈入第2境，需要足够多的真气才能够一举开辟气海。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不短，取决于很多因素。像慕容天，他有足够的资源，用了足足8个月才开辟气海。若是普通武者，时间就久了，动辄1-2年甚至更久才行。就算只用暗能量修炼，开辟气海所需的暗能量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可慕容婉呢？他只用了15天。这中间由于影族人突然冒出来，慕容战还亲自指导他，花2天学会了一门身法武技以用于自保。虽然只学到第1阶，可2天学会也太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慕容婉实际开辟气海用的时间只有13天。13天，就算慕容婉是不计资源消耗在修炼，这个数字也着实过于惊人了一点。影族人不是在刺杀天才吗？为什么放着这么妖孽的天才不管？慕容天现在特别希望影族人能突然冒出来，把慕容婉给杀了，否则他们这一脉恐怕真没有出头之日了。另一边，陆巡的10倍返还总算结束了，他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真气，低声自语：气海3层，若不是我的气海天生就比别人大好几倍，这一波返还应该可以冲到5层以上吧。喵！怀里的小猫咪突然的叫声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嗖！一支弩箭从侧面激射而来，陆巡动如焦兔，身形一动便避开了弩箭。他目似星辰，一眼就锁定了袭击者。那是一个身穿劲装的蒙面武者，对方已经冲到了离他不足20米的地方。嗖嗖嗖，接连几箭袭来，拼了！陆巡将怀里的小猫一扔，整个人便从原地消失。他没有再逃，竟主动杀向那蒙面武者。这并不是鲁莽，而是有足够的把握。突破气海3层后，在这个蒙面武者全力出手时，陆巡隐隐察觉到了他的实力。蒙面武者也是第2境，绝没有到达第3境，否则陆巡不会有机会活到现在。大家都是第2境，谁怕谁？别看陆巡只有气海3层，但他断体可是24阶，在气海境拥有的优势无比之大，加上他的气海更大，哪怕对方是气海境巅峰，他就算打不过也能及时逃走。几支弩箭被陆巡接连避开，他捏紧拳头，悍然杀了过去。蒙面武者将武者弩一扔，拔出战刀便劈向迎面杀来的陆巡。岂料陆巡虚晃一枪，本人已经借助万宗步出现在了他的身旁，沙包大的拳头砸向蒙面武者。蒙面武者的反应不可谓不快，战刀顺势变向砍来，将陆巡一刀斩成了2半。嗡！下一秒，比沙包还大的拳头轰在了他的脑袋上，可怕的力道让他脑海里仿佛有核弹炸开。与此同时，他砍中的陆巡化为了碎影，那竟是陆巡的残影，怎么会？蒙面武者眼睛一缩，里面瞬间一片通红。陆巡这一拳
太过可怕。蒙面武者挥舞战刀，想要逼开陆巡，可在脑袋遭受重创后，蒙面武者战力大减，陆巡轻易避开后，马上以万宗步杀进。轰！蒙面武者再遭重创，一口血吐了出来。就这点水平，也敢来杀我？仅仅1分钟后，陆巡一脚将他踩在了地上。蒙面武者已然被他制服，再无反抗之力。陆巡一把揭下了他脸上的蒙布，露出来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果然不是影族人。陆巡眯起眼睛，声音慢慢转厉：人类还真是最喜欢自相残杀的种族。说吧，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回答我！最后3个字如惊雷炸响，震得重伤的蒙面人浑身一颤。误会，这是误会。蒙面人结结巴巴的辩解：我要杀的是一个第一境的学生，跟你长得有点像，刚好他今天也到英烈陵园，我把你认成他了。哦。陆巡蹲下身，揪住对方衣领：你要杀的学生是不是叫陆巡？是，正是陆巡。那不巧了。陆巡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我就是陆巡。什么？蒙面武者充血的眼睛瞪得滚圆，声音都变了调：怎么可能？陆巡半个月前才开麦，你现在至少有气海5层的实力，这不可能。他不愿意相信。不要说他，换成任何人恐怕都不敢相信。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为什么要杀我？既然能认错人，说明我们素不相识，跟我也没有过节，那一定是什么人指使你来的？说吧，到底是什么人指使你来的？回答我！陆巡一开始平静叙述，最后3个字再度飙音，如同平地惊雷。蒙面武者吓得又是一个机灵。陆巡这种说话的方式对他来说着实太刺激了一点。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害怕陆巡再来一次，加上小命在陆巡手里，蒙面武者决定交代。陆巡目光变冷：你在玩我？不是，我为了赚暗能量，时不时会客串一下杀手。这次任务就是我在暗网上接的，对方开价很高，足有5000单位暗能量。你开了天地奇脉，一般人怕被追查到，不敢接这样的任务，我缺钱就接了。蒙面武者急于解释，语速很快：能说的我都说了，取暗能量的卡跟密码我也给你了，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可以放了我吧。蒙面武者声音发颤，求起了情。他想活命，所以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他是一个暗网杀手，这次任务在暗网接的，对雇主的情况一无所知。5000单位暗能量。陆巡指尖轻轻敲击着刀柄：我这么值钱吗？暗能量的价格并非一成不变。蓝星刚刚从星空古路上的节点离开时，蓝星上的暗能量充裕，价格就相对便宜一些。离开一段时间后，暗能量消耗的差不多了，价值就涨得较高。最关键的是，用暗能量换钱容易，用钱换暗能量，特别是换很多暗能量不容易。5000单位的暗能量不算太多，在现在少说值500万，也就是说，有人出500万买他的命。这个人会是谁？跟陆巡有仇的人不多，王阳、柳梅、林岩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王阳跟柳梅陆巡直接排除了，他们拿不出那么多暗能量。那是林岩，这家伙会有这么歹毒吗？情场失意后竟在暗网买凶杀他，会不会是他？陆巡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人，3年前那个用一张欠条将他所有家产夺走的人。喵！猫咪的声音突然响起，陆巡眼皮狂跳，脑袋下意识一低，一把战刀从他的头发上掠过，斩落了几缕头发。万宗步瞬间发动，陆巡暴退数米，这才看清袭击者，一个如影子般蠕动着凝聚成型的身影。影族人，这就是影族人。之所以叫影族，便是因为他们能够短暂变成影子发起偷袭，让人防不胜防。影族人偷袭失手，并没有放弃，他手持影族战刀，悍然发起了追击。妈的，真当老子好惹！陆巡怒了，接连遭遇2次刺杀，2次都差点被嘎。泥人还有3分怒气呢，他提着从蒙面武者那里获得的战刀杀了上去。当，刀与刀碰撞的声音震得人耳膜生疼。一交手，影族人就发现不对劲，陆巡的实力根本不是第1境，甚至不是普通第2境。陆巡的真气雄浑而霸道，力量也非常可怕。万宗步更是让陆巡神出鬼没，影族人被打得格外被动。可恶！影族人很后悔，早知道陆巡这般难缠，他就不该拖大，要一个人来杀陆巡。这也不怪他，谁能想到开麦才半个月，没有任何背景的陆巡就变得这么强大了呢？先撤！影族人不准备再打下去，想逃，陆巡决定速战速决，不顾消耗，猛然发动了万宗部的杀招万宗迷影。刚刚他也是用这一招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找死！影族人一刀砍向前面的陆巡。我在这里！陆巡冷冷的声音在身侧响起。影族人一滞，他的身体被陆巡的战刀砍中。这家伙除了能变成影子这一点，其他方面
还不如暗网杀手。关键时刻，影族人身影一淡，要化为影子跑路。喵！奶油色的小猫咪突然跳起，对着影族人的小腿一咬。啊！影族人吃疼，身体竟然再度变实。陆巡的战刀砍了下去，将影族人斩成了2半。好厉害！不远处的暗网杀手看呆了。身为2境武者，再强的强者他都见过，但一想到陆巡开麦到现在才半个月，他就感觉这个世界太不真实。你为什么不趁机逃跑？陆巡在影族人身上搜了一番后，走向他。你觉得我能逃得掉吗？暗网杀手苦笑。暗网上身份虽然保密，但你若放了我，不要暴露这一次失败的刺杀，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套出雇主的一些信息。在国内上暗网不容易，你以后如果有类似的需要，我可以帮你。如果还有杀你的委托出现，我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他想活命，所以尽可能的想打动陆巡。你这可是违反杀手准则。陆巡道，去 TM 的准则，命才是最重要的。另外，你的潜力如此可怕，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选择。暗网杀手目露真诚，我要怎么相信你的话？陆巡沉吟片刻道。暗网杀手咬咬牙，我叫罗大生，家住南城区蔡家巷183号。你若不信，可以上网搜一搜，我在蔡家巷的名声不错，信号屏蔽器在那处草丛里。暗网杀手最怕被人知道真实身份，有些杀手失败后宁愿死也不会自曝身份，因为那有可能祸及家人。陆巡找到信号屏蔽器关掉后，真的拿出手机搜了起来。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好人，为什么要做杀手？几分钟后，陆巡问。这个暗网杀手帮助过不少人，光是因开麦受伤导致生活成问题的残疾人，他都资助了10几个。不做杀手，哪来的钱做这些事？你是万众瞩目的天才，体会不到普通武者的艰难，是吗？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减少负罪感才做的好事。陆巡的话让罗大生浑身一震，神色慢慢变得复杂起来，沉默不语。你走吧。陆巡将刀递给了他。多谢，有进展后我会通知你。暗网杀手从地上爬起，接过刀后拱拱手离开了。大叔，你没事吧？小兄弟，我没事，就是头有些疼。你没事吧？司机大叔没有死，他被暗网杀手用一颗石子砸晕了过去。陆巡没有杀暗网杀手，并不是心慈手软或者害怕杀人，也不是因为这个暗网杀手还有好人的一面，而是陆巡确实想借助对方找出雇主，顺带了解暗网动向。万一以后有人再在暗网悬赏杀他，他能够第一时间知道，从而有所准备，不用像今天这么被动了。今天若不是慕容婉刚好突破第2境，一个暗网杀手再加一个影族人，陆巡还真有点悬。司机没死也是因素之一，这个暗网杀手至少不是滥杀无辜之辈，至少还有负罪感。宁队，你觉得他说的有几分真？怎么，你怀疑他在撒谎？我总感觉这个影族人不应该是第1境的，影族人好像也不怎么用武者弩吧。半小时后，这片刚刚发生过激战的区域来了大量的武者，他们是武府的人。武府是官方机构，职权很大，职责与部门很多，不仅负责对外的战争与探索，也负责对内的治安与防御。小李，你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升不了副队吗？宁队问刚刚说话的小李。难道是因为我修为低了？小李不解。人啊，有时候该糊涂时就得糊涂啊，好好品去吧。宁队拍拍小李的肩，走向陆巡。陆同学，这里我们接手就行了，事情基本没什么了，我派车送你回去吧。好，那就谢谢宁叔了。不用这么客气，以后在荣城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给我打电话。宁队实力不弱，是第3境的武者，面对陆巡却是笑容满面，姿态放得极低。陆巡，听说你遇到了影族人的袭击？是的，武叔。老实告诉我，这一次袭击你的真的只有影族人吗？刚回学校，陆巡便在校门口遇到了焦急等待的吴老师。吴老师，你怎么这么稳？陆巡不解。吴老师怎么知道陆巡对吴府的人撒谎了，没有把那个暗网杀手说出来？我有个朋友在吴府，他告诉我这件事的，还说从现场来看有一些蹊跷，杀手有可能不止一个。吴老师解释。原来如此，武叔确实不止影族人。陆巡将吴老师拉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将情况大致说了一下。我就知道会这样，哎，都怪我没有早点提醒你。吴老师有些懊恼，他现在满脑的担心，都没空去思考陆巡怎么能反杀那个2境杀手的。这封信是时候给你了。他拿出了一封信，递给了陆巡。陆巡接过一看，这封信被完好无损地封存着，信封的材质很特殊，用的应该是玄阴纸。如果是普通的纸，强大的武者或仙修一眼就能看穿信封，看到里面信的内容。玄阴纸不会，不到第5境以上很难看穿玄阴纸。武叔，这是什么信？陆巡没有急着拆。这是你爸妈给你的信，
信里面具体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临死前托付给我，让我在你第3境后再给你，若你不能到第3境，那就永远不给你。吴老师道：原来如此。陆巡默默地拆开了信，吴老师将目光瞥向另一边，没有偷看的意思。2分钟后，陆巡看完了信。五叔，借个火。给你。信纸燃烧了起来，变成了灰。吴老师看着这一切，没有说什么。陆巡这样做肯定是信上的吩咐。五叔，李胜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陆巡问。李胜正是3年前用一张欠条夺走陆巡全部家产的人。听到李胜2字，吴老师的目光中浮现杀意。他应该快突破真意境了。真意境，也就是第4境的武道宗师。楚右卿的外公慕容婉的父亲慕容战便是第4境宗师。小荀，不管这一次是不是他做的，先不要想着报仇，去清北好好修炼，你的成长一定会比他快很多倍，待将来成长起来再跟他算总账不迟。吴老师叹了一口气，劝道。他也恨不得杀了李胜，但现在的他经脉受损，实力不进反退，能有什么办法？我知道的，五叔。陆巡踩了一脚，将燃烧完的信彻底踩成了灰。吴老师走了。喵！猫咪跳到他怀里，用小脑袋蹭了蹭陆巡。小家伙，你不简单呢。陆巡低头看着他，指尖轻轻挠了挠他的下巴，眼底却闪过一丝探究。遇袭时，这小家伙2次预警，甚至可能干扰了影族人的隐化能力。那家伙小腿上的牙印可不像是巧合。他真的是普通猫咪吗？现在陆巡特怀疑这只猫咪是来自星空古路的一种。陆巡心中怀疑，但面上不显，仍旧温柔地抚摸着它。即便它真是来自星空古路的一种，既然如此依赖自己，那便先观察一阵再说。喵喵喵！猫咪在他掌心打了个滚，露出柔软的肚皮。小白，别乱动，洗澡呢。浴室里，陆巡一手按住挣扎的猫咪，一手拿着花洒，强行给它冲了个澡。他给猫咪取了一个小名，就叫小白。洗完澡，陆巡便坐在床上，拿出了暗能量，准备恢复一番。陆巡被系统禁止修炼，但可以恢复。今天的2次战斗消耗不小，陆巡想试试恢复速度。我这经脉恢复起来确实快。1小时后，陆巡睁开眼，满意的活动了下筋骨。他的恢复速度确实快得惊人。气海里的真气消耗了那么多，大半个小时就恢复好了。这要是能自己修炼，算了，修炼太累了。大半个小时坐着一动不动，不停地进行周天循环，陆巡就觉得枯燥。这要是做个1天2天，或者闭关个1年2年，还不得把人无聊死？还是躺平舒服。陆巡懒洋洋地往后一倒，一手撸猫，一手刷着手机视频，惬意地眯起眼睛。天色渐暗，陆巡的手指慢慢滑落，手机啪地掉在床上。怀里的布偶猫蜷成一团，尾巴轻轻搭在他手腕上。一人一猫沉入梦乡。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直到午夜到来，天上升起了3颗月亮。一颗是蓝星原本的月亮，还有2颗红色的是这个双子星系的行星。它们因为蓝星的出现，正在不断往蓝星靠近，由此给蓝星带来了一系列的引力变化。如果是高武时代刚降临时，这会变成一场导致不少人死亡的灾变。现在嘛，已经对蓝星没太大的影响了。突地，陆巡怀里的布偶猫睁开了眼睛。黑暗中，他的瞳孔泛着幽光，若有人与他对视，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猫。紧接着，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布偶猫的双眼里面瞬间被怒火所充斥。太过分了，居然让本公主跟他洗鸳鸯浴，还给本公主取了这么俗的一个名字。你才叫小白，你全家都叫小白，我要杀了你！布偶猫气呼呼地扬起爪子，正要挠下去，却被一只大手猛地攥住。你果然有问题。陆巡不知何时已经醒了，眼神锐利如刀，说吧，你是不是来自星空古路的一种？布偶猫僵住，随即炸毛。你才是一种，你全家都是一种。蒙凶的少女音在夜色中格外清晰。都会说话了，还不是一种？陆巡一把将布偶猫按住，大惊小怪。布偶猫扬起小巧的下巴，胡须轻轻颤动。星空中种族万千，会说话就一定是一种吗？记住，本公主名叫阿斯特拉维罗妮卡塞莱斯特月光星辰大海奥罗拉伊贝莎拉菲奥娜芭芭拉。她说话的时候，奶声奶气的嗓音像掺了蜜糖，配上她一本正经的表情，反差萌的让人忍俊不禁。只是那长得离谱的名字，听得陆巡太阳血突突直跳。你还是个公主。他抓到了重点。一头猫，一只萌萌哒的奶油色布偶猫，说自己是公主。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发癫？当然，本公主是高等灵星阿斯特拉星的继承人。阿斯特拉星在星空古路上差不多领先你们12个节点。你如果能带本公主追上去，带本公主接掌阿斯特拉星，可以封你做大将军。”布偶猫昂着头，一脸威严的承诺。“大将军。”陆巡嗤笑：“
你这饼画得太远了，我不如就近给嬴政打钱。愚蠢的人类，这么好的机会放在眼前都不知道珍惜。喵，人类不许摸我耳朵。布偶猫说的正开心，就被陆巡撸了一把。实在是，他这摇头晃脑、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过于萌萌哒了一点。说正经的，陆巡收敛笑意，你怎么会变成这样？还不是中了你们这些可恶人类的奸计，是人类把你变成这样的。当然，一个恶毒的女巫趁我虚弱，施展咒语把我变成了猫，亏我教了她那么多东西，还把她当成最忠实的仆人。女巫，陆巡一想，反应了过来，布偶猫说的应该是西方的魔法师。魔法师的类型有很多，一些修习黑魔法的女人就被不少人称作女巫。你既然是阿拉辛尊贵的公主殿下，怎么流落到我们这种穷乡僻壤？是阿斯特拉辛。布偶猫气呼呼地纠正，本公主只是不小心睡过头了。等醒来时，阿斯特拉辛已经走了。睡过头了，这个理由怎么这么搞笑？陆巡不怎么相信。喵喵喵，布偶猫发出了一连串喵声。他发现了这一点，接连喵了几声后，无奈地放弃了。又过了一会儿，他眼中的灵性慢慢褪去，不再那么生动与拟人，仿佛变成了真正的猫咪。然后他往陆巡怀里一跳，亲昵地蹭了蹭陆巡后，在那里蜷缩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陆巡轻抚着布偶猫，这时的布偶猫格外乖巧，任由陆巡抚摸都不带反抗的，反倒很享受的样子。陆巡百思不得其解。睡觉，他决定继续睡觉，观察观察，直到第二天早上，布偶猫都没有任何的异常。陆巡醒来时，他还会跳到陆巡身上撒娇。小白，你身体里的公主呢？喵。陆巡特意确认了一下，发现布偶猫还是布偶猫，不是那个名字长出了天际，什么阿星的公主，难不成昨晚是错觉？难道要深夜后那个什么公主才会醒来？看着欢快地吃着早餐的布偶猫，陆巡不由想，走吧，带你到京城去见见世面。陆巡准备出发去京城了。这时手机响了起来，陆巡看去是楚又晴的打来的电话。陆巡，你没事吧？楚又晴很是关切，他知道自己遇袭了。陆巡怕他担心，昨天的事并没有告诉他。没事。陆巡道，没事就好。楚又晴松了一口气，又道，昨天影族人潜入外公的庄园，想要杀死小姨，还好外公发现了，但外公为了保护小姨也受伤了。影族人潜入了慕容家的庄园。什么时候的事？陆巡问。就在王腾云遇袭后不久，我怀疑他们故意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就是为了把注意力吸引过去，好对小姨出手。楚又晴把一些细节说来，跟袭击我的时间差不多。陆巡算了一下时间，楚又晴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影族人这一趟的主要目标应该就是慕容婉。当然，王腾云、陆巡也在他们的目标内。王腾云身边有高手保护，所以影族人制造混乱，方便动手，顺便吸引荣城强者的注意力。影族人中的强者趁机主攻慕容婉。陆巡由于无权无势无背景，加上刚开麦，便由一个2进的影族人前来对付。原本这样的安排是无懈可击的，顺利的话可以同时解决3个天才。结果这3路影族人都失手了。虽失手，主攻慕容婉的那一路影族人居然伤到了慕容战这个宗师。看来影族人中还是有强者的。外公这下伤得更重了，希望慕容天那混蛋不要趁机搞事。楚又晴不无担心。你外公伤到哪里了？陆巡好奇。一个宗师气血旺盛，普通外伤根本不碍事，就算是内伤，只要不伤及经脉丹田，都不是太大的事。毒主要是中毒了，影族人在武器上涂了一种毒，那种毒是影族人特制的，我们没有解药。楚又晴道。毒？陆巡突然想到，他在杀死那个影族人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小药瓶，里面有一些药丸，那会是解药吗？那小药瓶陆巡并没有丢，带回来后就扔到角落里了。他一阵翻找，便将其找到了。待会儿送过去试试就知道了。陆巡闻了闻后，将其收起。你那边怎么样？他关心起楚又晴来。突破第2境后，可以绑定第2个对象了，正好可以绑定楚又晴，帮他激活古灵根。有些麻烦，有一个家族有先天灵气，但他们提出的条件我不能接受。楚又晴嘟囔道。陆巡，什么条件？他们想我跟我们家联姻，要我嫁给他们家儿子，才给我先天灵气。楚又晴气呼呼的道。联姻？这是要抢自己的媳妇。陆巡当即生气了。楚又晴，不要答应他们，等我有办法帮你激活古灵根。啊！楚又晴有点不相信。陆巡，你说的是真的？不怪他这样，他的古灵根隐藏得太深了，母亲带他在京城找了很多人帮忙，结果人家都束手无策，只有先天灵气才行。相信我。放心了，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肯定不会答应的，就算母亲答应，我也不会答应。那我就在京城等你咯。
哪来的野小子？慕容家的庄园也是你能闯的？慕容家的庄园外，陆巡被保安拦住了。这一处庄园很大，里面别墅一栋接着一栋，慕容家的不少人都住在这里。除了慕容婉，他一直没能开麦，给慕容家拖了后腿。为了避免被长辈说教，便单独买了一栋别墅住在一边。我有重要的事情找慕容婉，麻烦你们通报一声，就说陆巡找他。陆巡没有放弃，找我们小姐的人多着呢，小姐要是每个人都见的话，还不得被烦死。快走快走！几个保安连连驱赶。陆巡没料到他跑来送药，结果连人家的庄园都进不去。算了，陆巡摇摇头，准备离开。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汽车里坐在后排的慕容婉愁眉不展。这2天他都在为慕容战中的毒东奔西跑。影族人的毒颇为难缠，慕容战就算现在能强行将其压住，可时间一久，慕容战也消耗不起。而且慕容战还不能跟人动手，动一次手，毒就会加重1分。慕容婉四处寻找着办法，一些家族倒是有药能够缓解一些，特别是王家，他们有一种药可以压制毒素不少时间。但他们趁机提出了要求，想让慕容婉嫁过去。慕容婉拒绝了。滴滴，喇叭声响起，慕容婉一抬头，发现不知不觉间庄园到了。忙活了大半天，他还没找到太好的办法呢。这时他发现大门处有道人影，有些眼熟。他将玻璃摇下来一看，当看到是陆巡时，不由一愣。陆巡来这里做什么？当初的那一夜之后，虽然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浮现出的画面会让他面红耳赤，但他一心修炼，并不准备与陆巡再有什么瓜葛。慕容婉对面，陆巡也看到了他。停车。好的，小姐。慕容婉下了车。陆巡走了过来，看着他那绝美的脸庞，不由自主浮现出那销魂的一夜，心中顿时一荡。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他的神色变化没能瞒过慕容婉。慕容婉似乎察觉到了陆巡的念头，神色变得有些不自然起来。昨天影族人发动了刺杀，你没事吧？他率先开口了。没事，我还杀了一个影族人，这是我从他身上搜到的，说不定对你的父亲有用。陆巡递出了小药瓶，他的话让慕容婉有些微微吃惊。影族人那么难缠，陆巡居然还杀了一个，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不知道，陆巡昨天辉煌的战绩全靠他的勤奋修炼。谢谢，我拿回去给父亲试试。慕容婉感激地接了过来。不管小药瓶里面的药有没有用，陆巡能来，这份心意颇为珍贵。旋即他又有些疑惑，陆巡是怎么知道父亲受伤了的？一想到陆巡跟楚又晴的关系，慕容婉随即恍然。另外，这2天慕容战受伤的消息传得飞快，慕容家有人刻意散布消息的事，他也有所耳闻。有人巴不得慕容战死呢。那我走了。陆巡送出了药后，便准备离开。你不进去坐坐吗？如果这瓶药有效，父亲肯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慕容婉邀请道。不了，我要去京城了。听楚又晴说，你以后也要去京城，我们在京城再会。陆巡拒绝了。等等，陆巡正准备离开，慕容婉却是叫住了他。你们几个过来，刚刚你们是不是故意为难陆巡了？他的声音转冷，对几个保安道。几个保安面色一变，连忙跑了过来。陆兄弟，对不起，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保安们来到陆巡身前，连连道歉。你们连小姐的客人也敢拦，领了工资就滚吧，看到你们就烦。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出现了。这位兄弟，下人不懂规矩，还请不要见怪。他满脸歉意，向陆巡弯腰道歉。这家伙现在才出面，先前陆巡分明看到他在不远处张望。这慕容家水很深呢。离开慕容家后，陆巡想，怪不得慕容婉要单独住一边，希望这一次的药对慕容战有用吧。慕容婉还没有成长起来，慕容家可不能乱。乱了，慕容婉一旦受到影响，那陆巡就亏大发了。走了，去京城。陆巡坐上车，朝着吴府而去。陆巡同学，你来得太晚了，你先在酒店住一晚，明天我们会安排人护送你与其他学生一起去京城。好的，多谢了。不必，天才总是有特殊待遇，比如陆巡今天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吴府还是将陆巡安排到了一家专门负责官方接待，随时有强者保护的酒店里。奇怪，第2天一早，陆巡疑惑的起床。喵！小白也醒了。他奇怪的是，小白昨天晚上也没有异常，没有突然开口说话，变成那个老使子公主，难不成那公主的意识要好几天才能出来一次？不是一种。几个小时后，荣城机场的安检处，小白通过了检查。他并非星空异种，星空异种体内有一些特殊的能量，还是很容易检查出来的。他们就算进城了，也会被城里的法阵压制住，在城内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力。若是在城外，他们就凶了。请问你是陆巡吗？是我。你是？我是2中的宋元啊，
28号的天地异象就是我引起的。你没遇到影族人的刺杀吗？没有，影族人的消息一出来，我就躲起来了。银白色的非洲上，陆巡遇到了其他前往京城的学生。非洲是新式的飞行器，它的外形像舟，没有机翼，却可以翱翔天际。一些顶级的非洲甚至可以飞出大气层，在宇宙空间航行。这艘非洲上的学生不少，都是准备提前去清北报道的。哇，那是龙骨吗？你们看上面，应该是太空堡垒，好壮观啊！快看，云里面有一棵树，那是只女工栽的云棉树，用它结出的棉花制成的云锦宝衣，天生就有反重衣特征，要上1000万一件呢。一路上，学生们见识到了许多奇观。一只麻雀一样大的鸟迎面飞来，在接近非洲后，瞬间变得比非洲还大，张开大嘴就朝非洲吞来。急速飞行的非洲一个变向避开了它，紧接着一道人影飞出，与巨鸟大战起来。是一种好大，不知是几斤的。这一幕把学生们惊得够呛。蓝星上躲藏的星空异种不少，时不时就会冒出来1-2个。今天刚好被学生们撞见一个。好在非洲上有强者随行，这只异种很快就被解决。2个小时后，京城到了。不愧是京城，天上这么多浮空岛。众多学生惊叹。京城的天际线震撼人心，数百座浮空岛如同倒悬的山岳，瀑布从岛原倾泻而下，在半空蒸发成七彩霞光。这些浮空岛为京城构建起了一个极其立体的防御体系。陆巡，这边。街机口，早已等在那里的楚又晴看到陆巡到来，高兴地挥着手。陆巡，你太厉害了！小姨说外公吃了你给的药后，毒素已经被清除了，小姨对你很感激呢。甫一见面，楚又晴就忍不住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了陆巡，那瓶药还真是解药。陆巡心中疑惑，不明白为何解药会在那个2进影族人身上。转念一想，管他那么多，解药有效就好。外公说要好好答谢你，陆巡，你下次回荣城的话，别忘了去外公家狠狠宰他一笔，外公可有钱了。楚又晴笑靥如花，语气中带着几分俏皮。一个4进宗师确实有钱。不说别的，要成4进宗师，消耗掉的暗能量都得以立方当单位来计算，一个单位的暗能量标准其实是1立方厘米常规密度下的暗能量。1立方米的暗能量相当于100万个单位的暗能量。由此可见，一个4进宗师，特别是老牌的4进宗师得有多少钱。事实上，暗能量是不能简单的换算成钱的。一些顶尖强者用掉的暗能量，如果换成算钱，那能把蓝星上绝大多数国家买下来了。2人边说边走出机场。你怎么不问我的办法是什么？陆巡突然开口。都接到陆巡半天了，楚又晴还一直没问陆巡提到的帮他激活古灵根的办法。你肯定会告诉我的，不是吗？楚又晴眨了眨灵动的双眸，语气轻快。陆巡知道，他肯定是担心陆巡之前是安慰之词，所以见面后才没有主动问起。这个办法有点特殊。陆巡凝视着他，正色道：楚又晴露出期待神色。又晴，你果然在这里。一个温婉的女生突然插入。楚又晴转头望去，顿时感觉天都塌了。妈，你怎么来了？妈！陆巡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约莫30出头的美妇人款款而来。她的长相与慕容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显得更为成熟风韵，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风情。从楚又晴的称呼来看，她就是楚又晴的母亲，慕容婉的姐姐，名字叫慕容嫣。怪不得眼睛跟慕容婉颇为神似，只是她也太年轻了吧，看上去才30来岁，用风韵犹存形容都还为时尚早。人家现在正娇艳欲滴呢，她实际上的年龄绝对不止30多岁，应该有40岁了。高武时代维持身体状态的东西太多了，她能保持30岁的状态倒也自然。一些强者，特别是仙修，100多岁了还跟少年少女一样呢。你就是陆巡吧？慕容嫣没有回答女儿，目光镜直落在陆巡身上。阿姨好，我是陆巡。陆巡有一种见家长的感觉，表现得很拘谨，准确来说是被家长抓了个现行了。虽有些紧张，陆巡却没有害怕之类的。他又不是黄毛，19岁的人了，都上大学了，谈个恋爱怎么了？那边有个咖啡厅，我们去那边聊聊吧。慕容嫣提议道。聊聊？妈，我不过来接一下陆巡，你干什么嘛？楚又晴不满了，嘟囔着嘴。又晴，我只是想跟陆巡聊一聊。慕容嫣神态温和，不像是来找陆巡麻烦的。好的，阿姨。陆巡答应了。又晴，你去那边等着。妈，听话。咖啡厅里，楚又晴不情不愿地坐到了另一边。你喜欢喝什么？拿铁吧。2杯拿铁，谢谢。慕容嫣点完咖啡后，脱下了小香风外套，露出姣好的身材。虽然她的颜值稍逊于慕容婉，但少妇特有的风情与韵味却是慕容婉比不了的。陆巡正襟危坐，
眼观鼻，鼻观心，避免自己看了不应该去看的地方。毕竟人家是楚又晴的母亲，自己的未来丈母娘。你知道又晴为什么会喜欢你吗？慕容嫣再度开口，直接挑明了陆巡与楚又晴的关系。阿姨，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陆巡实话实说，他总感觉楚又晴当初答应的太突然了。原本以为他是为了帮他小姨，结果帮了他小姨后，他还是以陆巡的女朋友自居，对陆巡也不错。5年前，你应该还在读初中吧？当时蓝星进入星空古路的一个节点后，遭遇了大灾变。那一次大灾变，相信你的印象很深刻。慕容嫣娓娓道来，陆巡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5年前那次大灾变，他记忆犹新，因为他的父母就是死在那次灾变中。那次灾变发生得很突然，当时蓝星的众多强者都在星空之中，没有及时回援，荣城的护城大阵破碎，一种异族趁机作乱，荣城死伤无数。又晴差点死在那次灾变中，还好一对本就受伤的好心夫妇舍命救了他，保了他一命。慕容嫣轻抿咖啡，这件事他一直记着呢。那对父母是不是我的父母？他都说到这里了，陆巡如何不明白？慕容嫣说的那对救了楚又晴的夫妇，多半是他的父母。是的，慕容嫣微微点头，果然是他的父母救了楚又晴。如此一来，就说得通为什么楚又晴会突然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为什么在帮了他小姨后，他仍没有离开自己？很有可能的是，楚又晴当时知道了陆巡的身份，知道陆巡是那对救了他的夫妇的儿子。这件事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不然我跟又晴父亲早就亲自登门致谢了。慕容嫣轻抿红唇，语气中带着几分歉疚，随即展颜一笑。好在现在也不算迟。他优雅地从手包中取出一张卡片，纤纤玉指轻轻将卡片推到陆巡面前。阿姨，这是……陆巡面露不解。又晴欠你们家一命，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卡里有2万个单位的暗能量，密码我写在背面了，还请一定要收下。慕容嫣温声细语道：2万个单位的暗能量，这可是一笔巨款。不过在这种时候，慕容嫣拿出一笔暗能量，说要报答几年前他的父母对楚又晴的救命之恩，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慕容嫣的目的，陆巡闭着眼睛都能猜出来，无非是想用钱了断当初的恩情，避免楚又晴跟陆巡继续交往。还真把自己当黄毛了。这些有钱人怎么这么喜欢用钱来解决问题？真当钱是万能的吗？阿姨，当初的事是我父母自己的选择，他们救的人也不止楚又晴一个，你不必刻意感谢我。陆巡神色淡然，修长的手指将卡片推回。我们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暗能量，我们在荣城还有一栋别墅，你要的话也可以过户给你。慕容嫣柳眉微蹙，再次将卡片推了过来。这是以为陆巡嫌钱少了？阿姨，你误会了，我真的不需要。陆巡摇头失笑，坚定地将卡片推回。陆巡，慕容嫣突然红了眼眶，声音哽咽：那阿姨求你离开又晴好不好？她为了你，宁愿不要古灵根，死活不肯答应何家的婚事。只要你答应，我们倾家荡产都愿意补偿你。见陆巡不为所动，慕容嫣终于卸下伪装，露出哀求的神色。总算说到正题了。陆巡就知道慕容嫣这一次来找他，肯定是为了这件事。他跟楚又晴的关系，应该是母女间争执时吵漏嘴的，否则慕容嫣怎么知道的？阿姨，不就是先天灵气吗？为什么这么着急？陆巡不解，只要蓝星下次进入星空古路，就算楚家自己弄不到，要买到也会更容易，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人卡脖子，非要楚又晴嫁过去才给。你不知道的，有6境大能说，又晴的古灵根一旦超出18岁，激活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慕容嫣满脸忧色，又晴还有1个月就满19岁了，这是最后1个月。原来如此。陆巡刚满19岁不久，楚又晴比他小几个月，1个月的时间，蓝星没有丝毫进入星空古路的迹象，也不怪慕容嫣如此担心。或许京城的那个拥有先天灵气的家族，正是看中这一点，才以联姻要挟。陆巡，为了又晴的前途，阿姨求你了，只要你愿意离开又晴，阿姨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慕容嫣苦苦相求。看着美艳柔弱的慕容嫣，某些不可描述的念头在陆巡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差点脱口而出：阿姨真的什么都可以答应？想什么呢？陆巡赶紧收束念头。楚又晴是自己的女朋友，她不是这样的人。阿姨，我跟你一样，我也希望又晴好。阿姨放心，我知道怎么做了。陆巡正色道。陆巡，太谢谢你了。慕容嫣如释重负，急忙将卡片再次递来，请你当着又晴的面收下这张卡，我会告诉她你是为了钱才离开她，好让她死心。只是委屈你了，这些暗能量就当是我们的补偿。他话音未落，一道清亮的女声骤然响起：妈，你在干什么呢？楚又晴远远地看到这一幕，忍不住了，
如一阵风般冲了过来。右晴，你知不知道，我的事我自己做主，哪怕一辈子激活不了古灵根，我也不嫁给姓何的。陆巡，我们走。楚右晴打断了母亲的话，她是真的生气了，拉起陆巡就要走。陆巡纹丝不动，他已是气海3层，楚右晴还没有开麦，根本拉不动他。陆巡，楚右晴不解地看着他。楚右晴，阿姨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激活古灵根。陆巡凝视着他泛红的眼角，声音沉如深潭。楚右晴似乎明白了什么，眼中的光彩渐渐暗淡。所以呢，陆巡，你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陆巡深深望进楚右晴的眼底。下一刻，在慕容嫣不可思议的目光中，陆巡捧起他的脸，对着楚右晴那娇艳欲滴的阴唇重重吻了下去。啊！慕容嫣惊的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美眸中满是愕然。叮当，端着咖啡的服务员手一抖，杯盘摔得粉碎。啪啪啪，兄弟好样的！周围响起一片起哄声。楚右晴身体僵直，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他完全没料到陆巡会突然强吻他，整个人都懵了。陆巡肆意地锁着吻，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符合绑定条件，已绑定楚右晴。当前返还倍数20。备注：楚右晴身具极品古灵根，激活进度 9%， 古灵根为先天灵根，可开出至少9条灵脉与天地奇脉。提醒：宿主有绑定奖励可以领取。足足1分钟后，陆巡等到了系统的提示。是的，他这一吻的目的便是绑定楚右晴。当初绑定慕容婉是双方发生了最亲密的结合后，系统进行了自动绑定。除了最亲密的结合外，还有一种绑定方式，那便是在绑定对象对陆巡的好感度达到 100% 后，通过长吻也可以绑定。楚右晴对陆巡的好感度早已达到了 100%， 所以陆巡这一吻顺理成章地绑定了他。陆巡当即领取了绑定奖励，宿主获得了一缕先天灵气，可助楚右晴激活古灵根。陆巡猜的没错，绑定楚右晴后，系统确实会奖励先天灵气。他二话不说，将先天灵气通过接吻传递给了楚右晴。楚右晴的小脑袋重新开机，脸刷的红到了脖子上。他忘了挣扎，就那样被陆巡激吻着。又是1分钟后，终于陆巡将全部先天灵气全部送给了他。他离开了楚右晴。陆巡，你做什么？慕容嫣这才从震惊中回神，美目中怒火中烧。陆巡居然当着他这个母亲的面强吻了他的女儿。陆巡舔了舔唇角，迎上慕容嫣愤怒的目光。阿姨，这就是我的答案。你……慕容嫣仍显柔嫩的手气的颤抖。右晴你怎么了？这时他发现楚右晴不对劲。楚右晴满脸通红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整个人像是呆住了一样。慕容嫣赶紧上前查看。陆巡，你看你做的好事。这一看，慕容嫣更担心了。楚右晴完全没反应，就像是宕机了一样。正当他拿出手机准备喊120时，楚右晴回过了神来。右晴，我没事。少女周身突然泛起银白光晕，发丝无风自动。她缓缓抬头，眸中流转着奇异的光彩。妈，我感觉我的古灵根正在苏醒。哇，天地异象。淡定，这里可是天才云集的京城，哪天要是不出异象了，反倒不正常了。京城机场附近，天穹骤然变色，漫天花瓣如雨纷扬，恍若九天仙子洒落花雨，瑰丽绝伦。在这花雨之中，9只灵鹤虚影自云端飞掠，清明如天籁。妈妈快看，一艘刚刚抵京的飞舟上，有小孩子看到这一幕，兴奋地喊起了自己的妈妈。九霄花雨沾仙骨，一鹤鸣石破玄关，这是有天灵根苏醒吗？云端之上，有强者投下了目光。京城已经有不少人被惊动，一道道流光从四面八方飞向异象传来之处。虽然京城天才云集，但这等异象仍值得他们一探究竟。咖啡厅内，楚右晴周身泛起银白仙光，肌肤如玉生辉，青丝无风自动，每一缕发丝都仿佛缀满星辉。慕容嫣双手紧握，眼中闪烁着狂喜的泪光。这些天为了女儿的古灵根，慕容嫣可谓是心力交瘁。她带着楚右晴在京城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试图买到先天灵气。好不容易打听到何家拥有先天灵气，却被何家趁机要挟。为了这件事，母女间吵了不止一架，差点反目。哪成想今天峰回路转，楚右晴的古灵根居然突然间苏醒了。看样子这古灵根的级别还不低，一苏醒就引发了如此大范围的天地异象，惊动了大半个京城。短短的时间里，咖啡厅的周围已经来了不少的强者。正沉浸在极度喜悦中的慕容嫣没有注意到，陆巡不知何时已经不在原地了。他不是没有怀疑过楚右晴的苏醒是不是与陆巡有关，
可下意识又觉得不太可能。先天灵气这种东西太过罕见，何家也只是意外获得的。在一般人的视角之中，陆巡这个没背景没实力的大一新生怎么可能有？此时的陆巡正藏在洗手间中。楚又勤成功激活极品天灵根，宿主获得20倍返还，得到混沌灵根。混沌灵根为诸天顶级灵根，可容纳多种属性灵力，无视属性克制，可模拟任意灵根效果。万物皆有定数，唯宿主为遁去的一，故在足够强大前，宿主禁止自行修炼，否则生出异象将震动星空，引来祸端，以自动为宿主屏蔽天机。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陆巡迎来了自己的收获。他的身体内部一股浩瀚莫测的力量降临，丹田深处骤然爆发出一阵璀璨仙光，那仙光逐渐凝实，化作一株晶莹剔透的仙灵根，扎根于丹田。尽管有系统屏蔽天机，陆巡亦是灵光透体，道运天成，仿若天仙下凡一般。又来了。陆巡扫过系统提示，有些无语。楚又勤的古灵根激活后，陆巡再次获得了20倍返还，得到了更厉害的混沌灵根。只不过他还是被系统禁止修炼的，彻底躺平。陆巡耸耸肩，武道有慕容婉，仙道有楚又勤，他的混沌神体又可以容纳多种力量。人在家中躺，修为自己长。待身上的异象消失后，陆巡从口袋里把小白掏了出来，抱着小白出了门。没想到他这般厉害，竟自行唤醒了古灵根。从这异象上看，这灵根可不简单，恐怕能达到天灵根的标准。是啊，这等天骄，要是给生在我们家，该有多好。此时咖啡厅里，楚又勤成了绝对的焦点。咖啡厅原本的顾客已经被清场，到来的都是京城中有头有脸的修士。楚夫人，只要楚家愿与我何家结为姻亲，先前承诺的条件，我何家愿再添10倍。一位面容方正的中年男子目光灼灼，语气热切地补充道。不仅如此，我何家将倾全族之力，助楚家在京城站稳脚跟。至于先天灵气，只要楚侄女需要，我何家库藏，任他取用，助他开辟更多灵脉。中年男子的话让慕容嫣不由有些异动，对方正是拥有先天灵气的家族京城何家。楚又勤的古灵根激发后，京城何家的人看到了天地异象，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当发现楚又勤自行唤醒古灵根后，何家之人马上增加了筹码，想要跟楚家联姻。慕容嫣有一些话没有告诉陆巡和楚又勤，他其实是想跟何家联姻的。一方面他觉得这样对楚又勤的成长有好处，京城何家是比慕容家、荣成王家还要更大的家族，能嫁进这样的家族自然好处多多。修炼可不是有天赋就行，没有足够的资源，就算有天地奇脉也不见得能够崛起，更别说修炼途中还有种种艰难险阻，中途陨落的天才不在少数。何家实力强大，可以为楚又勤保驾护航。相比之下，陆巡有什么？放在慕容嫣这个母亲的视角，陆巡还真是一无所有，妥妥的一个小黄毛，顶多是个有点天赋的小黄毛，但也是来拱他家白菜的猪。哪个母亲不想要女儿过上好的生活呢？另一方面，何家可以帮楚家在京城立足。楚家在荣城中虽是大家族，放在京城中却是小虾米了。她的丈夫楚又勤的父亲所在的一脉在楚家中失了势，这时候若能转战京城，在京城立足，对楚又勤父亲这一脉来说不亚于涅槃重生，将来还可意气风发地重返荣城，在楚家的其他人面前耀武扬威，扬眉吐气。妈，要嫁你自己嫁，我还要上学呢。楚又勤俏脸寒霜，断然拒绝。当初他都不愿意，现在古灵根都唤醒了，他更不可能同意了。楚侄女误会了，我们并非要楚侄女现在就嫁过来，现在只需定亲而已，待楚侄女学成归来再成亲不迟。中年男子连忙解释。那也不成，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说到这里，楚又勤的目光四下搜寻起了陆巡有男朋友了。楚侄女莫不是说笑，以你的天资，在荣城那等穷乡僻壤，有谁配得上楚侄女？中年男子面露亚色，显然不信。他没有说笑。陆巡信步而来，他几步走到楚又勤面前，在慕容嫣几乎喷火的目光中，一只手搂住了楚又勤的腰。我是她男朋友。陆巡语气淡然，掷地有声。男朋友？中年男子眉头一挑，锐利的目光如刀般扫向突然出现的少年。整个咖啡厅的修士们也都将视线聚焦在陆巡身上。陆巡搭在楚又勤腰间的手还未收回，少女身上未散的星辉正顺着他的指尖流转。在众人感知中，陆巡分明是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混沌神体神异非常，不超出陆巡几个大境界，很难察觉到陆巡的实力。楚夫人，中年男子突然笑出声，恋爱就算要拒绝联姻，也该找个像样的挡箭牌。何家主见谅，小孩子不懂事，这件事我看就这样算了吧。慕容嫣叹了一口气，虽然她也想跟何家联姻，可楚又勤太固执，
陆巡父母又对他家有恩，他不准备再强求了。楚夫人不再考虑吗？我何家也有一个古灵根拥有者，名为何欢，他4年前便已开出9脉，短短4年，实力便已至3境巅峰，离4境只于一步。若楚侄女嫁给他，将来生出有灵根的男孩，可随属姓。何家主见状，连忙加码。当真？这句话让慕容嫣眼睛一亮。当真？何家家主保证。原本打算放弃的慕容嫣再度心动了起来。楚夫人当也知道2个有灵根者的结合，生出的后代有灵根的几率有多大。何家主继续劝说了起来。慕容嫣双手握在一起，眉心轻蹙，眼底尽是挣扎与犹豫。妈，反正我不嫁。楚又晴再度声明，她知道自己母亲的心病，那就是生了她一个女儿后，便再没有生出第2个孩子来。对大家族来说，孩子是越多越好。楚又晴的父亲在楚家失势，与只有他一个孩子，还是个女孩子，未必没有关系。一个姓楚的，还是有古灵根的外孙，对楚又晴的父母太重要了。姓楚，那就是孙子，而不是外孙。所以楚又晴感觉慕容嫣很有可能被打动。又晴，你还小，不懂感激与爱不是同一回事。果然，慕容嫣劝说起了楚又晴。妈，你别提爱了，你让我嫁到何家去，简直侮辱了爱这个字。楚又晴一句话把母亲堵了回去，直接给干沉默了。楚侄女，以你的天资，若到我何家，必定得到万千宠爱，我们会倾家族之力助你修行。何家家主承诺道。那也不行，你们何家再好，也比不上陆巡，反正我不嫁。楚又晴哼道。何家主，容我考虑考虑。慕容嫣再度纠结地开口，她有很多隐情没有告诉楚又晴。这些年就因为不能生，她在楚家太艰难了。但其实不能生也不能怪她。哦，对了，楚夫人，还有一事忘了告诉你。几年前，我们何家获得了天级功法天眼同心诀的抄本。若楚侄女与何欢同修天眼同心诀，以何欢的实力，最多2年便可让楚侄女突破4境。见状，何家家主继续加码。天眼同心诀，周围围观的修士有了一些骚动。这是何功法？天级上品的双修功法。几年前在星空古路的一处文明墓碑里，各族强者为了他打得头破血流，没想到何家能得到抄本。天级上品，怪不得他们这么想跟楚家联姻。修士们小声的议论传入在场几人的耳中。何家主自觉胜负已定，气定神闲地等着慕容嫣的回复。慕容嫣确实异动了，他听说过天眼同心诀，这是一门双修功法。与别的双修功法不一样，天眼同心诀是一门正儿八经对双方都有促进的双修功法。何家的何欢已快到第4境，若他跟楚又晴双修，又愿意以自己的修为反哺楚又晴，楚又晴获得的好处难以想象。何家主说的2年突破第4境，还真不见得是虚言。慕容嫣这下彻底被打动了。身为人母，她终究是希望自家女儿好。妈，你怎么能这样？如果不是陆巡，我的古灵根觉醒不了。眼看慕容嫣要动心了，楚又晴连忙道。刚刚陆巡跟她接吻的时候，她就感觉有什么东西进入了自己的身体里，猜测到先天灵气很可能是陆巡给她的。虽然不知道陆巡为什么有先天灵气，但是呢，陆巡这段时间的神奇表现让楚又晴无脑相信了陆巡。又晴，你说的是真的？这句话让刚刚被打动的慕容嫣按捺了下来。她终究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楚侄女莫不是说笑，古灵根虽然有一定自然觉醒的几率，但侄女都18岁了还没觉醒，没有先天灵气，不可能自行觉醒。至于先天灵气，现在的东方除了我们何家，恐怕没有第2人拥有，就算有你们也接触不到。他一个乡野小子从何得来？何家家主冷笑道。他再不开口，慕容嫣就要转意了。这句话确实有效果。慕容嫣也觉得陆巡不太可能有先天灵气。陆巡的背影他调查得一清二楚，他就算走了狗屎运，天天中彩票，也不可能弄得到先天灵气。慕容嫣转头看向陆巡，恳求道。陆巡，又晴欠你父母的恩情，待我们的形势好转后，我一次性给你10万暗能量，你离开又晴好不好？楚家不如慕容家，她的丈夫失势后已经拿不出太多暗能量。小兄弟，只要你愿意离开楚侄女，我们何家给你100万暗能量。何家家主看出了点名堂，一开口来了个王炸，100万单位的暗能量，这可是整整1立方暗能量，价值10亿起步。何家为了得到楚又晴，当真舍得下血本。陆巡，别担心。陆巡拍了拍女友，目光扫过慕容嫣与何家家主。小兄弟，你只要点头，100万暗能量马上便可打到你的卡上。何家主承诺。陆巡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却如万载玄冰般冷硬坚定。抱歉，不要说100万能量，便是1000万、1亿、10亿，只要又晴不弃，我陆巡绝不会离开他半步。他字字如铁，
掷地有声。陆巡的话打动了楚又晴，楚又晴紧紧握住陆巡的手，我也不会离开陆巡，绝不。你们，又晴，你太让我失望了。慕容婉满脸失望，在他看来，女儿这是彻底被黄毛洗脑，无可救药了。楚又晴，你翅膀硬了是吧？我不管你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怒极之下，慕容嫣转身就走，直接离开了咖啡厅，进入了机场，竟是要回荣城。这是把丈母娘气回家了。陆巡表示，第一次与丈母娘的见面非常圆满，满分100分的话，陆巡给自己打98，5分。之所以不给100分，不是怕自己骄傲，而是陆巡有意。无语，走吧。陆巡轻声道，伸手自然地牵起楚又晴。楚又晴用力点头，指尖在他掌心轻轻回握。咖啡厅重归宁静，前来查探的修士与何家众人已散去，只余几缕未散的能量波动。这里面还有一个清虚学院与北斗大学的校领导，他们在得知楚又晴的情况后，特意留下一枚流金令牌，表示楚又晴可以直接去2所学校报到。毕竟楚又晴错过了大考，现在才觉心骨灵根。爸爸也说不管我了，他们怎么这样？这时楚又晴接了一个电话后，气鼓鼓的跺脚。他的父亲估计也知道了这件事，打电话来责怪他，父女俩吵了一架。又晴，不许说教！他猛地转身，发梢在空中划出倔强的弧度。我早就能独立了。眼神闪烁间，分明是怕陆巡自责。陆巡失笑，抬手轻抚他发顶。我是问，这么得罪未来丈母娘，是不是不太好？才没有呢，他自己当年那么任性，现在反倒想要安排我，我才不干。楚又晴撇嘴，你妈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当年也任性吗？陆巡生出了八卦之心。当年楚家还没崛起，我爸也不怎么成器，外公不让她嫁给我爸，她非要嫁。楚又晴眼睛发亮的说起了父母的往事，他说起父母八卦来，居然也这么有精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果然都暗藏八卦基因。陆巡一听，好家伙，楚又晴的父亲楚玉平当年才是标准的黄毛，当年把楚家又穷又破，楚又晴父亲完全是凭借一张痞帅的脸，外加甜言蜜语，把慕容嫣骗到了手。慕容战自然不同意，父女也因此闹得不愉快，慕容嫣还差点被逐出家门。楚又晴的父亲实在没办法了，出了一个绝招对付慕容战，那就是3个月大的肚子。见自家女儿肚子都大了，慕容战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他们的婚事。这陆巡听得很过瘾，那个现在看上去温婉成熟的美妇人曾经那么叛逆，那就别怪楚又晴了，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自己立了榜样，那就别怪后人模仿。再说了，楚又晴的父亲当年可是标准的黄毛，陆巡比他强出100倍好吧，他可是系统宿主，天选之人。小白，给我抱抱吗？楚又晴说着说着又想去抱小白，小白窝在陆巡的怀里，一点都不想挪窝，见楚又晴伸手，小爪子不住地挥舞着，显得很是可爱。他把副卡给我停了。这时楚又晴收到了短信，他的父亲把副卡给他停了好了，现在彻底走上他母亲当年的老路了。当年慕容嫣非要跟楚玉平在一起时，慕容战也是停了慕容嫣的副卡。很多被黄毛骗了的富家女，副卡停个几天往往就老实了。没事，我养你。陆巡掏出了一张卡递给了楚又晴，他可不是普通的黄毛，他是有钱的黄毛，开了天地奇脉，又被清北录取后，荣城一中给陆巡的奖励不少，陆巡又不需要自己修炼，以后从获得的修炼资源可以全部给楚又晴，足以把楚又晴养得漂漂亮亮的。陆巡，我不能用你的钱，拿着，你也不想让你父母看笑话吧？我的实力上升的这么快，以后的资源不会少的。陆巡把卡墙塞进了楚又晴的手里。好吧，不过事先说明，这只能算借的。行，你说了算。楚又晴没再拒绝，心里却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修炼，让他的父母看看，他选择陆巡没有错。说话间，两人走出了咖啡厅，准备打个车去清虚学院，先给楚又晴办理入学。突然，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一辆炫酷的跑车，一个帅气的漂移，停在了两人的前面。陆巡牵着楚又晴，准备换个地方等车。慢着！跑车里下来了一个身穿经文白衣的少年，他阔步走向陆巡，每走一步，地上便绽开一朵火焰红莲。在下何萧，18岁断体圆满，19岁开红莲脉，今年方20，已有气海4层修为。少年指尖燃起一缕红焰，火苗中隐有龙影盘旋，不知这位朋友有何资格站在楚又晴身侧？何萧，何家的人？这家伙是来找茬的。20岁，气海4层。陆巡上下打量着何萧，20岁的气海4层确实算厉害。
像那个暗网杀手都30几岁了，也不过气海6、7层的样子。不过放在天才众多的京城与清北，就不算太出众了。你们何家的人怎么阴魂不散？楚又晴不满，挡在陆巡前面。何萧可是气海4层，他怕对方对陆巡不利。姓陆的，你只会躲在女人后面吗？终究只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只会靠着花言巧语欺骗懵懂少女。何萧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你要怎么做？陆巡淡淡问。很简单，是个男人就跟我来一场对决，让本少爷教训你一顿，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何萧神态嚣张。呵，来吧。陆巡往旁边迈了一步。这可是你自找的。何萧二话不说，直接出击。他掌运红莲，要一掌将陆巡打趴。哼！陆巡眸光一冷，身形疏忽闪动。万宗步，电光火石间，陆巡身形诡异地一分为3。轰！陆巡的身影被何萧击碎，但何萧想象中的吐血声并非传来。下一秒，一股巨力击中了他的胸膛，哪怕他有真气护体，也被陆巡一掌打得气海翻腾，五脏移位。噗！吐血声中，何萧的身体猛然往后倒飞了出去，重重地跌倒在地。陆巡，你怎么这么厉害？楚又晴捂住小嘴，眸中星光璀璨。真是废物，就这点实力也敢来找麻烦。陆巡冷冷地扔下一句话后，带着楚又晴上了刚刚到来的网约车。噗！刚刚从地上坐起的阿萧再度被气得吐血。清虚学院，一辆出租车稳稳地停在了校门处。哇！楚又晴推开车门，仰头望去，不由发出一声惊叹。只见一座巍峨的汉白玉牌坊矗立在100米开外，通体银白如雪，在朝阳下流转着淡淡的灵光。牌坊正中清虚学院4个鎏金大字龙飞凤舞，每一笔都仿佛蕴含着天地至理，让人望之便觉心神宁静。这校门好像是一件法宝，不愧是顶级学府。陆巡下了车，此时已是下午10分。在机场的风波之后，两人径直来到了这里，为楚又晴办理入学。好多人。由于引族人搞事，清北开放提前报到，这几天清虚学院的校门处格外热闹，午休的数量是远远多于先修的。不过清虚学院的人数不比北斗大学少多少，这里集中的可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才学生。楚又晴有一些特殊，他因为被母亲带到京城寻找先天灵气，并没有参加大考，也没有被提前录取。好在当初清虚学院招生办的老师答应过他，大考前激活古灵根便可直接被录取。现在虽然过了大考，以他身具的天灵根，问题也不大。在咖啡厅的时候，那位老者应该是清虚学院的一个校领导，其给出的令牌让楚又晴可以直接报道。楚又晴，你可算来了，这边请。果然，楚又晴递上令牌，报上自己的名字后，就有专门的老师前来处理。陆巡全程陪同，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楚又晴的入学手续便彻底办好，效率高得不可思议。要知道，这可是破格录取，不愧是先修的第一学府呢，好多的天才。你看这个冉家学姐，才大3就已经是第4进，好厉害。那你看看排他前面的，还要更厉害呢。去年的新人王罗平才叫猛呢，1年就冲上了第3进。校园内一处排行榜前被众多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陆巡与楚又晴跟着去看了一下热闹，确实是天才云集。陆巡不得不承认，清虚学院里的天才太多了，这里是属于天才的舞台。在别的地方，3进便已经是高手，4进则是一方大人物。在清北，那只是天才的标配。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这般妖孽，能够上这些排行榜的学生都是天才中的天才，妖孽中的妖孽。陆巡，这里的天才真多呢。楚又晴咂舌，他的外公快到50了才突破第4进，结果这里的天才22、3岁便已是第4进，真是人比人，气死人。相信我，将来这些排行榜必将被我们征服。陆巡肯定的道。楚又晴重重点头。妈，你不是回荣城了，怎么又来了？两人在清虚学院逛得正开心，楚又晴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母亲。我来帮你布置宿舍。慕容嫣面无表情，带着不少东西。他不是回荣城了。这句话陆巡自然不会嘴上说出来，他走上前去帮他搬运起来。慕容嫣没有拒绝，但也不跟陆巡说话，还是放心不下闺女，怕我跟他生米煮成熟饭。陆巡不由想，慕容嫣先前生气要回荣城，楚又晴的父亲还把他用的副卡给停了，一副要跟楚又晴断绝父女关系的样子。可这才没多久，慕容嫣居然又跑来学校了。陆巡感觉他恐怕是想到了当年自己的事，生怕陆巡跟楚又晴复制楚又晴父亲的操作，把楚又晴的肚子给搞大。阿姨，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比你老公可争气多了。陆巡内心里腹诽，表面上该做的依然做得漂漂亮亮的。
清虚学院学生的待遇不错，楚又晴的宿舍是单人的，里面还有专门的阵法保护。又晴，我先走了。好，明天我陪你去北斗大学。帮他把东西搬到宿舍下后，陆巡与楚又晴道别。时间已晚，陆巡在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了进去，决定明天去北斗大学看一看情况后，再决定读哪所学校。奇怪，这个晚上小白并没有表现出异常，那个什么公主没有冒出来。陆巡决定再观察观察。陆巡，第二天一早，北斗大学的校门前，楚又晴早早地等在了那里。你母亲呢？别说她了，说了就生气。对了，我昨天投的导师回复我了，他后天会来学校，到时候我就必须全力修炼了。这2天我们可以好好逛逛。楚又晴看样子又跟母亲闹得不愉快，不知道她被冻结的副卡解冻没有。陆巡拿出录取通知书，两人进入了学校。学校里热闹非常，虽然已经放假，但离校的学生没几个。身为华夏最为出众的2所修行学校，清北给陆巡的印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卷，相当卷。这里的学生每天除了修炼就是修炼，许多学生过年过节都在修炼，一个个简直是修炼狂人。学生们享受到的资源也不是其他学校所能比拟的，每个学生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暗能量。学校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考核，考核成绩越好，享受的资源越多。每年还会有一些比赛，比如针对大一学生的新人王比赛，若能在这些比赛中胜出，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另外，清北对开了天地奇脉的学生进行了重点照顾，每个学生一进学校就需要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导师。选好后，这个导师会根据学生的情况为你量身定制修炼计划，还会派助教来监督你的修炼情况，这就让一心想躺平的陆巡很为难了。这个导师不错。在北斗大学待了一上午后，陆巡总算从学长学姐那里打听到了一个对他来说相当不错的导师，那是一个叫费太阿的导师，实力不俗，拥有第5境的修为。这不是关键，关键是费太阿非常佛系，几年前有学生选了他，结果1年到头都见不到他几次。费太阿也不管他修不修炼，修炼的怎么样。那学生接连2次考核成绩都不佳后，实在受不了了，申请换了导师，简直是梦中情诗。对别人来说，费太阿狗都不选，但在陆巡的眼里，这简直是梦中情诗。就他了。同学，这是你的学生卡，入学补助的暗能量已经发放，去后勤处刷卡领取就可以了。谢谢。北斗大学，陆巡完成了入学登记。在发现费太阿这个宝藏导师后，陆巡最终选择了北斗大学。他其实一开始也倾向于北斗大学。清虚学院是仙修的天下，仙修的神识太厉害，陆巡担心自己被一些强者暗中观察，自己天天躺平，结果修为突飞猛进，万一暴露了系统的秘密怎么办？清虚学院离北斗大学就1路之隔，离得不远，陆巡与楚又晴岛也不算异地恋。好学校就是不一样，每个月发放的暗能量就是无数普通人的天花板了。陆巡手握着学生卡，感慨万分。北斗大学的学生享受的资源分为5档，拥有天地奇脉的学生享受的是最高的第1档。刚入学，陆巡便领取到了1000个单位的暗能量。待正式开学后，会有进行修为测定，同样的资源档次，修为越高，每月领到的暗能量越多。再往后就看考核成绩了。就算有天地奇脉，如果接连3次考核不达标，享受的资源也会降档。登记完后，陆巡在 App 上选择起导师来，他简单的弄了一个简历，然后投了费太阿。导师的选择是双向的，接下来等回复就行了。陆巡，刚刚有学姐说这个导师不怎么负责业，你不多投几个吗？楚又晴发现陆巡选了费太阿后，轻蹙秀眉，有些担忧。胡说，这只是他们不识货，我有个朋友认识费导师，他可厉害了，对学生很负责的。陆巡脸不红心不跳的把费太阿一顿猛夸。楚又晴将信将疑，那好吧，我陪你去布置宿舍。清北的学生待遇都不错，每个学生都是单人宿舍，开了天地奇脉的学生的宿舍条件还要更上一层楼，基本上都是1室1厅，还配有一个小型修炼室。哇，兄弟厉害啊，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有楚又晴帮忙的陆巡引来了不少学生的羡慕。等所有的事情忙完，时间已到中午。陆巡一看费太阿还没有回复，等吧。两人一起吃了个饭后，在校园里逛了起来。李不凡，是个男人就别怂，有种跟我上擂台。谁怕谁啊，等劳资开了天地奇脉，看我不揍死你。远处传来熟悉的争吵声，李不凡和林延正剑拔弩张地对峙着。陆巡，李不凡看到陆巡，眼睛一亮，眉飞色舞地说，你可算来了，这小子自己看不住柳眉，反倒来找我麻烦，笑死人了。李不凡，你找死。林延气的脸色铁青，来啊。李不凡贱兮兮地把脸凑过去，有本事往这儿打，看学校处不处分你。可恶，你给我等着。林延咬牙切齿地撂下狠话，
灰溜溜的走了。不走还能怎么样？清北校规森严，在学校里禁止争斗，李不凡不跟他上摆台，他拿李不凡一点办法也没有。更何况楚又晴在这里继续吵上去，丢脸的只会是他。以前在荣城一中，林岩还有几个小跟班可以帮他打打嘴仗，现在到北斗大学后，这里的学生都是天之骄子，他林家三少的名头还不值得别人给他当跟班。柳梅怎么了？林岩走后，陆巡不由问。他可不是关心柳梅，纯粹是八卦。柳梅一到京城就傍上了新的公子哥，把林岩给甩了，林岩拿人家没办法，只好怪我咯。李不凡幸灾乐祸。果然，陆巡就知道是这样。李不凡当初说的一天就分手，还真一点没有说错。林家在荣城还算是豪门，在京城就不怎么排得上豪了。柳梅这种女人遇到更好的不跑才怪。陆巡，我就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我得去修炼了，争取早点开出天地奇脉，在这里没有天地奇脉都不能算个天才。李不凡走了，陆巡与楚又晴继续压起了学校。学校里的人虽多，大多是新生，高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在修炼，很少会出来闲逛。陆巡是王腾云。楚又晴远远地看到了王腾云，陆巡看去，那是眼神凌厉，眼中蕴有风暴的男子。他开的是无极风脉，这是一种风属性的五脉。王家的人都不是好人，陆巡你要小心他们。楚又晴提醒。巡哥，你也来北斗大学了吗？我还以为你要去清虚学院呢。除了王腾云，陆巡陆陆续续遇到一些其他来自荣城一中的学生。你就是陆巡。这时一道流光从天而降，径直落到了陆巡的前方。陆巡抬眼看去，说话的女子眉目如画，肤若凝脂，身着一袭素衣，却显得清丽绝尘。其外表24、5左右，看上去与慕容婉差不多大。从其到来的方式来看，对方的实际年龄绝对要远超慕容婉。能飞本身就是实力的象征，更别提这里可是北斗大学，能在这里飞的人岂有简单的。老师，我是陆巡。陆巡感觉对方很可能是北斗大学的老师。我是傅雪，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导师了。素衣女子淡淡道。啊！陆巡一愣。傅雪？啊，是他。你听说过他？当然，他可是北斗殿的长老，通玄境的大能，据说离天象境只有一步之遥，他居然主动来收徒。周围响起了惊声，刚好有学生知道傅雪通玄境大能，这是第6境。好家伙，一个第6境大能主动跑来当自己的导师，难不成他看出了什么？陆巡，快答应！楚又晴听到了周围学生的议论，直拽他的衣角。傅老师，不好意思，我已经投了费老师了。陆巡怎么会答应？看傅雪这势头，真要是当了他的学生，恐怕会被他把修炼的课程排满，说不定还会安排助教24小时盯着。陆巡想偷个懒都不行，还怎么愉快的躺平了？费老师，就是费太阿老师。费太啊！傅雪微微挑眉，他答应你了，我几个小时才投，费老师应该在忙。那没事了。傅雪打断道，我会告诉他你已是我的学生，明天上午来秦叶楼报道，我给你制定修炼计划。说完转身就要离开。傅老师，等等！陆巡赶紧喊道，还有什么事？傅雪回眸，我觉得费老师挺好的，我已经决定跟他了。陆巡坚持，好也不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傅雪没有给陆巡商量的余地。老师，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我这人很懒，懒点没关系，我会派助教监督的你的修炼。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人，比如那个王腾云、柳星河的，他们比我厉害多了。他们以后再说，我这一趟是专门为你来的。好了，就这样吧。陆巡一番挣扎，可傅雪油盐不进，硬要当他导师。要不要这么执着？姐，善良美丽、温柔大方、贤惠的大漂亮姐姐，求放过啊！还有那个费太啊，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没回复？是谁要抢我的学生？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响起。陆巡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小老头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不远处。陆巡是吧？为师昨夜喝多了一点，刚刚才看到你投的简历，为师同意当你的导师。傅长老，你可以回去了。小老头对陆巡解释一句后，转身对傅雪道：喝酒。陆巡一看，小老头腰间别着一个葫芦状的酒壶，丝丝酒香从里面传来，沁人心脾。这就是修为在5境大宗师的费太啊！这形象怎么这么不着调？转念一想，不着调才好。陆巡想要的不就是这样的导师吗？你真要选择费太啊？他为情所伤，道心已破，每日醉以度日，终身难得寸进，这样颓废的导师对你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傅雪声音突然在陆巡耳边响起，声音很轻，像是傅雪凑在陆巡耳边轻声低语一般，用的是传音入密的方式，只有陆巡能听到。为情所伤，道心已破。傅雪的话顿时让陆巡明白了，为什么费太阿氏
这副鬼样子。妙啊！这下陆巡更坚定了，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要选费太娥。费老师，陆巡3步并作2步迎上去，热情洋溢地握住老头的手，学生可算等到您了。哎，我的好学生。费太阿眉开眼笑，拍着陆巡的肩膀，以后老师罩着你，谁敢欺负你，老为师的大名。傅雪微微一怔，他没想到都把利害关系告诉陆巡了，陆巡居然还选费太阿。罢了，看着一老一少相见恨晚，仿若忘年交的样子，傅雪摇了摇头，身影悄然从原地消失。陆巡，那个费老师给我的感觉不怎么靠谱呢，傅老师那么厉害，还专程为你而来，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啊？半小时后，楚又晴极其不解地问。在他看来，傅雪才是陆巡的最优解。6境大能耶？楚又晴的导师都不是6境大能，只是一个5境先修。6境大能平时大多数时间在修炼，有几个会有闲情逸致跑来当导师，更别提傅雪还是一个离7境只有1步之遥6境大能。这样的强者亲自跑来收徒，陆巡竟然拒绝了。拒绝就拒绝吧，若陆巡选一个正常的导师也还好，可陆巡选的啥？一看就不靠谱的费太啊，那胡子怕是有几年没修剪了。堂堂一个5境大宗师，随身带着个酒壶，哪有大宗师的样？又晴，这你就不懂了，费老师这叫深藏不露。你想想以前的电影电视里，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是都特别厉害？好像是呢。那就对了，看着吧，以后我的修为一定会1日千里的。倒是你，又晴，你要好好努力，可不要被我拉开太多。楚又晴成功被陆巡忽悠住了。第2天，楚又晴努力去了，他的导师提前来找他了。李不凡这小子也在埋头修炼。陆巡发现又剩自己一个人没事做了，在哪躺不是躺？小白，你说是不是？陆巡逗起了小白。昨天晚上，小白仍没有表现出异常。那个什么公主没有出来。陆巡，你既然选了老头子，老头子也不能毫无表示。这张卡有一些暗能量，就当是见面礼吧。下午时分，费太阿把陆巡叫出去，递给了陆巡一张卡。陆巡一看，那是专门的能量卡，相当于超市的购物卡，只不过里面记录的是暗能量数量。谢谢老师。对了，这里还有本地级功法，对你应该有点用，好好修炼吧，可不要让副长老看了笑话。费太阿又扔给了陆巡一本功法后，摇摇晃晃地离开了。看这个样子，他昨晚又喝酒了，还真是佛系。陆巡觉得自己的选择太明智了。换成别的导师，这时候应该会根据学生的情况，为学生挑选合适的功法，制定修炼计划了。费太阿呢，扔了一张有暗能量的卡与一本功法就走了，其他的啥也不管。这么多，陆巡拿着那张卡到机器上一查，不由有些啧舌，因为卡里有1万单位的暗能量。他没想到费太阿这么大方，舒坦。陆巡将卡收起，对自己的明智选择感到分外满意。这下就算楚又晴家里继续断他的卡，陆巡也能够把自己的小女友养得滋润无比。傅雪当了柳星河的导师。几天后，陆巡偶然得知傅雪成了柳星河的导师，这件事在校园网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哪怕在清北，6境大能跑来当导师的情况也不多见，更别提傅雪离7境已经不远，本身又是个1等1的大美女，她是非当导师不可吗？陆巡表示不理解。听说傅雪长老一开始选择的是陆巡，结果陆巡不干，非要选择费太阿，傅雪长老没办法才换成了柳星河。陆巡？哪个陆巡？据说是荣城一中毕业的，也开了天地奇脉，但引发的意向范围并不大。傅雪为什么会选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我去，陆巡眼睛瞎了吗？居然选费太阿当老师，等考核的时候就有的他哭的了。我刚刚也查了一下费太阿，这乃是佛系，直接是佛祖本尊吧。陆巡发现自己弃傅雪选费太阿的事，在校园网上已经传开了，不少大一的新生都在讨论这件事。很多人原本在好奇为什么傅雪会主动来找陆巡，直到费太阿佛系的事一爆出来，学生们无一例外的觉得陆巡一定是脑子进水了，要不怎么做得出这种傻事来。哈哈哈，亏我还在想着怎么超过你，没成想你上来就捅自己2刀。修炼室里，一口气修炼了大半天的林岩看到这条消息，乐开了花。他挑选了一个也有赤阳脉的导师，对方是一个5境大宗师，导师对他很负责，教了林岩一种可以将赤阳脉拓宽一些的办法。林岩如获至宝，这几天都在埋头苦修。现在的他仿若励志片中的主角，勤学苦修，待将来实力大进后找陆巡算账，一雪前耻。结果呢，陆巡居然选择费太阿，这简直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难道陆巡觉得有个天地奇脉就万事大吉，连好的导师都不要了？若是在别的修行学校，有天地奇脉那就是了不起，就算没有好的导师，其他学生也难以望其项背。
可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北斗大学，大家都有天地奇脉，这时候导师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了。不说别的，修炼可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没有人监督指导，一些学生稍稍偷下懒就被别人超过了。人是有惰性的。陆巡，你没事吧？李不凡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一惊一乍的找来了我，能有什么事？我好着呢。陆巡打开了他试图摸自己额头的手。没事，你怎么会放弃一朵鲜花，选择一坨牛粪？现在全校都在等着看你笑话呢。什么鲜花牛粪？那可是傅雪啊，6境大能，曾经的京城第一美女，人家主动找上门，你竟然把她给拒绝了。李不凡痛心疾首，为自己的好基友感到惋惜。6境大能又如何？不凡，你不知道，费太阿才是真正的宝藏导师，他连地级功法都给我了，还亲自教我修炼。你看，我现在已经进入气海境了。陆巡运起真气，周边的空气为之一震。李不凡的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比牛眼还大。厉害啊，巡哥，你这简直是大牛逼！李不凡羡慕坏了，他连天地奇脉都还没开出来，陆巡这度气海境了。这么看，这些家伙是有眼不识泰山。巡哥，我决定了，等我开出天地奇脉，我也投费太啊！李不凡猛地一拍大腿，眼睛发亮。你没戏了，费老师明确说了，学生只收我一个。陆巡出言打消他的念头。费太阿的宝藏只针对陆巡一个人，李不凡若是选到费太阿，那只有哭的份了。好吧，我去修炼了，天地奇脉我一定能开出来，到时候我就投傅雪，这样的大美女你不要我要。李不凡跟打了鸡血一样，一溜烟跑没影了。这小子，那你怕是要失望了。在挑选导师的 App 上根本没有傅雪的选项。李不凡走后，陆巡继续了自己的躺平。陆巡发现在不同地方躺平还真不一样，在荣成一中躺平哪有在北斗大学这种顶级学府躺平惬意。北斗大学的伙食得把荣成一中秒出10条街，校园又大又漂亮，陆巡溜起弯来也更舒坦。另外，每天看着别人苦哈哈的修炼，陆巡不用修炼修为，还蹭蹭蹭往上涨，着实令人心情愉悦。有对比才更有价值。慕容婉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京城，这几天慕容婉又没动静了。慕容婉已经被北斗殿的一个长老收为徒弟，会放在北斗大学培养，他早晚会来。现在没来，有可能是慕容战的伤还没有彻底养好。楚又琴那边这几天也没给陆巡发消息，应该在闭关修炼，以图开脉。楚又琴突破断体10阶，宿主获得楚又琴断体收获的20倍。这不，收获来了，楚又琴的断体达到10阶了。他以前是断体9阶，现在有了进一步的突破，20倍。在绑定第2个人后，系统的返还倍数得到了增加，从10倍变成了20倍，返还变得更给力了。陆巡的断体境界由此连升了4阶，冲到了断体28阶。陆巡，我断体10阶了，准备明天开麦，晚上我们去清北街逛逛吧。楚又琴发来消息，好。陆巡同意了。清北街位于清虚学院与北斗大学之间，是艺校练学生压马路的首选。又琴，你妈为什么跟着我们？别管她。陆巡发现他跟楚又琴有了跟屁虫。慕容嫣，这几天母女俩还在僵持之中。何家开出的条件太过丰厚，特别是天级功法，让慕容嫣倾向于跟何家联姻，但也没有强迫楚又琴。慕容嫣在清北一条街盘了个门面，租了套房子，看这样子准备长期陪读。准确来说是防止楚又琴重走他当年的老路，突然有一天大着个肚子回家逼宫。楚又琴的副卡还被停着呢。他入读清虚学院后也领到了1000暗能量的补贴。1000暗能量对普通人来说虽然多，真修炼起来其实是远远不够用的，特别是对修炼速度快的天才来说。5万暗能量，陆巡，费老师这么大方吗？一次性给你这么多暗能量？我早说了，费老师是宝藏导师，现在相信了吧？这次你可是捡到宝了，拿着。太多了，让你拿着就拿着，一旦开麦，你对暗能量的需求就大了。你的修为要是上不去，证明你选择我是错误的，你也不想被你父母笑话吧？好吧，但这只能算借的，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还你。陆巡将那张1万暗能量的卡塞给了楚又琴。不远处，慕容嫣看到陆巡的动作，美眸之中有了怒气，因为陆巡色完卡后，顺势就牵上了楚又琴的小手，这就相当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养的白菜被猪啃。陆巡搂着楚又琴的腰，两人紧紧相依，就这样一边说着话，一边压着马路。至于慕容嫣这个美妇人在那里生闷气。小姐姐，你长得好像我初恋，能加一个微信吗？滚！饶命，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一个想少走弯路的小年轻成了慕容嫣的出气筒，被他以第3境武者的威压给压得跪地求饶。你妈脾气这么火爆吗？她看上去太年轻了，跟我走一起总是被人当成我姐姐，
在荣城的时候，每次逛街总有很多人搭讪呢。陆巡与楚又晴注意到了这一幕。慕容嫣看上去确实年轻，偏偏她又40多岁了，生活的阅历赋予了她少女不曾具备的成熟与迷人风情。再加上她又出自豪门，气质优雅，颜值身材俱是一等一的，这样的她对一些小年轻的杀伤力堪比核武器。两人就这样在慕容嫣杀人的目光中压了一晚上马路。陆巡，下周末我们再见。晚上8点，楚又晴与陆巡告别，回到了清虚学院。陆巡把他送到校门后，回头看了一眼在不远处盯梢的慕容嫣后，施施然回了北斗大学。小白，都1周了，你身体里的公主呢？半夜时分，陆巡把小白弄醒，翻来覆去看了又看。1周的时间过去，那什么公主就像是消失了一般，这让陆巡少了点乐趣。喵！小白亲昵地蹭了蹭陆巡。好吧，就这样也不错。又晴，开始吧。好的，老师。第二天一早，楚又晴早早的就来到了修炼室，他准备开麦了。暗能量的成分很复杂，用你的灵根筛选它们后，储存在丹田，待你感觉小腹发热，丹田微胀后，便可冲击第1条灵脉。楚又晴的导师全程在一旁坐镇与指导。拥有灵根其实是可以直接修炼的，但是呢，灵根之所以加一个古字，是因为直接通过灵根修炼的功法基本上都不完整，而且用灵根吸纳暗能量修炼效率很低，速度很慢。暗能量里面的成分很多，不同的修士吸收的成分不一样。午修能够利用的暗能量成分比起先修其实更多一些，而且多出很多。就像是汽车，午修92、95、98都能加，先修则只能加98，吃的是精粮。所以先修对暗能量的需求比起午修要大得多。开灵脉的好处是，通过灵脉可以让先修能够吸纳的暗能量变多，修炼速度也会变得更快。这就相当于给灵根装上了一个涡轮增压加扩容器。所以有古灵根仍需开脉。灵脉与五脉不一样，不是七经八脉，而是通过暗能量在体内的流转情况，硬生生的造出灵脉来。造出来的灵脉在每个人的体内都不一样。有古灵根的好处是，灵脉以古灵根为依托，开出来的几率是100%，而且可以开出更多的灵脉。灵脉越多，修炼的速度自然越快。楚又晴拿出暗能量吸入，通过古灵根将暗能量里面能够被他吸收的成分尽数吸收。老师，我的小腹在发热了。10几分钟后，楚又晴便感觉到小腹发热。这么快？他的导师秦若兰有些吃惊。秦若兰也有古灵根，但他当初开第1条灵脉的时候，用了40几分钟才从暗能量里面吸纳了足够多的灵能。现在用我教你的呼吸法，控制灵能在体内扩散，找到扩散的最快的一条线路。楚又晴依言照做。老师，我找到了。没多久便有了成果。好，调动所有灵能，全力冲击。秦若兰目露金色，声音都提高了8度。楚又晴简直就是为修仙而生的天才，这速度太快了。楚又晴闻言，调动所有灵能，猛然冲去。嗡！第1条灵脉轻而易举的便被他开了出来。楚又晴冲开第1条灵脉，宿主获得楚又晴开脉收获的20倍。来了！北斗大学，陆巡腾的一下坐了起来。楚又晴起得太早，这时候的陆巡还没起床呢。20倍的返还出现在体内的热流比起之前要庞大出不少。那股热流进入丹田后，猛然朝着一个方向冲去。嗡！陆巡的第1条灵脉打开了，在打开灵脉后，与当初开5脉时一样，热流反复冲撞，将灵脉扩得更宽。很快，这条灵脉便无法再扩宽。嗡！于是热流冲开了第2条灵脉，然后是第3条、第4条。怎么不一样？陆巡发现了区别。开5脉的时候，热流会在1条5脉里面反反复复，直到完全耗尽。灵脉则不同，灵脉似乎有宽度的限制。当没办法继续扩宽后，热流就会冲开新的灵脉。是了，5脉利用的本身就是人体具备的奇经8脉，灵脉是无中生有，硬生生造出来的，宽度有限也正常。陆巡想，虽然被系统禁止修炼，这些基础的理论知识，陆巡还是会去学习与了解的。一些学校的课程，陆巡时不时会去打卡。就算不修炼，他也需要装个模做个样，不然就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他有挂了，那不是给自己找事吗？真当这个世界美好和谐，充满阳光，人人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吗？真要是系统暴露，不要说异族人，就是人类本身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不顾一切想要得到陆巡，然后尝试各种方式剥离系统，或者干脆把陆巡关起来研究。5条，陆巡的体内热流在为他冲开5条灵脉后，终于消耗殆尽。就这一下，他就超过了将近一半的仙修。许多仙修一辈子过去，都还没有5条灵脉呢。这要是被仙修们知道，不知道会嫉妒成什么样。楚又晴冲开第2条灵脉，宿主获得楚又晴开脉收获的20倍。
刚冲开不久，第二次返还来了。楚又秦冲开第3条灵脉，宿主获得楚又秦开脉收获的20倍。没过多久，楚又秦冲开了第3条灵脉，这速度不比慕容婉开5脉慢太多。可要知道，灵脉本身就比5脉难开，开灵脉的速度远远慢于5脉。楚又秦还能够保持这样的速度，足以说明他在仙道上的天赋。说他是天生的仙修，一点没错。又秦，不要太快，稳住，避免受伤。老师，我有把握的。清虚学院中，秦若兰有些担心楚又秦，实在是楚又秦开灵脉的速度太快了，一条接一条，这速度把秦若兰看得异彩连连的同时，又有些心惊胆战。开脉其实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每年都有不少人因为开脉受伤，严重的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灵脉的风险比起5脉还要大得多。5脉终究是有脉可遁，灵脉无中生有，无脉可医，更容易受伤。秦若兰就担心楚又秦一个不小心弄伤自己，那就麻烦了。楚又秦导也听劝，将速度稍稍放慢了一些，但也没有放慢太多。谁让他的古灵根吸收暗能量的速度太快了，源源不断的灵能被古灵根转化出来，他想慢都慢不下来。第4条、第5条、第6条、第7条、第8条、第9条。尽管楚又秦控制了速度，几个小时后，他仍是一口气开出了9条灵脉。又秦，关键的来了，先不要想着开天地奇脉，9条灵脉远非极限，这9条是大灵脉，若能再开出9条以上小灵脉，便可连成灵轮，到时再冲击天地奇脉不迟。好的，老师，这枚灵轮丹你吃下，有助你打开小灵脉。秦若兰及时给出了指导，还给了楚又秦1枚丹药，导师的作用在这时候便发挥出了价值。楚又秦服下灵轮丹，继续开脉。嗡，又一条灵脉被冲开，这是小灵脉。小灵脉的开脉难度比起大灵脉其实更难一些，而且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受伤，因为容易用力过猛。这就像毛细血管，能够容纳的血是有限的，你用大水去冲，不把血管冲破才怪。所以楚又秦的速度慢了下来，差不多每过半小时才能开1脉。还没停吗？北斗大学时，陆巡端坐在那里等着收获。小白趴在不远处，好奇地看着陆巡。陆巡身上时不时就有能量震动，这让喜欢挨着陆巡的小白不敢过去。从上午到中午再到下午，楚又秦这一次开脉开了整整1天。老师，我好像到极限了。楚又秦发现体内已经打不开新的灵脉了。一共有多少条？秦若兰问。36条。好，将它们连成灵轮。楚又秦调动灵能，将体内的灵脉连接起来，形成灵轮。我去，这么多灵脉，掉炸天了。另一边，陆巡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脉数量后，吓了一跳。他的体内大大小小的灵脉一共开出了180条，180条灵脉，说出去简直吓死个人，把陆巡自己都给吓到了。不仅灵脉多，在最后一条脉开出来时，剩余的热流还将这些灵脉连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灵轮。这个灵轮连通了陆巡的周身灵脉，其存在可以让灵脉变成了一个整体，修行速度更快。我要是修炼，那还得了。感受到体内的庞大灵轮，陆巡不由想，这么大的灵轮，那不得20岁4境，30岁5境，40岁直上第6境了。一般来说，不管是武修还是仙修，想要突破第6境，除非有特别的际遇，否则少说的几十上百年，不排除有运气逆天的。比如星空古路上有一些文明墓碑，这是身为失败的星球留下来的。这些文明墓碑里面往往有一些传承或者机缘，当然也有要你命的危险。如果运气好，在文明墓碑里获得修为舍利、武道结晶一类的东西，那就一飞冲天了。每一次遇到文明墓碑都会诞生一些幸运儿。不过呢，也有人说不是自己的东西终究有隐患。比如曾经有一个仙修在进入文明墓碑后获得了奇遇，短短几年就从第3境冲上了第6境。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仙修应该是被人夺舍或者灵魂融合，时不时就有精神分裂的状态，修为也不进反退，最后走火入魔，大好前程毁于一旦宿主禁止自行修炼，否则蓝星每次进入星空古路，宿主都会十死无生。似乎是怕陆巡想不通自己去修炼，系统及时给出了警告。得，我才不会这么傻呢。陆巡也只是说说，躺平多舒坦，时间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做什么也可以不做。失心疯才去修炼，应该没有了吧？陆巡感觉楚又秦的开脉应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他应该要准备开天地奇脉了。灵脉本身就难开，要开出天地奇脉来更是难上加难。楚又秦，你一定行的。陆巡对自己女朋友有信心。又秦，怎么样？如果累了的话，可以明天再来。不了，老师，
我感觉现在是最好开的时候。好，这枚甲式奇脉丹你服下，对你应该有帮助。老师，这太贵重了。无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清虚学院，楚又晴有些感动。秦若兰先后给了他2枚珍贵无比的丹药。在东方，甲氏集团的丹药有口皆碑，特别是断体丹、开脉丹、奇脉丹这些丹药效果都非常好，一般人有钱都买不到。对秦若兰这个第5境的仙修来说，想要买到虽然不是难，但身为一个导师，这份情谊也分外深重。楚又晴服下奇脉丹后，闭上眼睛开始冲击天地奇脉。天地奇脉的类型不少，按属性分的话，每一种属性都会有几种天地奇脉。如火属性的天地奇脉有赤阳脉、有红莲脉、有焚天五脉、赤霄脉等等，其中赤阳脉、红莲脉等既有5脉也有灵脉。仙修能开出什么天地奇脉，取决于很多方面。有灵根的话，就取决于灵根的属性，比如火灵根开出的基本上是火属性的天地奇脉，水灵根开出的水属性的天地奇脉。没有灵根，若能开出9条灵脉，也有很小的几率开出天地奇脉，这时候就有一定的随机性了。楚又晴的灵根属于极品天灵根，在属性上有些特殊，是无属性的灵根，也就是说，理论上它拥有开出每一种天地奇脉的可能。具体能够开出哪一种，没人说得准。无属性并非真正的无属性，有可能是隐藏的属性，以现在的检测手段很难检测出来而已。楚又晴希望开出来的是火属性的天地奇脉。火属性天地奇脉修炼所需的资源比较容易找到的，战斗起来同样威力非凡。父亲虽然停了他的副卡，母亲慕容嫣却是早早的就将开脉需要的太阳精魄和火属性的能量石准备好了。身为父母，他们不想楚又晴被黄毛骗走是一回事，但也绝对不会完全不顾女儿的前程。楚又晴先前在开脉之时便使用了不少的太阳精魄来淬炼灵脉，由此更容易打开火属性的天地奇脉。他并没有像林岩当初开赤阳脉的时候特地到太阳底下去，不需要。这个修炼室早已将周围的太阳光汇集了过来，制造出了最利于楚又晴开脉的环境。清虚学院身为国内顶尖学府，岂是说着玩的？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设施，都远超其他修行学校一大截。此时的楚又晴全身沐浴在光辉之中，皮肤由此变得通红。他紧闭着双眼，全力吸收着太阳精魄与火晶石。火晶石来自星空古路，里面的能量是暗能量的一种，并非能量块那种用来当生活能源的普通能量，所以价格也极其昂贵，巴掌大一小块就要几百上千万，而且也是有钱都难买到，只能用暗能量换。阿姨，够了够了，再多我就吃不下了。小洛啊，你加上我闺女没有？加了，她还没通过呢。另一边，陆巡等了半天，还是没等到楚又晴开天地奇脉，以为楚又晴今天不会冲击了，他有些饿了，便来到食堂吃饭。清北的食堂是少有的，阿姨打饭不仅不抖，还生怕你吃不饱的食堂。就像这个阿姨，不仅每次都给陆巡打得满满的，还要介绍他女儿给陆巡认识。小白，来吃吧。陆巡将一碗专门的饭端给了小白。他之所以每次都在要介绍女儿的阿姨那里打饭，便是因为阿姨会一声不吭的给小白也打上一碗。一人一猫美滋滋的吃了起来。何公子，那陆巡就一吐包子，不过是侥幸得了点奇遇，这才打开了天地奇脉。以何公子的能耐，要踩死陆巡还不是一脚的事。吃得正欢，陆巡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陆巡挑眉望去，看到了2个熟人，林岩跟何潇。说话的正是林岩，何潇正在向他打听自己的信息。这陆巡就是个混蛋，我早看他不爽了，回头我想办法把他骗出校去，何公子可以好好教训他一顿。谁他妈扔我？林岩说的正过瘾呢，一只鞋biu的一声飞了过来，正中他的后脑勺。他愤怒的回头，便看到了陆巡。陆巡，是不是你？正是你爷爷我扔的。陆巡打断了他的话，又是一只鞋对准林岩的脸扔了出去。打人就要打脸，丢！林岩明明看到了鞋，也想躲，脑子告诉他躲得过，可鞋来得太快，他硬是没能躲过，被砸得鼻青脸肿，脸上都给印出了一个清晰的鞋印。陆巡，你敢拿鞋扔我？林岩气得浑身发抖，脸上的鞋印火辣辣的疼，周围学生投来的异样目光更让他羞愤欲狂。陆巡，何潇同样看到了陆巡。几天前咖啡厅外的一幕还历历在目，那一次陆巡一击便将他打得吐血，身体也受了一些内伤。几天过去，借助药物，他的伤势恢复得差不多了，这家伙便想要报仇雪恨，这才找上了与陆巡来自同一所学校的林岩，想要打探一下陆巡的背景。哪知刚好被陆巡听到了。怎么，只准你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算计我，不准我当面教训你？陆巡光着脚站起身，小白机灵地叼来他扔出去的拖鞋，他随手揉了揉猫脑袋。林同学，背后蛐人是容易遭报应的。你！愤怒之下，
林岩正想说有种上擂台，可转念一想，他似乎打不过陆巡。林岩脸色变了又变，最终咬牙切齿道：陆巡，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何学长，请给我主持公道，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家伙。够了！何潇打断了林岩的话，冷冷道：陆巡，你好大的威风，不过我要提醒你，校规第3条，禁止在公共区域私斗。何学长，何潇的话让林岩万万没想到。林岩原本指望何潇教训一顿陆巡，但何潇堂堂一个拥有气海4层修为的大2学长，却拿校规来压陆巡，这让他看不明白了。怎么，你想出头？陆巡眉头一挑，将矛头对准了何潇。我大1，你大2，也别说我欺负你。走吧，我们擂台上见。陆巡，你这是自寻死路，学长，快答应他。林岩大喜过望，是何潇，他18岁就开了红莲脉，修为更是冲到了气海4层。这陆巡什么来头？才大1就敢挑战何潇，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关注到这一场冲突的学生越来越多，听到陆巡的话，更多学生投来了惊诧的目光。一个大1的新生居然主动找大2的老生上摆台，学生们纷纷为陆巡的嚣张感到不解。如果是一个开了天地奇脉的新生挑战未开天地奇脉的老生，还说得过去，可何潇同样具有天地奇脉，修为更是不俗。这新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挑战他？陆巡，他莫不是那个选择了废太阿的陆巡？是他？我道是谁？原来是他，那就说得过去了，都选废太阿了，再多点奇葩操作也不足为奇。这下他要挨揍了。当有学生认出陆巡后，食堂里的众多学生恍然大悟，可惜了，这么帅的脸，怎么竟干一些不着调的事？有连帅西地的学姐为陆巡感到惋惜。学长，正当林岩幻想着陆巡在擂台上被何潇一顿暴揍时，何潇却是半天没反应。林岩一看，才发现何潇目光阴沉，脸上阴一阵阳一阵，似在挣扎。这让林岩不解，堂堂拥有天地奇脉的气海4层，要镇压一个开麦不久的新人，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怎么这么磨叽？怎么，你不敢？陆巡往前一步，目光中充满了挑衅。陆巡，我不想欺负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就想让你欺负，快来欺负我吧。何潇想说场面话，陆巡直接打断了他。陆巡，你不要欺人太甚。何潇双目喷火，他确实想报仇雪恨，亲自将场子找回来。几天前那一战回去后，他复了一下盘，觉得陆巡是凭借厉害的身法击败了自己。何潇准备苦练身法，将自己的短板补起来。现在他伤还没彻底养好，身法离陆巡也还差得远呢。所以面对陆巡的挑战，何潇还真不敢接。怎么回事？何潇怎么连陆巡的挑战都不敢接了？这一幕让围观的学生们看得一头雾水。林岩更是满脑子问号，是不是拿错剧本了？不应该是何潇接下挑战暴打陆巡吗？为什么现在陆巡咄咄逼人，何潇却是一退再退，甚至连欺人太甚这种话都说出来了？这不对劲，很不对劲。你大2，我大1，我欺负你了吗？陆巡笑了。你……何潇气急，我怎么了？堂堂大2学长，气海境4层，不会连我这个大1新生也怕吧？说到这里，陆巡话音一转，是了，几天前你好像才被我打得吐血，手下败将，你不会是被我打破了胆吧？哗！陆巡的话让周围学生一片哗然。什么？几天前何潇被陆巡打得吐血？这怎么可能？学生们尽皆不敢相信。学长，林岩猛地看向何潇，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本能的不相信，可何潇面对陆巡的挑战时，那默默寂寂的样子告诉林岩，陆巡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该死！何潇满腔悲愤。陆巡一开始没有说出几天前咖啡厅外一战，而是步步紧逼，把他逼得极其窘迫后再突然揭穿。正好这时候周围围满了学生，这是存了心要让他丢脸。你不过是依靠身法偷袭而已，陆巡，你给我等着，等我养好伤，我们再来一战。何潇的脸肉眼可见的红温了起来，不得不放出狠话挽尊。好啊，我等你。陆巡淡淡道。走。何潇再也待不下去了，今天他的脸算是丢尽了。何潇怂成这样，看来是真的。他不是气海4层吗？怎么连陆巡都打不过？太没用了吧？没听说是用身法偷袭吗？陆巡刚武校毕业，这都能被他偷袭得手，不是陆巡太牛逼，就是何潇太垃圾。学生们的议论传入了何潇的耳中。陆巡，此仇必报。何潇气的肺都要炸了，匆匆逃离了食堂。学长，等等我。何潇一走，林岩看了一眼似笑非笑的陆巡后，哪里还敢待下去？他顶着满脸的鞋印就追了出去。快看那人！噗！他这是摔鞋底伤了吗？
一些学生看到林岩脸上的鞋印，笑成了一片。林岩崩溃了，在自己脸上一顿猛擦。可那鞋印如肉3分，哪是能这样擦掉的？林岩只好捂着脸在校园里狂奔，连何潇也顾不得追了，只想快点回到宿舍把鞋印处理掉。结果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仙女，集美们大无语事件。现在国男行为艺术都这么抽象了，脸上纹个鞋底印就敢往女生身上扑。然后林岩发现他的美照被小仙女拍到校园网去了，还得到一个鞋男的美称。陆寻，老子跟你不共戴天！林岩彻底裂开了。小白，吃饱了吗？喵。北斗大学食堂，一人一猫用膳完毕。学弟，能加个 V 吗？学姐的剑谱缺个陪练。不谈，谢谢。陆寻抱着小白离开了食堂。陆寻学弟，有兴趣加入我们古路远征军吗？刚出食堂，又有学生追了上来。古路远征军就是社团，我们团有10几个人都进入过星空古路的节点。如果学弟以后有机会踏足星空，我们可以抱团。哦，我考虑考虑吧。这是我的名片，有想法随时联系我。这个学生是一个社团干部。在修行学校也存在着不少社团，与普通学校的社团相比，这些社团的实际意义更大一些。比如若有机会进入星空古路的节点，社团里的学生可以抱团取暖。陆寻暂时还没想法，目前这点实力，就算蓝星重新进入星空古路，也没机会踏足古路节点。天色渐暗，尽管蓝星已不在太阳系，现在的昼夜时间与在太阳系时差不了太多。陆寻抱着小白准备遛遛弯便回去睡觉。听说了吗？那个陆寻还有真2把刷子，居然把一个气海4层的大2学长给打吐血了。真的假的？陆寻不是才毕业吗？说是偷袭得手的。那还差不多，不过就算偷袭也很厉害啊，想不通他为什么选了废泰啊。迎面走来的几个学生刚好聊到了陆寻，消息传得这么快。陆寻拿出手机一看，这才发现校园网上果然有了帖子。刚好这段时间正是新生最活跃的时候，所以消息传得较快。这几个学生也是新生，至于大2以上的老生，大多都在埋头修炼，关注到这件事的就要少太多了。哇靠，陆寻，你牛逼了，连气海4层都能打吐血，带带弟弟呗。你天地奇脉开了没呢？这狗入的天地奇脉死活就是开不了，我跟一个学姐逛街找找灵感。你以前不是说学姐狗都不谈？嗨，那是我年轻不懂事。陆寻，你不知道学姐身子有多香，小手有多软。李不凡发来的消息让陆寻大开眼界，不知道是哪位学姐如此神通广大，居然把这小子拿下了。喵！怀里的小白喵了一声，紧接着刚刚还昏暗的天空突然间变得异常明亮。陆寻抬头一看，天际之上仿若火烧一般，红云滚滚，霞光沸腾，在那滚烫的赤焰天幕之中，一轮轮大日如神奇苏醒般接连跃出火海，将整个京城照得一片通红。每一轮太阳诞生的瞬间都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凤力，只见一只只通体赤金的凤凰从焚天烈焰中振翅而出，以玄奥的轨迹环绕着新生的太阳盘旋飞舞。哇，是异象，好惊人，这异象不得了。校园里传来了惊呼声。在京城这种天才汇集、强者如云的地方，天地异象并不罕见，不说每天都有，但基本上每隔几天都会出现一次天地异象。有时候一天出现好几次天地异象也有可能，只不过大多数天地异象范围都不大，声势也不是那么惊人。这一次的天地异象就有点惊人了，主要是太阳。一般的天地异象如灵岩开赤阳脉时升起了一轮赤阳，可这次的天地异象，太阳就跟不要钱似的，一轮接一轮升了起来。有太阳的异象中出现的太阳越多，这异象就越惊人，引发异象的天才就越妖孽。1轮、2轮、3轮、4轮、5轮，有学生脖子都仰成了90度，在数着升起的太阳的数量。6轮、7轮、8轮、9轮。当第9轮大日从赤焰中升腾而起时，整个京城仿佛陷入了末日般的炽热，天空不再是红霞漫卷，而是彻底化作了沸腾的火海。9轮煌煌大日悬挂天穹，每一轮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9轮大日，这是9曜灵脉，赤焰焚霄9日玄，黄五金凌冽浩玄。好久没见9曜灵脉了。天空之中几道流光停了下来，盯着天上的9轮太阳惊呼。然而异象并未停止，轰！第10轮大日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冉冉升起。10轮，一人声音颤抖，显示出极度的不平静。可这还不是终点，第11轮、第12轮大日接连升起。圣脉惊鸿12曜，12曜圣脉。京城之中更多的人坐不住了，纷纷冲向天地异象的中心。9曜灵脉并不是某一种灵脉的名字，赤阳脉
红莲脉之类的天地奇脉本身有高下之分，如果能开到极致，也可能引发九曜异象。九曜就已经厉害得不得了了，现在居然冒出了12轮大日，这是传说中的12曜圣脉。蓝星自踏上星空古路以来，12曜圣脉的异象仅仅出现过一次。楚右秦打开了焚霄赤黄脉，宿主获得楚右秦开脉收获的20倍。宿主将打开天地奇脉，无法完全遮掩异象，将释放部分异象。在一轮轮大日升空后，陆巡也迎来了自己的收获。什么？13轮？于是天际之上冒出了第13轮大日。不，13轮不是极限，还有14轮、15轮、16轮，直到17、18轮，足足18轮大日。啪！清虚学院的校长办公室，老校长手中的茶杯啪地摔碎在地。18曜怎么可能？18曜4，怎么会有18曜？那波动传来的方向是清北。18轮大日升空，着实太惊人，整个京城都被照得比白昼还要更亮，这也让京城沸腾了起来。无数强者都被惊动，一道道流光冲天而起，飞向清北的方向。18曜，不对，这是双重异象。天际之上有强者投下了目光，这位强者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双重异象，这意味着这一次的异象是2个人引发的，而不是1个人。但这双重异象太过接近，便导致不容易分出来。饶是如此，双重异象能够出现18曜，也着实惊人。咦？强者突然轻疑了一声，因为在18曜异象出现后，变故再生。锵锵，凤鸣锵锵，一只七彩凤凰腾空而起，在其背上赫然背负着一轮金色大日。凤凰复日，这是什么脉？天际之上的强者露出了沉思之色。就叫你不死神皇脉吧。很好，这下我有第2条命了。北斗大学靠近清虚学院的一片空地上，响起了陆巡的低语。楚右秦打开的是焚霄赤黄脉，也可以叫赤黄脉。20倍返还后，陆巡给它取名叫不死神皇脉。天地奇脉的特别之处在于会赋予拥有者一种特殊能力，不死神皇脉赋予陆巡的特殊能力便是涅槃之力，相当于给了陆巡第2条命。怎么合在一起了？这时陆巡发现刚刚打开的不死神皇脉在20倍返还的热流之下，居然跟之前的天地奇脉合在了一起，准确来说是连在一起，渐渐变成了同一条脉。要知道之前打开的天地奇脉是5脉，这一次是灵脉，5脉跟灵脉还能合并的。天地奇脉乃夺天地造化而生，最好合为一体，否则容易为天地所针对。由于宿主具备混沌神体，第1条天地奇脉具备混沌属性，故合并后不会产生冲突，也不影响2种天地奇脉的功能，反而会产生更多神意。系统的提示让陆巡放下了担心。这么说，得亏第1个绑定的慕容婉了。陆巡庆幸，慕容婉的玲珑宝体和玲珑脉本身就可以兼容多种能量。注意，这里是能量，比如慕容婉可以修习雷系功法，也可以修习火系功法、冰系功法等等，整个武道的所有车道都为他敞开。不像赤阳脉这种，只有修炼火系功法效果最佳，修炼其他系的功法反倒会事倍功半。但必须是武道，慕容婉无法走上仙道。玲珑宝体10倍返还给陆巡，变成混沌神体后得到了升级，从兼容多种能量变成了兼容多种力量，这让陆巡既能走上武道，也可以走上仙道或者其他的道路。如果他第1个绑定的不是慕容婉，没有混沌神体，反倒有点麻烦，因为会存在力量兼容的问题。刚开始或许没什么，一旦变强后，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命。仙武双修说起来美好，操作起来太难了。一些仙修炼武其实是炼体，属于仙修中的体修，与武道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真正的仙武双修是既开5脉又开灵脉。曾经的蓝星上不是没人尝试过，有精才绝艳的天才开出了5脉后，再度强行开了灵脉。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天才在成长到第4境后，力量失衡导致重创，基本没可能再进一步。混沌神体与混沌神脉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2重异象，清虚学院有1个，北斗大学也有1个。诸位，清北净空，还请不要靠近。这时天上到来的修士终于有了发现，这一次的异象是双重的，一道道流光已然略尽。不过清虚学院与北斗大学中都有修士升空，将前来的修士挡在外面，这让众多的修士难以接近，只能在外面远远看着。果然是清北的，没戏了。有其他修行学校或势力的人原本想来看看能不能挖墙脚，一看到2人都在清北，就知道没戏了。在这里，你们看他头上。这时几个学生发现了陆巡，惊呼了起来。陆巡的头上同样出现了异象，与天地异象遥遥相应，这足以说明天上的异象有陆巡的一份功劳。他好像是陆巡，
什么？那个选了废材阿当导师的陆巡，他不是已经开了天地奇脉了吗？为什么又引起了异象？这几个学生都有些不解。安静。这时，一个青衫男子从天而降，挡住了那几个学生。是他。这青衫男子去过咖啡厅，见过陆巡。宁校长，陆巡不是开了天地奇脉了吗？怎么又引起了天地异象？一个认识青衫男子的学生小声问。如果我猜的没错，他应该是打开了灵脉中的天地奇脉。青衫男子沉声道。什么？灵脉？4，开了5脉，还能再开灵脉？何止啊，不管是5脉还是灵脉，他都打开了天地奇脉，这是什么样的怪物啊？宁校长的话让几个学生尽皆惊了。哪怕在清北这种天才云集之地，拥有天地奇脉的终究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这几个学生可都没有天地奇脉。结果现在陆巡在武道上打开了天地奇脉就算了，在仙道上再次打开了天地奇脉，哪怕在天才云集的清北也罕见到极点，足以令这些天才感到不可思议。陆巡开了灵脉，还打开了天地奇脉，我天，真的假的？他这么逆天吗？如果是真的，他恐怕是我们今年这一届最妖孽的天才。很快消息就通过这几个学生传开了，在北斗大学的学生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海量的学生开始朝着这里而来，将这一带围得水泄不通。校园网与学生群里更是热闹非凡。情况明确了，12曜异象应该是清虚学院的学生引发的，6曜与凤凰赴日则是陆巡引来的。陆巡打开的天地奇脉应该非常不错，但范围远不如清虚学院的大。有人打听到了最新的消息，就算范围不大，陆巡打开2种天地奇脉也称得上惊才绝艳吧。确实，我1种天地奇脉都没有，他居然有2种，实在想不明白这样的天才为什么会选废太啊。学生们震惊不已，议论纷纷。该死，他怎么能？这个消息让林岩懵了。在被陆巡以鞋底打脸后，这几天林岩勤学苦练，想要有朝一日找陆巡一雪前耻，结果陆巡居然又开出了天地奇脉，还是仙道的天地奇脉。天地奇脉不要钱的吗？说开出来就开出来？怎么会？一个修炼室里，何潇也被这个消息弄得有些始料未及。正在苦练身法的他，这会儿也没有半点心情再练下去了。什么天才，疯子还差不多。这时，一个学生群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是许峰学长。许峰学长，怎么说？何潇看到这个消息来了精神，赶紧前去求教。对方是大3的学生，实力与见识都要远远超过他。仙武双天地奇脉，这是要走仙武双修路子。仙武双修听起来牛逼，但自从蓝星踏上星空谷路来，你们可曾听说有谁成功过的？许峰学长问。好像是，确实没有听说谁成功过。不是有一些仙修的身体格外强大，单凭身体能够与武修打个旗鼓相当的，结果他的法术也格外厉害，那是法体双修，都是仙道，跟仙武双修不一样。群里的其他人你一言我一言说了起来。许峰学长，仙武双修难道有什么隐患？何潇怕这些人聊歪，赶紧问。当然，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体系。仙道重元神，以元神为本，灵力为用；武道重意志，以身体为本，真气为用。他要走仙武双修，最难解决的就是力量冲突的问题。前5境或许还好，一旦突破第5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足以要了他的命。天地奇脉乃夺天地之造化，他一下子开2条，这是当天道不存在吗？等他遭受天劫时，他的天劫将会比别人大出10倍不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修行不易，一条路走到极致已是千难万难。他分心2用，无异于自设险阻，这般贪多求全，只怕……许峰学长侃侃而谈，将仙武双修的种种隐患说来。我去，10倍天劫，这么说他还真是个疯子。不，我还是觉得他是真正的天才。天才跟疯子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吗？许峰学长的话让群里的成员们讨论了起来。有人觉得陆巡是真正的天才，也有人觉得陆巡太疯狂了，这是拿自己的命在玩啊。这我就放心了，何潇的心总算定了一些。这个群里的讨论很快被人散布了出去，在北斗大学的新生群体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陆巡还不知道他已经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太在意。他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系统宿主而已。现在的陆巡有自己的烦恼，原因无他，傅雪这个大漂亮姐姐又来了。傅老师，眼看傅雪那双潋滟的眸子如同鉴赏稀世珍宝般一瞬不瞬地凝着自己，陆巡头开始大了。陆巡，你刚刚开的天地奇脉是灵脉？傅雪问。是的，老师。陆巡答。既开5脉，又开灵脉，还都开出了天地奇脉，你的天资世间罕有，但你可知道这样做有多凶险？
傅雪又问：“老师，我感觉还行。”陆巡再答：“我手里有一门功法，兴许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校领导都在这里，从今天起，你的导师变更为我，以后我对你负责。”傅雪声音变大，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来了，他来了。陆巡脑袋瓜子变得比南瓜还大。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星辰圣体学生吗？干嘛一直盯着自己？大漂亮姐姐，你值得更好的。傅长老，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费太阿懒洋洋的声音响起。救场的来了。费老师，你来的可太及时了。陆巡给他点赞。老师，你可来了，我这麦开的怎么样？陆巡赶紧跑了过去。不错，不错，不愧是我费太阿的学生。费太阿满脸含笑，夸了一番陆巡后，他拿出了一张卡，递给了陆巡。这张卡里有10万单位的暗能量，就当是这一次开卖的奖赏。以后每个月为师再给你2万单位，为师别的不多，就暗能量多。10万单位暗能量，哗！周围的学生羡慕的眼睛珠子都要凸出来了。不要说学生，老师也羡慕啊。清北的普通讲师基本上都是第3境的修士，10万单位暗能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巨款。谢谢老师。陆巡连忙欣喜地接过。选择费太阿的另一个好处来了。费太阿道心已碎，终身难以寸进，自己也得过且过，不求上进。这使得费太阿反而能够把暗能量存下来。否则像其他5境大宗师，就算获得暗能量更容易，可自己修炼的消耗也大啊。好徒儿，为师也要振作起来，定要把你培养成才，不能让别人看了你我师徒的笑话。费太阿的下一句话就不怎么对劲了。老师，你怎么也来了？你先去换点丹药之类的巩固巩固，3天后到秦叶楼的修炼室来，我亲自监督你的修炼。费太阿继续道。完了，他要上镜了。是，老师。周围一圈的老师，陆巡这时候也不好表现出异常，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罢了。看到这一幕，傅雪知道自己又没戏了，他摇摇头，悄然离开。哇哇，陆巡又一次拒绝了傅雪，坚定地选择费太阿。不过费太阿也真是大方，给了他10万单位的暗能量。我去，10万单位，我现在选费太阿还来得及吗？醒醒，你都没天地奇脉，怎么选？陆巡第2次拒绝傅雪的事很快传开了。这一次由于费太阿出手太过大方，让不少学生反倒羡慕起了陆巡。快看，那就是陆巡，他就是陆巡嘛，长得好帅。校园里陆巡是彻底出名了，认出陆巡的人也变得多了起来。巡哥、活弟、义父，把你的天地奇脉分我一条吧。李不凡兴冲冲地跑来找陆巡传授经验，他最近一心想开天地奇脉，都要魔怔了。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这3天楚又琴给陆巡发了一条消息报喜，两人并没有见面。3天一到，这天一早，陆巡不得不苦着个脸来到秦叶楼。这一栋楼里面有着大量的修炼室，费太阿早已经在一间修炼室里等住陆巡。陆巡发现今天的费太阿换了一身新衣服，连胡子也整理了一下，俨然一副要洗心革面的样子。糟了，陆巡心中一沉。老师，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酒？好香啊！陆巡灵机一动，抢在费太阿前面开口了。这是神仙醉，这可是上等的灵酒，我亲自酿的，有钱可都买不到。费太阿面有得色，原来是老师亲自酿造的。我说怎么香得这么醉人？老师，我能尝一尝吗？陆巡露出了渴望的神色。给你。费太阿将葫芦扔了过来。陆巡将塞子一打开，浓郁的酒香瞬间弥漫整个修炼室。好喝。陆巡倒了一杯，喝完后马上喝起了第2杯。老师，你这酒用什么酿的？简直太好喝了。老师，我敬你一杯。老师，我再敬您一杯。于是修炼室里，陆巡与费太阿你一杯我一杯，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陆巡，记得按计划表修炼。喝着喝着，费太阿脑袋一歪，睡了过去。睡前还没忘让陆巡去修炼。我这混沌神体果然牛蛙，千杯不醉。陆巡没有丝毫醉意。想了想，陆巡找来了一张薄毯给费太阿盖上，然后他拍拍手离开了这里。修炼是不可能修炼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修炼。陆巡，昨天我醒来时你不见了，你干什么去了？老师，我在修炼武技，要不我施展给你瞅瞅。第2天，费太阿又来了。陆巡头大，好不容易选个佛系的导师，结果这导师被他感动了，要发愤图强了，这尼玛找谁说理去？好在陆巡用万宗步糊弄过去了。老师，还有神仙醉吗？陆巡又开始讨酒喝。不出意外，费太阿再次喝得酩酊大醉。陆巡，这间修炼室没有使用记录，你是不是偷懒了？没有，绝对没有。老师，你不用这样盯着我的，我的进步很快呢。不信你看，我的万宗步又有了进步。不错，光有身法不够，
这是我根据一本无名剑谱自创的太阿剑法，只有前5式，交给你发扬光大了。废太阿将一门剑谱递给陆巡。完了，陆巡彻底头大。接下来2天，虽然陆巡每天都会把废太阿灌醉，但废太阿第2天一早会准时到来。陆巡心里那个后悔啊，别的导师也就是让助教监督，废太阿倒好，自己亲自跑来监督，还特么每天都来。还好陆巡藏了一点东西，能够应付过去。只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老师，你酿的酒这么好喝，师娘一定是天下间最幸福的人吧？眼看喝酒没用，陆巡尝试换个办法，也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知陆巡一开口，废太阿整个人就不好了。他拿起酒葫芦，咕噜咕噜便往嘴里灌。来，喝。废太阿主动给陆巡倒酒。我是不是说错话了？陆巡想。第2天，废太阿没来。第3天，废太阿依旧不见人影。杀伤力这么大吗？对不起了，老师，你还是继续颓废下去吧。陆巡嘴上道歉，心里却是松了一大口气，终于又可以安心躺平了，舒坦。接下来几天，废太阿都没有来，这可把陆巡舒服坏了。这太阿剑法倒是可以给慕容婉按能量的话，看看他需不需要吧。陆巡现在手里的好东西不少，废太阿给的太阿剑法，陆巡瞅了瞅，发现很是高深，极其不简单。相比之下，废太阿当初给的那本地级功法，对清北的学子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功法的等级，天地玄黄，天级最高，地级在第2档。放在外界，地级功法就珍贵了，但也不是人人都能练的。五脉、灵脉不够厉害，去修炼太高等级的功法，反倒会适得其反。废太阿给的10万单位的暗能量，陆巡原本准备全部给楚又晴。楚又晴的家里现在还断着他的卡，想逼楚又晴让步呢。不过想了想，陆巡决定也给慕容婉一些暗能量。慕容家最近形势不稳，慕容战疗伤消耗的暗能量不少，慕容婉不见得不需要。假期都过去一半了，慕容婉还没来京城，看样子应该是开学才会来了。陆巡继续了自己的躺平。楚又晴每隔几天会给他发一条消息，说一下近况。他在全力修炼，以求在开学前进入第2境，这样开学进行修为测定后，他可以领到更多的暗能量。至于丹药灵物或者其他的资源，都是可以用暗能量去换的。暗能量既可以自己修炼用，也是修士之间的货币。小白这边仍没有异常，陆巡也不着急，每天悠悠闲闲的躺平，时不时还是会去上一上理论课，或者去修炼室做做样子。哈哈，陆巡，你凡哥开出天地奇脉了。1周后，在一次天地异象之后，李不凡兴高采烈地跟陆巡报喜，他终于开出天地奇脉了。他的天地奇脉叫玄黄五脉，这是土系的天地奇脉，重防御力量。林岩，来啊，哥哥让你先动手，这可是你自找的。一开出天地奇脉，李不凡兴冲冲地找上了林岩，要跟他擂台剑。擂台是学校之间比试切磋的场所。李不凡开出玄黄五脉时，天地异象的范围比林岩的更大。林岩这些天降赤阳脉扩宽了一些，加上赤阳脉重攻击，他对战胜李不凡有足够的信心。在不少学生的围观上，两人在擂台上打得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这家伙，陆巡也在观战。这一战颇有点意思，李不凡一味的防，林岩一味的攻。待林岩累得不行后，李不凡这才出击，一击定胜负，将林岩打下擂台。服不服？服你妹！你除了当乌龟还会什么？连哥的防都破不了，还在这里狗叫。两人打完架，又开始打嘴仗。林岩不服气，他打不过陆巡就算了，现在连李不凡也没能打过。咦，那不是邪男吗？是他。正郁闷呢，有女生认出了林岩。哈哈，原来你就是邪男，你是要笑死我，好继承我的拖鞋吗？李不凡大声嘲讽。我要杀了你！林岩原地爆炸。陆兄弟，有眉目了。在李不凡开出天地奇脉的第2天，陆巡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是那个叫罗大生的暗网杀手发来的。怎么说？要杀你的人在荣城，应该跟你有救。知道你经常去英烈陵园，最近他又加了价，把对你的委托加到3万暗能量了。你要小心，这个价格会有第3境的修士动心。3万暗能量，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第3境修士确实有可能动心，特别是那些用时间熬到第3境的修士。李胜，罗大生的话让陆巡彻底确定了，要杀自己的肯定是夺走自己全部家产的李胜。对方在知道他开出天地奇脉后，怕陆巡崛起，将来找他算账，所以才有杀陆巡之心。楚又晴突破第2境，你获得楚又晴收获的20倍。2天后，楚又晴突破了第2境，陆巡因此迎来了20倍返还。先到第2境是聚气，通过灵脉吸收暗能量，将其转化为气态的灵力。当灵力足够多的时候，在丹田开辟灵府，便可以突破第2境。
这一境与武道有些类似，但力量性质不同。嗡！随着灵力的不断增多，陆巡的丹田内一个庞大的灵府被开辟了出来，灵力继续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与武道不一样的是，灵力不是通过灵府来压缩与升级，灵府仅仅是储存灵力的地方。灵力想要变得更精纯，需要先修自己来进行。这时候若有灵轮，那便简单的多了。灵力在灵轮中运转，便可借助小灵脉将灵力压缩，变得更加的精纯，直至变成物态、半液态，直至液态，最后凝结成丹，便可踏入第5境玄丹境。先修的前5境主要就是围绕灵力在进行。对陆巡来说，这个过程简单的多，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做什么，那股热流便自行解决了一切。他的体内灵力不断增多，当多到灵府容纳不下时，密度开始上升。他的实力也从聚气1层不断上升，升到聚气2层、聚气3层、聚气4层、聚气5层，一直到冲到聚气第6层才停下来。20倍返还确实更给力。慕容婉突破只让陆巡到了气海3层，楚又秦突破却是冲到了聚气6层。要知道，不管是武道还是仙道，陆巡比起同境界的其他修士都要更强。这也意味着陆巡升1层也需要付出更多，再加上每往上1层本身就要强出很多，就这样还冲到了聚气6层，足以说明20倍返还的给力程度。就这一下，相当于一些绝世天才大半年，普通天才1-2年，普通仙修大几年的苦修了。陆巡，我突破第2境了。楚又秦开心地打来了视频，恭喜！陆巡送上了祝福。我们晚上在清北街见面吧。楚又秦有些想陆巡了，这大半个月他一直埋头苦修。好，正好，陆巡准备把暗能量给他。暮色四合，京城的灯火次第点亮，霓虹如流彩般在楼宇间流淌。在3颗月亮的照耀之下，长街上的车灯画出金色轨迹，整座城市在夜色中渐渐苏醒，闪烁着迷离而繁华的光晕。陆巡，北斗大学的校门处，楚又秦开心地跑了上来，自然而然地挽起了陆巡的手。是陆巡，哇，他女朋友好漂亮。这一幕刚好被认识陆巡的学生看到。什么？陆巡有女朋友了？淡定，有女朋友怎么了？没有女朋友，你需要跟一堆人竞争；有女朋友，你只需要跟他女朋友竞争。一个女生煞有其事对自己的闺蜜科普，他女朋友这么漂亮，我竞争得过吗？她的闺蜜没信心。错位竞争懂吗？你不需要跟她比漂亮，那比什么？骚啊！去你的！这对闺蜜玩闹似的打了起来。陆巡这边与楚又秦手挽着手进入离清北街，离正式开学很近了。最近2天出来压马路的情侣颇多，整个清北街大多是成双成对的学生。单身狗若要来，得有一个强大的胃才行，否则会被狗粮吃撑。你母亲还没走吗？别管她，慕容嫣还在。她盘下的那个铺子专门卖一些来自星空古路的小玩意，比如月光石手链、星沙项链、星轨同心结、月露耳坠之类的，还有碎星琉璃瓶，小巧的玻璃瓶中装着随温度变色的星辰，握在掌心时会泛起淡淡的蓝光，宛如捕捉了一缕银河。这种小玩意儿虽来自星空古路，价格却不是很贵，清北的学生基本上都消费得起，同时还适合情侣之间赠礼。再加上他这个老板娘实在太有韵味，他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了。不过呢，他主要的目的还是盯着楚又秦。这不，陆巡跟楚又秦一到，慕容嫣就扔下铺子跑来当跟屁虫了。对付自己的母亲，楚又秦还是4个字：不管不顾。甚至为了气慕容嫣，他故意亲昵地挨着陆巡，小手与陆巡始终十指紧扣，看得慕容嫣气鼓鼓的，那饱满的胸脯都因此不住起伏。陆巡，听说你也开了灵脉，你要仙武双修吗？可他们说仙武双修很凶险呢。没事，不用担心我，你好好修炼就行了。我相信你。楚又秦也听说了陆巡的事，对陆巡他有着莫名的信心。哇，这么多吗？这是费老师给的，他给的太多了，我也用不完。你修炼耗费很大，拿着。好吧，我以后会还你的。陆巡将8万单位的暗能量给了他。楚又秦拿出小本本记了一笔后收下了卡。陆巡一看，他记录的是他给的暗能量数量。这小妮子也好，她不是那种只知道索取的女生，陆巡不让她这样做的话，她反而不会心安。这小子还真是个学姐。逛着逛着，陆巡远远地看到了李不凡。李不凡正与一个漂亮学姐一起乐呵呵地压着马路。曾经立志不当舔狗的他，又是给学姐买饮料，又是买礼物，甚至还会蹲下去帮学姐系鞋带。舔狗，陆巡表示鄙视。就算因为柳梅的故意隐瞒，他对柳梅好了3年，也没有像这样舔过。不过这小子舔归舔，跟学姐似乎进展不错。
逛着逛着，居然拉上学姐坐上出租车，不知道是不是要去 KFC， 总算没给她一爹丢脸。陆巡与楚又晴逛得很晚，还吃了个夜宵才分开。慕容嫣盯了一晚上的烧，当了一晚的电灯泡，还生了一晚的闷气。不，这个气他得生到明天，甚至后天去。把楚又晴送回学校后，陆巡回头一看，慕容嫣正在10几米外气鼓鼓地看着他。如此美妇人，生起气来看上去别有一番风韵。想了想，陆巡走向他，想告诉他不必这样盯着自己，他又不会拉着楚又晴去开房。不过慕容嫣没心情跟陆巡说话，对着陆巡哼了一声后，便回到了自己的铺子里。好吧，走吧，我们回去。陆巡抱着小白回到了北斗大学，快开学了，慕容婉怎么还没来？也没啥动静。陆巡好奇起慕容婉的动态。慕容婉突破气海2层，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20倍。正好奇呢，这个晚上收获就来了。好快，距离上次慕容婉突破气海1境才1个多月吧。要知道慕容家最近事多，慕容婉的经历被牵扯了不少。好家伙，陆巡的武道修为也开始猛涨了，从气海3层一路往上冲，一直冲到了气海8层才停了下来，一下子就冲上了5层。看起来似乎没有从楚又晴那里获得的收获大，不过呢，越往上升级是越难的。还没开学就有了气海8层的修为，修为测定的时候不会被人当怪物吧？陆巡砸舌，武道气海8层，仙道聚气6层，这要是说出去得吓死一堆人。不行，不能全部展示，否则肯定会被人盯上。武道就展示气海3层吧，仙道聚气1层就够了。陆巡琢磨了起来，正式开学后就会面临修为测定，测定后学校会根据修为发放每个月的暗能量，当然也分档次的。同样的修为，第1档跟第2档之间的差距不小，也不能完全藏着，必须适当透露一些，循序渐进才对。离他第一次开麦也有2个多月，武道3层，仙道1层是比较稳的。现在实力不够强，得苟，不能太引人注目。这才开灵麦半个多月，要让人知道他的真实修为，100%会被人盯上。不说暴露系统的风险，万一有更强势的导师非要来教导自己，那也要命。就这样，陆巡摸着小白的脑袋，有了定计。喵！小白习惯性地蹭了蹭陆巡，他身体里的公主仿佛不存在了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冒出来。2天后，上午10分，慕容嫣等在了清虚学院的校门处。几分钟后，楚又晴出来了。又晴，我自己坐车。楚又晴径直上了一辆网约专车，慕容嫣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待楚又晴离开后，慕容嫣叹了一口气，开着车前往机场。今天是慕容婉到京城的日子，慕容嫣身为姐姐，自然要去接她。小姨，2个小时后，机场接机处，楚又晴开心扑进了慕容婉的怀里。由于年龄相差不大，她跟慕容婉的关系一向很好。慕容婉今天穿得很精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楚又晴与慕容嫣的到来，3大美女站在一起，竞相争艳，顿时成了全场的焦点。婉儿，坐了这么久的飞机，累了吧？还好，姐姐，明天才正式开学，今晚你先住我那里吧。我们姐妹难得有时间单独相处，好好说说话。好。待楚又晴与慕容婉说完了话，慕容嫣上前邀请慕容婉与她同住。姐妹俩相差10几岁，关系反倒不如楚又晴与慕容婉这般亲密，不过姐姐邀请，慕容婉还是答应了。慕容婉来了，陆巡收到了楚又晴发来的消息，慕容婉来京城了。自开麦后的2个来月，她的收获颇大，短短的时间里就突破了第2境，还来到了气海2层。这还是在慕容家有一些事情牵制的情况下。现在她来京城专注于修炼，实力的增长应该很快，相信不用多久，陆巡的武道修为又可以蹭的往上涨了。小姨，再见了，明天我来陪你入学。另一边，楚又晴与慕容婉告别。慕容婉有些奇怪，楚又晴为什么不去慕容嫣那里？她还不知道，这对母女因为陆巡闹得有点僵。慕容嫣担起了当姐姐的责任，花了一下午陪着慕容婉将生活用品买齐了，准备明天就送到学校去。我以后会长住在京城，妹妹在学校里如果待得无聊了，可以随时过来坐坐。我们姐妹有好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说过话了。慕容嫣目光中带着追忆，拉着妹妹的手，2姐妹说起了话。她说了很多，从小时候她最爱背着慕容婉，到慕容婉长大后成了她的跟屁虫，再到生了楚又晴后几岁的慕容婉对楚又晴喜欢的不行，每天推着楚又晴到处走。说着说着，把慕容婉的回忆也说得浮上了心头。童年的时光总是那么美好，那时候的世界没有那么复杂，姐妹之间的感情也更纯粹。可惜童年是回不去的，正因为回不去，所以那段记忆才那么特殊，那么弥足珍贵。于是这一说，2姐妹就说到了大半夜。
大多数时间是慕容嫣在说，慕容婉在听。姐姐，右晴好像跟你闹矛盾了。姐妹说了这么久的贴心话后，关系进一步拉近，慕容婉这才问起了这个问题。是啊，慕容嫣就是在等慕容婉问。所以慕容婉一问起，慕容嫣就迫不及待又语重心长说起了陆巡的事。陆巡，慕容嫣没有注意到，一提到陆巡，慕容婉的神色就变得有些许复杂。那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如果不出意外，也将是最后一个。在开出玲珑脉之后，慕容婉便决定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之中，感情的事她不再考虑，以后就算成长起来，也不会再嫁人。婉儿，你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背景有多重要。陆巡无父无母，背后没有家族支撑，右晴跟他只会误了自己啊。慕容嫣叹道。可是姐姐，陆巡不是开了天地奇脉吗？他不止开了天地奇脉，半个月前他还开了灵脉与第二条天地奇脉呢。啊！慕容嫣的话让慕容婉不由有些吃惊，他一直在荣城，还不知道这件事。看这个样子，他打算仙武双修。如果他不这样，兴许还有前途。可他选择仙武双修，这是自毁前程。仙武双修的修炼速度太慢了，新纪元开始后就没有人成功过。慕容嫣丝毫不看好陆巡。慕容婉沉默了，他也没想到陆巡居然会选择仙武双修。仙武双修确实很难，不说别的，就是修炼速度就比别人慢一大截。婉儿，你说他都这样了，右晴在跟着他，是不是错付良人？慕容嫣看着自家妹妹问。再度沉默几秒后，慕容婉道：姐姐，年轻人谈个恋爱很正常，我觉得陆巡没有你说的那么差，不如尊重一下右晴的选择，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你看怎么样？慕容嫣有些没想到，自家妹妹怎么有点向着陆巡说话的感觉。妹妹，你是不知道何家开出的条件有多丰厚，天际功法还承诺了海量的资源，右晴要嫁过去不用多久就会比父亲还厉害。相比之下，陆巡有什么？慕容嫣想要说服自家妹妹。姐姐，我觉得还是尊重一下右晴比较好。慕容婉没被他说服，我又没有强迫他，只是总感觉他跟着陆巡会毁了自己。那陆巡给我的感觉一点不靠谱，要不你帮姐姐一个忙行不行？我们一起试出陆巡的真面目，好让右晴死心。慕容嫣捉着慕容婉的双手，目露恳求。帮忙？慕容婉不知道慕容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自家姐姐都这样求自己了，不答应反倒不好了。于是慕容婉道：姐姐，你说需要我怎么帮忙？如果能帮，我一定帮。慕容嫣见妹妹答应，很是高兴。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美人计。美人计？美人计，你帮姐姐去勾引陆巡，只要陆巡上当，被你打动，右晴就能看清他的真面目，从而甩了陆巡。慕容嫣说起了自己的计划。妹妹你这么漂亮，又是荣城第一美女，姐姐长得都不如你。你在荣城不知道是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你若出手，陆巡必定手到擒来。一说起来，慕容嫣就止不住了，她仿佛看到了陆巡在慕容婉的勾引之下把持不住的场景，到时候自家女儿就会对陆巡失望至极，从而服从他的安排。她没注意到慕容婉此时的表情有多惊愕与复杂。婉儿，你不用担心，又不是真让你跟他发生什么，只要让陆巡的真面目显形就可以了。慕容嫣发现后，又以为是妹妹担心，便安慰道：姐，右晴可是你的女儿，这么做合适吗？慕容婉问。在她看来，陆巡没有那么差，跟楚右晴虽有点门不当户不对，但陆巡若能成长起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慕容嫣为什么这么执着拆散他们，而且还要用美人计？关键是使用美人计的对象是他，可他跟陆巡之间早已经发生了最亲密的事。我这是为他的前程着想，他跟着陆巡不会有好结果的。慕容嫣肯定的道。慕容婉放下了手机，摇摇头。不，姐，你是为楚家的前程着想。你知道了。慕容嫣神色一变，旋即她辩解道：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也是真心想为右晴好。慕容婉叹了一口气：姐，我从小就尊重你，但这件事你做的不对，这个忙我不能帮，我有点困了，就先去休息了。说罢，她站了起来，走向了另一个卧室。快到卧室门口后，慕容婉回头看着自家姐姐，轻声道：今晚的事我不会告诉右晴，姐，我也劝你一句，右晴的灵根已经苏醒，还开出了12曜圣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你们应该耐心一点，再等一些年，等右晴成长起来，一切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慕容婉进入了卧室中，见妹妹不愿意帮忙，慕容嫣无力地坐下。她在客厅里坐了很久很久，神色不住变幻，似在挣扎与犹豫。这些天她其实没少努力，比如陆巡身边总是会出现漂亮的女生对她表现出好感，这其实是慕容嫣的手笔，只要肯出钱，哪怕在清北之中，她也能够找到愿意帮她的女孩。
慕容嫣想要试探陆巡，只要陆巡把持不住，问题就迎刃而解，也帮自家女儿避免了一个渣男。只是陆巡油盐不进，对这些漂亮女生看都不多看一眼。慕容嫣觉得肯定是那些女生不够漂亮与特别，远远比不上楚又晴。妹妹慕容婉到来后，她想到了妹妹，哪知妹妹不配合，而北斗大学中那些特别优秀的女生，她又请不动。可除了这个办法，她想不到任何的办法来让楚又晴离开陆巡，总不可能找人把陆巡杀了吧？这样的事，她还是做不出来。不管怎么说，陆巡的父母对楚又晴有恩，他虽然一心想着楚家前途，但也不会做出这种恩将仇报的事。慢慢的，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神色变得坚定起来。深夜，陆巡躺在宽阔柔软的大床上，呼呼大睡。小白蜷缩在他的胸膛上，就像是一个奶白的雪球一般，睡得格外的香甜。晚风撩动了窗帘，将淡红色的月光带入了房间。突的，小白睁开了眼睛，眼睛仍是他的眼睛，但这时候若有人跟他对视，就会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一只猫，而是一个人。气死我了，竟然让本公主给他叼鞋子！你这个低等生命，有什么资格跟本公主同床共枕啊？连上厕所都要本公主陪同，可恶的人类，我要杀了你！愣了几秒后，小白全身杀气，小爪子冒着寒光对着陆巡抓去。眼看就要抓到，一只有力的大手突然出现，一把将他提了起来。还真是1个月。陆巡从床上坐起，这些天那个什么公主一直没出现，陆巡猜测这里面的规律要么是1周，要么是半个月，要么是1个月。果然离上一次刚好是1个月。放开我，愚蠢的人类！重新变回公主的小白挣扎着，陆巡将她放了下来。芭芭拉公主，我们又见面了，下次见面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凶？陆巡友好的打起了招呼。他那一长串名字，陆巡只记得芭芭拉3个字，就时代不少游戏电影里刚好有这个名字。当然这只是发音刚好类似，这个公主所说的芭芭拉与蓝星上的芭芭拉未必是同一个意思。可恶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跟本公主一起洗澡睡觉，不许上厕所时带着本公主，还有最重要的，不许再让本公主给你叼拖鞋。芭芭拉举着爪子，一本正经的来了3个不许。这可跟我没关系，你好好想想，这些事情不是你自己做的吗？陆巡摊摊手，可恶！芭芭拉一回想，好像是他自己做的。哪怕是洗澡，都是小白看到陆巡在洗后，自己跑进浴室让陆巡帮他洗。而小白其实是他的意识沉睡之后身体的本能，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本能对陆巡格外的亲近。该死的沉睡魔咒！芭芭拉头疼。好了，本公主的时间有限，就不说这些了。现在本公主教给你一句咒语，就当给你伺候本公主这么多天的奖励。若你能学会，下个月本公主可以给你更多好处。在正事面前，芭芭拉决定不再计较这些小节。咒语，就是魔咒，这是我们阿斯特拉星人的大杀器，厉害的魔咒只有皇族才拥有。若不是本公主落到这个地步，你永远别想学到这些咒语。这么珍贵，那我还是不要学了。陆巡兴趣缺缺，系统不让他修炼，他能怎么办？这句咒语可以让人静止一些时间，具体的时间取决于你与对方的实力差距，哪怕再短也有1瞬，在关键时候可以保命，可以翻盘。你真不学？陆巡不想学，芭芭拉反倒劝了起来。不学，修炼这种辛苦的事，我才不喜欢。陆巡摇头，愚蠢的人类，这又不是修炼，只是学一句话的事。芭芭拉怒其不争，行，你教吧。陆巡这下总算来了点兴趣，一句话就能让人静止，这不是跟齐天大圣的定身术有些像？不，还是不如定身术，人家只要1个字，你要1句话呢。但既然不是修炼，学学也无妨，技多不压身。你听好了，本公主要念咒了。等等，陆巡拿出了手机，打开录像，现在念吧。魔咒是不能被记录的，你这是无用功。芭芭拉不屑。多米卡滑臂并了8，然后芭芭拉吐出了一长串听上去充满魔力的音节。记住了吗？念完后他问。陆巡点开录像回放一看，好吧，还真没声音。再念一遍。他确实没记住。多米卡滑臂并了8，芭芭拉又念了一遍。现在呢？他问。还不行，真笨。芭芭拉只好又念了几遍。多米卡滑臂并了8，总算陆巡念出来了。怎么没用？念出来归念出来，却没有丝毫的效果。你又不是皇族，就这样念出来当然没用了。这是我给你画的魔力运行图，念咒的时候你需要用魔力来发音，也就是震动魔力发出声音，懂吗？芭芭拉说话间，爪子不知何时在墙上画了好几张一看就复杂的不行的图。魔力？我哪来的魔力？陆巡可没有魔力。魔力是西方的魔法师才具备的力量。是哦，我怎么忘了这点？这下麻烦了，要是遇到危险，
你可以用我的血。喵！芭芭拉说到一半，声音又变成了喵，喵喵。她接连发出几声喵后，无奈地放弃了。然后与上次一样，她眼中的灵性飞速消失，脸上那生动的表情也随之不见。她再度变成了一只真正的猫咪，变成了陆巡的小白。喵！小白跳到了陆巡怀里，蹭了蹭陆巡。这可是你自己来的。陆巡把小白抱起，打量起了墙上芭芭拉画的图。刚刚那句咒语他倒是记得，这几张图就太复杂了，体内没有魔脉与魔力的他根本看不懂。想了想，陆巡还是拿出手机将这几张图照了下来。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可以用他的血来施展魔咒。陆巡轻抚着小白想，小白就是芭芭拉变的，用他的血说不定真有用。真遇到危险后再试吧。小白这么乖巧，陆巡舍不得用他的血来尝试，要真遇到应付不了的危险时再来一试不迟。第二天，北斗大学正式报到的日子。虽说大多数学生早早的就来报到了，仍有一部分学生选择现在才来。另外，那些假期回家的高年级学生也在今天返校。清北的校规颇为严格，假期的时候还好，正式开学后，学生们每天都有考勤。哇，好漂亮的美女！我爸没有说错，清北确实美女如云。一袭靓丽的身影吸引了众多学生的注目，来人正是慕容婉。一大早，慕容婉拒绝了慕容嫣送她来学校的建议，自己一个人进入了学校。今天的她穿着一件精致的白色连衣裙，阳光在她发丝间跳跃，衬得肌肤如雪般通透。她步履生莲的仪态自带清冷气韵，素净的装扮反将那份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勾勒得愈发惊心动魄。所有路过的学生都不由自主放慢脚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被她那惊鸿一瞥的角色所吸引。以前的她没有半点修为，却能够艳压荣城无数女子，成为荣城第一美女，岂是浪得虚名之辈？学妹是今年的新生吧？我带你去报到吧。一个高年级学长动作最快，几步就凑上了前。慕容婉少女胆很足，被当成了学妹。不需要，谢谢。慕容婉淡然拒绝了。学妹东西这么多，待会儿上楼会很不方便的，我帮你搬吧。慕容婉身后跟着的拖车上面东西有点多，这是自动跟随的智能拖车。是啊，学妹，你的东西太多了，宿舍楼的电梯又不大，很麻烦的，我们来帮你吧。更多的学长来了。不必，谢谢。慕容婉有些不耐烦了。学妹，姐，你总算来了。那学长还准备再说，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插入。慕容婉转头看去，来人正是陆巡。陆巡对着他微微一笑后，看向众多的学长，这里有我，就不必劳烦学长们了。你是他弟弟。学长们热情不减。他并没有认出陆巡。不是亲的，你懂的。陆巡眨眨眼睛。哦，原来如此，打扰打扰。学长们领会了陆巡的意思，不再缠着慕容婉。陆巡，谢谢你送来的药，父亲的毒好了，我没有你的联系方式，一直没能当面感谢你。两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后，慕容婉主动开口了。不必这么客气，我也没想到那会这么有用。对了，我们加个微信吧。陆巡顺势道。他没有慕容婉的联系方式，要一个有时候方便一些。好。沉默几秒后，慕容婉拿出了手机。你扫我吧。两人加上了 V。你的父亲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吧？基本上好了，就是旧伤还有一些麻烦。你父亲那么有钱，买不到疗伤的丹药吗？他的旧伤到了丹田，能彻底治好的丹药父亲买不起的。加上 V 后，陆巡与慕容婉边聊边走。慕容婉的话让陆巡不由有些好奇，还有第四境宗师买不起的丹药。不过想想也正常，越高级的丹药需要的材料越珍贵，像开麦用的开麦丹价格都极其昂贵了，那只是针对第一境的。能够将一个第四境宗师丹田彻底治好的丹药肯定是极其稀有的，能够炼制出来的炼丹师恐怕都不多。哇，美女好漂亮。一路上慕容婉的回头率太高了，哪怕清北的美女很多，美到慕容婉这等程度的可不多，不少男生都蠢蠢欲动，特别是一些高年级的学长。这时候陆巡这个护花使者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如果没有陆巡，慕容婉这一路不知道会被搭讪多少次。慕容婉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对陆巡颇为感激。小姨，小姨，你怎么来这么早？这时楚又晴来了。慕容婉起得太早，他过去的时候慕容婉已经出发了。楚又晴这才追来。陆巡，你也在呢？我刚好看到你小姨帮他挡了一些苍蝇。看到陆巡，楚又晴倒没有多想，他挽起慕容婉的手，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两人的年龄相差不大，共同的话题不少。当他们并肩而立时，一个如初绽的樱花般清丽动人，一个似盛放的玫瑰般明艳耀眼，宛若两朵并蒂莲花，
各自绽放着截然不同却同样摄人心魄的美。呼，小姨你东西好多啊，多亏了陆巡。又晴，我就先走了。下午我准备跟小姨去吃东西，你不来吗？不了，我还有事。好吧。1个小时后，终于慕容婉的所有东西都被搬进了宿舍，陆巡则离开了。他发现自家女友似乎缺一根筋，难道楚又晴这么快就忘了那晚上的事？他正确的做法不是应该避免陆巡跟慕容婉过多接触，避免两人有进一步的感情发展吗？是了，当初陆巡跟慕容婉发生那一夜，还是楚又晴亲自下的药。自家这女友确实缺一根筋，可惜陆巡没找到机会把暗能量与武技给慕容婉。以两人目前的关系，送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好送，只能等以后了。陆巡同学，有人找你。刚离开宿舍楼，陆巡突然接到了学生处的电话，有人找他，请问是谁找我？学生处，陆巡问。是我，陆巡。熟悉的声音响起。阿姨。陆巡回头，找他的人是慕容嫣。今天的慕容嫣身着一件精致的月白旗袍，开叉设计隐约勾勒出修长腿线，领口精致的银色刺绣蜿蜒至腰间，既衬出她傲人的曲线，又透着几分不可亵玩的高冷。这一身装扮在优雅中透着妩媚，高贵中透着性感，让她显得格外的迷人。路过的一些学生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陆巡，我也是刚刚得知你开了灵脉，没想到你的天资如此超卓。慕容嫣款款走来，一开口却是对着陆巡一顿夸阿姨过奖了，只是侥幸而已。陆巡不知道慕容嫣的目的，谦虚道：能打开双重天地奇脉，岂是侥幸？你是真正的天才。慕容嫣目露赞赏，他这突然转变的态度让陆巡有些摸不着头脑。阿姨找我还是为了又晴吗？想了想，陆巡开门见山地问。慕容嫣闻言轻叹一声，神色间多了几分慈爱。还是为了这件事，不过我也想通了，以又晴的天资，大学毕业时怎么也有第3、4境的修为了，我们楚家有他，还有你这个女婿，将来定会崛起，我何必急于一时？他的话让陆巡不由露出了喜色。阿姨这是同意我跟又晴了？陆巡有些开心，问：我不会再阻止你们了，正好家里有点事，明天我就回荣城。清北街的铺子，我想拜托你帮我盯着一下，铺子有店长负责，你只需3天2头看一下账就行。慕容嫣点头，盯铺子，这倒不是太大的事，反正陆巡不需要修炼，时间多着呢。阿姨，可以的。陆巡答应了，我不会让你白干的，铺子每个月的收入我会分你2成。阿姨，不用，就这么说定了。好了，你现在跟我去铺子那里吧，我把事情跟你交代一下。哦，好，那我通知一下又晴。先不用，他跟他小姨在逛街呢，晚上我会叫他来，给他一个惊喜。好吧。对话声中，陆巡跟着慕容嫣一起离开了学校。陆巡，累坏了吧？来，喝杯水。铺子的第3楼，慕容嫣将一杯水递给了陆巡。谢谢阿姨。满头大汗的陆巡接过水，咕噜咕噜喝下。这个铺子面积不小，有200多个平方，还分为上下2层。第3层是仓库，4层则是慕容嫣住的地方。他将这栋楼都盘下来了，还取名为星月楼。陆巡跟着慕容嫣到了这里后，发现要做的事不少。慕容嫣准备在走之前彻底盘一下库存，结果呢，刚好有几个员工今天请假了，人手不足。陆巡一看，这不表现的机会来了，他主动承担起盘存的重任。这一盘可把陆巡累坏了。好家伙，陆巡哪里想到这个铺子的生意那么好，库存那么多。在盘存的过程中，又因为今天开学学生多，1、2楼需要更多的员工，所以盘着盘着就只剩陆巡跟慕容嫣了。陆巡怎么能让慕容嫣累着？于是这么大一间铺子的库存被陆巡一个人盘完了。要不是他拥有第2境的修为，今天累死都盘不完。小陆，辛苦你了，来，我给你擦擦汗。慕容嫣拿着真丝手帕，温柔地给陆巡擦起了汗。香风袭来，或许是太好闻了，陆巡下意识地吸了好几口。近距离下，目光不经意间扫到鼓鼓的山峰，他的心跳莫名有些加速，赶紧收回了目光。对方可是楚又晴的母亲，他不能生出不该有的念头。只是慕容嫣隔得太近了，总有些念头会冒出来，浮想联翩。阿姨，我自己来吧。陆巡赶紧后退了一步。好吧，给你。慕容嫣将手帕递给陆巡。陆巡松了一口气，接过手帕，将脸上的汗擦干。又晴他们快来了，你这满头大汗的，干脆去楼上洗个澡吧，浴室里有烘洗机，等你洗出来，衣服也干了。慕容嫣建议道。也行。陆巡想到慕容婉也要来，怎么着也得保持形象不是？于是在慕容嫣的带领下，他来到了4层洗澡。我这是怎么了？洗澡的过程中，陆巡发现自己有些不对劲，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某些画面，
身体内部也有什么东西在涌动。虽有些疑惑，陆巡没有多想，毕竟他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加上修为突飞猛进，精力旺盛的过分，冲动是人之本能。小陆，来坐，我们聊聊天。半小时后，慕容嫣看到从浴室出来的陆巡，微笑着发出了邀请。阿姨，幼晴他们还没回来吗？快了。陆巡走到慕容嫣的对面坐下。幼晴这孩子从小就有点像我，任性、独立又有主见。慕容嫣以一个慵懒的姿势坐着，跟陆巡聊起了楚幼晴的往事。从陆巡的角度看去，慕容嫣那姣好的身材进展无疑。虽然已经40多岁，时光却没在她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相反赋予了她愈发迷人的风情。陆巡的目光越来越离不开她的身体，甚至原本一些他根本不会去看的地方，陆巡也在肆意地打量着。他的眼睛越来越红，身体越来越热，体内仿佛有无名火在燃烧，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他的双眼正直勾勾地盯着慕容嫣那仿若烈焰般的红唇，内心深处某种渴望正在疯狂地滋生。慕容嫣仿若未觉，他似乎坐累了，换了一个姿势，旗袍开叉处露出一截雪白大腿。陆巡眼睛瞬间直了。喵！怀里小白的声音突然响起。不对劲！陆巡猛然惊醒，他现在的状态很不对劲，跟当初被楚幼晴下药的时候何其相似。我被下药了！陆巡瞬间反应了过来，一定是被下药了。谁干的？他的大脑快速回想今天吃过的东西，早饭午饭都是在食堂吃的，不可能会被下药。下午他一直在慕容嫣这里，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对了，水，慕容嫣给的那杯水，难道是他？陆巡猛地看向慕容嫣。你怎么了，小巡？慕容嫣的红唇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伸出柔嫩的小手前来探查陆巡的额头。身为过来人，他太清楚，在这种状态下，肌肤触碰的威力有多大，那会让陆巡彻底失控。我没事，阿姨。陆巡猛地往后退去，他同样清楚，当初在慕容婉的别墅里，陆巡就是这样失控的。阿姨，我还有点事，先离开一下。他掉头要走，虽说有极大可能是慕容嫣下的药，可万一不是呢？所以陆巡没有选择撕破脸，先离开再说。慕容嫣身形一动，挡在了陆巡前面。小陆，阿姨的头好晕。他捂着头倒向陆巡，陆巡赶紧避开，但慕容嫣摇摇晃晃，就算陆巡能避开，也被挡住了离开的路。是了，他是第3境的武者，实力比陆巡强多了。不能这样，陆巡感觉愈发控制不住自己了，必须冲出去，否则一旦做出失态的举动就完了。慕容嫣既然敢下药，肯定有后手，房间里多半有监控之类的。可慕容嫣实力强过他，又刻意挡着门窗，陆巡根本走不了。喵！这时小白突然叫了一声，陆巡一看，小白的爪子上有着一滴嫣红的血。是了，血！他突然想起了芭芭拉公主的话，赶紧从小白的爪子上捉住那滴血，塞入了口中。这个动作让慕容嫣疑惑，但他没有察觉到威胁，并没有阻止。多米卡滑必必呢吧。下一秒，陆巡以低沉的声音吐出了一串咒语，便看到原本还摇摇晃晃的慕容嫣竟直接定在了原地，一动不动。陆巡，你对我做了什么？慕容嫣察觉到自己无法动弹后慌了。真的有用，小白，你太棒了！夸了一句小白后，陆巡拿出手机，猛地接近他。在慕容嫣慌张的目光中，他恶狠狠地盯着他。阿姨，药是你下的吧？你说什么药？慕容嫣装傻充愣。你现在动弹不得，我要是控制不住，对你做点什么？陆巡威胁。是我下的，你不要碰我。慕容嫣俏脸之上一片慌张。他拥有第3境的修为，所以敢下药，然后只需要陆巡控制不住自己，对他动手动脚，他再制住陆巡，拿出录像给楚幼晴看就可以了。到时候他也不会损失什么。可现在他动弹不得，问题就大了。果然是他下的。阿姨，我看错了你，你是坏女人。陆巡露出了失望的神色。他敬重对方是长辈，可对方为了阻止他跟楚幼晴在一起，竟然使出这样的招数，不给他一点厉害瞧瞧，还真当自己好欺负。这句话让慕容嫣不由有些羞愧。陆巡啊！慕容嫣才说2个字就发出了尖叫，因为陆巡双眼变红扑了过来。啊！慕容嫣吓得紧紧闭上了眼睛，纤长的睫毛微微颤抖，像受惊的蝶翼，饱满的胸脯因此急促起伏，在单薄的衣料下勾勒出诱人的曲线。几秒过去，预想中的触碰却迟迟未止。慕容嫣小心翼翼地睁开眼，正对上陆巡近在咫尺的脸，他的呼吸灼热，鼻尖几乎贴上他的肌肤，那双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刻猩红一片，额角青筋隐隐跳动，显然在极力克制着看到陆巡这般模样，
慕容嫣一颗小心脏吓得扑通扑通直跳。陆巡是修士，一般的药对陆巡并没有作用。慕容嫣为了确保生效，给陆巡下的药自然不是一般的药，而是哪怕3境的修士喝了都得中招的药，甚至4境宗师都有不小的可能中招。在他看来，陆巡绝对控制不住。可没想到陆巡硬生生刹住了车。控制住了就算了，陆巡还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把他给制住了。他的实力虽然强过陆巡，可在一动不能动的情况下，陆巡要是控制不住，他便只能任由陆巡施为，那他就完蛋了。陆巡，听我说。慕容嫣嗓音发颤，带着几分示弱的软意，我不阻止你跟右晴了，也不拦你离开，你回学校自己解决好不好？阿姨错了。呜啊！慕容嫣想打感情牌，帮陆巡恢复理智。只是话未说完，陆巡忽然又逼近1寸，灼热的鼻息喷洒在他的脸颊之上，激得他浑身一颤，惊叫着再度闭紧双眼。在被魔咒定住的情况下，慕容嫣不能动弹，但能说话、眨眼之类的自然也是可以的，只是身体无法做任何的动作，力量也完全无法调动。在陆巡又一次接近后，两人的距离已经危险至极。陆巡的唇几乎贴上他那红润的阴唇，滚烫的吐息缠绕着他那的吹弹得破的肌肤。慕容嫣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混合着药性的气息，灼烈的像要烧穿他最后的理智。啊！又是一声尖叫。慕容嫣的呼吸几乎停滞，胸口剧烈起伏着，连带着衣襟都微微颤动。因为陆巡的指尖不知何时已经抵在了他的腰间，隔着薄薄的衣料，灼热的温度几乎要将他烫伤。陆巡，你清醒一点。他声音发软，带着几分哀求，可话还没说完，陆巡的额头已经抵上了他，两人的鼻尖轻轻相触，呼吸彻底纠缠在一起。啊！慕容嫣再度尖叫。今天的他发出了他此生最多的尖叫。正当慕容嫣以为要完蛋时，陆巡却又硬生生地停了下来，他的嗓音沙哑的可怕，像是极力压抑着什么。阿姨，你下的药是不是太狠了点？慕容嫣耳根烧得通红，心跳快的几乎要跃出胸腔。他从未想过自己一时兴起的算计竟会让自己陷入这般窘迫的境地。听到陆巡说话，他松了一口气，至少陆巡还能说话，没有完全失去理智。我只是……他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可陆巡的手指却忽然抚上他的脸颊，指腹轻轻摩挲着他的肌肤，激得他浑身一颤。只是什么？他低低的笑了，声音里带着几分危险的意味。只是想看看我失控的样子，还是说……陆巡的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垂，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畔。还是说，阿姨其实也在期待什么？胡说！慕容嫣羞恼交加，可偏偏动弹不得，只能任由他这般近距离的撩拨。他的指尖无意识的攥紧，可身体却仍旧僵直，连推开他都做不到。陆巡的眸色更深了，眼底翻涌着难以压抑的欲念，可偏偏他的动作却仍旧克制，只是指尖缓缓划过他的下颌，最终停在他的唇边。既然下了药，就该承担后果，不是吗？陆巡声音低沉，带着几分蛊惑的意味。慕容嫣的心跳几乎停滞，她死死闭着眼，不敢看他，可感官却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她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甚至他指尖微微的颤抖。陆巡，你别乱来。5555。慕容嫣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陆巡的动作忽然顿住了，他深吸一口气，猛地后退一步，抬手狠狠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似乎在极力平复呼吸。他自然不是真的失控了，而是故意这样吓唬与教训一番慕容嫣。只是若真有身体的亲密接触，陆巡敢肯定自己一定会失控，所以他不得不控制自己。阿姨，陆巡的声音仍旧沙哑，可眼神却稍稍清明了几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危险？慕容嫣一怔，缓缓睁开眼，正对上他复杂而深沉的目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衣襟不知何时已经微微散乱，脸颊绯红，眸中甚至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整个人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邀请他一般。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羞愤欲死。你到底对我施展了什么？快把我解开！陆巡却忽然笑了，那笑容带着几分无奈，又带着几分他看不懂的情绪。放开你，然后呢？让你继续算计我。慕容嫣语塞，可随即又恼羞成怒。那你到底想怎样？陆巡沉默了片刻，忽然抬手，指尖轻轻擦过他的唇瓣，激得他浑身一颤。在药物的作用下，这些平时从未有过的轻佻举动与言语，竟似脱缰野马般肆意奔涌。事实上，仅仅只是这般，已经是陆巡极力克制的结果。我想怎样？陆巡低低地重复了一遍，忽然俯身在他耳边轻轻说道：阿姨，下次再敢给我下药，我可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了。陆巡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威胁。
说话间，陆巡打开了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正是慕容嫣承认下药，然后被陆巡逼进后间叫连连的场景。他其实也想要这样的视频，但他想录下的是陆巡药性发作后丑态百出，对他图谋不轨的罪证。可如今，陆巡的视频中清晰地记录着慕容嫣最不愿面对的画面，他亲口承认下药的窘态，被陆巡逼得节节败退的狼狈，还有那一声声完全失控的羞人惊叫，每一个细节都让他无地自容。阿姨，告辞了。陆巡修长的手指轻轻一划，将手机收入口袋。他转身时，衣角带起一阵微风，在门口顿了顿，喉结微动，最终没有再说话，快速离去。再不走，他真怕自己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在陆巡走后，过了好久，慕容嫣终于感觉自己能动了。他无力地瘫软在地，冰冷的触感让他稍稍清醒，却驱散不了脸上滚烫的温度。今天他在陆巡面前算是把脸丢尽了。虽说最后没有被陆巡毁去清白，可羞愧的样子，眼角泛红的泪痕，凌乱的发丝，还有那止不住轻颤的指尖，在陆巡面前哪还有半点颜面？他将脸深深埋进掌心，指缝间溢出几声压抑的呜咽。妈的，这是什么药？药性这么猛！街道上，陆巡夺命狂奔。他有自己的底线，就算知道是慕容嫣下的药，可对方毕竟是楚又晴的母亲，在尚有理智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真把对方扑倒。现在的陆巡只想快点回到宿舍，然后自己解决，把药力消掉。不行了，这样下去绝对坚持不到回宿舍。陆巡状态越来越差，这里离学校还有段距离，一路上尽是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陆巡绝对坚持不到回宿舍。这时他发现了一家酒店，猛地一头扎了进去。他决定到酒店里开间房，然后自己解决掉。给我开间房，隔音好的，快。好的。前台被陆巡通红的双眼吓到了，赶紧给陆巡开了房。陆巡，徒弟，慕容婉的声音响起。陆巡回头一看，便看到慕容婉那张绝美的脸。陆巡，你怎么了？慕容婉皱眉。陆巡现在看上去可是有点吓人，他的一双眼睛红得可怕，里面燃烧着熊熊的火焰。那火焰，慕容婉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那是欲望之火。在看到慕容婉后，陆巡眼中的火焰像是被泼了汽油一般，更是疯狂燃烧了起来。陆巡的呼吸也变得格外之粗，就仿佛是野兽的喘息一般。他的整张脸更是比包公还红，甚至红到了脖子上。事实上，也正是看到陆巡的状态不对，慕容婉才跟进来看一下情况。此时的陆巡已经处于火山爆发的边缘。在看到慕容婉后，在药力的作用下，曾经那一夜的种种画面不由自主地浮上脑海，让陆巡激进把持不住。陆巡，你没事吧？慕容婉见陆巡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伸出手来探陆巡的额头，柔软细腻的小手探在了陆巡的额头上。这一下彻底引爆了陆巡的火山。陆巡的大手猛地捉住了他的小手。啊！慕容婉一颤。好在陆巡没有彻底失去理智，没有在这种场合将他扑到跟我来，我需要你的帮助。陆巡拉起他就走，他的实力远超慕容婉，加上慕容婉有些猛，就这样被陆巡拉进了电梯。陆巡，放开我！你到底怎么了？电梯里，慕容婉有些慌张。陆巡的力气太大，紧紧捉着他的手，他根本挣扎不开。陆巡没有回答，还在极力克制着。叮！电梯门开了，一对正在拥吻的情侣等在外面。这场面让慕容婉一滞。这家酒店由于在清北街，前来开房的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情侣。现在陆巡把他拉进这里，要做干什么？不言而喻。陆巡没有管那对情侣，拉着慕容婉就走。他不敢停，也不敢说话，因为他只剩一丝理智，稍稍分心，这一丝理智就丧失了。很快，房间到了。陆巡拉着慕容婉进去后，锁上了门，这才看向他。你姐姐给我下药了，比上次又晴下的还猛。啊！慕容婉一惊，姐姐，她竟然这么做。虽惊，但慕容婉并没有怀疑陆巡的话，因为就在昨天，姐姐还找到他，要他配合施展美人计对付陆巡，以便让楚又晴离开陆巡。他之所以来清北街，是因为今天逛街时，他跟楚又晴聊了不少时间，然后他就想来找姐姐再谈谈，让慕容嫣不要再插手陆巡与楚又晴的事。结果就遇到了双眼通红的陆巡。对不起，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正惊诧于自家姐姐的做法，对面的陆巡已经控制不住了。慕容婉一抬头，便看到了陆巡那张越来越近的脸。他还没反应过来，陆巡便将他扑倒在床上，双唇相对。惊呼声中，慕容婉放弃了挣扎。如果没有2个月前那一夜，今天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陆巡得手，甚至不会被陆巡这样一路拉上来。女人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后，第2次、第3次便不再那么困难，更别提那一夜陆巡与他何止1次。另外，陆巡并不是无缘无故找他，他知道姐姐的打算，
又是姐姐下的药，所以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慕容婉选择了闭上眼睛，捏着衣角，任由陆巡施为。然后他就连衣角都没法捏了。再然后，原本以为眼睛一闭就过去的他，慢慢的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就好像坐着小船随波逐流一般，当遇到惊潮骇浪时，还是会忍不住紧扣船舷，双手紧张的能够在船体上抓出一道道印子来。这一夜的清北街颇为热闹，潮汐涨了，潮汐涨了。半夜时分，一个新的消息让无数人睡不着觉，涨潮了。在离京城几百里的大海上，潮水一波又一波冲天而起，化为数十上百米的惊天巨浪。而在大海深处，潮汐变得更为可怕。嗷嗷！太平洋里，一头长达100米的虎鲸从1000米高的巨浪中一跃而出，在天空中画出了一道优美的月弧后，重重地跌入海中，涨潮了。终于涨了，这么久没能放手一战，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不知道这次节点能够遇到几颗零星，管他几颗，只要是敌人就干他丫的。哈哈哈哈！正合我意，磨了几年的刀，等的就是这一刻，定要杀他个天翻地覆，血染苍冥。九霄之上，数道身影凌空而立，衣袍在腥风中猎猎作响。他们俯瞰着下方翻涌的怒涛，眼中迸发出令人胆寒的杀意。潮汐涨了，这个消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整个蓝星扩散了开来。这是1等1的大事，因为每一次涨潮都意味着蓝星即将进入星空古路。这个即将在几个月到1年不等，不会超过1年。蓝星太大，需要足够的时间在星空中进行加速，再利有恒星的引力胡做出弹弓弹射，最后一举冲入暗宇宙。这一切都是蓝星自发的行为，而一旦蓝星从暗宇宙出去，必定会进入星空古路的一个节点，到时候势必会有一场恶战。最近的几个节点可都不止一颗星球，几个同时升维的星球碰到了一起，和平共处的几率太小太小了。终于涨潮了，荣城。慕容天看着电视上的画面，露出了笑容。潮汐涨了，最多1年，蓝星就能会进入星空古路，到时候他们的机会就来了。大伯，慕容家在你手上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的发展，你老了，是时候给年轻人让位了。慕容天看向慕容站别墅的方向，眼中的野心尽显无疑。潮汐来了，天空中一朵云团里，费太阿提着酒葫芦从里面站起了身，看向星空。阿慧，他的目光中流露出追忆，然后这种追忆变成了痛苦，再变成了绝望。不如醉揽星河去，一壶饮尽万古愁。费太阿嘟囔一句，往云团里一躺，继续喝起了自己的神仙醉。这一夜格外漫长。当整个蓝星都因为涨潮彻夜不眠时，酒店的房间里同样潮起潮落，彻夜不眠。第二天直到下午，陆巡才醒来。睁开眼时，慕容婉早已离开。走了吗？陆巡的脑海里浮现出昨夜的疯狂，在疯狂之后，他便陷入了沉睡，不知道慕容婉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不会怪我吧？陆巡不由担心。虽说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慕容嫣然，可终究昨天他几乎是强拉着慕容婉上来的。现在慕容嫣就是告诉陆巡，楚又晴不是他亲生的，陆巡都不信。这一对母女还真是一脉相传，两人叛逆到一起去了，还都喜欢下药，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东东东你好，退房的时间到了，请问需要续房吗？有人敲门。不用了，谢谢，我马上退房。虽然钱多，陆巡也不打算乱花。他匆匆起床退房离开。怎么人少了这么多？回到学校后，陆巡发现校园里冷冷清清的，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昨晚出现了潮汐，怪不得。拿出手机一看，陆巡明白了，原来是潮汐。这里的潮汐可不是指普通的潮汐，而是指蓝星在星空中加速时引起的大潮汐。这样的潮汐能够带来高达上千米的巨浪，曾经的一次灾变就是潮汐引起的。现在嘛，这潮汐对陆地的威胁不大了。潮汐出现意味着1年内蓝星将进入星空古路，到时候蓝星将面临大变。1年，不知道我的实力能增长到什么地步，有没有资格进入星空古路？陆巡不由期待起来。他现在武道是2进8层，先到2进6层，想要离开蓝星进入星空古路去探索，需要通过彩虹桥。自己飞是不现实的，哪怕是第6进以上的修士，自己飞都不现实。星空古路的节点说是点，其实大小动辄以光年计。想要踏上彩虹桥，至少要第3进的修为才行，还有名额限制。像慕容家这种大家族，整个家族拥有的名额不会超过3个。一些家族之间的内斗，其实就是在争这个名额，谁能掌控家族，谁就能获得名额的分配权。而想要家族强盛，进入星空古路节点是必须的。
有一些家族就是在星空古路的节点里有了奇遇，然后一飞冲天。对清北的学生来说，获得名额相对容易一点，但第3境的修为是基础。陆巡，潮汐来了，蓝星要进星空古路了，接下来我要全力冲刺了。老师说，只要我能在蓝星进入星空古路前突破第3境，就把他手里的名额分我一个。这时，陆巡发现楚又晴发来的消息，消息是昨晚发的，他昨晚哪有时间看？给楚又晴回消息的时候，陆巡还有种偷情后的愧疚感。不过想想，这件事怪只能怪他妈，陆巡就坦然了。回了消息后，陆巡准备去测试中心，先把修为测定做了。慕容小姐，在测试中心门口，陆巡看到了慕容婉。慕容婉面无表情地停了下来，目光却有点不敢看陆巡，这显示出他的内心未必平静。谢谢，如果昨天不是你，我就完蛋了。陆巡看着他，真诚地道。慕容婉绝美的脸颊之上慢慢浮现出了红晕。这种事情，陆巡居然跟他道谢，他要怎么回答？回答不用谢吗？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我会对你好的。将慕容婉不回答，陆巡承诺道。慕容婉俏脸微红，仍旧不做回答，反倒要离开。等等，这张卡里有些暗能量，还有这门太阿剑法很厉害，对你应该有用。陆巡拦住了他，递出了卡跟太阿剑法。慕容婉不想要，但见陆巡一副不收就不放他走的样子，他无奈了，最终他将太阿剑法接过，径直离开了。装着暗能量的卡，他没收，好吧，这至少是一种态度。看样子没太生气，今年的天才真多啊。是啊，这才正式开学，没想到就有几十个学生进入气海1层了。气海2层不是也有2个吗？测试中心，几个老师聊着天。时间已近黄昏，学生们的修为测定该做的早就做完了，所以这里没啥人。2个气海2层，一个是慕容婉，另一个是谁？陆巡刚刚进来便听到了他们的话，他默默上前准备测试。好厉害！是啊，气海4层，聚气1层，仙武双修还这么快，想不明白。你们别忘了，他可是双天地奇脉，以往选择仙武双修的天才，有谁能开出双天地奇脉？好久没有出现这样的天才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仙武双修，只走一道的话，恐怕不用多少年就能6境，6境之上也易如反掌。当陆巡转身离去时，测试中心里响起了老师们的惊声，因为陆巡这一次测出来的修为，武道是气海4层，仙道则是聚气1层，这才正式开学呢，陆巡就这么变态了。他们不知道，陆巡为了不过于引人注目，并没有一下子把真实修为展露出来，否则不知道会惊成什么样。看样子都在努力啊。夜幕降临后，北斗大学的校园里仍然安静非常，像以往修炼了1天后，趁晚上出来活动的人很多。现在嘛，看样子都在埋头苦修。潮汐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有了紧迫感。蓝星一旦进入星空古路，意味着无尽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危机，特别是对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来说。星空古路上，其他同样在升维的灵星往往会趁机派人前来截杀蓝星的天才，藏在蓝星的异族同样会趁机作乱，他们对蓝星更加熟悉，威胁同样不小。每一次蓝星进入星空古路的节点，都会有不少天才陨落。天才最多的地方在哪里？自然是清北，所以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北斗大学的学生们都在埋头修炼了。陆巡一下子变成了整个清北最闲的人，他去食堂饱饱的吃了一顿后，带着小白回到了宿舍。别人都在修炼，他到处遛弯，太显眼了一点。刚刚的修为测定肯定会让更多的老师、校领导注意到他，还是低调一点吧。在哪躺平不是躺，宿舍这么大，还不够他躺的吗？舒坦。洗了个澡后，陆巡给小白吹干毛发，舒舒服服躺在了床上。喵！小白继续像个雪球一样趴在陆巡怀里，陆巡一只手轻抚着小白，另一只手刷起了手机。同学们，蓝星即将进入星空古路，届时对于清北学生来说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几乎每一次清北都是异族针对的重点，所以请大家这一年不要偷懒，勤学苦练。从现在起，每个学生每个月领到的资源加倍，另外今年将新增新人榜，每个月的新人榜前3甲都将获得丰厚的奖励。第二天，校园网里出现了一条学校通知：新人榜。陆巡一看，这新人榜是按修为来排的，只针对大一。以往清北只会在大一结束的时候评选一个最强的新人王，现在却是增加了新人榜。我应该是第一了。陆巡感觉这新人榜第一非自己莫属。1天的时间一晃而过，第二天一早，北斗广场的中间新增了一块石碑，石碑上浮现出了一个个名字，名字最上面的一个赫然是陆巡。与此同时，北斗大学的官网、校园网里新人榜的榜单也准时刷新。我了个大草，陆巡气海4层了，聚气1层又是什么鬼？妈耶，
他武道仙道都突破第2境了。这还是个人吗？背地里怕是偷偷和天道派交易了吧？气海4层，气海4层，气海4层，逐渐破音。我勒个阿祖，这是要震惊全校1整年吗？榜单一出现，看到的学生无不瞠目结舌，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实在是陆巡这个成绩太他妈吓人了。武道气海4层，仙道聚气1层，武道仙道双双进入第2境，再配合19岁大一新生的身份，所有看到的人脑海里无不浮现出3个字：非人哉！你们快看新人榜大爆炸新闻！什么？你看了就知道了，绝对惊爆眼球。一些学生在惊到的同时，赶紧通知起自己的好友。由于学生们都在忙于修炼，一开始关注到新人榜的人其实不是很多，但在学生们的传播之下，很快新人榜与陆巡气海4层的事就在大一新生中传开了，甚至一些大2大3的老生也关注到了。一时之间，校园里到处响起了倒吸冷气的声音。这不可能！修炼室里，林岩的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满脸的不可置信。他对新人榜还挺关注的，今天一早就守着手机，想看看自己能排多少名。哪知只看了一眼，就让他半天缓不过神来。陆巡居然在新人榜上排第1，排第1也就算了，陆巡特么的冲到气海4层了。冲到气海4层也就算了，陆巡还同时是聚气1层，这尼玛让林岩怎么敢相信？如果是别的学生，或许还会脑补，觉得陆巡是豪门子弟，从小基础打得好等等之类的。林岩跟陆巡在一个学校3年，虽然他以前没怎么关注过陆巡，但也知道陆巡绝对不是豪门子弟，这就让他不能理解了，陆巡凭什么这么快？这个假期过去，林岩还没到第2境呢。虽说他拓宽红莲慢用了不少时间，但这个理由在跟其他人比的时候可以安慰一下自己，跟陆巡比啥理由也不好使，这差距是一个天一个地。林岩完全看不到追上陆巡的希望，哪怕是一丝。既生岩何生寻？林岩顿时感觉人生灰暗，未来完全没有了盼头，他的道心都要碎了。足足过了10几分钟，林岩才缓过神来，然后他决定给何潇打个电话。人在倒霉的时候，最好的安慰不是朋友的安慰，而是看到别人一起倒霉。何潇跟林岩可是有冲突的，食堂那一次，何潇的脸都丢尽了。堂堂一个大2学长，被陆巡逼得连擂台都不敢上，最后更是被爆出被陆巡打吐血。这些天，何潇一直在苦练身法，想要找回场子。林岩现在就想让何潇知道陆巡的成绩，然后把绝望的情绪传递过去，这样他的心里就会好受多了。至少他林岩跟陆巡是同一年龄的新生，你何潇比陆巡大1岁，踏上修行之路比陆巡早了足足1年，结果陆巡的起点就是这你1年的终点，你的心情一定会很美好吧？什么？这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岩猜的没错，电话一打过去就收获否定3连。何潇不相信，他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怎么会这样？何潇看过新人榜后，也不得不相信，北斗大学官方出的新人榜怎么可能有假？何潇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的难看。这些天他在苦练一门叫游蛇步的身法，在咖啡厅与陆巡起冲突前，何潇的游蛇步其实已经到2阶了，他准备把游蛇步练到3阶，然后去找陆巡挑战，找回场子。可没想到陆巡的修为居然追上他了，大家都是气海4层，这就让他难受了。他用了1年才到气海4层，陆巡1个多月，特么这1个多月，陆巡还把仙道修为提升到第2境1层了。陆巡这么做会显得他很垃圾好不好？所以何潇瞬间就没心情修炼了，整个人就像是失了灵魂一样，呆呆地坐在那里。再逆天又如何？你选择了仙武双修，就是一条死路，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总算何潇找到了一个稳定道心的突破点，那就是陆巡的仙武双修。他的目光中闪烁着冷冷的光芒。你现在不过是一颗破空而过的流星，一时的璀璨而已，我只要一步一步走下去，将来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他的信念开始坚定了起来。道心说起来复杂，其实就是信念、信心、向道之心、变强之心。人有时候需要一些安慰，就好比林岩给何潇打电话，把情绪传递过去。何潇也找到了这个足以说服自己的安慰点，不然他就完蛋了。虽说如此，他的内心深处仍有着深深的绝望。陆巡太快了，快到不可思议，快到他知道自己绝对追不上，只能祈求陆巡自己完蛋，我得赶快把游蛇步修炼到第3阶，再去找他算账，不然后面没机会了。何潇总算找到了目标，他要找陆巡算账，现在是他最后的机会，因为大家的修为一样，否则
按陆巡现在展现出来的成长速度，他以后没有机会找回场子了。哇咔咔，巡哥你这也太牛了，都给干到第一，慕容婉再次被你压在下面。陆巡这边一大早就收到了李不凡的电话，这小子怎么竟用这些充满歧义又说得这么精准的词？哈哈，我的好徒儿，你没让为师失望，这些暗能量给你，好好修炼。费太阿摇摇晃晃找到陆巡，再度塞给了他一张暗能量卡。看样子费太阿也知道了这件事，好在费太阿这一次没再洗心革面，把暗能量卡塞给陆巡后便自顾自地离开了。真是个好导师啊，陆巡感慨，这样的好老师那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楚又晴没给陆巡发消息，应该是在修炼，不知道这件事。至于慕容婉，他很可能也在修炼。气海4层，一处修炼室里，一个剑眉星目的男子发出了低语，他是柳星河，在新人榜上排名第3。陆巡，怪不得傅老师一开始要选你。柳星河似乎明白了什么，然后他放下手机，沐浴着星光，重新坐了下去。陆巡的气海4层虽让他吃惊，却并没有吓到他。身为星河圣体的拥有者，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他盘腿而坐，五星向天，吞吐着星辉。星辰圣体需要借助星辰之力修炼，所以柳星河白天睡觉，晚上修炼，作息完全颠倒，别人很难遇到他。入夜后，陆巡发现校园网上几乎被他的话题刷了屏，热度最高的一个帖子，标题叫我早说了，陆巡才是第一天才。陆巡一看，这个人居然是弄出把他排在第一的天才排行榜的那个。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陆巡仙武双修，迟早要完。你懂什么？这才叫真正的妖孽。就算目前没人成功，那并不代表这条路行不通，万一陆巡成功了呢？不管怎么说，就算仙武双修以后会出问题，但他是今年的第一天才毋庸置疑，就看他能璀璨多久吧。流星怎么了？你这一辈子可曾像流星一样耀眼过吗？要不我们打个赌，就赌陆巡能不能崛起，输了叫爹，敢不敢？这人四处跟人争论，俨然变成了陆巡的小迷弟。与此同时，清北街星月楼里，慕容嫣挂断了父亲慕容战打来的电话后，悠悠叹了一口气。慕容战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件事，专门打电话来骂了他一顿。慕容嫣感觉肯定是妹妹慕容婉告诉父亲的。慕容战的脾气太火爆了，骂起自己女儿来可一点没留情，把当年慕容嫣任性要嫁给黄毛，怀上楚又晴逼宫的事都抖出来了，说慕容嫣当年自己都那样，有什么资格管楚又晴？还说陆巡这个外孙女婿比慕容嫣的老公楚玉平优秀100倍，他慕容战就认了这个外孙女婿。如果慕容嫣敢强迫楚又晴嫁给何家，他第一个杀到京城。这一顿骂把慕容嫣骂得狗血淋头。嫣儿，要不这件事算了。10几分钟后，丈夫楚玉平也打来了电话。慕容嫣一听才知道慕容战也打电话去骂楚玉平了，把楚玉平骂成了想卖女儿翻身的废物。楚玉平一个大男人都快被骂哭了，这下慕容嫣头都大了。他还不敢告诉楚玉平他给陆巡下药的事，更不敢告诉下药还失败，被陆巡吓得尖叫连连的事。陆巡，他如果不是仙武双修多好。挂了电话后，慕容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经过了这么多事，又跟陆巡有了几次接触后，哪怕是他都不得不说陆巡其实很不错，就是出身太低了。原本陆巡开出了天地奇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出身，他也能勉强说服自己，可谁让陆巡选择了地狱难度的仙武双修呢？哇，真的假的？陆巡这么厉害吗？当然是真的，消息都传遍了。这时慕容嫣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议论陆巡。身为3境武者，他的听力很敏锐，便偷听了起来。这一偷听，慕容嫣的心中便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些学生议论的正是陆巡以气海4层、聚气1层的修为登上新人榜第1的事。同学，你们说的是真的吗？慕容嫣坐不住了，连忙跑了下去。姐姐，当然是真的，不信你看。那学生见到这么漂亮的大姐姐问自己，赶紧打开了校园网。慕容嫣拿过来一看，杏眼慢慢瞪大了，俏脸之上满是金色，整个人都给惊呆在了原地。过了后半晌，慕容嫣才回过神来，她神色复杂的回到楼上，一动不动的在沙发上坐到了天明。第二天一早，她收拾好东西出了门，前往的地方赫然是北斗大学。陆巡，这里是学生处，有人找你。第二天上午，学生处再度打来了电话。陆巡眉头微蹙，若是一般人来找他，学生处不会这样郑重其事的通知。刚走进学生处，陆巡的脚步微微一顿，美艳迷人的慕容嫣正站在不远处，显然是在等他。阿姨，找我有什么事？陆巡语气平淡的走近，目光中带着几分疏离。在被他下药后，陆巡有这个态度已经非常不错了。陆巡，对不起。慕容嫣贝齿轻咬下唇，眼中流露出真诚的歉意。陆巡沉默以对，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道歉？若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我今天就会回荣城，这是星月楼的钥匙，以后星月楼就是右晴的了，还得麻烦你帮忙盯一下，收益的分成你跟右晴对半分吧。慕容嫣递出了一把钥匙，陆巡没有伸手。你和右晴的事，我不再干涉。慕容嫣叹了口气，但要小心何家，我已经明确拒绝了他们，就怕他们报复你。陆巡看他的神色诚恳，不似作伪，思虑再三分，这才接过了钥匙。阿姨，星月楼我可以帮右晴盯着，至于收益，我一分不拿。谢谢。慕容嫣终于露出一丝释然的笑容，那天的事真的对不起。再见。再见。陆巡没有送他。陆巡，我妈怎么突然转性了？不仅不反对我们，还拒绝了何家。对了，他还把星月楼变更到我头上了。几个小时后，楚又晴打来了电话。我也不清楚。陆巡没有告诉他那天的事。那件事除了慕容嫣和他，也就慕容婉知道。慕容嫣是始作俑者，但真实的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妹妹慕容婉。陆巡反倒没吃什么亏。哇，我才发现你到新人榜第1了呢，肯定是母亲发现这件事后看到了你的潜力。陆巡，你太厉害了。楚又晴有了新的发现，为自己的男友感到骄傲。陆巡不知道慕容嫣为什么突然转性，难道那天之后他良心发现，或者也有新人榜的因素？不管怎么说，丈母娘不反对了是好事。你好好修炼，星月楼我帮你盯着。两人煲了半天电话粥后便各自休息。第二天，陆巡特意去星月楼看了一下，发现慕容嫣确实走了。第4楼里面，他的私人物品基本上全部搬空了，止于家具家电。铺子里倒不用陆巡操心，慕容嫣请的人还颇为靠谱。星月楼的生意确实不错，每个月的销售额都有上百万。这里是清北街，清北的学生哪怕是领取最低一档的资源，每个月也能领到上百个单位的暗能量。放在普通人的世界，这就相当于月薪10万。当然还是很少有学生用暗能量换钱，除非真的过不下去了。老板，有人找。陆巡正准备离开，店长突然找来。谁？一个炼丹师，说是想合作。炼丹师？陆巡走下楼去，除了在店铺里挑选商品的学生，并没有看到炼丹师。你就是老板吗？一个扎着双马尾的俏丽少女突然蹦到面前。是我。陆巡打量了一下对方，这么年轻，难不成是找他的炼丹师？我叫白灵，2品炼丹师，我有个包你稳赚不赔的生意，不知道老板有没有兴趣合作？双马尾妹子问。2品炼丹师。炼丹师的品级陆巡不是很了解，但也有一些听闻。2品炼丹师炼制的丹药对应的应该是第2境，也就是说他能炼制对第1境、第2境修士有用的丹药。炼丹师基本上都是先修，午休很难炼丹，这是因为灵力更温和与包容，真气则异常霸道，属于杀伐之气，用来操控炼丹很容易失败。请讲。陆巡倒想听听。你这个店铺位置不错，分我一半吧，我在这里卖丹药，利润给你30%，怎么样？白灵伸出了3根手指头。分一半店铺给他卖丹药。陆巡沉吟了一下，问：你知不知道这个店铺之前是做什么的？白灵摇头。陆巡道：这个店铺之前就是卖丹药的。啊！白灵一愣。这里之前叫宝丹阁，老板雇佣了2个炼丹师，一个2品，一个3品，但就这样，他们这个店铺也只开了不到1年就倒闭了。陆巡对这个铺子还颇为了解，因为李不凡在这里买过丹药。用李不凡的话说，那丹药也就是个丹药，效果太普通了。蓝星目前的武道、仙道还有魔法发展的其实不算差，但还没有太厉害的炼丹师。至于原因嘛，一方面是几次灾变对野外的自然环境破坏不小，高级的炼丹材料难寻，只能在星空古路中去寻找。另一方面是因为炼丹师们都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星空古路上的传承不少，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炼丹师传承。老板，为什么呢？白灵不解。为什么？你是炼丹师，你不知道为什么吗？陆巡觉得他是故意的。白灵摇头。我不知道。来，你出来。陆巡来到门口，待白灵也出来后，他指着对面那家人流如织的店铺，问：看看，那是什么店？贾氏丹药，这么大几个字，老板看不见吗？白灵一副不解的样子，似乎在怀疑陆巡的眼睛有问题。陆巡无语了，这丫头是真傻还是假傻？你都认出是贾氏丹药了，还不明白宝丹阁为什么会倒闭吗？陆巡反问。白灵摇摇头，一脸的天真无邪。他们卖他们的，我们卖我们的，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丫头是从山里出来的吧？她不知道清北街因为贾氏丹药铺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丹药店能存活下去。整个清北街最赚钱的当属贾氏丹药铺。
慕容嫣这家星月楼连人家的零头都赚不到，而且人家赚的更多是暗能量，那才是修士世界的硬通货。你觉得你的丹药能卖过贾氏集团？陆巡不想跟他废话了。白灵点头，一二品的丹药我炼制的比他们好。这，陆巡特意确认了一下，他是认真的。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清澈，仿佛说的是一个普通不过的事实一样。老板，你要是不信，我这里有一瓶聚气丹，你可以看看，我炼制的丹药都是有经文的。少女拿出了一个小玉瓶，递给陆巡。经文？经文是什么？陆巡还真不懂，哪怕是同样品级的炼丹师，也分高下的，与功法一样，分为天地玄黄四阶。最差的是黄阶炼丹师，炼制出来的丹药不管是极品都没有丹文。黄阶以上，玄阶为白文，地阶为银文，天阶则为金文。品级只代表炼丹师能炼制出来的丹药等级，真正决定丹药品质的是炼丹师的等阶。而我正是二品天阶炼丹师。白灵高高的扬起下巴，脸上满是骄傲。二品天阶炼丹师。陆巡拿出手机一查，好家伙，白灵没有说谎，炼丹师的评定确实如此。一品、二品、三品这些只是代表你能炼出什么等级的丹药，但这丹药好不好就取决于炼丹师的等阶。像之前珍宝阁请的2个二品、三品炼丹师，他们炼制的丹药根本没有丹文，那是最低级的黄阶炼丹师。这种炼丹师就算能炼制出3品丹药又有什么用呢？你这么厉害，连一个铺子都租不起。马上陆巡露出了怀疑之色，这个水平的炼丹师若是去贾氏集团之类的地方，那人家还不得抢着要。你这个铺子位置最好吗？刚好在你说的这个贾氏丹药对面，我想跟他比一比。白灵道。他说话的时候目光不带任何躲闪，一双眼睛始终清澈无比，给人一种无比真诚的感觉。这让陆巡总是下意识地觉得他说的不会是假话。只不过跟贾氏丹药比一比，这白灵口气还真是不小，人家可是一个拥有大量炼丹师的大集团，你这小身板也想跟人家扳手腕？这瓶聚气丹就送给你当礼物了，你可去验证一下它的效果。白灵将玉瓶递给陆巡，陆巡接了过来，打开一闻，一股浓郁的丹香传来，他的精神下意识就是一震，好香啊！店铺里的其他学生也闻到了丹香，一个个露出了陶醉的神色。陆巡再一看，果然每一枚丹药的上面都有着金色的纹路，那金纹不像逝者的色，看上去简简单单，可盯的时候一尝，竟有一种盯着天地至理看的感觉。这丹药不简单，恐怕还真是2品天阶丹药。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白灵期待地看着陆巡。这家铺子不是我的，我需要问一问主人再说，你明天再来如何？陆巡其实有些异动了，白灵真有这么厉害的话，这门生意稳赚不赔啊！卖这些小玩意儿能赚多少？丹药才是真正赚钱的大生意。贾氏集团在清北街这个铺子，每年赚的钱跟暗能量都是星月楼远远不能比的。星月楼看起来赚钱，其实把房租人工一除，剩不了太多。房租太贵了。慕容嫣弄这个铺子主要目的是盯着楚又晴，而不是赚钱。现在这铺子给了楚又晴，陆巡反正没事，不如试一下。万一真能赚钱呢，也能让楚又晴多一个收入来源修炼，可是很费钱的。楚又晴的父亲在家族里失了势，按楚又晴的成长速度，他的家里早晚会供应不上他修炼所需的资源，而一旦资源不足，修炼的速度就会被迫慢下来。很多人成长慢，不是因为天赋不行，纯粹是因为资源不够。行，那我明天来找你，具体是几点？10点吧。好，明天见。少女离开了，陆巡收起那瓶聚气丹，给楚又晴发了一条消息。楚又晴的手机设有智能管家，如果不是太重要的事，都不会提醒他。陆巡不准备打扰他修炼。陆巡，你看着办就可以了，不用问我。铺子赚的钱，我们一人一半，你给我的暗能量，从我的那一半里扣。丹药的话，我马上出来拿。中午时分，楚又晴给陆巡回了电话。哇，经文，这是天阶丹药。校门处，当楚又晴看到白灵给的聚气丹时，眼睛一亮。他是识货的，天阶丹药就算是1品的也很贵呢。陆巡，那个白灵来历恐怕不简单，这么贵重的丹药随手就送出来当礼物了，这里面有12枚呢。楚又晴惊讶的同时，对白灵的身份有了猜测。陆巡点头，我也觉得她的来历不简单。那少女一看就不简单。陆巡见识虽不多，但也看出了少女身上穿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宝衣，其行事风格利落爽快。12枚天阶丹药，说送就送，这岂是一般人？那你得小心一点，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这些丹药，我拿1枚试试效果就告诉你。不，你全部拿去。你修炼不用吗？不用，他还给我送了1瓶。
啊！陆巡连哄带骗，把一整瓶聚气丹给了楚又晴。聚气丹是2境仙修的最爱，可以增加聚气与炼化暗能量的速度，同时又没有副作用。像一些直接提升修为的丹药是不能乱吃的，吃多了会积累大量的丹毒，影响未来的发展。嗑药嗑出来的修为跟自己的修炼的怎么能比？聚气丹这种辅助修炼的丹药才是最好的选择。陆巡，效果太好了，至少可以提升3倍修炼速度，一枚应该可以持续1个月的效果，不知道到后面效果会不会有衰减。晚上的时候，楚又晴就有了反馈，3倍，这效果确实好。贾氏的聚气丹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也不过2倍左右，而像其他杂牌聚气丹一般就提升几成修炼速度，搞不好还有一些副作用。除了效果外，持续时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否则一枚丹药那么贵的价格，就算效果爆棚就持续一会儿，那有什么用？那就分一半给他。陆巡有了决定。老板，怎么样？考虑好了吗？第二天上午10点，白灵准时来到了店铺处。可以，但有些细节我们要商量一下。没问题。两人一番商量后，最终定下来了。铺子的1楼分一半给白灵，3楼则分一半给他炼丹，4楼他也想要，陆巡暂时没答应。白灵不付房租，但会分40%的利润给陆巡，40%是陆巡提的，白灵答应的很爽快。这一点让陆巡愈发觉得白灵的来历不简单了，他似乎不是为赚钱而来，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效率这么高。3天后，当陆巡再度来到星月楼时，便发现星月楼已经焕然一新，白灵要有另一半已经装修出来了。3楼同样改造完毕，白灵还在一间小屋子里铺了一个小床，看样子准备在那里睡觉。这个时代装修的速度一向很快，但这效率也过于高了一点。第4天，白灵的丹药铺正式开业了，他给自己的丹药铺取名为灵丹阁，跟他的名字倒是很搭。哇，天阶丹药好贵，贵贵贵，可这是天阶丹药啊！灵丹阁一开业，就因为天阶丹药引来了众多的清北学生，里面被挤得水泄不通，连门槛都要被踏破了。结果就是所有的天阶丹药在开业的第1个小时就被抢光了。丹药一卖光，白灵直接让人把大门给关上了，然后挂上牌子，让学生们明天再来。我去，这就没了！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心疼钱。没有买到的学生一个个痛心疾首。老板，怎么样？我没骗你吧？铺子里，白灵拍拍手，很是得意。厉害！陆巡竖起了大拇指。好啦，我要去炼丹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学一学，但我不负责教哦。白灵钻入了3楼，那里有一个被他改造出来的炼丹室。陆巡，灵丹阁生意这么好，要不把整个铺子给他得了？先不要，星月楼最近的生意也被带起来了。好吧。周末这天，楚又晴特意来看了一下，被汹涌的人潮惊到了。灵丹阁排成的长队都快排出清北街了，对面的贾氏丹药铺生意都受不了不小的影响。一些原本准备买丹药的学生，就算买不到白灵炼制的丹药，也会再等一等，而不是选择贾氏丹药。为了抢到白灵炼的丹药，一些学生甚至会半夜半来排队。白灵的丹药可不仅仅是聚气丹、凝真丹这种，还有一些很珍贵的，可以用来扩宽气海与脉络的，这些才是最让人心动的。可惜他每天炼制的丹药数量有限，大部分人都抢不到。陆巡，你说他这么厉害，为什么要跑来这里炼制丹药卖？楚又晴不解。这个问题陆巡也答不上来。这少女来历非凡，身上透着一股子神秘，鬼知道她为什么跑来这里卖丹药，说不定是哪个顶级的大家族子弟在家里呆闷了，跑出来玩的呢。不管怎么说，对陆巡来说并没有坏处，灵丹阁生意这么好，每天的分成都相当于星月楼好些天的收入了，而且这分成还是暗能量。陆巡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白灵那里给慕容婉弄到了天阶的凝真丹。凝真丹跟聚气丹一样，都是2品丹药，只不过是针对武者的。由于担心慕容婉不收，陆巡让楚又晴拿去给他，这可以增加一些慕容婉的修炼速度。以往的慕容婉其实也在用丹药辅助修炼，用的是贾氏丹药，效果比起白灵炼制的要差出一些。陆兄弟，你要小心啊，暗网上出现了针对你的新委托，这一次对方开价100万暗能量，这个价格太高了，恐怕会有4境修士接啊。2周后，陆巡突然收到了罗大生发来的消息，暗网上有了新的针对他的杀人委托，之前那个委托也加了价，从3万单位暗能量提高到了5万。对方提价的原因应该是没人接。虽说暗能量很多，可陆巡一直待在北斗大学，最多在清北街活动一下。一般的3境修士在清北街动手是很冒险的，就算杀了陆巡，很可能自己也得交代。至于4境修士，5万暗能量还不值得他们冒险，人家看都不会看一眼。可现在新的委托开价100万单位的暗能量就太高了，
这是足足1立方米的暗能量，价格10亿起步，4进修士都有一定的可能动心。谁干的？陆巡的脑袋飞速转动，没费什么力气，他就锁定了可疑目标何家。想来想去，陆巡感觉只有何家才有可能。当年用一张欠条夺走他全部家产的人是拿不出这么多暗能量的，何家可以。当初为了让陆巡离开楚又秦，何家不就是开价100万暗能量？在慕容嫣明确拒绝后，何家看样子是恼羞成怒，直接把这100万暗能量甩出来，在暗网上找杀手杀死陆巡，得少出学校了。陆巡虽然猜出来，目前却没有太好的办法。何家财大气粗，随手就是100万暗能量，以他现在的实力，还无法与他们抗衡。唯一的办法就是少出学校，哪怕第4进的修士接了那个委托，也不敢在北斗大学动手。清北街其实也还好，但若真有第4进修士接了委托，对方有可能铤而走险，特别是一些拥有出色的潜逃能力的第4进修士。想到这里，陆巡朝学校走去。何潇刚到学校门口，他便看到了何潇。这家伙看到陆巡也是一喜。何潇耗费了这么长时间，总算把游蛇步修炼到第3阶了。他在这里等陆巡，就是要挑战陆巡。陆巡，何潇正准备开口，只觉得人影一闪，陆巡便已七进红莲焚心掌。何潇察觉到危机，没有选择躲避，而是要跟陆巡硬拼一记。他的红莲脉让他修出了红莲真气，攻击格外爆裂。上一次陆巡避开了他的攻击，给予了他重击，这让阿萧觉得同是气海4层，陆巡根本不敢跟他碰正面。轰！双方碰撞到了一起。噗！吐血声再度响起。刚刚还自信满满的何潇，在陆巡这一击之下倒飞了出去，飞出了10几米，重重的跌落在地。不可能！何潇懵了，他苦练身法，就是要逼陆巡跟他刚正面。现在陆巡不躲不避，真跟他刚正面了，他又顶不住了，这让他怎么能相信？何潇还没有反应过来，陆巡便已接近，一脚踩在了他的身上，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打，把何潇打得鼻青脸肿，别提多惨了。同学，请不要打架。直到学校的保安与老师赶到，陆巡才放过了他。陆巡，你竟敢打我！何潇满脸是血的爬了起来，此时的他快变成猪头了。打的就是你，没说在校外不能打人吧？陆巡卡了个 bug， 这里刚好在校门外，打个架就算会被处分，但这处分也很轻，不像在校内那么严格。何家竟然敢偷偷在暗网上悬赏100万暗能量找人杀他，他奈何不了何家，还奈何不了何家的后人吗？今天打的就是你！他又变强了。在陆巡爆捧何潇时，林岩躲在校门后面，吓得根本不敢探头。现在的他彻底怕了陆巡了。何潇今天专门拉上他，要在这里等陆巡回来，好跟陆巡擂台剑。哪知陆巡不讲武德，直接在校外开干，把何潇打得如此之惨。何潇那张勉强有点颜值的脸被打得不成人样了，估计就是用还我飘飘拳都打不回来。陆巡，你等着，今日之仇！噗！同学，请不要再动手，否则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另一边，何潇见学校的保安跟老师都来了，准备放狠话玩点尊，结果陆巡居然当着保安跟老师的面，一脚把他踹飞了出去。何潇整个人直接倒扣进了水池里，两脚朝天，把路过的学生看得目瞪口呆。太凶残了！林岩吓得一哆嗦。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脚好像还在校门外，于是他赶紧把脚缩了回来，生怕晚了被陆巡发现，陆巡也给他来一下。号外！陆巡暴打何潇。噗！这何潇也太惨了吧，都变成猪头了。你看后面那张图，直接变成圆规了呢。没多久，校园网上各种图片就传了上来，引来了不少人围观。今天可是周末，上网的学生要多一些。一些学生每天修炼完后也会习惯性的上会儿网，避免错过什么重大的消息。不就打个人嘛，有什么处分冲我来，别为难我的好学生。校务处费太阿一副魂不吝的样子。陆巡因为打人被带到了这里，他不知道在哪里得到了消息，跑来保陆巡来了。还好陆巡是在校外打人，加上费太阿死保，没受啥处分，只是被校领导谈了一番话言下之意，同学之间要和谐共处，不要欺负人。我大一，他大二，我哪里欺负他了？这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陆巡理直气壮，不知错更不准备改。于是校领导给陆巡的回答打了98，4分，不给100，是因为他觉得陆巡有1.6。何潇，你是不是个男人？是个男人就跟我上擂台。何潇，你这么怂，你妈妈知道吗？何潇，你裤裆里装的是棉花还是你的勇气？何潇。接下来一些天，校园里出现了让许多学生大开眼界的一幕。陆巡没事就去堵何潇，只要何潇出现，
陆巡就上去喊他上擂台。如果陆巡比阿萧高一届，或者哪怕平一届都没啥。问题是陆巡大一，何萧大二，面对陆巡的挑战，何萧却不敢接。陆巡的话就像刀子一样，句句扎心了。前几天那一架也早已经传遍了学校，何萧的颜面本身就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现在时不时被陆巡这般羞辱，何萧感觉整个人生都失去了色彩。可恶，我要杀了你！砰砰砰！修炼室里，何萧那个气啊，又气又急又没办法。陆巡跟神出鬼没一般，只要他出去，没多久就能堵到他，然后陆巡就会提出挑战，然后他就不敢接，然后他就会被当众嘲讽，再然后他颜面尽失，连修炼都没半点心情修炼了。只有天知道这些天他是怎么过来的。他也不敢离开学校，因为每当出现在校门，不远处总会出现陆巡的身影，这让何萧感觉他若敢离开学校，陆巡肯定会冲出来暴揍他一顿。何萧绝望啊！5555，父亲，给我报仇啊！1周后，何萧实在受不了了，在一个周末的时候，他喊来了自己的父亲来校门接他。他要回家，必须回家，他不要在学校了，说什么也不要在学校了。再这样被陆巡折磨下去，他会疯掉。一看到自己父亲，何萧就扑上去哭了起来。我了个去，这何萧也太惨了吧，都被欺负的哭了。虽然但是我怎么好想笑，这是什么仇什么怨，要被陆巡这样折磨。陆巡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否则陆巡怎么不欺负别人？说的是嘎。这一幕被好事者拍到了，在北斗大学引起了热议。吃瓜的学生们表示这瓜很有意思，他们可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大二学长，还是一个开了天地奇脉气海4层的天才，居然被一个大一新生给欺负得崩溃了，不得不哭着喊爸爸来接。这尼玛！不少学生表示看得很爽，可以继续。麻蛋，以后我再也不惹他了。林岩下定决心，从此以后看到陆巡就退避30米再说。何萧都被陆巡整崩溃了，要是陆巡想整他，那后果不敢想象，哈哈。巡哥你这也太有才了吧，以后我结了仇家，你可一定要帮我整他。李不凡乐坏了。陆巡，听说你把何萧欺负哭了。哦，那你要小心点，何家的人很小心眼的。楚又晴也听说了这件事，他连原因都没问，只是让陆巡小心。陆巡没有告诉他100万悬赏的事，免得他担心。何萧回家后就跟学校请了长假，看样子是不准备来学校了。陆巡少了一个乐子。陆巡最近基本不出学校，因为罗大生告诉他100万悬赏变成了200万悬赏，还被人接了。具体是谁接的，没人知道。这一次悬赏有点特殊，接的人有可能还不止一个，肯定是何家无疑了。悬赏金额的变化让陆巡确定了，这悬赏100%是何家搞出来的。何萧被他收拾得这么惨，所以何家提高悬赏金额给何萧出气呢。这个何家确实有钱，200万单位的暗能量，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陆巡变得更小心了。慕容婉突破气海3层，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20倍。几天后，20倍返还再次到来。慕容婉的修炼速度确实快得惊人，白灵给的天阶丹药更让他如虎添翼。离正式开学还不到1个月，他便再度突破1层，气海3层。陆巡的实力再度开始了飙升，从气海8层冲到了气海9层，然后是气海10层，再一路冲到了气海10层巅峰。冲到气海10层巅峰后，陆巡感觉体内的热流还很庞大，应该能进第3境吧。正当陆巡觉得能够直接冲入第3境时，体内的热流却是继续拓宽气海，然后陆巡就升到了气海11层。好家伙，陆巡没想到气海还有11层，别的午休只有气海10层，他居然冲上气海11层了。系统为什么没有突破第3境？陆巡问。通窍境需要打开全身108秘窍，觉醒5道神通，气海境的返还与真气、气海有关，难以助宿主突破第3境。若宿主执意选择现在突破第3境，觉醒稀有的5道神通的概率极小，如千里眼、火眼金睛、三头六臂等。系统的声音响起，那算了，就这样吧。陆巡想了想，还是放弃现在借助返还突破第3境。他现在的成长已经够快了，没必要一味求快，把基础打牢，每一个境界都得最 MB 反倒更好。更何况境界是境界，战力是战力，陆巡在断体阶段就可以轻松击败开了7脉的灵岩。若是他继续在气海境往上冲，冲到气海17、8层，等闲的3境都将不是他的对手。楚又晴突破聚气2层，你获得楚又晴收获的20倍。又过了2天，楚又晴也突破了。借助20倍的返还，陆巡从聚气6层一举冲到了聚气10层，离第3境仅有1步之遥。陆巡，
星月楼我去看了，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修炼吧。楚右琴突破聚气2层后，原本准备喊陆巡出去逛街，陆巡以修炼为由拒绝了。100万悬赏被人接了，陆巡不能大意。见陆巡这么勤奋，楚右琴并没有怪他，自己跑去星月楼看了一下情况。星月楼的情况自然不错，在白灵的灵丹阁带动下，生意越来越好。陆巡活动的范围就变成了北斗大学。好在北斗大学很大很大，在里面待着并不会闷。他还在修炼吗？慕容婉还真是个修炼狂人。在上一次在药力的作用下，陆巡与他梅开2度之后，他就再没有见过慕容婉了。想来他肯定在修炼。慕容婉这么拼道也可以理解，跟清北的学生不一样，他已经25岁了。这个年龄，清北的学生都毕业了。他若不是拥有玲珑宝体，开出了玲珑脉，被北斗殿的一个长老收为徒弟的话，是进不了清北的。清北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准确来说，他也不是在清北读书，只是被北斗殿的那个长老放在清北培养。又过了1周，月度考核来了。月考相对简单，主要就是修为测试一下，看看上个月相比有没有进步。就算修为还是一样，但只要有进步，测试柱显示出来的能量层级就不一样，那也是进步。不知道这个月的新人榜排名会不会有变化？肯定有，但我感觉第1名不会有变化。俺也一样。1个月的时间，慕容婉跟柳星河最多到气海3层，不可能追上陆巡，陆巡还有领先优势。你们说，陆巡有可能到气海5层吗？月考这天，学生们议论纷纷，猜测着这一次月考后新人榜的变化。新人榜会随着每个月的考核而变。哇，柳星河居然到气海3层了，王腾云到气海2层了，他也不错啊。杜玉琪也到气海2层了，这是个美女耶。测试中心，一些学生守在那里，将情况不断汇报到网上去。慕容小姐，这些暗能量不用给我，给右晴吧，她比我更需要。好吧。测试中心外，陆巡再次遇到了慕容婉，他也来了。他准备送出去的暗能量还是没能送出去，慕容婉不收，他也没办法。两人虽然有了第2次缠绵，可那一次也是意外。他们现在的关系还处于一个微妙又尴尬的地步。在慕容婉的内心深处，其实有点害怕跟陆巡见面。慕容婉来了，好美啊！慕容婉一进入测试中心就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他来到测试柱前，发出了全力一击，滴滴滴，果然是气海3层，能量层级比柳星河还要高一些。好厉害，真是又美又彪。学生们佩服的不行，慕容婉没有停留，径直离开了。陆巡来了，学生们再度行注目礼。陆巡进入了测试中心，正当学生们以为他会去测试时，陆巡却是走向一个人。你这个不敢接挑战的废物，终于赶来学校了。他看着何潇，冷冷道：你说谁是废物？我已经到气海5层。何潇居然化悲愤为动力，突破了气海5层。是吗？那一会儿擂台见。陆巡淡淡道。何潇一致。虽然他突破了气海5层，可他对上擂台还真没有多少信心。他被陆巡打怕了。废物！陆巡不屑地说完，走向测试柱。何潇脸涨得通红，他很想说擂台就擂台，可就是不敢说出口。他想看看陆巡的测试成绩再说。滴滴滴，滑，气海5层，我累了去。这才开学1个月，他就干到气海5层了。测试中心一片沸腾。怎么会？何潇眼中浮现出绝望。他好不容易才突破气海5层，这才1个月过去，陆巡突然就直接冲上来了。再来1个月，岂不是会直接超过他？1个月的时间，他何潇是绝对不可能突破气海6层的。这一点，他对自己的信心。他不是那样的天才。滴滴滴，这还没有结束。聚气2层，滑，测试中心再次沸腾。这就是我们北斗大学的终极猛人吗？哈哈，看到了吧？我说的没错吧？我陆哥才是唯一真神。可惜了，仙武双修。学生们震惊不已，但也有人故意拿仙武双修来扫兴。这一次月考再度掀起了不小的议论。当然，议论来得快，去得也快。月考一结束，学生们该修炼的修炼，没有多少人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网上。蓝星最近在不断加速，离进入星空古路的时间也在不断变短。所有学生都有了紧迫感。慕容婉的太阿剑法突破1阶，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20倍，你获得万劫无相剑。1周后，突然，陆巡获得了慕容婉修炼剑法的收获，万劫无相剑。太阿剑法到了陆巡这里变成了万劫无相剑，名字变了，同时厉害了很多很多。北斗大学修炼室，陆巡手持长剑，剑眉微蹙，全神贯注地震动全身真气。他手腕轻转，剑锋在空中划出玄妙的轨迹，对着面前比人还高的巨石连续挥斩。
陆巡剑招看起来杂乱无章，就仿佛是初学者的胡乱挥舞，但若细看便会发现，那凌乱中暗藏玄机，每一剑都似与天地共鸣，蕴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律之美。呼！几秒后，陆巡收剑而立，前方的石头完好无损，没有丝毫破坏。啪啪！陆巡拍了拍手掌，空气被他震动，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巨石表面骤然浮现蛛网般的裂纹，随即轰然坍塌，化作数百块棱角分明的碎石。好犀利的剑气！陆巡俯身拾起一块碎石，指腹轻抚过光滑如镜的切面，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些石块的切面格外的光滑，就仿佛镜子一般。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被陆巡以剑气切割了开来。这剑气太过犀利，在将石头切成数百份后，石头仍旧保持着完整。直到陆巡拍手，石头仿佛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由此可见，这剑气的犀利程度，确实是一门不错的剑法。太阿剑法返还过来后，变成了万劫无相剑。这门剑法相当厉害，仅是第一式就让陆巡的剑气变得异常犀利。万劫无相剑的另一个厉害之处在于，其剑招无形无相，剑通太虚，招式如镜花水月，又如云雾般缥缈难测。通俗点便是无招胜有招。回头再整把好剑。陆巡还剑入鞘，这把剑是他在学校的物资处用暗能量兑换的。北斗大学的物资处可以兑换到很多东西，比如丹药、武器、防具、宝衣等等。这些东西的品质还算不错，属于中等偏上。如果想要更好东西，那得自己花大价钱去外面购买，或者在学校举办的一些赛事以及重要的年底排行榜上取得好的名次，也有一定的几率获得这些方面的奖励。陆巡这把剑是他用2000暗能量兑换的，品质太过一般。2天后深夜，小白再次变成了芭芭拉公主。她每个月才可以苏醒一次，一次持续的时间很短，仅有2-3分钟。都告诉你不要再给我洗澡。芭芭拉刚一苏醒就接收了上个月的记忆，顿时炸毛，2只前爪在空中胡乱挥舞。不过这次她总算没有扑上来要杀陆巡。陆巡从床上慵懒地支起身子，单手撑着脸颊。如果我是你，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吐槽上。好像对哦。芭芭拉歪着脑袋想了想，耳朵轻轻抖动，立即收敛了怒容。怎么样，我没骗你吧？那条咒语是不是很有用？然后他得意地翘起尾巴，碧蓝的猫眼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陆巡点头，确实有用。想不想学第2条？芭芭拉凑近几步，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这是一条辅助型咒语，能让你的战斗力短时间内翻倍。若是重复施展，他故意顿了顿，才继续道：战斗力还能继续叠加哦。战斗力翻倍，还能叠加？说吧。陆巡挑了挑眉，不动声色。听好了，这条咒语很长。芭芭拉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念道：阿巴卡贝贝卡多。月光下，布偶猫的胡须随着咒语轻轻颤动。他反复念了5遍，直到确认陆巡完全掌握。这是我的血，你试下，我看看你念的对不对。芭芭拉用小爪子滴出了一滴血。他这么急切，陆巡反倒生疑了。公主是公主，小白是小白。虽然小白是芭芭拉意识沉睡后身体的本能，但正是这种本能反倒更加可靠。芭芭拉的意识苏醒后，反倒有可能跟陆巡玩小心机了。以后再试吧。于是陆巡淡淡道：咒语很长的，还需要一定的发音技巧，你念错任何一个音节都没用。你确定不要我教？芭芭拉眨巴着眼睛，不如先告诉我，你教我这些咒语的目的。这个世界上可没有无缘无故的好。陆巡盯着他的双眼问：很简单，我想让你帮我解除我身上的魔咒，这对现在的你来说很难，所以我会给你更多的依仗，让你可以顺利成长起来。芭芭拉一本正色道：帮他解除身上的魔咒。陆巡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为什么选择我？你若想找人帮忙，东方的那些强者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吧？不。芭芭拉坚定地摇头，月光在他眼中投下神秘的阴影。这是命运的选择，也是我唯一翻盘的机会。命运的选择，没错。芭芭拉往前迈了一步，声音轻若耳语：我中了沉睡魔咒后，原本永远都不会苏醒，直到遇到了你。说到这里，他的猫瞳中闪过一丝异彩。你的气息很特别，竟能让魔咒产生一丝松动。这不是命运是什么？气息特殊，还让芭芭拉的沉睡魔咒产生松动，难不成是混沌神体的原因？陆巡感觉很有这个可能。只要能解除了身上的3重魔咒。喵！芭芭拉话还没有说完，便再度无法发声。然后他的意识陷入了沉睡，重新变成了小白。如果不出意外，下一次他的意识苏醒应该是下个月了。这条咒语果然很难。在芭芭拉的意识沉睡后，陆巡用小白爪子上的那滴血尝试了一下，
芭芭拉的第二条咒语难度更大，陆巡就算用了小白的血，咒语也没有念错，却没能施展出来。在想尝试的时候，那滴血已经消耗殆尽了，一滴血只能施展一次咒语。等下个月芭芭拉苏醒后再跟他学吧。陆巡没有太在意，继续睡起了觉。第二天早上5点钟不到，天就亮了。最近这段时间，蓝星正借助恒星的引力在星空中不断加速，离进入暗宇宙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也就导致蓝星的昼夜交替变得不再那么有规律。北斗大学中，白天能够看到的学生寥寥无几，所有学生都卯足了劲在修炼，就连去食堂吃饭的学生都少了一大截。许多学生早早准备了高能量食物，避免在吃饭上浪费时间。整个北斗大学，陆巡依然是最闲的人。暗网上关于他的2条悬赏仍在，所以陆巡一直不曾离开过学校，每天在学校里惬意万分的躺平。楚又晴看样子在全力修炼，以往几乎每天楚又晴都会给陆巡发消息，最近这个频率变成了1周1次。至于慕容婉这边，他从不会主动跟陆巡联系，基本上只有月末考核的时候，陆巡才可以见到他。轰！修炼室里，一张灵符被陆巡激发，将一颗石头炸成了碎片，威力不错。陆巡对这张符的威力很是满意。虽然不能修炼，陆巡躺平之余，没事也会琢磨一些手段，比如符转，这是属于仙道的手段。武道更强调自身，仙道则有很多借力的手段。如果在修炼上没有太大的建树，还可以学炼丹、炼气、阵法、符转、傀儡之类的旁门。慕容婉突破气海4层，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20倍。这一天，突然陆巡又一次收到了来自返还，好厉害！陆巡点赞。慕容婉的修炼速度快得惊人，开麦后仅半个月就突破了气海1层。从气海1层到气海2层虽用了1个多月，但那是他被家里的事耽误了。在专注于修炼后，慕容婉仅用了20来天就突破了气海3层。现在还是20多天过去，慕容婉直接冲到了气海4层。这中间慕容婉还耗费了一些时间修炼武技。玲珑宝体确实是顶尖的修行体质，这是为修炼而生的体质，舒服。陆巡这边一举冲到了气海13层，他的气海由此变得异常庞大，犹如一片汪洋，浩瀚无边，真气的雄浑程度堪比一些第3境的修士。慕容婉的千宗步突破第2阶，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20倍。你的万宗步升级为神宗步。1周后又一次返还到来，慕容婉在突破气海4层后，将千宗步修炼到了第2阶。陆巡的万宗步也由此再度得到了升级，变成了神宗步。楚又晴突破聚气3层，你获得楚又晴收获换20倍。几天后，楚又晴也迎来了突破，陆巡喜迎返还聚气11层。与慕容婉一样，楚又晴的突破没能让他冲到第3境，而是升到了聚气11层巅峰。我去，还真是1个月1层，5层以上还能够1个月突破1层，这样下去，北斗大学纪录要被他打破了。别忘了，他可是仙武双修，仙武双修还这么快，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又是1个月的月考到来，陆巡的成绩再一次引起了关注。许多学生哪怕早已料到，仍颇为惊讶。每个月陆巡的实力都会上升1层，还是仙道、武道同时上升，哪怕在北斗大学的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事。陆巡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这些学生如果知道他的真实实力，不知道会惊成什么样。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现在有多得意，后面就有多凄惨。何萧冷笑，现在的他彻底没有了追赶陆巡的希望。这个月过去，陆巡的修为便超过了他，他想要突破气海6层，至少还得3个月。何公子，快走！林岩发现陆巡目光看过来了，劝何萧快走。何萧变了脸色，逃也似的离开了。最近他很少来学校，更害怕跟陆巡打照面。阿巴卡贝贝卡多，你的咒语是没错的，但有音节的发音时长不对。时长？当然喽，发音的时候时间长度必须一模一样，不能长也不能短。第1条咒语是被皇族优化过，否则比起这一条会难10倍不止。几天后，芭芭拉的意识又一次苏醒。这一次苏醒后，芭芭拉没有浪费时间，教起了陆巡咒语。咒语的讲究颇多，看起来只是一句话，想要学会可不容易。陆巡其实是取了巧，那便是用了芭芭拉的血，否则陆巡体内没有魔力，根本无法施展咒语。就算有魔力，要施展这些咒语也不容易，那需要不俗的魔法造诣才行。哎，看样子是学不会了，下个月再来咯。喵！2分钟后，芭芭拉的意识再度陷入了睡觉。陆巡仍没有学会咒语。陆巡，灵丹阁的分成我打你卡上了。月末，楚又晴发来消息，陆巡快2个月没有出过校门了。
白灵的灵丹阁生意越来越火爆，他炼制的基本都是天阶丹药，消息不知道怎么在网上传开了，导致除了清北的学生外，其他修行学校的学生与外界修士也都跑去那里买丹药，每个月的分成也变得越来越多。楚又勤坚持要将一半的分成分给陆巡，陆巡只好由他。楚又勤现在还不缺暗能量，陆巡可以存着，等他以后缺的时候再给他。慕容婉突破气海5层，宿主获得慕容婉收获的20倍。新的一个月过去一大半后，慕容婉再度突破，陆巡也由此突破了气海15层。楚又勤突破聚气3层，宿主获得楚又勤收获的20倍。慕容婉突破没多久，楚又勤同样迎来了突破，这升级都停不下来了。陆巡喜不自胜，满打满算，距离正式开学也就不到3个月，陆巡便已经是气海15层，聚气13层，这实力的提升太疯狂了。楚又勤习得飞剑术，宿主获得楚又勤收获的20倍。你获得无影飞剑术。楚又勤突破聚气3层不久，便学会了2境先修的必备手段飞剑术。他学的应该是通用的飞剑术，没有太多取巧的地方，威力主要取决于修为与控剑技巧。20倍返还给陆巡后，变成了无影飞剑术，比起普通的飞剑术厉害太多太多了。白灵把灵丹阁关了。是的，老板，白小姐关了1周了，一直闭门不出，也不知道在做什么。这一天，陆巡收到一个意外的消息，白灵把灵丹阁关了。灵丹阁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不为过。陆巡这边只是出一半的门面，便可以分到40%的利润，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以白灵的炼丹造诣，不管在什么地方炼丹，生意都不会差。现在他突然关门了，难不成是觉得陆巡这边分的太多？可不能把这么大一棵发财树放跑了。更别说楚又勤跟慕容婉能够修炼这么快，白灵的丹药也有一定的帮助。只要白灵还在，陆巡就可以凭借近水楼台的优势，从他那里优先弄到丹药。想了想后，陆巡决定去清北街看一看情况。虽然暗网上关于他的2条杀人委托还在，但他现在的实力今非昔比，第3境的修士休想杀死他。就算遇到第4境的杀手，陆巡也能跟对方过几招。清北街在清北的中间，只要拖一会儿就够了。做了一些伪装后，陆巡出了门。不多时，他来到了星月楼，果然关门了。陆巡站在灵丹阁门前，看着紧锁的大门，眉头微蹙。哪怕关门了足足1周，大门外仍有不少等着购买丹药的人，足见白灵的丹药效果之好。陆巡来到3楼，敲起了门。谁？白灵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带着一丝疲惫。他只是关门了，人还在里面。是我，陆巡。哦，等会儿啊。白灵的声音听上去挺正常，但隐约能听到里面手忙脚乱的动静。这么看，他应该是在炼丹，而不是要关门大吉。吱呀，10几分钟后，门缓缓开了。老板，好久没见。白灵出现在门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白灵，你这是怎么了？当看到她的模样，陆巡忍不住问。白灵的颜值并不差，也是实打实的美女。相比起慕容婉的惊艳，楚又勤的清纯，白灵则更多了几分俏丽与活泼。只不过现在的她张小脸脏兮兮的，几缕发丝粘在额头上，头发也显得有一些凌乱。更难绷的是她的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长出了明显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摇摇欲坠。这是多久没睡觉了？我没事。白灵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这是炼丹炼的，我想炼制出3品丹药，可一直成功不了。说着，他沮丧地垂下肩膀。3品丹药，那是对应第3境修士的丹药。只要炼制出3品丹药，就可以算是3品炼丹师。白灵能够炼制2品天阶丹药，炼制出普通的3品丹药，对他来说不难。他应该是想炼制出更高品质的3品丹药，所以才把自己搞成了这样。你没事就好，我听说你闭门不出，有些担心，所以过来看看情况。陆巡松了口气，语气温和了几分。谢谢老板关心。白灵露出了甜甜的笑容。老板，你是修士吧？旋即他问。陆巡点头。哇，真好，我要是能够修炼就好了。他羡慕地道。陆巡一滞。你不是修士？白灵点点头。我没有修为呢，不然肯定能炼制出3品丹药来。没有修为？陆巡的目光在白灵身上转了又转，他不怎么相信，没有修为居然能炼制出2品丹药，还是2品天阶丹药，这怎么可能啊？炼丹造诣与修为并不直接挂钩，可若没有修为支撑，稍稍高级一点的丹药都无法炼制出来的。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修为啦，我可以用丹药增加灵力，还可以操控这些灵力来炼丹，但我的灵脉出了问题，没办法自主修炼出灵力。见陆巡不信，白灵解释了一番。原来如此，白灵居然也不能修炼，他的情况跟陆巡可不一样。陆巡是被系统禁止修炼，而不是不能修炼。就算被禁止修炼，他也可以吸收暗能量来对灵力、真气进行补充。
白灵不行，他只能靠吃丹药来获得灵力，这些灵力还没办法在体内存在太长时间，不知道他的灵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过在没有修为的情况下，单凭用丹药补充的灵力能够炼制出2品天阶丹药，白灵简直堪称炼丹奇才。老板，有人找。这时店长跑上来通知。是谁？贾氏集团的人。贾氏集团，这是生产贾氏断体丹、开卖丹的那个炼丹集团。老板，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一旁的白灵突然道。陆巡发现他的神色有一些紧张，贝齿轻咬下唇，似在担心什么。白灵，什么事你说吧，只要能帮忙，我一定帮忙。陆巡温声道。他们很可能要高价收购你的店铺，你可不可以拒绝他们？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灵丹阁的分成，我可以再给你提高2成。白灵道。再提高2成，那就是6成。好家伙，白灵自己炼丹，陆巡这边只是提供一个场地就能拿6成，这样的生意提着灯笼都难找。白灵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开店？好，我答应你。陆巡答应了。谢谢老板，你人真好。白灵松了一口气，甜甜的笑了。陆巡转身离开。很快他在楼下见到了贾氏集团之人，一共有3人，为首的一个穿得很是板正的中年男子，气息强大，给陆巡的感觉至少是第3境。老板，有没有兴趣跟我们谈笔生意？中年男子双手背在身后，下巴微抬，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什么生意？陆巡双手抱胸，不动声色地问道。你们的租约签的是3年吧？剩下的2年半时间，我们一次性给你10万暗能量或者2亿现金，你们这铺子卖给我们，如何？中年男子朗声道。还真是，被白灵说中了，对方果然是来收购店铺的。10万暗能量或者2亿现金，这个价格可不低。就算可以从灵丹阁得到分成，想要赚到10万暗能量也不容易。这么看，是白灵让他们感到了威胁，所以才来高价收购。不对，陆巡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贾氏集团可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炼制出来的丹药不仅畅销华夏，在华夏周边的国家同样大受欢迎。他们在清北街的这个店铺，只是其庞大商业版图中微不足道的一小块拼图而已。白灵就算能炼制出2品天阶丹药，可终究只有一个人，他能抢走贾氏集团多少生意？更别说以白灵的炼丹造诣，就算陆巡答应把店铺转卖了，白灵再换一个店铺，还不是会门庭若市？可白灵宁愿分出6成利润，也不愿意换店铺，仿佛就是要跟贾氏集团对着干一般。贾氏集团直接花一个大价钱来收购星月楼，这里面难道有什么故事不成？我这是遇到恩怨局了。陆巡不由想，抱歉，我这店铺不卖。心中转动着念头，同时陆巡拒绝了中年男子的收购。老板不用拒绝的这么快，我们再加1瓶贾氏宁元丹或通窍丹，如何？中年男子没有放弃，再度增加了条件。贾氏宁元丹或通窍丹，这2种丹药换成一个2境巅峰的修士听到，呼吸都得急促起来。第2境的修士想要突破第3境，可没有那么容易。一些天赋一般的，在2境巅峰一卡就是好多年难以突破。这时候若有宁元丹或者通窍丹的帮助，成功率就会大大提升。宁元丹是针对先修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筑基丹。先到第3境，宁元境也被人称为筑基境，这一境至关重要，一旦突破，在修士群体中也能够算1号人物了。5到第3境则是通窍，通窍丹同样可以让突破变得更轻松。这2种丹药都是标准的3品丹药，稍稍有点品质的，售价都极其高昂。出自贾氏集团的宁元或通窍丹更是卖出了天价，还不容易买到。现在他们为了一个小小的星月楼，居然愿意拿出1瓶来，还真是恩怨局不成。陆巡这下愈发肯定了，白灵跟着贾氏集团多半有什么恩怨。对面中年男子说完话后，便气定神闲地等着陆巡的回复。看他的样子，似乎笃定了陆巡一定会动心，毕竟那可是贾氏集团出品的宁元通窍丹。不好意思，我这店铺不卖。让中年男子意外的是，陆巡居然再度拒绝了。5万暗能量外加丹药，老板若愿意转让，今天暗能量就可以到老板账户。中年男子再度加价。同一句话，我不想说第3遍，阁下请回吧。陆巡想都没想，直接拒绝。5万暗能量确实是天价，可对现在的陆巡来说，还真瞧不上眼。另外，这个铺子是慕容嫣留给楚又晴的，虽说楚又晴将一切决定权交给了陆巡，陆巡也不会就这样卖了。老板，不再考虑考虑。中年男子的脸色阴沉了下去。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陆巡面色转冷，淡淡道：不就拒绝了2次，还甩上脸色了？谁怕谁？中年男子的目光在陆巡脸上打量了几眼后，轻哼一声，转身就走。很快他就回到了对面的贾氏丹药里。老板，谢谢了，
我还真担心你答应他们呢。中年男子走后，白灵从后面走了出来，感激的道：我已经答应了你，自然不会食言。你好好炼丹，别太累了。白灵重重点头。另一边，贾氏丹药的3楼，刚刚到新月楼的中年男子回到了这里。三小姐，事情没办好，新月楼的老板不卖。中年男子来到一个20多岁、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女子面前，恭敬地低下头汇报：不卖。三小姐缓缓抬头，纤细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是的，三小姐，他不卖，我加了2次价，没想到他这么不识好歹。中年男子咬牙切齿道：5万暗能量加1瓶筑基丹，他都不动心。李主管，去查一查，看看这人是什么来头，再想办法联系到房主，出高价让房主违约赶走他们。是，小姐。中年男子下去了。在他走后，三小姐来到了窗前，隔着玻璃看向对面的新月楼。哗哗，新月楼1楼左边的灵丹阁，2个店员将门打开了。哇，开门了，开门了！还好我一直守在这里。一直守在外面的人喜出望外，如潮水般冲进了灵丹阁中。就连原本准备来贾氏丹药铺的人也纷纷掉头，选择了灵丹阁。小姐，他的丹脉不是废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厉害？三小姐身边一个丫鬟小心翼翼地问道。高武纪元降临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些大家族中，丫鬟、仆人之类的角色再度死灰复燃。再厉害，他这一辈子也炼制不出3品丹药，一个野女人生的野种而已，哪里能跟我们三小姐比？另一个丫鬟插嘴：够了！三小姐的话让2个丫鬟赶紧闭上了嘴。盯着灵丹阁看了半天后，终于三小姐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的嘴角微扬，露出了一抹冷笑：我的好妹妹，你不好好躲着，故意跑这里来，那就别怪姐姐手下无情了。与此同时，新月楼中，陆巡收到一个消息后匆匆离开了。何家的人要挑战我？是的，陆巡据说是何萧的堂哥，叫何强，他刚上大4，闭关半年后，在前天刚突破第3境，要给何萧出气。第3境，要不怎么说何家不要脸呢？都大4了，还是第3境，居然要挑战一个大1第2境的新生。电话里，李不凡将情况说来。北斗大学中有人点睛要挑战陆巡，还为此下了10万暗能量的重注，只要陆巡击败他，便可以拿走10万暗能量。这件事在北斗大学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与讨论。校园网上，不少学生都在讨论陆巡会不会接受何强的挑战，没有天地奇脉，还这么快就突破了第3境。何强的情况在校园网上也传遍了，对方没有打开天地奇脉，竟也在大4的时候突破了第3境。虽说如此，大境界之间的差距宛若云泥，何强的实力远非2境修士所能比拟。他很嚣张，亲自在校园网上下了战书，还在擂台那里守着。这样的行为引来了不少学生的围观。你要战，那便战。陆巡将这些情况尽数了解后，直接在战书下面给出了自己的回复：区区第3境而已。如果是开了天地奇脉的天才，陆巡或许还会考虑考虑，连天地奇脉都没有，陆巡怕他个鸟。有一说一，这何家还真是人丁兴旺。何萧算是最年轻的一个天才，这个何强也不是太弱，还有一个叫何欢的仙修，也是一个天才。当初何家就是想用他跟楚幼琴联姻，以便生出更多有灵根的后代。何家不仅天才多，心眼也小，年轻一代不惜以大欺小，年长的则偷偷摸摸在暗网发布杀人委托，想要陆巡的命。既然如此，就别怪陆巡不客气了。回复完战书后，陆巡便快步朝学校走去，就让他看看这个何强到底有几把刷子吧。喵！怀里小白的耳朵突然竖起，发出了警惕的叫声。不对！陆巡停了下来，双手一动，几张灵符便绕着他旋转了起来。这是他闲暇之余画出来的防御灵符，以他在符篆上的微薄造诣，这些灵符的防御力强不了一点，但有总比没有好。陆巡的目光看向四周，刚刚还鼎沸的人声已然消失，周围的景色也变得模糊，就仿佛陆巡被与世隔绝了一般。结界，陆巡轻语，这应该是结界。结界是阵法的一种，在西方更加流行，因为通过魔法更容易施展结界。许多魔法施不下的结界，可以直接在闹市中将人隔绝出来。啪啪啪，掌声响起。见识不错，不愧是名动北斗大学的天才，我这几千万一张的结界符用在你身上不亏。伴随着掌声出现的是一个打扮稀疏寻常，好似路人的人。暗网杀手。陆巡双眼微眯，神色从容不迫地打量着来人，右手已悄然按在了剑柄上。对方这势头多半是暗网杀手无疑了。你知道暗网？暗网杀手眉头一挑，陆巡的镇定让他有些意外，于是在反问的同时，他便化为一道惊雷杀向了陆巡。
陆巡脚步轻移，身形如鬼魅般闪避，同时长剑出鞘，寒光乍现。叮叮叮，剑影交错间，两人已交手10数回合。真气与真气的碰撞，让周围的景色不住地荡漾了起来。如果没有结界符，这等程度的战斗足以惊动清北的强者。但现在结界符将所有的波动都隔绝，外界连一点动静都察觉不到。这也是这个暗网杀手敢在清北街动手的原因，怎么会这么强？一交手，暗网杀手心中的惊异便抑制不住了。按他得到的信息，陆巡现在不过是气海6层，而他早已到达通窍4层，相当于第3境中期。这里面的差距可不是简单的几层，而是一个天一个地，这让他有充足的信心轻松杀死陆巡。但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陆巡强的离谱，这绝对不是气海6层。在他的感知中，陆巡仍是气海境，可哪怕是气海10层的武者都没有陆巡这般霸道的真气与旺盛的气血。他不确定陆巡到底是气海多少层，只确定一点，陆巡绝对不是气海6层。缩地成寸，暗网杀手忍不住动用了武道神通。武道第3境为通窍境，这一境武修的实力得到了全面增幅，还会有一些被动或主动的武道神通。如通窍境第1层打开的是9处木窍，将获得若竹变微、破绽凝光、百步观文等被动武道神通，也有一定的可能获得天眼神通、破望之谋、千里眼之类更厉害的武道神通，只是几率极小极小。第2层打开的则是9处耳窍，可以获得跟听力相关的武道神通。第3层是鼻窍境，第4层是足窍境。这个暗网杀手实力为通窍4层打开了好几10处秘窍，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还获得了缩地成寸这门武道神通。只见他身形忽闪忽现，速度骤然提升数倍，在战场上来去自如。然而陆巡的神踪步同样精妙，总能在他即将得手之际巧妙避开。当当当，双方的碰撞不断升级。第3境不过如此，越打陆巡信心越足，他凭借神踪步躲避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选择了硬碰硬。万劫无相剑，这是什么剑法？暗网杀手几次差点被陆巡伤到，若不是他有缩地成寸，恐怕早已完完。这让他极其骇然。觉醒了木窍神通后，第3境武者可辨敌弱点，料敌于先，但他竟看不透万劫无相剑的弱点，也无法预料其出招。可恶，不能再拖下去了。暗网杀手决定使出杀招了。他猛地杀出了一物，正准备使用突地，他察觉到危机，眼皮一跳，猛然一躲，一点寒光从他的残影上掠过。飞剑，暗网杀手心中一惊。身为第3境武者，普通的飞剑他不怕，但陆巡这飞剑不管是速度还是威力都足以威胁到他。嗖嗖嗖，又是几把飞剑袭来，将暗网杀手逼得一阵手忙脚乱，完全没有时间使用杀招。不好，致命的危机再度来袭，他猛然往旁边一闪，然后又是一闪。缩地成寸这门神通比许多身法武技都还要好使。正当他以为自己避开了陆巡接连的杀招，准备使用杀招时，他突然察觉到不对劲，低头一看，他的身体竟已只剩下了半截。下一秒，更多的剑光袭来，几把飞剑也同时击中了他暗网杀手的半截身体，轰然落地，死不瞑目。这个第3境4层的强大武修，恐怕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会死在一个2境修士的手里。4品雷火符，呵，陆巡从他的手上取下了那张暗网杀手没来得及激发的灵符。这是一张攻击灵符，4品雷火符。4品对应是第4境，也就是说，这张灵符对4境修士都有一定威胁，只是有威胁而已。4品灵符的真正用途是用来对付4境以下的修士。4境以下，除非有相应的防御手段，否则预知必死无疑。这个暗网杀手倒是很富有，先是用一张结界符把陆巡隔绝，然后还准备了4品灵符这样的大杀器。只是他绝对想不到陆巡这般强大，强大到没有用芭芭拉的咒语便将其杀死。当然，怪也只怪这家伙自己太过拖拉，如果一上来就直接使用4品雷火符，陆巡还真有点悬。反派死于话多，所以陆巡决定以后要杀人就好好杀人，千万别废话。喂，110吗？我要报警。费老师，我遇到了一点情况。几分钟后，当结界符失效，陆巡在周围学生的尖叫声中淡定地拿出手机报了案，还通知了费太阿。你们说陆巡会来吗？应该不会，陆巡又不傻。是我也不会，这可是3剑，差距太大了，脑子有病才会来受虐呢。没错，本来就是何家的人在欺负人。嘘，声音小点。北斗大学中，数百个学生围在了一处擂台下，擂台上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男子，
这就是何家的何强。他公开对陆巡下了战书后，便一直等在这里，并扬言要在这里等陆巡3天。如果这3天陆巡都不敢来，从此他见面就会骂陆巡胆小鬼。这是跟陆巡学的。当初何潇就是被陆巡这一招给整崩溃了。只不过呢，由于何强是大4还是第3进，学生们站他一边的可不多。恃强凌弱，自古以来都为人所不齿。更何况大多数学生出身一般，对何家这样的豪门大家族可没有多少好感。何公子，陆巡多半不敢见。哼，谅他也不敢。擂台下方，林岩与何潇也在。何强突破第3进后，听说何潇的遭遇，便急急要来给何潇报仇。别看何强的实力更强，在何家他的地位可比不上何潇。陆巡回了，陆巡回了。这时有学生突然有了发现。什么？你们看战书下面那个叫薛定谔的陆的 ID， 这就是陆巡的号啊！你要战，那便战。WOC， 这是应战了。厉害了我巡哥，这都敢接，差距这么大，这能赢吗？不管能不能赢，我巡哥都是当之无愧的真男人。学生们沸腾了，他们万万没想到陆巡竟然接了战书，他居然敢接。林岩同样看到了陆巡的回复，满眼不可思议。一向与陆巡不对付的他，都完全想不明白陆巡为什么敢接。那可是第3进，实力相比起2进修士有一个质的变化。陆巡现在最多气海6、7层吧，怎么跟第3进打？他要找虐，那便成全他。何潇目光闪动，仿佛看到了陆巡被何强暴揍的场景。很快，陆巡接下何强挑战一事，在北斗大学就像是风一般传开了。由于今天是周末，消息传得极快，导致擂台下的学生数量不断攀升，很快就突破了1000人。一些原本在修炼的学生都顾不得修炼，跑来看热闹了。陆巡同学，事情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你可以走了。好的。清北街，陆巡杀死暗网杀手的事已然处理完毕。五府之人到来后，简单的进行了一番调查，便了结了此事。虽说对陆巡反杀3进杀手很好奇，但因陆巡身份特殊，五府之人并没有深入调查。哪一个天才没有一点自己的秘密？这个混蛋竟然敢来杀我的宝贝学生！陆巡，你先回学校，为师去给你置办点宝贝。废太阿气的胡子都翘了起来。虽说他很佛系，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陆巡不看重。曾经的他还准备为了陆巡洗心革面，重振旗鼓的，只是被陆巡一句话给整破防了，重新颓废下去了而已。是陆巡，他不是接了何强的挑战吗？怎么还在这里？听说有第3进的暗网杀手想杀他，结果被他反杀了。什么？陆巡杀了3进杀手？路过的学生们认出了陆巡，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瞪圆了眼睛，更多人则是满脸不可思议地打量着陆巡。陆巡，北斗大学新一届最耀眼的天才，双天地奇脉，仙武双修，反杀第3进的杀手，有意思，怪不得拒绝了我们的收购。不知道你跟本小姐的白灵妹妹是什么关系？贾氏丹药的3楼，3小姐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陆巡的背影，嘴角微扬，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哇，慕容婉，好漂亮，荣城第1美女名不虚传。北斗大学中出现在擂台附近的慕容婉引起了不少学生的注意。她静静地站在人群中，却如同鹤立鸡群，没有刻意打扮，却自有一种令人屏息的气质。北斗大学不是没有美女，但美的像慕容婉这样的还是很少见。许多女人的美多多少少带点其他因素的加成，比如身份、地位、修为等等。慕容婉的美是最纯粹的美，她在没有任何修为时便已经是荣城第1美女了。现在的她坐拥玲珑宝体，修为1日千里，拥有了天才光环的加成，更是美得惊心动魄。柳星河，是柳星河，好帅啊！这时又一个人出现了，这便是拥有星辰圣体的柳星河。平时很少现身的他，居然也因为这一战跑来观战了。柳星河一现身，便吸引了不少女生的目光。在颜值上，柳星河确实很能打，放在旧时代，高低能当一个顶流小鲜肉。柳星河到来后，远远地看了一眼远处的慕容婉，便将目光重新放在了何强身上。可以一战。在观察了何强足足3分钟后，柳星河得出了结论，哪怕何强是第3进，他也认为自己能够与之一战。至于这一战是胜是负是平，柳星河并不在意。星河圣体最强大的便是战斗力。别看现在的柳星河仅是气海4层，等闲的气海9、10层他都不放在眼里。双天地奇脉，以那异象的霸道程度，此战陆巡未必会输。与绝大多数学生不看好陆巡不同，柳星河却是认为这一战陆巡不见得会输。除了柳星河外，还有不少的天才也来了，比如王家的王腾云，以及其他开了天地奇脉之人，甚至
还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跑来观战。哇，大新闻！刚刚有3境杀手要杀陆巡，结果被陆巡反杀了。什么？我的天，真的假的？我的一个同学在现场，包真的。尼玛，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突然，一个新的消息令在场的学生们骚动了起来。清北街发生的事传回来了，荒谬！擂台下方何萧下意识便否认了这条消息。开什么玩笑？3境杀手还能被陆巡反杀的？一个3境的杀手既然敢在清北附近动手，岂能没有2把刷子的？这些人莫不是弱智吧？这么夸张的消息也信？林岩摇头，嘴上这样说，可他的心里却是咯噔直跳，因为林岩觉得这消息说不定是真的。或许是跟陆巡作对以来，陆巡创造的奇迹太多了，多到林岩这个对手每听到这样离谱的消息，都会下意识存一个疑心：陆巡杀了3境杀手，怎么可能？擂台上的何强同样听到了这个消息，与许多学生本能的不相信不一样，这个消息让何强的心咕咚一跳，脸都要吓白了。何家在暗网上对陆巡发布的悬赏，很少有人知道，何萧就不知道，是以密城，予以谢拜。何家人很注重保密，在何强突破第3境后，被他的父亲告知了这件事。他这一次挑战也是何强父亲的授意。陆巡一直不出北斗大学，杀手找不到机会，所以何强这次挑战的目的是要复制陆巡当初的操作，把陆巡的心态搞崩，最好能让陆巡受不了了，选择离开学校去散散心，这样杀手就有机会了。没成想陆巡今天真的离开了学校，还被杀手盯上了。只是呢，何强万万没想到，一个敢在清北附近动手的第3境杀手居然被陆巡反杀了。这个消息可太棒了，棒到何强差点没站稳。他刚上大4几个月便突破了第3境，放在北斗大学的学生中也算是快的，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他嗑药嗑起来的，否则一般只有开了天地奇脉才有这样的修炼速度。嗑药的弊端很多，一是根基不稳，二是战斗力要弱一些。何强有自知之明，他绝对不是那个3境杀手的对手。陆巡能反杀3境杀手，要打败他岂不是分分钟的事？这让何强的小心脏不争气地跳动了起来，心中慌得一匹，却又要强装镇定，避免丢脸。费太阿那么大方，说不定给了陆巡什么依仗呢。这时有学生提出了一种可能，我也觉得是这样。费太阿虽然佛系了一点，但对陆巡是真没得说，以费太阿的实力，随便给点保命底牌，比如灵符、战丹，都能够让陆巡反杀3境了。其他学生附和道，他们的话很快引起了更多学生的共鸣。一定是这样，何强的心定了下去，信心重新滋生了起来。擂台上有明确的规定，不能使用灵符、战丹之类的外物，只能用自己的真本事战斗。何强就不信他一个第3境还会输给第2境的陆巡不成？是陆巡，听说他接受了何强的挑战，还在校外反杀了第3境杀手，快跟上去看看。当陆巡重新踏入校门的那一刻，瞬间成为了所有目光的焦点，不少学生纷纷停下脚步，远远跟在他身后窃窃私语。陆巡步伐沉稳，目光平静，径直朝着北斗广场的方向走去。随着他的前进，身后的人群越聚越多，乌压压一片，宛如潮水般涌动。巡哥，牛逼啊！你连3境都能反杀，那何强都快被你吓得尿裤子了。李不凡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笑嘻嘻地凑到陆巡身旁，满脸兴奋。他的实力上升也不慢，开麦3个月后，李不凡已经冲到了气海2层巅峰，离气海3层只差临门一脚。陆巡来了！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北斗广场上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一瞬，随后齐刷刷地转过头来，人群自动分开，让出一条数米宽的通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陆巡身上。这里的学生中大多是大1新生，也有不少的高年级学生，许多人只听说过陆巡的名字，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陆巡。哇，好帅！我原本以为柳星河已经帅得天下无敌，没想到还有人比他更帅。这就是今年的北斗第1天才吗？不少女生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低声议论着。陆巡的颜值本就出众，再加上超级天才的光环加持，此刻在众人眼中，他整个人仿佛笼罩着一层无形的气场，耀眼的让人移不开视线。陆巡神色淡然，无视周围的喧嚣，径直走向擂台。他来了，还真敢来，以为放出一些假消息就能让我们畏惧，可惜你的心理战没用。何萧冷冷地注视着陆巡，嘴角挂着讥讽的弧度。在他看来，先前传回来的消息一定是陆巡故意找人放出的烟雾弹，其目的就是动摇何强的战意，以便在战斗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在他身旁，林岩默默后退了半步，让何萧的身影恰好挡住自己，避开陆巡的视线。是谁要挑战我？陆巡在擂台下站定，目光扫视四周，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我。擂台上，
何强高声回应，手中阔剑重重触地，发出一声闷响。你们何家看来也不全是孬种，总算有个像样的男人了。陆巡嘴角微扬，语气平淡，目光却意有所指地瞥向一旁的何萧。何萧的脸色瞬间就阴了下去，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他一直不敢接陆巡的挑战，这一点将成为他最大的污点。除非将来他击败陆巡，否则这个污点是洗不掉了。你大4，我大1，你3境，我2境，我也不说你以大欺小，只是10万暗能量可不过瘾，不妨多加点赌注，敢不敢？陆巡话音一转，看向擂台上的何强，你要加多少？何强沉声问。就看你能拿出多少了，不管你拿多少，我跟着拿多少。陆巡淡淡道。何强眉头一皱，下意识看了一眼何萧，只怕你拿不出来那么多暗能量。何萧冷笑，谁说我的学生拿不出暗能量？懒懒的声音响起，费太阿来了，我这张卡里有的是暗能量，你们尽管赌，若陆巡输了，不管多少暗能量，我这个老师都认。费太阿拍出了一张金色的卡片，慢悠悠地晃了晃。哇，这是蓝星联盟的金卡，据说只有存款在1方暗能量以上才可以办理金卡。1方？那不是100万个单位的暗能量。有学生见识不错，认出了费太阿手里的金卡。1方暗能量也就是100万个单位的暗能量，价值10亿往上。那就赌1方暗能量。阿强还没有说话，何萧急急开口了。何家自然是财大气粗，奈何族人太多，所以1方暗能量对何萧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何萧手里远没有这么多暗能量，现在有机会赚外快，何乐而不为呢？何强的心中却是再度打起鼓来。陆巡一来就要提高赌注，费太阿这个导师不仅不制止，反倒跑来添油加醋，这让何强心里瞬间没底了。1方暗能量，你拿得出来？陆巡看向何萧，当然可以，我不信，除非你马上拿出来。拿就拿。何萧一咬牙，走到了一边打起了电话。这张卡里有1方暗能量，只要你能赢，马上就可以转给你。几分钟后，何萧掏出了一张卡，看样子他从家里弄到了暗能量。行，那就以此为赌注吧。陆巡干脆利落地应下。擂台上的何强虽有些慌，却是没有了反悔的余地。现在的情况，他不能露怯。堂堂一个3境天才，主动挑事，结果被一个来历不明的消息吓到。他要是认怂了，以后脸往哪搁？不如放手一战，未必会输。他可是第3境，1方暗能量，我去，这赌注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何止大，简直是大出了天际。陆巡这要是赢了，岂不是爽歪歪？输了也酸爽啊！台下议论纷纷，所有人都被这惊人的赌注震撼到了。哪怕对清北的学生来说，1方暗能量都是天文数字，如此豪横的赌注在清北都极其罕见。2位同学，擂台的规矩很简单，不可借用符篆战单等外力，不可伤人性命，不可毁人根基，一方认输需马上停手。在确定了赌注后，专门负责擂台秩序的一个老师说起了规矩。规矩是公开的，每次有学生上擂台，老师都会重复一遍。好了，现在开始吧。在讲清规矩后，老师退到了一边，开启了防护阵法，避免两人战斗的于波波挤到擂台之外。陆巡则与何强相对而立，何强手持阔剑，体内的力量不断涌动，气势疯狂攀升。对面，陆巡漫不经心地拔出了剑，你先出手吧，免得你说我以大欺小。何强的气势攀升到顶点后，却是让陆巡先出手。他并非真的谦让，而是擅长后发制人，以静制动。以大欺小，不，这叫以小欺大。陆巡话音未落，身影骤然消失。好快！何强瞳孔骤缩，他刚刚突破第3境，木窍神通已开，动态视力极强，就连子弹的轨迹都能清晰捕捉。可此刻他竟然看不清陆巡的动作。狂风剑法，惊骇之下，何强立刻转为手势，阔剑挥舞如狂风骤雨，在周身形成密不透风的剑幕。枪！枪！枪！金铁交鸣声接连炸响，陆巡的攻势如疾风骤雨，却全被何强挡下。该我了！何强心中大定，正要反击，嗖嗖嗖，几道寒光骤然闪现。与此同时，陆巡手中长剑再度展出，数道凌厉剑气破空而至。不好！金钟罩！何强头皮发麻，仓促挥剑格挡，同时发动了一个防御武技金钟罩。电光石火之间，陆巡的剑气勉强被他挡下，却有2柄飞剑如鬼魅般出现，穿透了金钟罩，瞬间洞穿他的肩膀和大腿。我认输！生死关头，何强嘶吼出声，嗡！3柄飞剑骤然悬停，剑尖距离他的身体不足1寸。何强冷汗涔涔，脸色惨白，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身上同样鲜血淋漓。被2把飞剑洞穿，何强受的伤可不小，
只是不会伤及性命罢了。不堪一击，陆巡抬手一挥，飞剑如燕归巢般收回袖中。何强的战斗力比起那个暗网杀手要弱太多了，对现在的陆巡来说，简直不堪一击。他甚至都没动用真正的实力，就将其轻而易举击败。输了，何强认输了，不认输还能怎样？只会伤得更重。第三境竟然败得这么快，台下瞬间炸开了锅，惊呼声此起彼伏，数千名学生面面相觑，眼中满是震撼。陆巡胜！老师宣告了陆巡的胜出。何潇猛地瞪大眼睛，失声吼道：“这不可能！”尽管结果已展现在眼前，这一战也为数千人同时见证，何潇仍然不愿意相信，堂堂一个第三境的何家天才，竟输给了陆巡，这让他怎么接受得了？太厉害了吧！仙武双修打起架来竟这么给力，一手剑气，一手飞剑，谁他妈能防啊？为什么他能同时控制真气与灵力？特么我控制一种都得用尽全力。你们不觉得陆巡战斗的时候特别帅吗？擂台下人潮涌动，学生们仍旧沉浸在方才的战斗中，讨论得热火朝天。好厉害，他的飞剑竟能穿透金钟罩。人群中柳星河目光一缩，普通学生看热闹，他看的却是门道。仙与武本身存在一定的高下之争，在蓝星目前的鄙视链中，仙修看不上武修，武修看不上西方的魔法，但其实条条大道通罗马，任何一条道路走到极致都能够变得无敌般强大。仙修的飞剑在前几境异常犀利，让人防不胜防。武修也有对应的手段，比如突破第三境开了9处木窍后，获得动态视力，觉醒木窍神通，便可以捕捉到飞剑的轨迹，从而加以应对。再比如金钟罩一类的防御武技也是飞剑的克星。金钟罩是1境到6境以上都可以施展的武技，不同的实力施展出来的效果有着天壤之别，一旦施展便可以在周边形成全方位防御。3境和强施展的金钟罩，2境先修光凭飞剑极难破防，可陆巡仙武双修还能够以飞剑洞穿何强的金钟罩，这就有点恐怖了。他的剑法好高明。柳星河还注意到了更多的地方，陆巡的剑法异常高明，发出的剑气让何强不得不全力抵挡，从而再无更多精力去应对飞剑。也就是说，刚刚的战斗中，陆巡分心二用，在以剑气攻击的同时，竟还操纵了飞剑，这样的本事极为罕见。柳星河顿感无穷压力。虽然他跟陆巡没有冲突，但身为同一届的天才，谁不想争个高下呢？大家都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若都像中年、老年人那般与世无争，那不是白瞎了这大好的年龄吗？他这么厉害了吗？另一边，慕容婉的美眸之中浮出异色。刚好这时候陆巡看了他一眼，四目相对，陆巡对他眨了眨眼，慕容婉顿时双颊绯红，逃也似的移开视线。这个学弟有点意思，好久没有出现这样的天才了。怎么，你也打算与他一较高下？我比他大3岁，修为即将突破4境，若还去与他争个长短，岂不是让人笑话？这场战斗观战的人比想象中的更多，一处教学楼的楼顶，几道身影屹立在那里，远远地注视着这一战。哈哈哈，好徒儿！费太阿大笑着灌了口酒，晃悠悠地走向何潇。为师这就帮你要赌注去。他怕何潇赖账，毕竟那可是足足1立方暗能量。在费太阿虎视眈眈的注视下，何潇脸色铁青，咬着牙将1方暗能量转给了陆巡，然后他跳上摆台去扶重伤的何强。至于原本跟在他身边的林岩，早已经溜到了离陆巡好几10米远的地方。这家伙现在是彻底怕了陆巡，连跟陆巡打照面的勇气都没有。他也就敢跟李不凡打打嘴仗，两人时不时还会约上一架。李不凡防御惊人，但攻击手段一般。林岩慢慢找到了打法，双方打来打去，以平手居多。乖徒儿，走，咱们找个单独的地方，为师给你几样护身宝贝。在何潇转账后，费太阿带着陆巡离开了。这一场由何强发起的挑战由此落下了帷幕。挑战虽已结束，但这一场挑战带来的余韵却是久久未消，在北斗大学里如同风一般传播了开来，并向着其他学校扩散。消息是真的，陆巡真的杀了一个3境杀手，不信你们看视频。这时之前传回来的消息因为一条视频得到了证实，那是3境杀手浮尸街道的视频，我就知道一定是真的。这还用说吗？陆巡如此轻松就打败了3境的何强，反杀3境杀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吧？仙武双修战力竟如此恐怖，我现在开灵脉还来得及吗？你不如选择倒头就睡。喂，梦里啥都有。北斗大学再一次因这件事而震动。好徒儿，有这几件东西，就算遇到4境你也不用怕了，但你千万要冷静，4境非同一般，所以一旦遇到，尽量还是用神行符套吧。修炼室里，
废太阿一次性给了陆巡好几样护身宝物，这几样都是可以应对第4境的。4品的金钟符，激发后可以制造一个金钟罩，能抵挡普通4境修士1分钟以上。4品的神航符，激发后可以让你在3分钟时爆发出急速，是逃命的不二之选。4品的雷丹，这是一枚战丹，以真气刺激便可激发，能够让一片区域瞬间被雷霆淹没，属于一次性的攻击型丹药。还有一副密银软甲，穿上后哪怕4境5修的剑意都能够挡下几击，若是先修也可挡住普通飞剑的切割。这4样东西对陆巡来说都是正宗的宝贝，每一样都价值不菲。4品的东西不管品质如何，售价皆极其高昂。废太阿这一次是出了大血了，老师，这太贵重了。陆巡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废太阿对他真心不错了，不管是清虚学院还是北斗大学，有哪个导师像废太阿这般为学生这般尽心尽力的？废太阿摆摆手，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追忆。为师这辈子怕是突破不了第6境了。他仰头灌了口酒，声音沙哑。当年若不是遇见你师娘，罢了，不提也罢。废太阿声音低沉，让陆巡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陆巡正欲说话，却见老师眼中突然迸发出惊人的神采。所以徒儿啊，他用力按住陆巡的肩膀，替为师去看看10境之上的风景。10境之上，这4个字让陆巡一时恍惚。现在的蓝星还没有公开的10境强者呢，至于10境之上，那更是传说中的传说。有人说那是属于仙神的领域，是人类难以企及的领域。还有人说把蓝星的所有暗能量用光，都难以支撑一个10境之上的诞生。那对目前的陆巡来说太远太远了。还有更重要的是，废太阿拍了拍陆巡的肩。陆巡收敛思绪，看向他。废太阿将葫芦里的酒一饮而尽，高声道：替我自由。替他自由。陆巡愕然，老师现在不自由吗？心处牢笼，谈何自由？余音袅袅中，废太阿的身影已然消失，只留下淡淡的酒香在空气中飘散。这何家有完没完？宿舍里，陆巡的脸色冷了下去。暗网上有关他的悬赏再度提高了，从200万单位的暗能量提到了400万单位，直接翻了个倍。这是4个地方的暗能量。看样子，陆巡与何强的一战彻底激怒了何家，也让何家感觉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何家对陆巡势在必杀。如果说1、2个地方的暗能量，一些4境修士可能还会犹豫一下，4个地方的暗能量足以令一些4境修士铤而走险了。要知道，何家的悬赏发布在暗网，而经常上暗网的4境修士成分多多少少有一些复杂，在有足够大的利益之时，这类4境修士也不介意客串一下杀手的角色。陆巡，听说你被一个3境杀手刺杀了，你没受伤吧？晚上时分，楚又晴关切的声音在电话中响起。楚又晴白天应该在修炼，现在听说陆巡遭遇3境杀手的事。我没事，没事就好，担心死我了。我还听说你击败了何家的3境天才，陆巡，你好厉害哇！楚又晴的声音中充满了崇拜。与他聊了几个小时后，时间已到深夜。陆巡打开校园网一看，网上满是关于他与何强一战的消息。这一战彻底在北斗大学传开了，也传到了清虚学院以及其他不少修行学校。学生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仙武双修的战斗力问题。仙武双修以前不是没有过，战斗力确实也要更强悍一些，只是还没有人像陆巡这般强悍，在第2境中期的时候就能够如此轻松地击败一个3境天才。至于反杀3境中期的杀手，不少学生倾向于陆巡用了什么底牌，反倒没有过多讨论。越级战斗是天才的必备，可越的是小境界，大境界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哪有那么容易跨越？再说了，何强就算没有开天地奇脉，能在大4就突破第3境，放在外界高低也算是一个天才。就这样，在陆巡手上竟没能坚持半分钟。陆巡的战斗力着实令人啧舌，应该没人看出来。陆巡看了一圈后放下了心，至少在学生中没人看出他的真实实力。这一战，陆巡其实并没有动用太多超标修为，他凭借的是万劫无相剑与无影飞剑术的犀利，还有神宗部的神出鬼没。否则在何强拥有木窍神通的情况下，陆巡想要这么快击败他很难。和强败的不冤，这2门武技1门法术可都是系统返还后进行了20倍升级的产物，比起普通的武技法术厉害了太多太多了。至于有没有老师看穿他的真实修为，陆巡不是太担心。高武时代，哪个天才没点秘密？只要不是被夺舍或者叛族，各个修行学校与蓝星强者对天才还是很宽容的。更别说以混沌神体的神奇，哪怕6境大能也无法看出太多。陆巡适当小心一些，但也不必太过小心，只要不暴露系统，问题都不是很大。哇，是陆巡，真的是他。第2天，陆巡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校门，
前往清北街。没错，虽然昨天刚刚被刺杀，陆巡还是再次出校了。他倒要看看会不会有4境杀手来刺杀自己。若真有4境杀手出手，那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因为费太阿在暗中盯着呢。昨天晚上，陆巡在得知何家再度加价后，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以自己为诱饵，引杀手出击。若费太阿能解决一个4境杀手，势必会对其他杀手形成威慑。到时候，在蓝星进入星空古路前，陆巡就不用这般小心了，正好给费太阿找点事做。对费太阿这个格外关心自己的导师，陆巡是既希望他振作起来，又害怕他振作起来后天天守着自己修炼。就这样，陆巡一路来到了星月楼，这中间并没有遇到杀手。想来昨天刚刚才有3境杀手被陆巡反杀，就算有4境杀手接了悬赏，今天恐怕也不敢出手。老板，听说你昨天遭遇了刺杀，你没事吧？星月楼3楼，白灵看到陆巡颇有些高兴。我没事，这3个字是陆巡这2天说的最多的字了。老板，这瓶丹药送给你，以后若遇到致命伤，用它们可以保命。白灵递给陆巡一瓶丹药，陆巡接过来一看，瓶子里面每一颗丹药上面都有金色的丹纹，毫无疑问，这是天阶丹药。丹药的钱就在分成里扣吧。陆巡不准备占白灵的便宜。不用的，老板，你拒绝了他们的收购，我还没感谢你呢。这瓶丹药就当是我的谢礼吧。也行。陆巡收起了丹药。对了，老板，这几张灵符也送给你，都是2品的符，我没有3境的灵力，最高只能画出这样的灵符来，品级低了一点，不过效果很不错的。这时白灵又递过来了几张灵符，陆巡接过一看，白灵的这几张灵符品级虽只有2品，可品质却非常不错，比他画出来的要厉害多了。不说别的，光是灵符的符文都比陆巡画的复杂了好几10倍。你还会画符？陆巡有些意外。白灵炼丹厉害就算了，画符也这么厉害。我的灵脉受损，不能修炼，只好琢磨这些旁门手段了。除了画符，我对阵法也有一些研究呢。白灵不无骄傲的道。他还会阵法，会的可真多呵。老板你看，我给星月楼布置了一个防御阵法，哪怕3境的修士也能挡一些时间呢。似乎怕陆巡不信，白灵开启了一个阵法。这是一个小型阵法，可以护住整个星月楼。在阵法开启后，陆巡尝试了一下，发现白灵没有说谎。这个阵法，陆巡想要打破都需要一些时间。阵法一道，对修为反倒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这应该是白灵能够布置出这等阵法的原因。炼丹、符传、阵法这些旁门，虽说是旁门，可也一点不简单。没有相应的天赋，哪怕一辈子去钻研，成就也有限。能够在一种旁门上有所造诣，就不容易了。白灵一下子会3种，而且3种都不差。这一刻，这个活泼俏丽的少女在陆巡的眼中简直是一个宝藏女孩。这要是能绑定她就好了。系统，我多久能绑定第3个人？陆巡生出了绑定白灵的心思。现在的他有了慕容婉与楚又晴，在修为方面已经不愁。若是能绑定白灵，那他在其他手段上也将拥有飞速的成长。最妙的是，他虽然不能修炼，但炼丹、画符、布阵总是可以的吧？炼丹造诣一旦上去，赚钱就简单了。画符同理，像费太阿给陆巡的4品符传，任何一张价值都上亿，换算成暗能量也是10万单位的暗能量起步。阵法师赚钱相对难一点，但也不差。一些修士成长起来之后变得有钱了，就想给家里布置更厉害的阵法保护家人，这便给了阵法师赚钱的机会。一般来说，炼丹师最富，其次是符师，再次是阵法师。若能绑定白灵，再借助系统帮白灵把灵脉问题解决，那陆巡就可以从他这里获得源源不断的返还了。到时候陆巡拥有了这3种赚钱的手段，就能够解决慕容婉与楚又晴成长起来后修炼资源的问题，保证他们的修行速度。他们的修行速度可是直接影响到陆巡的成长速度。宿主实力达到第3境后，可绑定第3人。系统给出了答案，陆巡想要绑定白灵，需要到第3境才行。绑定的方法与之前一样，要么像与慕容婉那样发生深度结合，要么像楚又晴那样好感度提升到100%后，通过接吻的方式绑定。这里面还有一些隐藏条件，比如若是深度结合，陆巡必须是对方的第1个男人；若是那种峡谷早已经被其他男人光顾过的女人，是无法绑定的。系统，现在白灵对我的好感度有多少？陆巡问。16%。答案出来了，白灵对陆巡的好感度不算低，有了16%，但也不高。有16%，应该跟陆巡果断拒绝了贾氏集团的收购有关，否则2人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哪来的好感可言？趁突破3境前，想办法把好感度提升上去，再来想办法绑定。陆巡谋划了起来，他并非花心的男人，只是想要绑定白灵，只有这2种办法。
第一种难度很大，陆巡总不可能去强迫白灵吧，所以陆巡选择第二种。白灵，你的灵脉出了什么问题？有了决定后，陆巡关心起了白灵，他想知道白灵的灵脉到底有什么问题。老板，是这样的，我有一条丹脉，原本好好的，2年前不知道为什么丹脉突然废了，整个灵轮也因此被堵塞，我就变成现在这样了。白灵将事情的缘由说出。丹脉废了？怎么会无缘无故废掉？陆巡本能的感觉这里面有故事。我也不知道呢，兴许是我炼丹练太多了吧。你炼的丹这么厉害，没办法解决吗？天地奇脉出了问题，很难解决的，除非有本源之气，可本源之气哪是我能够弄到的呢？白灵叹气，这个总是显得很乐观的少女，还很少有叹气的时候。若是能绑定她，系统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陆巡明白了，同时放下了心。每一次绑定新的对象，系统都会奖励绑定礼包，绑定礼包里基本上会出现对绑定对象极其有用，能够解决其问题的东西，比如慕容婉的先天之气，楚又琴需要的先天灵气，白灵需要的本源之气，系统应该也可以解决。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来给你帮忙吧，顺便跟你学一学炼丹。谢谢你了，老板，你人真好。了解了这一切后，陆巡没有离开，而是给白灵帮起了忙。接下来每一天，陆巡都会抽时间出来给白灵帮忙。帮忙是次要的，主要是想提升好感度。这样的举动确实有用。3天过去，白灵对陆巡的好感度突破了20%。这3天，费太阿一直在暗中守着。准确来说，他是在清北街上方的一个云团中，一边喝酒一边守株待兔。只不过这3天都没有杀手来对付陆巡。费太阿倒是很有耐心，反正他又不求上进了，每天喝酒度日，在哪喝不是喝三小姐。新月楼的屋主不愿意违约，我们恐怕只能想别的办法了。条件翻倍，他都不动心吗？是的，三小姐，那屋主的身份有些特殊，恐怕我们打动不了他。哦，他是谁？傅雪。傅雪，居然是他，这么看，我们确实打动不了他。另一边，贾氏丹药铺的3楼，三小姐眉头不展。这几天，李主管托了各种关系，总算找到了新月楼的屋主。三小姐想要付出高价，让屋主选择违约，把陆巡跟白灵赶走。可对方的来头太大了，根本不配合，这条路便走不通了。那就开启商战吧，从其他店调一批丹药过来，再把所有丹药半价销售，同时高价收购原材料。我倒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几分钟后，三小姐有了决定，她要开启商战，让白灵知道厉害。三小姐为了一个小小的灵丹阁，住嘴！小姐的决定岂是你能质疑的？是，属下知错。李主管想劝一劝，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丫鬟堵了回去。他暗自叹了一口气，在他看来，灵丹阁每天走的那点量，对贾氏丹药根本形不成威胁。不要说贾氏集团，就是清北街的这个贾氏丹药铺，相比起灵丹阁来说，都是庞然大物，那是大象与蚂蚁的区别。灵丹阁最大的问题是量太少了，就算效果再好，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买不到，他们只能选贾氏丹药。三小姐完全没必要去跟灵丹阁较劲。什么？贾氏丹药半价了，快去抢啊！第二天，一个消息在清北传开了，清北街的贾氏丹药铺将所有丹药进行半价销售。这个消息让清北的学生们都坐不住了。贾氏丹药有口皆碑，唯一的问题就是价格太贵。现在贾氏丹药居然打半价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现在不去抢，更待何时？于是乎，很快整条清北街都被前来抢丹药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来得晚一点的人都根本挤不下了。他们怎么都去对面了？半价，就算我们的丹药效果更好，也顶不住半价的诱惑。灵丹阁里，几个店员眼巴巴地看着外面。以往的灵丹阁门庭若市，现在却是门可罗雀，人都全部跑对面去了。半价的威力太大，还有学生不动心。每个学生手里用来买丹药的暗能量其实是有限的，豪门子弟终究是少部分人，大多数学生都需要对暗能量进行精打细算，往往还要存好几个月的暗能量才能来买一次丹药，直接就导致今天白灵炼制的丹药居然还剩下一大半。果然，他这个月的进步好大。修为终究才是基础，可陆巡不光战斗力强，修为的进步居然也这么大。北斗大学季考来了，这一次陆巡适当多展露了一点实力，特别是先修的实力，往上直接提了2层，再度引起了热议。贾氏丹药半价，陆巡挑眉看向李不凡。是啊，巡哥。李不凡搓着手，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贾氏丹药还从未打过半价，这么好的薅羊毛机会可不能错过。考核刚过，李不凡跑来告诉了陆巡一个消息：清北街的贾氏丹药半价销售了。这个消息太劲爆了，在清北都传遍了。许多学生一完成月考
就匆匆出了门，要去抢购贾氏丹药。半价，这是跟白灵杠上了。陆巡摸着下巴，若有所思。今天由于他要参加考核，还没有去清北街。好多人。当陆巡来到清北街时，发现清北街被挤得满满当当，连根针都插不进去。清北街很少有这般热闹的时候，足以说明贾氏丹药半价的威力之大。怎么还剩这么多？陆巡好不容易挤到灵丹阁一看，里面的丹药还没有卖到一半，这在以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白灵炼制的丹药，哪次不是一出炉就被抢光了的？看了一下情况后，陆巡来到了3楼。白灵正专注地控制着丹火，听到脚步声才抬起头，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老板，他的心情似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白灵，你没事吧？陆巡轻声问道。没事呢。白灵擦了擦额头的汗珠，语气平静。那你知道贾氏丹药半价销售了吗？陆巡又问。白灵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们想掐断我的生意。不止半价销售，炼丹的原材料也涨了好几倍，这肯定是他们的手笔。贾氏集团的人疯了吗？为了白灵这么一个小小的铺子，这得损失多少钱？陆巡内心里有些不解，对白灵与贾氏集团的恩怨，他更加感到好奇了。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值得贾氏集团这么做？那你怎么办？陆巡问起了白灵。没关系的，老板，只要能保持收支平衡，我就能够一直炼丹。而只要继续炼丹，我的丹脉就有恢复的可能。白灵并没有太过担心，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这一点是许多人学都学不来的。又交谈了几句后，陆巡有些明白了白灵的打算与谋划。他来这里炼丹，不光是为了与贾氏丹药对着干，还是为了丹脉。在白灵的感觉中，他若是不停地炼丹，有一定的可能让丹脉恢复过来。炼丹是个费钱的活，只是利润极高，所以他为了说服陆巡，一开始才让出了30%份额。他不需要太多的钱，只要能维持住收支平衡，让他能够不断继续炼制下去就行。现在贾氏丹药的这一招就是针对他来的，打折可谓是打到了7寸上。若继续这样下去，白灵的丹药就不好卖了。丹药卖不出去，资金就无法收回，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白灵想要一直炼丹的愿望便没办法实现了，赚不了钱，拿什么去买新的原材料？没有原材料，怎么炼制出新的丹药来？明白了这一切后，陆巡沉吟了一下，道：白灵，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不要分成，所有的钱你先留着，挺过去再说。老板，你太好了，后面我会补偿你的。白灵手上的动作一顿，抬起头时眼眶微红。他也没有拒绝，因为他确实需要。只不过哪怕是这样，形势也不容乐观。贾氏集团看样子是铁了心要对付白灵。接下来几天，贾氏丹药仍在进行半价销售，他们还从其他店铺调来了大量丹药，以此来满足清北的学生们。灵丹阁依旧没什么人光顾，每天白灵炼制出来的丹药能卖1/4就不错了。天阶丹药的品质确实高，但价格也更为昂贵，能够买得起的修士相对有限。白灵之所以选在清北街开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学生消费能力最强，这让他可以持续不断的炼丹。在贾氏丹药半价的情况下，修炼速度稍稍慢一点，对一些学生来说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不少学生都没办法保证自己一直有丹药用呢。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白灵最高只能炼制2品的天阶丹药，如果他能够炼制3品以上的天阶丹药，那局面自然又不一样了。由于丹药卖不出去，积压太多，白灵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再这样下去，他就会买不起炼丹的原材料了。白灵，其实你不用急的，他们这样做绝对亏钱，不可能坚持太久。看着白灵日渐消瘦的脸庞，陆巡温声安慰。贾氏集团的手段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故意高价收购原材料，这样那些卖材料的商人就不会低价卖，白灵想买原材料也只能付出高价。另一方面，低价出售丹药，抢走白灵的生意。哪怕丹药利润很高，贾氏集团这样做也绝对不赚钱，甚至亏钱。他就不信贾氏集团能一直亏下去。不，老板，我不能停的，我现在的丹脉还有恢复的可能，若是停止炼丹，时间一久，丹脉就再也恢复不过来了。白灵却摇了摇头。这样吗？而且不把我赶走，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偏不遂他的意。白灵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倔强。他是谁？陆巡这下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妥妥的恩怨局了。白灵，以现在的原材料价格，你炼制的丹药还能赚钱吗？陆巡沉吟了一下后问。若是按原价卖，肯定是能赚的，我再考虑要不要打点折。那就好，你不要管贾氏集团，继续炼丹，卖不出去没关系，炼丹所有的花费我来出。啊，老板，这怎么好意思啊？我也不是白出钱，这些丹药就归我了，说起来我还占了你的便宜。谢谢你老板。白灵感动的双眼冒起泪花。
现在的形势对他来说太难了。他炼制出来的丹药没人买，投入收不回来，就算手里还有一些存款，时间一久也坚持不下去。陆巡愿意给他托底，这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可是，老板，现在的原材料很贵，这对你来说负担太重了。没事，我有的是钱，你恐怕还不知道，我刚刚赢了100万单位的暗能量。啊，老板好厉害啊！一听说陆巡赢了那么多暗能量，白灵重新燃起的光彩，对陆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原本陆巡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小老板，可现在他突然发现，陆巡这个小老板不仅人很好很有魅力，似乎也有点不简单呢。好感度到 50% 了。陆巡的这一波主动帮助收获颇大，白灵在感动之下对他的好感度飙升了一波，都升到 50% 了。阿巴卡贝贝卡多宿舍附带的小型修炼室里，伴随着陆巡念出的咒语，他的气息开始攀升。轰！陆巡一击击在了能量测试器上，果然翻倍了。陆巡的这一击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变化，攻击的威力却是翻了个倍。这一切都是芭芭拉那条咒语的功劳。哎，总算学会了。芭芭拉蹲坐在一旁，头上戴着一朵红色的小花，看上去有些卡哇伊。如果我要往上叠加战力，继续施展咒语就可以了。陆巡问。是这样的，每叠加一次消耗会翻倍，我的血很宝贵的，你每次最多叠加3次，不要太多了，否则你的精神力也会受不了。芭芭拉告诫。咒语施展的时候对精神力确实能够带来一些负担。陆巡使用芭芭拉的血取了巧，还不怎么明显，但若连续施展，压力就会很大了。这是一门很厉害的冥想法，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冥想一番，把精神力提升上来。芭芭拉不知何时在地板上刻下了一门冥想法。冥想，这是魔法师修炼的必备课程。对魔法师来说，2个指标最重要，一是精神力，2是魔力。魔法师前几境的修炼就是不断增加精神力，积累魔力的过程。这么看，芭芭拉所在的星球魔法应该是非常发达的。在画出冥想法后，芭芭拉这一次苏醒的时间便到了尾声。很快，她的意识重新陷入了沉睡，变成了最喜欢窝在陆巡怀里的小白。陆巡拿出手机，将芭芭拉刻下的冥想法拍了下来。他还会汉字。陆巡发现芭芭拉用的文字赫然是汉字。陆巡倒不是特别意外，毕竟芭芭拉与他对话说的也是汉语。芭芭拉本身的实力应该非常强大，脑域开发度相当之高，学起其他文字来并不困难。不知道他在蓝星上待了多久，又是怎么从西方来到了东方，这里面的故事以后才能知道了。第二天，陆巡又去了一趟清北街。清北街仍然人山人海，贾氏丹药的促销还在进行着，灵丹阁的丹药越来越卖不动了。好在有了陆巡的托底后，白灵每天都可以保持一定的炼丹量，避免丹脉彻底废弃。陆巡也担心，一旦他的丹脉彻底废弃了，恐怕系统给的绑定奖励都没用了。老板，这是昨天炼制的丹药。白灵见到陆巡，主动将昨天炼制出的丹药全部给了他。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保住与恢复丹脉，而不是为了赚钱。白灵，以后你把新炼制的丹药摆出去，把昨天的丹药收回来给我。陆巡建议。为什么呢，老板？白灵不解。气对面。陆巡的话让白灵眼睛亮了起来。他重重点头。陆巡没有离开，继续给白灵帮起了忙。这样的举动赢得了白灵的好感，他对陆巡的好感度每天都在提升之中。半个月了，他居然还能坚持。李主管，不会有人偷偷低价卖原材料给他吧？1周后，贾氏丹药铺3小姐的声音响起。3小姐，绝对没有，整个京城的原材料商我都打过招呼了，这些材料商不可能放着好好的钱不赚，故意低价卖给灵丹阁。李主管保证。那会不会他找到了别的销路？3小姐的一个丫鬟问。这也不太可能，灵丹阁最高只有2品的天阶丹药，我们却能够给那些大家族提供更高品级的地阶、天阶丹药，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区区的灵丹阁得罪我们贾氏集团的。李主管有足够的信心，白灵的丹药品质再高，终究只是一个2品炼丹师，这一点是白灵的死穴。京城的豪门家族确实多，但没有哪个豪门家族愿意为了2品天阶丹药去得罪贾氏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天阶丹药，贾氏集团也有炼丹师可以炼制，只是成丹率不高，没办法像白灵这样成丹率近乎100%而已。李主管的话打消了3小姐的担心。李主管继续半价销售。是，3小姐。李主管也看开了，3小姐是铁了心跟灵丹阁作对，既然如此，她干嘛去惹对方不开心？贾氏集团家大业大，加上丹药利润着实大的惊人，最近的折扣虽然打得大，原材料价格也被他们抬得很高，但他们亏得起。时间匆匆，转眼间又是2周过去，不知不觉间，贾氏丹药的半价持续了足足1个月了。这1个月可把清北的学生们高兴坏了。
他们中不少人都买到了半价的丹药，还囤积了不少。像林岩，这家伙就找家里要了大量的暗能量，囤积了一大堆丹药。以后这样的机会可不多。三小姐并没有阻止学生们囤货，这也是她乐于看到的，因为学生们很长一段时间的购买力都被透支了。以后这些学生就没有钱去买白灵炼制出来的丹药了。她怎么能坚持这么久？只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灵丹阁照常开门。不仅开门，每天灵丹阁里面的丹药还在更新，每天摆出来的都是新的丹药。这就让三小姐不解了。别人不知道白灵，她可是知道的。白灵手里根本没有多少暗能量，如果她炼制的丹药卖不出去，她很快就会买不起炼丹的原材料。在她的推算中，白灵不可能坚持1个月，但事实就是，白灵硬生生地坚持了1个月。这1个月，如果白灵没有炼制丹药，整天摆烂还好说，可白灵每天都在更新丹药，这就有些让她看不明白了。不对劲，三小姐察觉到了不对劲。小姐，难道那野丫头找到了靠山？她丹脉都废了，到哪里去找靠山？再说了，这是我们贾氏集团的家务事，别人都避之不及呢。2个丫鬟把自己当成了贾家的人，在那里猜测了起来。会不会是他？三小姐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人，那人正是陆巡。早些天，李主管对陆巡进行了一番调查，调查出来的结果让三小姐颇为惊讶。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陆巡父母早亡，少年时还遭遇了大变，结果却在大考时大放异彩，一举进入了北斗大学。而在上了大学后，陆巡更像是开挂一般突飞猛进，先是开出了第2条天地奇脉，轰动清北，然后修为1日千里，一举夺得新人榜第1，每次考核还都遥遥领先。上个月更是反杀了一个3境杀手，并在擂台上完全凭自己的实力击败3境天才和强。这样的陆巡着实耀眼。更重要的是，三小姐了解到陆巡从何强那里赢了1立方的暗能量，以陆巡的修为和成绩，每个月从北斗大学领到的暗能量也不会少。这样的陆巡如果愿意帮助白灵，是可以让白灵撑很长一段时间的，多半是他了。一番思索后，三小姐觉得很可能就是陆巡在支持白灵。她有些坐不住了。陆同学你好。一道清丽的声音传来。清北街，身着高定套装的女子拦住了陆巡的去路。她妆容精致，栗色长发微卷垂落肩头，万间的宝石手链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光芒。你是？贾氏集团贾雨薇。女子红唇轻启，露出恰到好处的职业微笑，眼角微微上扬。能聊聊吗？贾雨薇，抱歉，我想我们没有太多可聊的。陆巡语气冷淡。对方姓贾，这形象这气质，一看就是贾家的人，很有可能还是贾家的核心人物。最近贾氏丹药对灵丹阁的商战，说不定就是他主导的。立场不一样，有什么好聊的？陆同学，这张卡里有1方暗能量，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这张卡就是你的了。贾雨薇踩着高跟鞋追上了陆巡，同时递出了一张卡。1方？我还以为贾氏集团多有钱呢，就这点暗能量，打花叫花子吗？陆巡语带嘲讽。这句话反倒让贾雨薇松了一口气。陆巡愿意谈就行，价格好说，陆同学若嫌少，可以开个价。贾雨薇道：100方，只要你给我100方暗能量，星月楼马上就是你的。陆巡伸出了2根手指头。贾雨薇的笑容僵在了脸上。100方也就是100立方，这是1亿个单位的暗能量，就按1个单位暗能量1000块钱计算，这意味着1000亿。1000亿就买一个租约只有3年的星月楼。以他的聪明，显然知道陆巡这是故意狮子大开口来拒绝他。果然，他在陆巡的嘴角看到了一丝戏谑。陆同学，这件事牵扯很大，我不建议你卷入其中。贾雨薇不再提收购的事，语气中带着警告。抱歉，我不接受你的建议。英雄惜美人，陆同学对他的支持我能够理解，但陆同学可要想清楚了，一旦你继续这么做，便是与我们贾氏集团作对。你在威胁我。陆巡停下了脚步，目光不善地看着贾雨薇。他能够感觉到贾雨薇的实力不弱，在他之上，贾氏集团又是一个庞然大物。但那又如何？陆巡又不是被吓大的。这不是威胁，我说的只是事实。然后呢？陆巡眉头一挑。自蓝星踏上星空谷路以来，涌现出的天才无数，但最终能够走到6境之上的天才少之又少。陆同学现在或许一马平川，可将来的事谁说得准呢？你想说什么？陆巡有些不耐烦了。陆同学怎么能保证你永远不会遇到瓶颈？更何况白灵只能炼制2品的丹药，你若突破3境，贾氏丹药才是你最好的选择。贾雨薇揭开了谜底，言下之意就是陆巡一旦跟贾氏集团作对，以后就会上贾氏集团的黑名单，再也别想买到贾氏集团的丹药，是吗？贾氏丹药在东方确实有口皆碑，但陆巡
还真不需要。就算楚又晴跟慕容婉他们需要丹药，也没啥影响。跟贾氏集团作对的是他陆巡，又不是他们。更何况现在有了白灵，有了更好的东西。当然，贾雨薇对贾氏丹药非常有信心。我想你是对的。陆巡罕见地同意了他的话。贾雨薇还没来得及开心，陆巡便再度开口：但我这人很倔，只要认准了的事，哪怕是错了，哪怕撞了南墙，我也不会回头。贾雨薇一致，今天这面算是白见了。老板，谢谢你。当陆巡又一次来到灵丹阁时，白灵见面就是一句道谢。干嘛谢我？就是想谢谢你。白灵显得很开心，这么看，他应该是知道了贾雨薇找陆巡的事，要不怎么这2天他对陆巡的好感度都提升了一波。陆巡也准备将白灵的好感度弄到100%再说，这样只要突破第3境，随时都可以绑定白灵。他的修为还在不断上升之中。慕容婉这边在突破气海5层20来天后，又一举突破了气海6层。楚又晴的速度稍慢一点，但也没有慢太多。陆巡有些想知道白灵跟贾氏集团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恩怨。不过白灵看样子不是很想聊这件事，陆巡便没有问。白灵的身份肯定是不简单的，否则堂堂贾氏集团为什么盯着白灵这个小小的灵丹阁不放？这个女人心肠这么歹毒吗？第2天，陆巡却是突然从罗大生那里获得了一个消息，暗网上出现了针对白灵的杀人委托，出价还不菲，达到了10万个单位的暗能量。在这场商战开启后，陆巡便让罗大生帮他留意暗网的情况。他担心贾氏集团会使阴招，现在果然来了。贾雨薇在发出陆巡这边打不开缺口后，选择了对白灵进行物理消灭，通过暗网杀手便可以很好的把自己摘出去，从而没有任何人知道是他做的。陆巡感觉，如果不是暗网上已经有了2个针对自己的杀人委托，恐怕对方也不会放过自己。怎么只有10万单位的暗能量？旋即陆巡又有些不解，这悬赏是不是太小气了一点？贾雨薇为了搞定陆巡，都愿意拿出一方暗能量，那可是100万单位的暗能量，结果暗网上的悬赏反倒只有10万单位的暗能量。难不成贾雨薇觉得10万单位暗能量请到的杀手就已经可以解决白灵了？真是个蛇蝎女人。贾雨薇在陆巡眼中已经跟恶毒2个字挂钩了，除了他跟贾氏集团，陆巡暂时也想不出还有谁会对付白灵。就算不是他，那也应该是贾氏集团的人，这个锅只有他来背。想了想，陆巡抱着小白便出了门，他要去一趟清北街，给白灵一些保命的手段。老板，你的意思是有人要杀我？最近你小心一些，这2张符给你，遇到危险第一时间使用。星月楼3楼，陆巡将金钟符与从3境杀手那里获得的雷火符给了白灵。这2张符一攻一守，可以应对4境的威胁，对白灵来说足够了。这是4品灵符，太珍贵了，老板，我不能要。再珍贵也没有你的命珍贵。陆巡强行将2张灵符塞给了白灵。谢谢你，老板，你太好了。白灵感动的眼泪哗哗的。陆巡一看，他对自己的好感度都突破80%了。将2张灵符给了白灵后，陆巡又给他帮了一会儿忙，便离开了。星月楼有白灵布置的阵法，再加上陆巡给他的灵符，就算有4境的杀手来对付他，问题也不大。10万单位的暗能量，4境出手的可能性很小。陆巡。第2天，陆巡出校门时，楚又晴早已等在了那里。阳光洒在他的发梢上，泛着微光，让他有若精灵一般纯美。见到陆巡，他像只欢快的小鹿般蹦跳着跑过来，不由分说就挽住了陆巡的手臂。今天是周末，昨天晚上楚又晴给陆巡发消息说想跟陆巡一起逛逛街。他这些天都在忙着修炼，跟陆巡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由于贾氏丹药的促销，清北街的人仍然很多，所以陆巡与楚又晴没有逛清北街，而是前往京城的几大商场。2人一直逛到下午，买了不少的东西。小姨。傍晚时分，一家豪华餐厅前，楚又晴兴奋地挥起了手。刚刚下车的慕容婉看到陆巡，不由一滞。今天是周末，楚又晴特意喊他一起聚一聚。他以为就楚又晴与他，哪知道楚又晴跟陆巡在一起。陆巡同样有一点无语，他很想打开楚又晴的小脑袋看看，他的脑筋到底有多粗。小姨，你的进步真快呢，我都追不上你了。陆巡，发什么呆呢？这里的东西不合你的胃口吗？餐厅里，楚又晴的声音不住响起。陆巡跟慕容婉都不怎么说话，楚又晴变成了3人中话最多的人。如果有清虚学院的学生在这里，一定会很惊讶。这还是那个高冷的校花吗？是的，楚又晴这个荣成一中的校花，现在又被大一新生评选为清虚学院的校花。清虚学院不是没有美女，只不过呢，往届的校花由于很少现身，
在新生中的存在感不强，而新生又是在校园网与校园群里发生最多的人。缺一根筋的楚又晴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顿饭的微妙处。陆巡与慕容婉之间的关系太特殊了，如果没有发生第二次亲密的关系，其实也还好。第一次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慕容婉又不准备与陆巡有进一步的发展，他的心态已经很淡定了。可因为慕容嫣的缘故，陆巡与慕容婉有了第二次亲密接触，准确来说不是第二次，是第二段。现在两人再见面，还跟楚又晴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尴尬。没办法，谁让楚又晴是陆巡的女朋友，而慕容婉又是他的小姨，个中的关系太复杂了。哇，越族人！餐厅中央的表演台上，几位皮肤泛着淡淡月华的歌者开始吟唱。楚又晴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眼睛闪闪发亮。越族人的歌声如清泉流淌，让整个餐厅都安静下来。越族人也是异族人，与隐族人不同，越族人是比较温和友善的异族人。他们的星球在一处古路节点中分崩离析，毁于一旦，无数越族人惨死，只剩下少部分越族人在星空古路中艰难地存活了下来。这些越族人较为友好，为蓝星提供了一些帮助，帮蓝星避开了一些危险，从而获得了留在蓝星的机会。在目前的蓝星，像越族这类因为各种原因留在蓝星的异族人不少，其中一些与人类差别不大的异族人甚至已经开始融入蓝星。在国家强制的随机婚姻分配中，就有一些异族人参与进来，若是有人运气不好，就有可能被分配到异族人。这在不少女人看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毕竟那并非人类。当然，也有异族女人被分配给人类男子。有人说，国家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团结更多的力量，二是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的混血儿往往有一些独特之处。这些异族人一般生活在固定的区域，普通人与他们的交集不多。陆巡，你跟小姨一个学校，平时可以多跟小姨交流交流，你的修为增长得这么快，可以多带带小姨呢。越族人一曲唱完，楚又晴或许是觉得气氛有些冷场，再度活跃起来。他说话时眼睛弯成月牙，完全没注意到餐桌下慕容婉微微收紧的手指。好，陆巡简短应答，随即动作自然地给楚又晴加了块烤乳鹅。又晴，这个不错，你尝尝。小姨，你也尝尝。然后陆巡顺手给慕容婉加了一块烤乳鹅。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慕容婉明显一怔，握着酒杯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陆巡对她的称呼更是让她耳尖微微发烫。小姨，我敬你一杯。陆巡端起饮料，目光坦然。慕容婉不得不举杯回应，浅酌时睫毛低垂，在脸颊头下浅浅阴影。小姨，这是越族引进来的绝月菜，你尝尝。小姨，我给你倒酒。小姨，我给你添饭。陆巡的小姨攻势一波接一波，他给慕容婉夹菜、倒酒、添茶，就差喂饭了。慕容婉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绯红，连脖梗都泛着淡淡的粉色。楚又晴的话也慢慢的变得少了起来。虽然陆巡每夹菜时总是会先给他夹，再给慕容婉夹，可陆巡对慕容婉表现得这么热情与关心，楚又晴难免有些吃味。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种酸酸的情绪浮了上来。陆巡，不用了，我饱了。慕容婉顶不住了，宝具，我也吃饱了。楚又晴放下筷子，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陆巡这才放下了筷子，看着有些闷闷不乐的楚又晴，陆巡总算觉得自己这女友是个正常人了，至少他也会吃醋。陆巡，小姨，今天一起吃饭很开心，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这样聚一下吧。刚这样想，楚又晴便有了新的提议。陆巡，他默默收回了刚才的想法。餐厅门前，二人相携而入，女人一袭月白旗袍，走动间开叉处若隐若现，引得厅内食客纷纷侧目。柳眉，陆巡抬眼时刚好看到女人，她还是个熟人，柳眉。据李不凡说，柳眉一到京城就把林岩甩了。林岩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记恨上了李不凡，现在两人还时不时约架。这么看，柳眉甩了林岩后就傍上了他身边的男子。陆巡看了那男子两眼后便收回了目光，他对柳眉早已毫不关心，看到他的时候心里都不曾起任何的波澜。陆巡，柳眉同样看到了陆巡，瞳孔猛地一缩，随即红唇勾起一抹刻意的笑容。他纤细的手指陆巡旁边的一个座位，娇声道：强哥，我们就坐那个位置吧。好，你说哪个就哪个。叫强哥的男子对柳眉言听计从，两人相依着坐下。柳眉的目光扫过陆巡侧脸后，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弧度，故意提高了声音：强哥，你好厉害啊，这么快就突破第3境了。媳妇，区3境而已，再有几年我一定能突破第4境。强哥挺起胸膛，脸上写满得意，能在这么高档的餐厅彰显一下自己的厉害，他也非常乐意。这不，柳眉的话音一出，周围就有不少目光投了过来。
第三境放在高手如云的京城也不算差，毕竟不是人人都是天才，还得是我们万柳学院厉害。清北那些所谓的天才大多是穷人家的孩子，平时连好一点的灵丹都吃不起，哪像强哥你地接天接的灵丹妙药当饭吃。或许是发现陆巡没有反应，柳梅的声音更高了一个语调。哇，是万柳学院，能进万柳学院的学生非富即贵，那可是顶尖的贵族学院，据说一些小地方的豪门子弟都没资格进入，怪不得这么厉害。这姑娘能进万柳学院，背景怕也不简单。周围响起了一些议论声，这些议论让柳梅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万柳学院的门槛比清北还要高，清北是比较公平的，只要你是天才，不管是什么出身都可以进入。万柳学院不行，光是天才可不够，必须是豪门子弟，还得是那种非常豪的豪门子弟，家里少说的有一个大宗师的。像林岩，他想进万柳书院是不够格的。当然，如果是楚佑秦慕容婉这种天才，可以不限出身，前提必须是女性。像柳梅，她就凭借这个强哥进入了万柳学院，这让她得意非常，曾经不止一次在清北附近想要遇到陆巡，然后好好炫耀一番。今天终于被他遇到了，他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只不过柳梅失算了，旁边的陆巡根本没有受到影响，楚佑秦跟慕容婉也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目光，楚佑秦甚至没认出他来。强哥，人家开出了天地奇脉后，又这么快突破了第一境，你不庆祝一下吗？柳梅抓着强哥的手臂摇晃，声音甜得发腻。撒娇是假，炫耀自己开出天地奇脉，突破第一境是真，当然得庆祝庆祝。强哥站了起来，拍了拍手，大声道：大家放开了吃，敞开了喝，今天全场的消费由我买单。哇，强哥大气，不愧是万柳学院的少爷，这气魄就是不一样。顿时餐厅里响起了一片赞美之声。装，我让你装。柳梅冷笑连连，因为陆巡还是没反应，他认为陆巡在装。在他看来，现在陆巡肯定肠子都悔青了，当初让你舔你不舔，现在的柳梅已经是你高攀不起的了。服务员，结账。陆巡抬手示意。柳梅有些吵了，反正已经吃完，他不准备再待下去。先生，今天所有的单都由林强先生买了，你不用结账。服务员微微欠身道。他能叫出强哥的名字，说明这个林强经常来这里。没错，兄弟，今天哥哥我高兴，你直接走吧，不用管账单。林强豪迈的挥手，脸上带着居高临下的笑容。哟，这不是陆巡吗？柳梅觉得不能这样放过陆巡，陆巡伤透了他的心，还多次让他出糗，这个账不好好算一下，他怎么能心甘？媳妇，你认识他？林强问。强哥，就是他，当初在荣城的时候经常欺负我，让我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嘲讽。55。柳梅说哭就哭，梨花带雨的控诉起陆巡当初的罪行来。原来是你，柳梅。楚佑琴这才反应过来，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坏？陆巡给你带了3年饭，你说他欺负你？楚佑琴气鼓鼓的道，谁让他带饭的？他还不是想得到我，后来发现得不到我后，恼羞成怒。强哥，你还愣着做什么？就看他这样欺负我吗？柳梅怕楚佑琴抖出更多内情，连忙出声逼林强动手。好啊，你竟敢欺负我媳妇，小子，给我跪下！林强顿时就来气了，体内灵力涌动，右手猛地一压，想要以3境先修的灵压，想要将陆巡压得跪下。哼！陆巡冷哼一声，气海与灵phủ同时沸腾。嗡！属于武者的威压与先修的灵压同时在陆巡身上升起，与林强的灵压发生了剧烈碰撞。噗！气息冲撞之下，刚刚突破3境的林强体内一阵翻腾，一口血就喷了出来。啊！柳梅惊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这怎么可能？万柳学院的3境高手居然吐血了，那人是谁？好恐怖的实力！整个餐厅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小子，找死！林强怒极，他不认为气息的冲撞失利就代表自己不如陆巡。雷火诀，他双手掐诀就要再度发起攻击，陆巡却比他更快，人影一闪，便袭向林强。轰！电与火的碰撞声中，林强倒飞了出去，将一张桌子砸成了碎片。先修的攻击虽然犀利，但若与实力差不多的武修在近距离交战，那是找死。陆巡的境界虽还是第2境，实力却是远超了等闲3境。噗！林强又是一口血吐了出来。啊！柳梅惊呆了。陆巡，我知道了，他是北斗大学那个仙武双修的陆巡。陆巡，你没听说过吗？上个月他以2境的修为反杀了一个3境杀手，还击败了一个3境天才，战力超标到了极点。这世间还有这等天才，关键是他才大一啊，这么恐怖吗？这时
餐厅里有人听过说陆巡，终于反应了过来，将陆巡的种种事迹说来。餐厅里由此响起了一阵阵惊呼，所有人都被陆巡的强大与妖孽给震惊到了。与陆巡一比，林强这个万柳学院的天才根本不算什么。陆巡才刚上大一，林强一看就至少大3、大4了。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柳梅脸上的得意凝固了。他这些时日都在忙着开麦与讨好林强，对清北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还不知道陆巡在北斗大学已经闯出了赫赫威名。他不相信陆巡居然这般厉害。可事实摆在眼前，他不相信也得相信。屁啊！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啊！陆巡，你敢打我！柳梅捂着火辣辣的脸发出了尖叫。屁啊！又是一记耳光，这一巴掌直接把柳梅打得飞了出去，她的整张脸也被打得红肿了起来。这下她总算老实了，捂着脸惊恐地看着陆巡，生怕陆巡再给她一下。上一次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如果还有下一次。陆巡目光冰冷，未说出的话却是令柳梅心中一颤。我们走。餐厅里，陆巡带着两女离开。这一场由柳梅引发的闹剧由此落下了帷幕。强哥，柳梅捂着红肿的脸崩溃大哭。陆巡，我要杀了你！从地上爬起的林强怒极，拿出一张灵符便冲了出去。喵！陆巡3人刚出餐厅，怀里的小白突然发出了叫声。小心！陆巡眼皮一跳，毫不犹豫地捏碎了一张金钟符。费太阿给他的金钟符不止1张，而是有足足3张。给了白灵1张后，他手里还有2张。一道金光乍现，符文流转的巨大金钟瞬间将3人笼罩。噗！刚刚冲出去的林强刚好撞在金钟上，直接被弹飞了开去，刚好撞在柳梅的身上，2人齐齐倒飞出去，重重的跌落在地，双双陷入了昏迷。轰！几乎在同一时刻，一道凌厉的刀光狠狠劈在金钟上，震得符文四散。金钟剧烈晃动，表面已出现细密裂纹。4境！陆巡眼神一凛，偷袭他的是一个4境宗师，还好他有金钟符。轰轰轰！一道身穿劲装脸戴面具的身影出现在外面，他攻势如潮，手中战刀化作漫天寒光，疯狂劈砍着摇摇欲坠的金钟。这便是那个4境宗师。4品金钟符能够挡住4境强者一些时间，这个时间并非固定的，要看金钟符本身的品质以及4境强者的实力，一般来说挡1分钟以上没问题。只是这个4境宗师显然准备速战速决，攻击异常猛烈。金色剧中上的符文正在飞速消失，这张金钟符很难坚持到1分钟。陆巡手握着另一张金钟符，随时准备激发。老师，你可千万别睡着啊！陆巡的余光看向天上。自从上一次陆巡杀了那个3境杀手后，这些天一直没有新的杀手前来。3境的杀手应该不敢轻易来杀陆巡。何家又将悬赏提高到了400万单位的暗能量，所以再来的杀手一定是4境以上。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所以陆巡今天陪楚又秦逛街，也是存了引蛇出洞的心思。只要把这些家伙打怕，他们就不敢来刺杀陆巡了。这不，果然就引出来一个4境宗师级的杀手。陆巡，这张符快要顶不住了，我还有1张。慕容婉从怀中掏出一张灵符，这应该是慕容战给他的底牌。再等等，陆巡沉声道。轰轰轰！4境宗师疯狂攻击，要将金钟符打破。快破了！金钟符顶不住了。就在金钟即将破碎的刹那，一道璀璨剑光如流星般从天而降。噗！血光迸现，杀手虽及时闪避，仍被斩断一臂。他闷哼一声，毫不犹豫地捏碎一张符箓，身形化作流光遁向城外。想跑！费太阿的身影一闪而逝，紧追而去。没过多久，费太阿便再度回来了。老师，怎么样？陆巡见到费太阿，将金钟符撤去。他用了5品的遁形符，为师没能追到，这些年是为师荒废了。费太阿叹了一口气，他虽是5境大宗师，但因为道心破碎，修为不进反退，战斗力也下降得厉害。费太阿从地上将4境杀手的手臂捡了起来，打量了一番后道：有这条手臂，5府的人应该能锁定目标。5品遁形符，这也是一种用来跑路的灵符。这个4境杀手底牌倒是很多。5府的人很快来了。4境杀手出手的时间不长，还不到1分钟，对周围带来的破坏可不小。尽管他的攻击都落在了金色巨钟上，但激荡的真气把周围不少建筑的玻璃尽数震碎。如果不是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有阵法保护，被震塌也并非不可能。受伤的人倒不多，伤得最重的当属林强与柳梅，这一对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又晴，最近一段时间别出学校了，好好修炼。
1个小时后，清虚学院的大门前，陆巡将楚又晴送了回去，然后陆巡又将慕容婉送回了北斗大学。一路上，慕容婉不怎么说话。快分开的时候，陆巡强行将几瓶白灵炼制的丹药塞到了他的手里。慕容小姐，就当是你从我这里借的吧。陆巡不容拒绝。如果是以前，陆巡这样送东西，慕容婉多半不会收不过。在陆巡2进宫后，他对陆巡的心态变得复杂起来，加上今天4境宗师的刺杀，让他感到了修为的重要性。慕容婉抿了抿唇，最终默默收下。陆巡，目标锁定了，是一个叫赵甲的4境宗师，吴府已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这家伙居然敢对我的学生出手，你放心，他跑不了。第2天，费太阿找到了陆巡，又给了陆巡几张灵符。陆巡接连2次遇刺，费太阿也看出了什么，但没有多问。陆巡想了想，还是没有告诉费太阿暗网的杀人悬赏。何家选择暗网，便是因为在暗网上不会留下证据，这个仇以后陆巡自己去报。老板，要不我走吧。第2天，灵丹阁里，白灵绞着手指，眼眶微红。怎么了，白灵？陆巡有些不解，难道白灵要自己放弃了？听说你又被人刺杀了，都怪我。白灵觉得是自己导致陆巡被刺杀的。白灵，这跟你无关，你好好炼丹就行了。陆巡失笑。贾氏丹药的促销还在进行着，贾雨薇倒是没有再找过陆巡了。从暗网上针对白灵的杀人悬赏来看，他或者贾氏集团应该是做了2手打算，一是继续通过商战施压，二嘛就是寄希望于有杀手杀死白灵。只不过白灵不怎么出灵丹阁，加上最近贾氏丹药的促销，让清北街变得更热闹，杀手不太容易找到机会动手的。直到这一天，白灵手上的炼丹材料用完，亲自出去采购原材料时，意外发生了。一道杀手悄然接近了他，悍然出手。这时突然一道剑光猛地袭来，将杀手逼开。就等你呢！发出剑光的正是陆巡。陆巡手中的长剑接连发出剑气，无相剑的剑法让等闲的木窍神通都根本看不清。心仪斗转，杀手还会一手转移伤害的武技，让你转个够！陆巡的剑气如同暴风骤雨般将杀手淹没，没用多久，杀手便倒在血泊中。陆巡挽了个剑花，收剑入鞘。老板，看到陆巡，白灵又惊又喜又感动。白灵，我陪你一起吧。解决了前来对付白灵的杀手后，陆巡陪着他一起去买炼丹材料。抱歉，我们的材料都被人预定了，你们看看其他家吧。只不过新的问题出现了，两人跑了一下午，结果半点炼丹材料都没能买到。所有商铺的炼丹材料都被人预定了，白灵根本买不到，一定是贾氏集团干的。陆巡猜测，应该是他。白灵又气又无奈，炼丹的这些原材料想要弄到可不容易，要么购买，要么自己出城去找。外面天大地大，短时间内哪里找得齐？许多灵草灵药都是一些势力专门培育起来的，野生的少得可怜。白灵抱着双腿坐在河堤上，看着河面出神。陆巡挨着他做下贾氏集团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彻底断了白灵炼丹之路。白灵，贾氏集团为什么要这么针对你？他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他怕我抢走他的继承人之位。白灵低声道：你说的他是指贾雨薇吗？是他，她是贾氏集团的3小姐，也是最有希望继承家主之位的人。可是你不是姓白。话说到一半，陆巡赶紧止住了，因为他发现白灵在流泪。这个总是乐观坚强的少女，陆巡还是第一次看到她在流泪。他默默地递出了纸巾。谢谢。白灵接过，擦干了泪水。当年贾家家主看上了母亲，强行占有了她，但他的妻子容不下母亲。白灵低低说起了曾经的事，事情跟陆巡脑补的有一些出入，但也大差不差。白灵的母亲在被排挤走后，嫁给了一个叫白建华的人，然后生下了白灵。白灵一直以为白建华是自己的父亲。白建华在几年前死于一次灾变，母亲也因此重病不起。在临终前，母亲告诉他，他是贾家的人，并让白灵一定要回归贾家，那里才是他的舞台。白灵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选择了回归贾家。贾家家主原本是不待见的，只是当他发现白灵的炼丹天赋后，果断接纳了白灵。白灵也着实争气，开出了9转丹脉这条天地奇脉。他是天生的炼丹师，在未入第1境的时候，白灵就可以炼制出2品的天阶丹药了，炼丹天赋放在整个华夏都凤毛麟角。贾家家主便有了将他立为继承人的意图，而这个位置原本是属于3小姐贾雨薇的。到这里为止，白灵的前途一片光明。可哪知道，白灵在一次炼丹之后，丹脉突然出了问题，变成了废脉。他的人生急转直下。贾家家主原本没这么容易放弃他，只是架不住贾家的人都不怎么待见他，
硬生生地将他排挤出了贾家。白灵没有放弃，他想通过不断炼丹来恢复丹脉，同时他内心深处也有着倔强，想要证明自己，所以他才跑到清北街，跑到贾氏丹药的对面来炼丹。只是他完全没想到，贾雨薇为了对付他，不惜亲自坐镇，调动贾氏集团的资源对他进行围剿，同时还在暗地里使阴招，在暗网上发布悬赏。他虽然是炼丹奇才，可还没有成长起来，怎么跟贾氏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抗？老板，谢谢你这么天对我的照顾，我想明白了，这就是我的命。白灵，不要放弃。陆巡打断了白灵的话，他握住了白灵的手，鼓励道：我们还有办法，在京城不行，就去其他城市，我就不信贾氏集团能控制整个东方的炼丹材料。可是老板，我好累，想想你母亲，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眼看白灵有了自暴自弃的想法，陆巡搬出了他的母亲。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白灵那暗淡下去的眼中再度浮出了一丝亮光。你母亲肯定是非常不甘的，她无比希望你可以成长起来，让贾氏集团看看她的女儿到底有多厉害。你可是有丹脉的人，只要丹脉恢复，偌大的贾氏集团中便无一人能够与你相提并论。陆巡趁热打铁，不住给白灵打气。老板，你觉得我真的行吗？白灵的目光就像是淹死之人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般看着陆巡。一定可以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陆巡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道：你还有我，你还有我。这4个字让白灵的眼睛彻底亮了起来。白灵好感度已达到100%，宿主已击败4个以上第3境修士，实力判定为第3境，现可绑定白灵。这时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现在就可以绑定了。陆巡有些意外，他还以为需要升到第3境呢，结果系统是按实力来判定的，判断的标准也很简单，击败4个以上第3境修士就行。只不过在好感度达到100%后，绑定白灵仍需要有亲密的接触才行，最低都需要接吻。为了更高的返还倍数与白灵具备的能力，同时也为了帮白灵恢复丹脉，跟白灵接吻倒没什么，为难的是要怎么做？难不成要强吻白灵？这时陆巡发现白灵的眼中荡漾起了秋波，脸色也有些绯红。是了，他刚刚在看系统面板，结果目光刚好与白灵交汇，时间还有一点久，择日不如撞日吧。陆巡决定果断一点，趁着这会儿气氛到了，陆巡果断凑了上去。白灵双眼瞪得大大的，被陆巡突如其来的吻给吻的身体僵直住了。符合绑定条件，已绑定白灵，当前返还倍数30。备注：白灵的9转丹脉因损伤而塌缩，可通过本源之气修复。提醒：宿主有绑定奖励可以领取，你获得本源之气。不出陆巡的意料，绑定的奖励真的是本源之气。趁着嘴唇还没有离开白灵，陆巡赶紧将本源之气送给了白灵。1分钟后，本源之气全部进入了白灵的身体里，陆巡这才离开白灵。白灵仍然僵在原地，一双杏眼睁得圆圆的，长睫毛微微颤动，像是受惊的小鹿般呆立不动，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亲吻惊得失去了反应能力。陆巡耐心地等了起来，过了好几分钟，白灵才轻轻眨了眨眼。当他看清近在咫尺的陆巡时，白皙的脸颊瞬间染上红霞，连耳尖都泛着可爱的粉红色。白灵，刚刚不好意思，我没控制住。没事的，老板。白灵慌乱地摆动着双手，眼神飘忽不定，声音细如蚊。那我不怪你的，你不要过意不去。真是个善良的女孩，都被陆巡吻了，还担心陆巡过意不去。这时候他突然神色一凝，秀气的眉头轻轻蹙起，像是在感受体内的变化。下一秒，他的表情骤然舒展，眸中迸发出夺目的光彩，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怎么了，白灵？老板，丹脉，我的丹脉在恢复。白灵满脸惊喜，他清晰地感觉到体内废弃已久的丹脉正在重新焕发生机，果然有用，本源之气生效了，太好了！白灵忍不住欢呼了起来。丹脉就是他的命根子，可以说比生命还重要。没有丹脉，他的灵轮都无法运转，其他灵脉同样受到了影响，连修炼都无法修炼。白灵明明坐拥9条大灵脉与大量小灵脉形成的灵轮，却没有修为，便是因为如此。现在丹脉居然在恢复，这把身处绝境的他直接拉了出去。白灵，恢复要紧。陆巡提醒。好的，老板。白灵赶紧坐下，全身心沉浸在丹脉的恢复之中。白灵的9转丹脉得到恢复，宿主获得白灵收获的30倍。宿主获得造化丹脉，宿主将打开天地奇脉，无法完全遮掩异象，将释放部分异象。1个小时后，系统的提示出现：造化丹脉。好家伙，又是一条天地奇脉。陆巡没料到白灵的丹脉恢复居然也可以返还回来，这下
陆巡成了拥有3条天地奇脉的男人，他的体内原本的混沌神脉所在的地方，又一条天地奇脉出现了，这就是造化丹脉。一出现，就与之前的2条天地奇脉合成了一个整体，变成了混沌神脉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天空之中异象再现，只见丹霞焚天，云层像是被无形之力撕开，漫天赤金丹火如暴雨般倾泻，却在触及地面闪化作灵药虚影，落地生根之时又瞬间枯萎。这一幕仿若万药生灭的奇景。不仅如此，天际之上，一个由丹霞编织而成的巨型丹炉虚影缓缓浮现，炉内传来了似钟似鼓的轰鸣之声。内里一颗颗丹药浮浮沉沉，化为了9颗璀璨的星辰，连成了一线。又有异象，丹霞焚天阙，玄炉炼9星。丹脉，这是有丹脉现世了。天际之上，有人注意到了这一幕。由于这次的异象是陆巡引起的，在系统的限制下，异象的范围并不大，再加上京城中几乎天天都有异象，所以这一次异象没有惊动太多人。仍有几道流光从远处掠了过来，等流光接近之时，异象已经接近了尾声。这一次的异象被系统限制的有一些狠，还好，这要是被人知道又是我引发的，难免会起疑了。陆巡松了一口气，前2次天地异象还好说，这一次天地异象刚好是白灵的丹脉恢复后引发的，要是被人知道，说不定会起什么联想，还是闷声发大财吧。小灵，你的丹脉恢复了。一道人影从天而降，看到了白灵，以为天地异象是白灵引起的，不由露出了狂喜之色，多谢贾家主关心，白灵的丹脉确实恢复了。白灵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语气疏离的像是面对陌生人。他的话让到来的男子一滞，他是贾家家主，贾氏集团的掌舵人，白灵的生父。现在白灵称呼他为贾家主，称呼他自己为白灵，这是摆明了要跟贾家划清界限了。小灵，你不要怪我，贾家这么大，还有好多长辈在，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决定太多。贾家主叹了一口气，他有些后悔，在白灵的丹脉废掉后，他没有坚持留下白灵。不过那时候谁能想到白灵的丹脉还能恢复。贾家主说笑了，白灵哪有资格怪你，白灵也不会让你为难，从此之后白灵绝不会踏入贾家半步。白灵的语气斩钉截铁，让贾家主脸色骤变。小灵，你不要这样，我对天发誓，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继承人的位置仍然是你的。贾家主举起了手掌。白灵摇摇头，不了，那个家不属于我。说罢，他迈步走向不远处的马路，准备在那里打车。见他如此坚决，贾家主颓然地垂下肩膀，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小兄弟，你是小灵的朋友吧？麻烦帮我把这张卡带给他，密码是他的生日。贾家主递给陆巡一张卡。陆巡想了想，接下了。如果这件事的主角是他自己，他肯定不会要，但贾家主终究是白灵的父亲，陆巡要把选择权交给他。贾家主何不想想，白灵的丹脉为什么会出问题？接过卡后，陆巡突然问，这个问题让贾家主一怔。小兄弟，你是怀疑有人做了手脚？贾家主迟疑了一下，问，他不是没有这种怀疑，只是找不到丝毫的证据。想要悄无声息地让白灵的丹脉废掉，难度何其之大。贾家主可知，上午的时候白灵还遭遇了一次刺杀。陆巡又抛出了一个问题，刺杀谁做的？贾家主的眉毛竖起，眼中浮现出浓浓怒气。我也正想问呢。陆巡耸耸肩，转身离去时留下一句，既然贾家主也不知道，陆某告辞。你真不回去了？几分钟后，网约车上，陆巡问，白灵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眼神坚定，不回去了。也好，这样也好。贾家一堆想对白灵不利的人，他若现在回去，说不定不用多久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真要回去，也是以后。现在嘛，就在清北街炼丹也不错。丹脉一恢复，他很快就可以炼制出3品丹药来，修为的进展同样会很快。丹脉这种天地奇脉，厉害之处就在于不仅炼丹厉害，还可以通过不断炼丹来提升修为。也就是说，白灵不需要刻意去修炼，他的丹脉真的恢复了。小姐，千真万确。怎么会这样？清北街贾氏丹药3楼，贾雨薇身体一软，无力地坐了下去。就在刚刚，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白灵的丹脉居然恢复了，还又一次引发了天地异象。身为贾氏集团原定的接班人，贾雨薇的炼丹天赋并不差，年纪轻轻的她就已经是4品的阶炼丹师，但她很难炼制出天阶丹药来。就算炼制出来，成丹率也低得可怜，往往要浪费一大堆原材料才能够成功1-2枚，与白灵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白灵的丹脉就是王炸，让他手里的所有牌都黯然失色。小姐，小姐，不好了，老爷来了。这时，一个丫鬟慌慌张张跑来报信。
胡闹，简直是胡闹！贾雨薇，看看你做了什么！利用集团的资源围剿自己的妹妹就算了，竟然还雇凶杀人，简直无法无天！丫鬟的话才刚刚落后，贾家主便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着贾雨薇怒吼：“雇凶杀人！”贾雨薇脸色一变，连忙否认：“父亲，我没有。”你还狡辩，除了你还会有谁？贾家主不信。我。背后一个尖锐的声音蓦地响起，贾家主回头一看，难以置信：“阿珍，是你做的？母亲，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贾雨薇的母亲，那个贱女人生的野种，我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雇凶杀她怎么了？你要是再敢让她进家门，我就把悬赏提高到100万千万暗能量。你要是铁了心选她，就直接杀了我跟雨薇吧。贾雨薇的母亲一出场便摆出了一副泼妇的姿态，瞬间就将贾家主的气势压了下去。白灵，好好休息，把丹脉稳固一下再说。若贾氏集团还封锁炼丹材料，我们可以想办法进丹鼎学院。另一边，陆巡将白灵送回了星月楼。在白灵丹脉恢复后，他的路就宽了。若是贾氏集团继续封锁炼丹材料，以白灵身具的丹脉，他完全可以进入丹鼎学院。丹鼎学院是专门培养炼丹师的大学。曾经的白灵在回归贾家后，贾家主决定自行培养他，并没有让白灵进入大学。现在吗，也不失为一条路。对了，这是你父亲托我带给你的卡，密码是你的生日。想了想，陆巡将贾家主给的那张卡递给了白灵。白灵盯着那张卡看了几秒后，接了过去，却是直接扔进了箱子里。贾氏丹药停止促销了。第二天，贾氏丹药停止了促销，暗网上白灵的杀人悬赏也没了。不仅如此，罗大生发来消息，暗网上有关白灵的杀人悬赏也没了。这么看，是贾家主发力了。陆巡感觉这应该跟贾家主有关。白灵，我们再去试试。他当即带着白灵前去购买炼丹原材料。这一次很顺利的买到了。不仅买到了，那些炼丹原材料的价格也降了不少。这下白灵最大的问题解决了。买到原材料后，白灵便埋头炼起了丹。他准备先炼制一些丹药，将修为提升起来再说。随着贾氏丹药促销的结束，灵丹阁的生意重新开始变好起来。陆巡便将之前囤积的丹药逐步放了出去，将成本收回来。得，又没事做了。陆巡再度成了最闲的人。楚右琴突破了聚气4层，你获得楚右琴收获的30倍。没2天，楚右琴迎来了突破。在绑定白灵后，返还的倍数变成了30倍，变得更为给力。陆巡的仙道修为再度蹭往上飙升，从聚气13层一下子飙升到了聚气16层。不仅灵力提到了提升，他还诞生了神识。聚气4层便是聚气中期，突破这一层时，仙修就可以诞生微弱的神识。这微弱的神识到陆巡这里一下子增加了30倍。这么看，系统不能返还他们没有的收获。陆巡想，他早就突破聚气4层了，却因为楚右琴之前没有神识，所以前面的返还也没有神识。直到现在，这就是神识吗？好神奇！陆巡闭上了眼睛，用神识感知着周边。虽然相比齐楚右琴，他的神识膨胀了30倍，但基数在那里，神识也没能强到哪里去，仅能感知周边几米的范围。比起用眼睛看，神识感知到的其实更直观更细致。尝试了一会儿后，陆巡又开始内视，神识从一条条五脉灵脉中扫过，最后进入丹田。他的丹田仿若一片混沌，在这混沌之中有着2个庞大的宇宙，一个是气海，一个是灵府。气海里满是狂暴的真气，灵府里则是成气态的灵力。第3境的灵力是半液态，我这灵力精纯程度不下于第3境，居然还是气态。陆巡感知了一下灵府的情况后想，第一，2境先修的灵力是气态，3境是半液态，也就是物态，4境则是完全的液态。陆巡冲到聚气16层后，他这气态的灵力比起半液态的灵力还要更精纯了，可在形态上仍是气态，不知道真气跟灵力能不能混合在一起。陆巡突发奇想，他决定试试。我去，这一试就差点出了问题，2种不同类型的能量，哪怕同属于他也水火不容。还好陆巡用的量很少，否则100分伤到自己。这下陆巡明白为什么别人不看好仙武双修了。仙武双修力量的冲突问题在以后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若是处理不好，修士会出大问题。不对，我可是混沌神体。陆巡觉得不对劲，别人是别人，他是他。对了，混沌神脉。陆巡想到了自己的混沌神脉，在战斗的时候，他便是通过混沌神脉同时运转2种力量，便没有任何的冲突。于是他把真气与灵力引入了混沌神脉中，心念一动，混沌神脉运转了起来，
将真气与灵力混合在了一起，成了。这一次居然成了。在混沌神脉的作用下，两种原本有冲突的力量彻底混合，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力量，就叫你混沌之力吧。陆巡思索了一番后，给这种新的力量取了一个名字：混沌之力。好神奇的力量！有了混沌之力后，陆巡一番尝试，发现混沌之力格外神奇。使用混沌之力，不仅能施展武技，也可以施展法术，威力比起单独用真气或灵力来施展，反倒更大出不少。这下他的战斗力变得更强了。这是解咒术，万一你被人施加了咒语，你也有了反制的手段。能解开你身上的魔咒吗？不能，我身上的3道魔咒很厉害，用我的血是没用的，短时间内还是别想了。新的1个月，芭芭拉公主再度苏醒，交给了陆巡一门新的咒语——解咒术。这门咒语颇为复杂，陆巡一次没能学会。在白灵这边的事情尘埃落定后，陆巡的生活恢复了平静，可以继续自己舒服惬意的躺平了。时不时，陆巡会去一趟灵丹阁看看情况。最近灵丹阁的生意变得更好了，之前没有卖出去的丹药开始有了更好的销量，顾客更多是外界的修士，而非清北学生。随着蓝星即将进入星空古路，许多修士都有了紧迫感，平时舍不得买的天阶丹药也咬咬牙上了。白灵的丹道造诣突破3品地阶，你获得白灵收获的30倍；白灵的修为突破聚气2层，你获得白灵收获的30倍。1周后，陆巡突然收到了一次新的返还，这次返还来自白灵，他成功炼制出了3品的丹药，由此晋升为3品炼丹师。在炼丹造诣提升的同时，白灵的修为得到了同步的提升，这就是丹脉的逆天之处。拥有丹脉的炼丹师根本不需要修炼，只要不停的炼丹就能够提升修为。丹道造诣与修为的返还同时到来，先是一股热流进入了陆巡的身体，提升着陆巡的修为，紧接着海量的信息涌入了陆巡的脑海之中。这些信息是丹道造诣的返还，属于知识经验的返还。虽是知识与经验，在返还后却是让陆巡自然而然就学会了，仿佛自己天生就会的一般。他的丹道造诣为0，但在30倍的返还下，陆巡的丹道造诣不住地提升着，从炼丹学徒很快破入1品炼丹师，然后是等阶的提升。天地玄黄4阶，从黄阶往上冲到玄阶、地阶，一路直上天阶。在冲到天阶后，竟还没有结束，又一举冲上了一个全新的等阶——圣阶。天阶还不是最高，陆巡大开眼界。到了圣阶后，总算停了下来，然后一鼓作气冲上了2品。陆巡由此成为了2品炼丹师。这还没有结束，他的炼丹造诣还在往上升。不多时，陆巡便成为了2品圣阶的炼丹师，牛逼程度超过了之前的白灵。再然后，他的炼丹造诣破入了3品，成为了3品炼丹师。这仍没有结束，好家伙，4品了！1个小时后，丹道造诣的返还终于结束。这时候的陆巡已然成为了4品地阶的炼丹师，也就是说，他可以炼制出4品地阶的丹药了。4品炼丹师还是能够炼制出地阶品质的4品炼丹师，在整个东方都不多。陆巡仅凭借白灵的一次返还，就轻轻松松达到了。这要是被其他炼丹师知道，还不得嫉妒死？陆巡感觉，要不是冲上了圣阶，在单纯的炼丹师品级上，他应该可以直上5品，成为5品炼丹师。不过，品级只代表着你能炼制出哪个境界的丹药。对炼丹师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等阶，也就是品质。就好比5品黄阶的丹药，在药效上还不如4品的阶以上的丹药呢。我这个圣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吧？陆巡想，白灵能够炼制出天阶丹药，就已经牛逼的不行了。他现在可是炼制出圣阶丹药，试试就知道了。陆巡有些心痒痒，他抱着小白就出了门，前往京城专门售卖炼丹材料的百草街，准备买一些材料回来炼制一番。到了百草街后，陆巡发现他想要炼丹需要的东西还不少。首先是丹炉，丹炉搞定后还得购买炉火。想要炼制出高品质的丹药来，好的丹炉与炉火必不可少。丹炉也分为天地玄黄4阶，在黄阶之下还有一种不入流的丹炉，价格很便宜，几千到几万华夏币不等。若是黄阶的丹炉，价格就贵了，比如黑铁鼎、赤铜炉、白石药鼎这类丹炉，动辄几十上百万华夏币。玄阶丹炉更贵，而且只能用暗能量来购买。这条街上最高级的丹炉仅仅只有地阶，售价10万单位暗能量，是一个叫阴阳双生炉的丹炉。其内部分为上下2层护膛，上层提纯，下层凝丹，效率极高，但操作复杂，一般的炼丹师把握不住。除了丹炉外，炉火也不便宜，而且大多是一次性的，也就是只能用一次。比如一种地火丸，激发之后可以提供几个小时的地火。炼制不同的丹药，需要的炉火也不一样。炉火同样分等级的，普通的炉火炼制高级的丹药，会白白增加失败率。
想要炼制圣阶丹药，地阶的丹炉都不怎么够用。算了，去蹭白灵的吧。陆巡想了想，决定先不买丹炉跟炉火了，可以先蹭下白灵的。白灵的丹炉品质似乎不低，于是陆巡买了不少的灵草灵药后，来到了星月楼。啊，老板，你也要炼丹吗？那你先用吧，我去琢磨一下灵符。白灵把丹炉让给了陆巡，竟然是天阶丹炉。陆巡来到丹炉前一看，发现白灵用的丹炉居然是天阶丹炉，怪不得他炼制天阶丹药成丹率那么高，在丹炉前还放着不少的炉火丸。陆巡挑选了一枚扔进了丹炉，熊熊炉火燃烧了起来，他这才拿出材料开始炼丹。这是陆巡第一次炼丹，但他的动作格外熟练，就像是一个练了很多次丹的老司机一般。仅仅1个多小时后，所有材料都被陆巡打入了丹炉中，然后他麻溜地打出一道道丹诀，控制里面的炉火。差不多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陆巡打出了一道收丹的丹诀后，猛然揭开了丹炉的盖子，顿时房间里药香四溢，闻之令人全身酥态，百病全消。哇，老板，好香啊！白灵闻到香气走了过来，一过来他便是一怔，因为丹炉的周边竟然出现了丹霞，隐约中还有仙音阵阵。这是什么等阶的丹药？白灵愣住了。一般情况下，只有天阶的丹药才会出现丹霞，但不会有仙音，而且天阶丹药的丹霞是没有这么大范围的。切！陆巡伸手一招，丹炉里一枚枚丹药便飞了出来，落入了玉瓶之中，一共是12枚，这正好是一炉丹药。第一次炼丹，成丹率100%。老板，你的丹药能给我看看吗？白灵有些忍不住了，凭直觉，他感觉陆巡这一次炼制的丹药恐怕有一些惊人。给。陆巡将玉瓶递了过来。三闻。白灵一看，那原本就显得卡哇伊的呆萌大眼睛瞪得更大了，让人联想到被按了暂停键的迪士尼公主。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陆巡炼制出来的丹药上面居然有足足3道金色的丹纹。丹药的丹纹，黄阶无纹，玄阶白纹，地阶银纹，天阶金纹。白灵炼制出来的天阶丹药就是金纹，可金纹最多只有1道，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丹纹还能有3道呢。天！这一刻，这个身具丹脉为炼丹而生的天才少女都被深深的震惊到了。老板，你好厉害！半晌，白灵才从那些3纹丹药上收回了目光，对陆巡佩服不已。看着被震撼到的白灵，陆巡想说，不，其实是你厉害。他有这么厉害，全靠白灵的炼丹造诣有了长足进步。3纹丹药，陆巡看着自己炼制出来的丹药，也颇有成就感。这一炉丹药，严格来说还不是圣阶丹药，而是介乎于天阶与圣阶之间。真正的圣阶丹药不是金纹，而是彩纹。毕竟是第一次实操，哪能一次就把圣阶丹药炼制出来？3重金纹则得益于造化丹脉。丹脉这种天地奇脉有很多用途，比如让炼丹师可以不用刻意去修炼，炼丹就能长修为。再比如在起丹的时候，可以让炼丹师炼制的丹药成丹率更高，品质更高。如白灵的9转丹脉，让它的成丹率几乎100%，同时还可以提高好几成的品质。所以白灵炼制出来的2品丹药全部是2品天阶丹药。陆巡的造化丹脉更厉害，直接让丹药的品质上升了2个小台阶，拥有了更多神妙，从1重金纹变成了3重金纹。由此带来的效果是丹药的药效更强，副作用更小，单独变得微乎其微。白灵，想不想炼制出比天阶还厉害的丹药？陆巡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想卡个 bug。白灵点头，来，我教你。陆巡的主意就是把自己的炼丹心得告诉白灵，让白灵的炼丹造诣可以更快进步，争取也炼制出超越天阶的丹药来。然后白灵的进步又会返还给陆巡，这样下来，陆巡的炼丹造诣还得往上增长。炼丹造诣的每进一步，其实都是需要不少时间来沉淀的。别看白灵这么快就从2品升到3品了，这是因为在丹脉废弃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荒废，相当于厚积薄发。否则就算有丹脉，白灵从2品升到3品，再怎么也要大几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于是接下来几天，陆巡一边传授白灵的心得，一边时不时炼一炉丹药出来。他想将真正的圣阶丹药炼制出来。至于丹药的品级，目前陆巡炼制的都是2品丹药。丹脉炼丹就能增加修为，但只要陆巡不通过炼丹突破境界，就不算自修炼，所以陆巡只要感觉快突破了停下来就行。成了。1周后，陆巡成功炼制出了第1枚圣阶丹药。有些丹药一次可以炼12枚，还有一些更稀有的丹药一次只能炼1枚。陆巡这一次炼制的便是颇为稀有的丹药。哇，彩纹！老板，你太厉害了！
白灵看的眼睛都亮了。陆巡炼制出了彩纹丹药，而且还是3重彩纹。不消说多出的2重又是造化丹脉的手笔，这应该是只有陆巡能炼制出来的丹纹了，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丹纹。除非别人也有造化丹脉，但那是不可能的事。白灵，你继续尝试，我去就回。陆巡带着圣阶丹药离开了清北街。陆巡，你之前给的聚气丹我都还没用完呢，又有什么丹药吗？清虚学院校门处，楚又晴被陆巡给喊了出来。又晴，这枚补气丹你试试，可以一次性增加你3个月的修为。陆巡将那枚圣阶丹药递了出去。补气丹，楚又晴连连摇头。陆巡，导师不让我用这种直接提升修为的丹药的，这类丹药就算是天阶丹药也会有隐患。我知道，但我这一枚不止天阶。陆巡道，直接提升修为的丹药确实有隐患，还有很大的隐患。这种隐患前期还好，但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就很要命，还容易被锁死上限。所以只要是天才基本上都不会选择这种丹药，而是选择辅助类的可以提升修炼速度的丹药。自己修炼来的修为才是实打实的不止天阶。楚又晴好奇的接过来一看，惊奇的道，陆巡，这丹药上面怎么有彩色的丹纹？好吧，他不知道圣阶丹药，这也正常，目前蓝星对丹药的等级划分中，天阶是最高了。虽不知道，楚又晴一看到那丹药就感觉到不凡，特别是那彩色的丹纹，仿佛蕴含着天地之理一般，越看越好看。又晴，你若相信我的话，吃了它，放心吧，1年只吃1枚，不会有事的。陆巡将丹药递到了楚又晴手里，轻声道，好的，陆巡，我相信你。楚又晴收起了丹药，果然，对女人慢慢解释，不如打感情牌有用。你咋又记账了？这是欠你的，肯定得记下啊。楚又晴又拿出小本本记了起来。好吧，陆巡由他了。楚又晴回清虚学院了。陆巡没有骗他，这枚补气丹确实不会对楚又晴带来隐患。本身圣阶的丹药，哪怕是直接提升修为的，隐患也较小，更别提经过造化丹脉的增强后，这还是3重丹纹的圣阶丹药，但也需要控制一个度，1年最多只能吃1枚，否则就算隐患小，也容易造成修为虚浮，心魔乘虚而入。把圣阶丹药送出去后，陆巡回到清北街，准备给慕容婉也炼制1枚直接提升修为的丹药出来。蓝星即将进入星空古路，在那之前，修为越强，自然越好。宿主拥有造化丹脉，请不要过多炼丹，否则会导致修为自主突破，继而天机泄露，为宿主带来杀机。宿主需要控制好炼丹的次数，每次获得返还，修为突破后可炼一定次数的丹。正当陆巡准备炼丹时，系统的提醒冒出来了，有没有搞错？丹也不让我炼。陆巡无语，看完了提示后，他明白了系统不让过多炼丹的原因。拥有丹脉，炼丹就可以增加修为。若是他炼太多的丹，导致修为突破，这就相当于自己修炼了，那必然会导致天机泄露，被别人察觉到他的混沌神体与混沌神脉。蓝星一旦踏入星空古路，陆巡恐怕就有灭顶之灾。好在不是完全不可以炼，也罢，这样也好，躺平了这么久，真让陆巡天天炼丹，他也觉得烦。他只需要偶尔出手，把楚又晴跟慕容婉需要的丹药炼制出来就行了。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倒也可以炼制一些丹药去卖钱。于是陆巡不再炼丹，等着修为突破。楚又晴突破聚气5层，你获得楚又晴收获的30倍。楚又晴突破聚气6层，你获得楚又晴收获的30倍。楚又晴突破聚气7层。2天后，陆巡在短短的1天里突然收到了3次返还，楚又晴接连突破了3层。不消说，这肯定是使用陆巡给他的圣阶补气丹了。圣阶补气丹直接提升3个月修为，在不同人使用来效果是不一样的，有人用了可能就提升1层，因为他3个月最多只能提升1层。楚又晴不一样，用了连升3层，从聚气中期直接冲到了后期。陆巡获得的返还也异常的凶猛，他的修为疯狂往上冲，从聚气16层一路冲到了史无前例的聚气27层，连升了足足11层。他的神识也因此变得更为强大，感应范围从几米变成了周边100米，太销魂了。陆巡感觉不要太爽。陆巡，你那枚丹药哪里来的？我的导师问还有没有，他愿意出高价买1枚。楚又晴突破后的第2天，突然给陆巡发来了消息，他的导师想买。陆巡跟他聊了几句后，弄明白了情况。楚又晴准备吃圣阶补气丹的时候，被他的导师秦若兰发现了。秦若兰原本是不许楚又晴吃直接提升修为的导师，但在看到3重彩纹的天阶丹药后，他呼吸都急促了起来。秦若兰在一个文明墓碑中听说过圣阶丹药的传说，只是从未见过。在感觉那1枚有可能是圣阶丹药后，他决定让楚又晴试试。这一试
效果好的出奇，而且他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副作用，这就让秦若兰心动了。她想买一枚给她一个亲戚的孩子，助其在进入星空古路前突破第3境。暂时没了，有了我告诉你。陆巡没有回绝，现在修为突破了，又可以炼丹了，他准备先给慕容婉炼制一枚再说。老板，你用吧，我看你就行。陆巡一到灵丹阁，白灵就将丹炉让了出来，回头再去买一个天阶丹炉。陆巡计划，一直蹭白灵的也不好，搞定。仅用了小半天，陆巡成功炼制出第2枚圣阶丹药。这一枚是给慕容婉准备的，叫培气丹，一枚可以提升气海境修士3个月的修为。炼制完成后，陆巡接着又炼制了一些提升修炼速度的丹药。他炼制出来的丹药比白灵的效果更好，可以让楚又秦跟慕容婉修炼得更快。有了他们，陆巡感觉说不定大一上学期，楚又秦跟慕容婉中至少有一个能够突破第3境。可以了，炼了不少丹药后，陆巡感觉再炼下去，他的修为就要自主突破了。这造化丹脉太猛了，炼丹炼着炼着，修为就来了。所以陆巡停了下来。慕容小姐，2天后，陆巡终于把慕容婉约了出来。慕容婉一双勾人的眼睛看着陆巡，也不说话，等陆巡的下文。我这里有一些丹药，比之前的更好，应该可以让你更快到第3境。说完，陆巡在慕容婉惊愕的目光中，一把将她的手捉住，不由分说的把丹药塞到了她的手里。慕容婉的脸颊顿时就有些发烫。自从陆巡2进宫后，最近几次见面，陆巡也是越来越大胆了。这一枚可以直接提升3个月修为，又请几天前才吃了1颗，放心，这是比天阶丹药更高的圣阶丹药，1年吃1颗，不会有什么隐患的。陆巡特意介绍了一下圣阶的培气丹。慕容婉看样子也没有听说过圣阶丹药，不过那3重的彩色丹纹一看就不凡。他有些诧异，不知道陆巡从哪里弄到的。谢谢，这张卡里有。慕容婉终于说话了，还拿出了一张卡。我们之间还谈什么钱？我说过我会对你好的。陆巡一把将他的卡按了回去。不提2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他的5道修为增长就落在慕容婉身上，送再多东西也不心疼。慕容婉的脸更红了，他不再多说，收起了丹药，默默转身离开。他如此沉默寡言，不是天生不爱说话，而是第2次发生关系后，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陆巡。他怎么也在记账了。陆巡发现慕容婉离开后，就拿出手机打开笔记记了起来。记就记吧，东西收下来就行。陆巡不知道慕容婉会不会吃那枚圣阶的培气丹，就算不吃，有了圣阶的气海丹，他的修炼速度也会变得更快。慕容婉突破气海7层，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慕容婉突破气海8层，慕容婉突破气海9层。仅仅第2天，慕容婉便连破了3层。显然他吃了圣阶的培气丹，他这3层的收获比起楚右秦要更有含量。第2境后期每上升1层，本身就要花更多时间。陆巡也迎来了大收获，一举冲到了气海30层，快到极限了吧？陆巡感觉气海30层快到气海境的极限了。他现在的真气精纯程度，哪怕是开了天地奇脉的3境后期天才都比不了。在单纯的真气精纯度上，恐怕已经可以与4境宗师的真气相提并论了。在战力上肯定比不了。4境宗师的强大是全方位的，特别是拥有真意，让他们的攻击变得异常恐怖。不过陆巡若突破第3境，哪怕是3境初期，面对4境宗师也应该有一战之力了。他的战力比任何天才都超标。慕容婉突破后，陆巡又可以炼丹了。事实上，他在今天利用慕容婉突破的间隔，已经炼制了不少的丹药。搞定。入夜后，陆巡带着满满的丹药离开。5天后，京城最大的神州拍卖行中人山人海。快看，是5境大宗师王阳明。怎么这么多炼丹师？那不是掌舵贾氏集团贾家主，连他也来了。今天据说有天阶之上的丹药拍卖，这些炼丹师肯定关注了。怪不得这么多大拿。拍卖行里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被今天的场面给惊到了。尽管神州拍卖行的生意一直很好，但像今天一样，一场拍卖会能吸引这么多大佬，还是极其罕见的。这场拍卖会之所以引来这么多人，便是因为拍卖之物是天阶之上的丹药，虽然只有2-3品的，也让许多厉害的炼丹师坐不住了。甚至在东方富有盛名的贾氏集团的贾家主也来了。除了贾家主外，还有不少大家族的人前来，他们都想看一看天阶之上的丹药到底长什么样。老板，你真厉害，居然想出这样的办法。拍卖场后台，白灵带着浓浓崇拜的声音响起。这一场拍卖会正是陆巡想出来的主意，他要将圣阶丹药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尽量晚暴露圣阶丹药是自己炼制出来的，不然太吓人了一点，100%会被盯上。一个19岁的仙武双修的大一学生，修为进展这么快也就算了，
现在还炼制出了前所未有的圣阶丹药，想想都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双眼睛盯着陆巡。所以，陆巡带上白灵来神州拍卖行，将炼制出来的圣阶丹药拍卖出去。神州拍卖行能够做得最大，靠的就是最守规矩，不会透露卖家的信息。有白灵在，万一被人知道了，陆巡也可以把锅推到他的身上。现在的白灵对陆巡别提多崇拜了，也愿意配合陆巡。哇，彩纹真的是天阶之上，圣阶，这是圣阶丹药，怎么有3重彩纹？这时外面响起了一片惊呼之声。第一枚圣阶丹药被拍卖师拿了出来，这是一枚2品圣阶的聚气丹，以在场众人的修为，哪怕隔得很远都看得颇为清楚。彩色的丹纹让所有人都大开眼界，惊声不断。一些炼丹师都看直了眼，恨不得扑上去将圣阶丹药拿过来，捧在手心好好研究一番。特别是一些能够炼制天阶丹药的炼丹师，这些炼丹师是无比想更进一步的。1万单位暗能量，2万、5万、10万、20万。紧接着拍卖开始了，那枚2品的圣阶丹药起拍价不过5000单位的暗能量，可没几轮就加上了20万单位暗能量。人们的加价不是一点一点加，而是翻倍的加。要知道，一般2品聚气丹哪怕是天阶的也就几百暗能量一枚，像那种可以直接提升修为的，虽然有隐患，价格反倒贵点，一般能卖几千暗能量。毕竟只有2品，可这一枚圣阶丹药还只是提升修炼速度的聚气丹，居然冲到20万暗能量了。50万、20万不是终点，有人直接喊了50万单位暗能量，这相当于0，五方暗能量了，价值5亿以上。这么高的价格，竟只为了买一枚2品丹药，谁不喜欢钱呢？对修士来说，暗能量才是真正的钱，普通人用的钱不过是一张废纸，那是信用货币。暗能量不一样，哪怕信用破产，这也是实打实的好东西。50万一次，50万2次，50万3次。最终第一枚2品的圣阶丹药被一个身穿高级丹袍的炼丹师以50万单位暗能量买下，他的丹袍上有5片银色叶子，这代表着他是一个5品的阶炼丹师。老板，你赚大了。白灵啧舌，这枚2品的圣阶聚气丹炼一炉的成本也就几十万华夏币，陆巡炼制的成单率是100%，一炉就是满满的12枚，分摊下来一枚的成本几万华夏币，也就几十暗能量，结果卖出了50万暗能量的天价。这就是手艺的重要性，同样数量的原材料，别的炼丹师拿去，兴许只能炼制出玄阶、地阶的丹药，那根本不怎么值钱。当然也跟稀有度有关，第一次出现圣阶丹药，大家都想瞧一瞧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舍得花钱。第2枚的价格应该会降点，陆巡猜测1万、2万、5万、10万、15万。果然第2枚聚气丹的喊价都没那么刺激了，最终在30万暗能量成交。神州拍卖行的拍卖师挺会拍卖，并没有告诉顾客一共会拍卖多少枚，所以第1枚引起了疯狂的争抢，第2枚仍在抢。到了第3、第4枚，价格进一步的下降，掉到了10几万暗能量。第4枚被贾家主拿下了，他的身边还跟着陆巡与白灵的熟人贾雨薇。怎么还有？第5枚出来了。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次拍卖的圣阶丹药数量应该不少。虽说如此，想看看圣阶丹药到底长什么样的人太多了，加上这一次来的大多是有钱人，不在乎那点小钱，所以哪怕后续圣阶丹药不断的被放出来，价格仍然坚挺，就没掉下过10万。直到第2瓶、第3瓶2品的圣阶聚气丹被放出来，价格才有了进一步下探，降到了10万以内。对陆巡来说也不错了，成本在那里，价格再怎么降，他也是赚的，而且大赚特赚。现在拍卖2品圣阶的气海丹，拍卖完聚气丹，又开始拍卖对武者有用的气海丹。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后，第1枚气海丹没有拍出太离谱的价格，只卖了10几万暗能量，然后一路往下降，直到第12枚的时候，价格再度升到10万暗能，然后拍卖师便开始拍卖另一种圣阶丹药。没了，早知道应该抢1枚的。一些人后悔，没后悔多久，他们便再度陷入了狂热，因为这一次拍卖的是可以直接提升3个月修为，还不会有什么隐患的2品圣阶补气丹。拍卖师明确说了，只有1枚，20万、50万、80万、100万。这一枚圣阶补气丹引起了激烈的争抢，特别是炼丹师跟疯了一样加价，价格急剧飙升，竟飙上了100万暗能量。他们之所以这么疯狂，是因为补气丹这种直接提升修为的丹药，在社会会上其实很受欢迎，只是那隐患让人望而生畏，若他们能够炼制出隐患极小的圣阶补气丹，现在付出的这点暗能量根本不算什么。
200万！一个声音突然镇压了全场。众人一看，说话的赫然是贾雨薇。他直接加到200万单位暗能量，这势在必得的势头，让其他人没有了争夺的心思。这个价格太高了，足足2立方暗能量，价值20亿以上，买的只是一枚2品丹药，说出去会把人惊掉大牙。200万一次，200万2次，200万3次。最终，这枚2品的补气丹被贾雨薇收入囊中。如果他知道这枚丹药是陆巡炼制出来的，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拍卖还在继续，在2品补气丹后，拍卖师又重新拍卖了2品气海丹，再度引起了争抢。然后是能够直接提升5修为的2品培气丹，这些丹药的名字很相似，在场之人自然分得清。2品的培气丹仍被贾雨薇买了。现在拍卖3品丹药，重头戏来了。3品丹药，所有人都打起了精神。陆巡这一次拿出的3品丹药只有4枚，2枚增加修炼速度的，还有2枚是直接提升修为的。本次拍卖的3品丹药一共4枚，每中1枚。拍卖师这一次直接将数量说了出来，一听说每种只有1枚，在场的不少人就坐不住了。10万，100万。于是拍卖一开始，加价就变得异常疯狂，别人才喊10万，就有人直接加到了100万、300万，还有高手更是跳到了300万，想把别人吓住。这下发财了，陆巡自然乐见其成。他突然觉得系统限制他炼丹其实也不错，物以稀为贵。陆巡要是真跟牛马一样，每天辛苦10几个小时炼制出一大堆圣阶丹药出来，那就不值钱了。400万、500万，没人被吓住，加价还在继续。3品补气丹跟3品培气丹这2种直接提升修为的丹药引起了激烈的争抢。贾氏集团遇到了对手，跟他们较劲的是炼丹协会的会长，还有一个大家族。其他大家族的人看起了热闹。圣阶丹药第一次面世，对炼丹师与这些炼丹集团的价值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想要研究。如果只是拿来修炼，付出这么多暗能量，那又不怎么划算了。毕竟效果再好，也不过增加3个月的修为。老板，你发财了。白灵被这疯狂劲吓到了。陆巡这是一波暴富，确实是发财了。最终，当所有的丹药拍卖完后，陆巡一算，这一波卖出的暗能量足足有2000多万个单位。就算把神州拍卖行的手续费出了，也还有近2000万单位。这可是将近20立方的暗能量。这一场拍卖确实是将圣阶丹药的利益最大化了。不通过拍卖的话，绝对卖不出这么高的价格来。谢小姐。这时，一个人突然站了起来，陆会长有何指教？拍卖师是一个颜值颇高的美女，事实上她是神州拍卖行的负责人，名字叫谢雨嫣。这一场拍卖太过重要，所以她亲自前来主持。我愿意出100万单位的暗能量，只求本次拍卖的委托人能够出来与我们一见。陆会长道。他是京城炼丹师协会的会长，本身也是极厉害的炼丹师，可以炼制出6品以上的丹药。只是他炼制不出圣阶丹药，哪怕1、2品的圣阶丹药。我们贾氏集团也愿意出100万单位暗能量，求委托人现身一见。贾家主同样站了起来，朗声道：我们巨星集团再加100万。又一个人站了出来。巨星集团，这也是一个炼丹集团，在国内没有贾氏集团那么庞大，但他们在周边的其他国家的业务非常的广泛。他们走的其实不是高端路线，而是低价低端路线，面向的更多是普通的修士，而非天才。所以在清北街看不到他们的店铺。不过最近这些年，巨星集团也在尝试高端路线，这一次的圣阶丹药无疑被他们视为一个突破口。哇，只是出来露个面就能拿300万单位暗能量，炼丹师真赚钱。这可是圣阶丹药啊，能够炼制出来的只能是圣阶炼丹师，全世界恐怕就他一个，300万见个面不算什么。拍卖场中响起了一些议论声。300万暗能量对大家族来说也不算少了，3个人一人出100万暗能量，只为见个面，这样的事在整个蓝星都极其少见。老板，你要出去吗？拍卖场的后台，白灵好奇地问。300万暗能量耶，他哪怕是天阶炼丹师，想要赚到这么多暗能量也要不少时间，现在只是露个面就有这么多暗能量，在白灵看来很划算。陆巡沉吟了一下，看向白灵，要不你出去。他可不准备现在露头，会把人吓到，被盯上是100%的。白灵是陆巡一早就准备好的挡箭牌，我还炼制不出来圣阶丹药呢，还是不要了，老板。白灵摇头，他担心穿帮，那就尽快炼出来，以你的能力不会太久的，到时候好好让贾家的人看看你有多厉害。陆巡鼓励道。白灵重重点头。最终拍卖场里面的人并没有等到委托人现身，不愧是圣阶炼丹师，300万暗能量都打动不了，对方肯定是隐藏的大佬，
不愿意现身罢了，说不定根本没来，只是把丹药放在这里拍卖。众人猜测纷纷。陆先生，本次拍卖一共卖出2400万单位暗能量，扣除10%的手续费与5%的税费后，还有2040万单位暗能量，已全部转到你的卡上，手续费只收10%。是的，陆先生，这是我特意为你们申请到的优惠。那就多谢了，谢小姐。1个多小时后，拍卖会的后台，谢雨嫣与陆巡完成了结算，把手续费跟税费除去，陆巡还有2000万出头的暗能量，折合下来相当于20立方的暗能量。换算成立方的话，超过20立方米的暗能量价值200亿华夏币以上。如此庞大的暗能量，像慕容家这种拥有4境宗师的家族，想要拿出来都得砸锅卖铁，甚至砸锅卖铁都拿不出来。这一波，陆巡确实是赚翻了。就这一下，就在财富上实现了阶级跨越，完成了不少大家族几倍人才能够完成的积累。陆巡瞬间就变成了有钱人，比之前赢了何强更有钱。赢了何强那次不过1立方的暗能量，现在足足有20立方，这不是一个量级。从此之后，陆巡也可以说自己就是豪门。有钱后应该怎么办？当然是买。接下来几天，陆巡开启了爆买模式。他首先买的是一个天阶丹炉，叫乾坤八卦炉，花了100多万单位的暗能量。这价格在天阶丹炉中都算贵的，好处是它可以炼制任何丹药，不管什么属性、什么品级。然后呢，陆巡把一身装备全换了，先给自己买了一件不用清洗、常见常新还有不俗防御力的流光宝衣。然后是武器，武器的等级就复杂了。武修有一套自己等级标准，仙修的武器则叫法宝，也有一道标准。陆巡先是买了一把4品的天阶长剑，这是武修用的。然后他又买了一整套飞剑，这是仙修用的，品质则是上品灵气级别。仙修的法宝级别分别为法器、灵器、宝器、道器几个级别。前4境的仙修法器已经足够，陆巡有钱了，直接上更高的灵气级别，还是上品灵气。买完了飞剑，陆巡还买了几样防御用的法宝。武修其实不是很重防御，他们身体强大，速度快，反应快，带个盾之类的反倒影响战斗力，所以武修更多是披甲。仙修就必须要防御了，因为仙修的身体较弱，没有防御手段的话容易被干掉。买完了自己的，陆巡还给楚又晴跟慕容婉各自买了一些武器与防具，这就花掉1大半了。等所有的东西买完，陆巡发现居然花了1大半的暗能量，真贵啊！主要还是因为好的武器其实比丹药要贵得多，丹药是消耗品，武器则是能一直使用的。哇，陆巡，你哪里买的这么好的飞剑跟赤甲盾？这得花不少钱吧？清虚学院，当陆巡把法宝给楚又晴时，楚又晴很有些吃惊。以他的眼力，一眼就能看出2种东西都不凡，特别是赤甲盾只有巴掌大小，一旦以灵力激发后，就会在周边形成一圈被火焰包围的赤甲。这种赤甲是火属性的，在防御的同时还带有一定的攻击效果，如果有敌人接近就会被灼烧，刚好与楚又晴契合。想想也知道价格会有多贵，楚又晴的家里都没人用这个级别的宝物。还好费老师有熟人给了我优惠，陆巡没说飞剑和赤甲盾的级别，免得楚又晴不收。好吧，我先记下来。楚又晴拿出小本本记了下来。东西送给楚又晴后，陆巡又联系起了慕容婉，只是慕容婉没接电话也没回消息。这么看他应该在闭关，以后再给他吧。既然如此，那就以后再给慕容婉不迟。他闭关是好事，慕容婉已经气海9层了，即将突破气海10层，而一旦他突破气海10层，就可以冲击第3境了。以玲珑宝体的厉害，第3境于他来说唾手可得，到时候陆巡的境界便可以疯狂往上冲了。在一波买后，陆巡的生活再度恢复了平静，他仍然像以前一样躺平，时不时会去一趟清北街看看白灵的情况，同时给予他指点。白灵现在的炼丹造诣是3品低阶，在陆巡传授了经验后，他还在努力想要炼制出圣阶的丹药来。陆巡这边也在尝试炼制新的丹药，丹药的种类很多，增加修炼速度的，直接提升修为的，疗伤的，改善体质的，增加神识气血的，还有辅助战斗的，以及延寿住炎类的等等等等。炼丹造诣上去了，不代表所有的丹药都能够一次性炼制出来。同样品级品质的丹药，有些丹药的炼制难度就是要大一些。秘境考核，我们不是才大一吗？没办法，谁让我们大一时遇到蓝星进入星空古路呢？大家不用担心，上面既然让我们参加考核，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就看大家能拿到什么成绩了。这一天，一个消息传遍了北斗大学的校园，1个半月后的期末考核将变成秘境考核。所谓的秘境，其实是蓝星升为开始后在内部孕育出来的一些的特殊空间。
这些秘境大多被人类完全掌控，用来当成修士试炼与学生们考核的场所，里面会有一些机缘，同时也有着不小的危险。比如不少秘境中有人类强者刻意扔进去星空异种和敌对的异族人，这些异族人原本就凶残万分，现在又被人类圈养起来，对人类恨之入骨。一旦有人类进去，不难想象他们会有多疯狂。原本大一的新生是不会参加秘境考核的，毕竟实力太低了一点，但今年却是突然对大一新生开放了秘境考核。这一次考核还是以校园联考的形式来进行的，除了清北外，还有一些其他修行学校参与进来。这样的联考奖励往往很丰厚。哇，天道符！别想了，秘境中不限制手段，这天道符注定是那些豪门子弟的。没错，就算是陆巡恐怕也没戏，人家用钱砸都能把天道符砸到手。可恶啊，果然羊水才是人生最大的分水岭。联考的奖励出来后，学生们都眼红了。考核的成绩是分了年级段的，每个年级的成绩分别计算，不管是哪个年级，只要得到考核第1名，那就可以得到一张天道符。所谓天道符，便是使用之后，哪怕在星空古路中，只要不是在一些绝地，都可以让蓝星为你单独开一个迷你彩虹桥，可以随时通过迷你彩虹桥回到蓝星。在星空古路的节点里，这是能够保命的东西。想要获得天道符极其困难，一般人想都不要想。没成想这次联考上面居然放出了足足4张天道符。陆巡，你的机会来了，天道符啊，有了这玩意儿，以后去星空古路就安全多了。李不凡第一时间给陆巡发了消息。这小子最近一直在修炼，好长时间没联系过陆巡了。不过你得加油啊，这一次你的最大对手不是清北的学生，而是万柳学院的那些家伙，他们就算修为不行，用钱砸也能砸出爆炸的成绩来。旋即李不凡又有些担心，秘境考核说公平也公平，说不公平也不公平，因为秘境考核不限制手段，一些豪门子弟进入秘境后，用灵符、战丹之类的东西砸，也能砸出一个好成绩。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普通的学生也要更好，这就让普通的学生觉得不公平，但也有不少学生觉得这是公平的。若是到了战场上，敌人看到你是出身寒门的穷光蛋，会因此生出怜悯，从而放过你吗？修炼本身也是考验综合实力的，光有天赋有什么用？还得有背景、有资源、有钱。正因为这样，以往每一次秘境考核，成绩出众的基本上都是万柳学院的学生。万柳学院的学生是出了名的有钱，就好比柳眉棒上的那个林强，家里就是一个顶尖豪门。清北的学生不是没有出彩的，但整体上反倒稍弱一点。另外，年级越高，清北学生出彩的越多，因为高年级的天才学生成长起来了，万柳学院学生们钱多的优势就会被拉低。这一天，北斗大学的学生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时间过得真快，陆巡则有些感慨，不知不觉间，大一上学期就要结束了。慕容婉突破气海10层，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1周后，突然慕容婉突破了气海10层，陆巡则借此冲上了气海32层。期末考核前，慕容婉应该能突破第3境。陆巡不由精神一振，他其实随时都可以突破第3境，如果系统允许他自己修炼的话，陆巡说突破就突破了。就算系统不允许他修炼，陆巡非要把用返还来准备第3境也不是不行。只不过这样突破的第3境效果大打折扣，那些极其厉害的武道神通就不容易觉醒了，所以陆巡现在就指望着慕容婉突破第3境了。他那枚培气丹作用很大，帮慕容婉省了3个月的时间，加上圣阶的气海丹进一步加快了他的修炼速度，慕容婉应该可以打破北斗大学的记录了，半学期就突破了第3境。陆巡也可以沾他的光，跟着突破第3境，还可以变得比他更牛逼。等以后有更多暗能量了，得给他置办一点更好的装备。陆巡想，慕容婉修炼的这么刻苦，陆巡天天躺着变强，怎么着也得给他们一些奖励，至少武器装备、丹药这些要保证到位。楚右琴突破聚气8层，你获得楚右琴收获的30倍。又过了1周，楚右琴也突破了，他的速度要慢一些。这么看，大一上学期，楚右琴想要突破第3境有点难度了。假期的时候，他说不定可以突破3境。老板，我是不是很笨？怎么会呢？圣阶丹药本身就很难，你能领悟这么快，已经非常非常聪明了。白灵这边仍在尝试炼制圣阶丹药，大半个月过去，哪怕有陆巡的指导，他也还没有太好的进展，这让他不由有些沮丧。陆巡自然是一顿安慰，白灵要笨了，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多少聪明人了。陆巡炼丹这么厉害，还不是因为他。在陆巡的鼓励与手把手的教学之下，白灵的进步颇快。白灵的丹道造诣突破圣阶1品，你获得白灵收获的30倍。白灵的修为突破聚气3层，
你获得白灵收获的30倍。又过了1周，终于白灵将一枚圣阶丹药炼制了出来。这是一枚1品的圣阶丹药，也就是修士开麦时可以用来辅助的开麦丹。圣阶开麦丹虽是1品，开麦丹的炼制难度其实不低，而且价格比起不少2品丹药都还要更高一些。白灵能这么快炼制出来，足以代表着他在炼丹一道上确实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我炼制的只有1重彩纹，还是老板厉害，3重彩纹。炼制出圣阶丹药的白灵对陆巡仍然佩服的不行，因为陆巡的3重彩纹他怎么也学不去。当然学不去，那是造化丹脉的手笔呢。他的9转丹脉其实最大的作用是成丹率近乎100%。白灵这一波突破也让陆巡的丹道造诣与修为再上一层楼。丹道造诣从4品地阶一路攀升，先至4品天阶，最终定格在4品圣阶，距离5品仅1步之遥，没能冲破5品。白灵这次终究只是1品丹药突破圣阶，收获小了点。另外，丹道的造诣跟修为一样，越往上需要的越多。就好比楚右琴突破聚气8层，30倍返还过来后，不过让陆巡从聚气30层突破了聚气32层。白灵这一次修为突破，也只让陆巡上升了1层，突破到聚气33层。白灵，你继续巩固，圣阶丹药先存着，不要拿出去售卖。好的，老板。白灵很听陆巡的话。圣阶丹药目前还有稀缺性，最大的价值是在拍卖场上。如果白灵炼制出大量的圣阶丹药，那就卖不出那么爆炸的价格了。先等白灵的炼丹造诣进一步提升，能够炼制出2品、3品的圣阶丹药再说。几天后，芭芭拉公主又一次苏醒。哎，我发现跟着你很有趣呢。等本公主以后回归阿斯特拉星了，你留下来当本公主的将军怎么样？芭芭拉慵懒地伸了个懒腰，星眸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再叫了陆巡一会儿咒语，又跟陆巡聊了几句天后，他便再度陷入了沉睡。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秘境考核的事，灵丹阁的生意再度变得火爆起来。白灵特意炼制了一些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战斗力的丹药和战丹，放在灵丹阁销售。他现在炼制的丹药仍以天阶为主，圣阶丹药炼制的难度较高，哪怕是白灵也不敢保证每次都能成功。有时候明明感觉应该是圣阶，结果出炉后变成了天阶。总算成了。陆巡这边花了一些时间，将圣阶的密窍丹炼制了出来。密窍丹3品丹药，可以帮助武修突破第3境，跟仙修的筑基丹一样，都是非常珍贵的丹药。这秘密窍丹是陆巡为慕容婉准备的。慕容婉在突破气海10层后，接下来就可以冲击第3境了。以他身具玲珑宝体，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效果的问题。武修第3境是通窍境，需要打通全身108处密窍。第1层便是木窍境，需要打通9处木窍，觉醒5道神通。木窍的5道神通有很多，如若竹变微、破绽凝光、百步观闻这类是木窍神通，天眼通、千里眼之类的也是木窍神通。一般人觉醒的大多是若竹变微、破绽凝光这类普通的木窍神通，相当于可以夜视，然后看穿别人的破绽，获得动态视力。想要觉醒天眼通、千里眼这些就非常不容易了。另外，就算是同样的木窍神通也分强弱，圣阶的密窍丹可以让慕容婉突破第3境后变得更厉害。他厉害了，陆巡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返还。姐姐，接电话啊。只不过呢，慕容婉一直不接电话，还在闭关吗？慕容婉突破气海10层后，陆巡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把给他买的武器送给他。看这个样子，现在有可能还在闭关，怎么总是会想到他？此时修炼室内，慕容婉秀眉紧蹙，额间渗出细密汗珠。他这一次闭关的时间有点长。在突破气海10层后，慕容婉原定的计划是一鼓作气冲到第3境，但在冲击第3境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每到了关键时刻，总有一些杂念跑出来干扰他，比如他与陆巡缠绵的一些画面。若是平时，这些杂念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但在冲击第3境的关口就变得有些麻烦了，那有可能导致慕容婉冲击失败，或者效果变得不那么理想。想了想，慕容婉凝心静气，调整好情绪后继续入定。只是杂念还是会出现，而且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还好，现在注意到了，越是在意，杂念反倒越多。以他的意志力，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他的神色慢慢变得坚定起来，准备继续尝试。转眼间又是3天过去，慕容婉再度睁开了双眼，眉宇之间有着化不开的愁色。小婉，你是不是要突破第3境了？正当慕容婉愁得不行之时，他的导师来找他来了。慕容婉的导师是北斗殿的一个长老，跟傅雪长得很像，名字叫傅月。事实上，她是傅雪的姐姐，2人还是一对双胞胎。只不过傅月比较低调，外界知道她的人不多。
傅岳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过来给慕容婉一些指导，帮慕容婉少走了一些弯路。是的，老师。慕容婉恭敬答道。傅岳敏锐地捕捉到他眉间的玉色，看来你遇到了。老师指的是心魔。傅岳沉声道。心魔？慕容婉眉头一跳，他听说过心魔，也知道心魔的恐怖，只是他现在才第2境就有心魔了。以你的天资，心魔原本与你无缘，但最近暗魔族的人四处释放天魔气，我们察觉的晚了一点，导致京城不少人遭遇了心魔。傅岳神色凝重，将情况说来。暗魔族，这是一种敌对的异族，他们拥有自己的星球，在最近几个星空古路的节点中，暗魔族与人类没少交手。为了遏制蓝星的发展，一部分暗魔族潜伏在蓝星，跟影族一样，时不时就会跑出来搞事。他们的手段比起影族更高明，影族是搞刺杀，暗魔族则是通过释放一种叫天魔气的东西来捣乱。天魔气对人类其实没啥伤害，但一旦被心灵有破绽的修士吸入，就有可能被引发心魔。我那些杂念，是心魔吗？慕容婉回想起最近这段时间遭遇的情况，在修炼的时候，他与陆巡缠绵的片段时不时浮现，给他带来干扰。以前的他修炼时可是心无杂念的，他不确定这是不是心魔。小婉，我不知道你遭遇了什么，但心魔最好现在就想办法解决了，避免对你冲击3境带来影响。傅岳轻声劝道。老师，要怎么解决？慕容婉问。心魔丹，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压制住心魔，但没办法彻底解决，只是将问题延后。还有一些稀释灵草，如佛莲静心草，可以化解心魔，不过佛莲静心草只有星空古路上才有。傅岳说起了办法。慕容婉没有急着接话，因为傅岳说话的架势肯定还有下文。果然，傅岳接着道，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到源头，将心魔根除，毕竟这一次的心魔是天魔气诱发的，容易解决，不要留到后面。找到源头，根除心魔。慕容婉黛眉微蹙，如果他遇到的情况确实是心魔的话，那这心魔的源头岂不是陆巡？那要怎么根除？难不成要杀了陆巡？他可下不了手。小婉，你遇到的心魔应该跟感情有关吧？正思索着呢，傅岳突然问。他看出来了。慕容婉贝齿轻咬，纠结了几秒后承认了。其实他也不确定是不是心魔，说是情感问题吧，也不完全是，因为他跟陆巡的关系比较复杂。对陆巡他自然不恨，说爱吧似乎还达不到，毕竟两人的交集一开始是从芥子开始。总之就是很特殊，很复杂，很纠结，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或许就是这样，才导致在天魔气的影响之下诞生了心魔。如果是感情问题，其实很好解决，要么彻底了断，要么坦然接受。你修的又不是无情道，不需要断情绝育。傅岳建议道。老师，我知道了，我会处理好的。慕容婉没办法告诉傅岳自己与陆巡关系的复杂性，而且他也不确定自己遇到的到底是不是心魔。其实吧，他跟陆巡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些剪不断理还乱，但慕容婉内心深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一次芥子本身是无奈之举，第二次也是因为自己的姐姐慕容嫣下了药。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没打算跟陆巡有进一步的发展，毕竟陆巡是楚又晴的男友。思来想去，应该还是天魔气的影响，这玩意儿本身就是暗魔族的大杀器，慕容婉第一次遇到，被引出心魔是很正常的事。那就好，这一次期末考核前，你若能突破3境，应该可以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这么快的修行速度，在蓝星的历史上也极其罕见。傅岳对慕容婉颇为放心，交代了几句后，他打开了修炼室的门，走了出去。刚出门，傅岳便看到一个风神俊朗的少年走了过来。对方看到他，目光中露出了亚色。傅老师，你怎么在这里？你认识我？傅岳这些年很少露面，如果不是收了慕容婉为徒，他根本不会来北斗大学。你不是傅雪老师吗？对面陆巡有些奇怪，他一直联系不上慕容婉，担心慕容婉突破3境，那他的密窍丹就没用了，所以一番打听后找来了这个修炼室。没成想一来就看到了傅雪，可傅雪一副不认识自己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傅雪，我是他的姐姐傅月。傅月明白了陆巡刚刚那番表现的原因，他跟傅雪由于是双胞胎，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总是被人认错。原来如此，是我认错了，傅月老师好。陆巡松了一口气。傅雪几次想当他导师，他其实有点害怕见到傅雪。你来找慕容婉？傅月的目光扫过陆巡后，心中一动，问：是的，傅月老师，他在里面，进去吧。好脸。陆巡经过傅月，走向修炼室。等等，傅月突然喊：傅月老师，还有事吗？陆巡回头：你是不是叫陆巡？傅月问：是的，老师，我是陆巡。陆巡答：
傅月的目光变得意味深长起来。仙武双修还能有这般修为，怪不得傅雪想收你为徒。他看出来了，一接触到傅月的目光，陆巡顿时就感觉傅月有可能看出自己的真实修为了。系统不是说需要高出陆巡5个大境界才能看出他的真实修为？7境。是了，傅月一定是7境大能。好家伙，这一对双胞胎姐妹堪称绝世又绝色。姐姐傅月是7境，妹妹傅雪是6境，即将突破7境。两姐妹都厉害的不要不要的。她们年轻的时候恐怕也是名动一时的天才。这里的年轻指的是年龄，而不是容貌。不管是傅雪还是傅月，由于实力强大，看上去都只有20几岁的样子，身体的状态没有半点的衰退。不过呢，傅月看出来的应该不是陆巡的全部修为，估计是以为陆巡仙武都达到了第2境10层，否则绝对不会这么淡然。哪怕他是7境大能，一旦知道陆巡仙武都突破了极限，达到了惊人的30层以上时，高低也得惊出个表情包来。傅月老师说笑了，我这点微末修为哪能跟你相比？陆巡谦虚回应。虽被傅月看出，既然他没有揭穿，陆巡自然不会慌张之类的。你不必谦虚，我年轻的时候可没你这么厉害了。最近暗魔族偷偷释放了天魔气，容易滋生心魔，你还需小心。傅月的目光重新变得淡然，提醒道：天魔气，这是啥玩意儿？至于心魔啥的，陆巡倒是知道，不过他一点不担心，他又不需要自己修炼，修为的增长系统给自己解决，还怕什么心魔啊？多谢老师提醒。虽说如此，陆巡还是道谢。人家一个7境大能，遇到普通的2境小菜鸟，能看一眼都算多了，结果还这般友好提醒，那陆巡也不能失了礼数。好了，你去找慕容婉吧。好的，老师。陆巡来到修炼室前，敲起了门。半年不到，仙武都突破了10层，这个陆巡秘密很多呢。那男生中，傅月的身影悄然消失。陆巡，你怎么来了？门开了，慕容婉出现在那里，脸上有着亚色。我来给你送点东西，要不我们进去说。陆巡回头看了一眼后道。傅月不见了。但是呢，一个7境大能，就算是午休，想要偷听到两人的谈话也是很容易的。进修炼室后可以开启阵法，让外面的人没办法打扰与偷听眼看陆巡一只脚都踏进修炼室了。慕容婉也只好让陆巡进去。傅月是你的师傅？当初我觉醒玲珑宝体时，刚好被他得知了，他便前来收我为徒。修炼室里，陆巡与慕容婉聊上了天。两人之前身体上的交流虽然很多，言语上的交流却是不多。这一次陆巡找到慕容婉后，慕容婉总算愿意跟他聊天了。聊的是傅月。等等，让我想想，他刚刚说怪不得傅雪想收我为徒，我好像突然明白了。陆巡脑子里灵光一闪，似乎想明白了什么。慕容婉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了一抹好奇。傅雪一定是看到傅月收了你为徒，所以也想收一个逆天的徒弟。我一直纳闷，傅雪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收徒？原来是这样。陆巡一本正经地分析道，这分析却是让慕容婉不怎么理解。陆巡见状解释道，你不知道双胞胎他们不仅有心灵感应，也喜欢相互模仿，特别是妹妹，姐姐有的她也要有。傅雪这是在跟傅月较劲呢。这样吗？这个说法让慕容婉感到新奇。傅雪可是富有盛名的6境大能，一向以清冷示人，居然也有这样的一面。哦，差点忘了正事，这是秘窍丹，我特地去帮你找的一枚，对你应该有帮助。陆巡八卦完，这才拿出秘窍丹递给了慕容婉。浓郁的丹香传出，闻之便令人心神舒畅，连气海都隐隐跃动，似在欢呼。不难想象，这是何等宝贵的丹药。慕容婉刚刚才遭遇疑似心魔，这心魔还跟陆巡有关，正有些不知所措呢。陆巡就再次送来了这么好的丹药，他的心绪瞬间就变得有些复杂，自然就没有伸手去接。拿着，陆巡不由分说塞到了他的手里。陆巡，不什么不，这可不是白给你的，我会记好账，等你以后成长起来了得加倍还我。陆巡霸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管是慕容婉还是楚又晴，都不是那种索取无度的人。如果是别的男人，就算送东西，慕容婉看都不会看一眼，更别提收了。所以陆巡得给慕容婉一个接受自己东西的理由，那就是借，否则他心里那一关肯定过不去。真送多了，说不定反倒会让他心里产生魔障，影响他的心绪，进而影响成长。如此霸气的陆巡直接把慕容婉想说的话堵了回去。他原本准备将丹药还回去的手也下意识的不敢伸了。这时陆巡又从腰间解下一个精美的小袋子，塞到了他的手里。这袋子太精致了，像个香囊一般。慕容婉一看到，俏丽的脸颊之上顿时飞上了2片红霞。他以为陆巡这是要送定情信物呢。这是空间袋，里面有10个立方的储物空间，还有我给你准备的一把长剑和一些宝物，
对你应该有用。陆巡道：空间带。这3个字让慕容婉惊讶的同时，也明白自己误会了。他的脸颊愈发烫了。想了想，慕容婉又准备掏卡，陆巡一把制止了他：这些东西还是借你的，你先拿着用，争取在这一次联考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就算要还，也得等你成长起来后再说。两人的这一番拉扯，手捉着手，如果是别人，慕容婉早就翻脸了。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关系都已经有过好多次，仅仅是双手的肢体接触，两人似乎早已习惯。不过慕容婉的脸还是红到了脖子上。你放开我！他声如蚊蝇。你答应收下这些东西，我就放。陆巡耍赖。慕容婉没回应，因为他觉得陆巡这一次送出的东西太珍贵了，光是空间带就已经是珍贵物品了，里面肯定还有更好的东西，他怎么能收？只是陆巡一直不放手。慕容婉没辙了，总算轻轻嗯了一声。他心里无奈至极，拿陆巡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这么纠缠？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修炼吧，争取早点突破第3境。见慕容婉同意收下，陆巡这才松下他。扔下一句话后，陆巡径直退出了修炼室。他担心慕容婉反悔，又不要那些东西了。这一次他送给慕容婉的东西可不少，买下来花了将近400万单位暗能量，也就是4个地方的暗能量。就算慕容家也没办法一下子拿这么多暗能量来给慕容婉置办装备。怎么这么多？这把剑4品的，这些灵符。等陆巡走后，慕容婉将空间袋里的东西取出来一看，美眸中便被浓浓的金色布满了。陆巡送给他的东西太贵重了，光是那把剑就价值不菲。那是一把4品的长剑，品质至少在地阶以上，别人认不出慕容婉父亲是4境宗师，他还是有眼力的。另外，陆巡还送了他不少4品的灵符，有防御的，有跑路的，有攻击的，还有遇到危险自动激发的。除此之外，里面还有大量的暗能量。这些暗能量不是存在银行卡里的，而是被封存成一个个10厘米边长的正方体。这样的正方体体积是1000立方厘米，相当于1000个单位的暗能量，再由1000个正方体合成了一个边长1米的正方体。这意味着一方暗能量也就是100万个单位的暗能量。再加上那枚拥有彩色单纹的密窍丹，他难以想象陆巡这一次送出了多少钱。他还不知道彩色单纹代表着圣阶，否则慕容婉会更惊讶。陆巡在他的心中开始变得神秘起来，因为楚又晴的缘故，他是知道陆巡的背景的。他想不明白陆巡到哪里弄来这么多钱。在大致估算了一下所有东西的价值后，慕容婉神色变得复杂起来。他跟陆巡又不是情侣关系，陆巡却对他这么大方。虽然说借，可这真的是借吗？偏偏陆巡又那么霸道，耍无赖硬色给他，让他没办法拒绝。良久，慕容婉轻叹一声后，将所有的东西收起。这些东西他就算想还回去，估计也还不回去。陆巡都强塞过来了，他再还，陆巡恐怕会更霸道更无赖。偏偏两人又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陆巡耍起无赖来还真有点肆无忌惮的味道。经过了陆巡这一闹后，不知为何，慕容婉突然发现那所谓的心魔居然消了。就算他在修炼的时候，脑海里偶尔浮现出陆巡的身影，或者与陆巡缠绵的画面，他也不像以前一样抗拒。相反，当画面浮现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会莞尔一笑，然后淡然处之。不知不觉间，天魔气带来的心魔危机就这样以慕容婉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化解。只是呢，慕容婉渐渐发现他对陆巡的感觉有一点不对劲。糟糕，那像是心动的感觉。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慕容婉发现自己好像无法抹除这种感觉，于是他选择了顺其自然。现在的他慢慢的进入了状态，开始全力冲刺第3境了。陆巡的那枚密窍丹让他有了更多的把握，能够一次性冲开更多密窍，开窍的效果也会变得更好。在这种全身心的冲击之下，很快慕容婉就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巅峰。正当他准备冲击密窍时，他突然发现以玲珑宝体的神奇似乎还可以在气海境往上冲一冲。于是慕容婉一举破入了气海11层。在破入气海11层后，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发光，似乎是玲珑宝体在为突破极限而欢欣雀跃。这时候玲珑宝体的真正逆天之处来了。慕容婉感觉到自己的气海正在被压缩，身体也感到极度饥渴。玲珑九转，慕容婉意识到了自己发生了什么。这是玲珑宝体所具备的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叫玲珑九转。每一个境界到达巅峰后，玲珑宝体都有几率触发玲珑九转，助他突破极限，同时可以让修为在短时间内飞速飙升。在第1境的时候，慕容婉就是借助玲珑九转突破了断体12层，但那一次他不知道玲珑九转准备不充分，
导致没有充分利用玲珑九转。慕容婉意识到了机会，拿出暗能量便吸收了起来。在玲珑九转的状态下，这些暗能量转化的速度极快，只用了2天，慕容婉准备的暗能量就全部用光。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准确还是不够充分。空间袋，他突然想起陆巡给的一立方暗能量，原本他不准备用的，因为那太多了。可现在慕容婉没了办法，他打开空间袋，快速吸收了起来。嗡！在玲珑宝体的压缩之下，气海硬生生的再度突破了极限，冲到了气海12层。这还没有结束，因为玲珑九转还在进行之中，暗能量被飞速消耗着。又过了2天，慕容婉的气海再度发生质变，居然一下子冲破了气海13层。我去，这是发生了什么？宿舍的修炼室里正在炼丹的陆巡停了下来，因为系统的返还又来了。这几天慕容婉居然连升了3层，给了他足足3次返还。得，竟然还带卡境界的。从慕容婉这里接连收获了3次返还后，陆巡有些无语。现在的他停在气海33层不动了，在气海境不动也就算了，系统也没让他突破第3境。系统给出的解释是，以陆巡现在的体质，气海33层已经到极限，再往上的话反倒会给陆巡的身体带来损伤。他现在的丹田内气海确实已经异常庞大，再膨胀下去很有可能会撑破丹田。至于没有突破第3境，则是因为午休的境界有些特殊，2境的返还就算能突破第3境，觉醒武道神通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所以系统将返还储存了起来，待慕容婉突破第3境时一并返还。照这个势头下去，坏了！系统，你这样做就别怪我卡 bug。陆巡因此卡起了 bug。反正修为不会突破气海33层，所以陆巡这几天在疯狂炼丹。他的造化丹脉不是一般的猛，圣阶丹药如果练多了，修为就会上涨，一旦因此导致境界突破，就相当于自主修炼了。这让陆巡每一次炼丹都必须控制好一个度。现在到极限了，陆巡也就开开心心的卡起了 bug。请宿主不要过多炼丹，丹脉属于灵脉，宿主的炼丹只会增加仙道修为，若继续增加下去，将有可能突破第3境。陆巡 bug 卡得正欢呢，系统出现提示。啥？系统，你的意思是我的仙道修为能够直接突破第3境了？陆巡思索一番后，自己就明白了。仙道跟武道不一样，像武道，第2境与第3境、第4境修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2境主要是真气、气海，3境是秘窍，4境是真意。所以武道2境的返还难以直接让陆巡突破第3境。仙道则不同，前几境的仙道最重要的都是灵力，灵力是先修的基础，在后面几境仍然重要，只不过多了元神。所以武道到气海33层的极限后，哪怕再来返还，系统也只是把返还储存起来，没有让陆巡突破，因为突破后效果不好。仙道若是到极限后再来返还，反倒可以突破了。这么说，不管是楚又晴还是白灵，再来一次返还，我的仙道修为就可以突破第3境了。陆巡精神不由一震，这下在秘境考核前，陆巡不管是仙道还是武道，应该都可以突破第3境了。慕容婉突破气海14层，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又来了！2天后，慕容婉再度突破1层，这速度虽然比不上陆巡，但也快得惊人。这就是玲珑宝体吗？陆巡查了大量的资料，总算知道这应该是玲珑宝体自带的一个逆天的能力。玲珑九转，这个能力只有9次机会，每个境界1次。先去把月考测了。第2天，这学期最后一次月考来了。这次月考后，再有20来天就是期末的秘境考核。最近几次月考，陆巡都把修为的展露控制在1月1层，偶尔2层。现在正好把仙道武道的修为都控制在10层，这样后面突破第3境也就理所当然。巡哥，测试中心，陆巡见到了李不凡。陆巡一看，这小子的实力上升挺快，都到气海4层了。李不凡的天赋其实不错，要知道他可是被故意穷养的娃，还能有这个成绩。照这样看，大一结束，李不凡应该可以到气海7层，甚至有可能到8层。与他一比，何家那个何萧简直是个废物，用了1年才气海4层。巡哥，最近大家都在打擂台，待会儿也去露2手吧，让他们见识一下你这个第一天才的厉害。李不凡乐呵呵地怂恿道。擂台？陆巡一问，明白了，原来最后这1个月，大一的新生们觉得修为的进步不会有太大，不如修炼武技与战斗技巧，增加战斗经验，所以许多学生都跑出来天天跟人切磋战斗。擂台上的学生也多了起来，有好事者甚至举行了擂台赛，还从外面拉到了赞助。这就双10层了。尼玛，这是怎么修炼的？逆天啊！你们说陆巡不会1学期就突破第3境了吧？淡定，
败在陆巡手上的3镜都有一堆了，他就是现代突破，我也波澜不惊。几分钟后，测试中心响起了不少惊呼。尽管这几个月陆巡一直控制着修为斩路的节奏，当看到陆巡这一次双双测试出第2镜10层的修为时，不少学生仍被震惊到了。以往的测试中心其实没这么多学生，现在嘛，学生们都跑出来活动来了。北斗大学的校园中重新热闹了起来。搞定月考后，陆巡与李不凡一起前往北斗广场，想看看擂台赛到底是啥情况。怎么这么多擂台？到地方后，陆巡发现北斗广场上的擂台不是一般的多，他们从外面拉到的赞助不少。巡哥，你去试试那个擂台吧，那是贾氏丹药赞助的，规则很简单，每守擂成功1次，奖金翻倍，这中间谁击败他，就可以获得他当时的奖金。李不凡指向最大的一个擂台，贾氏丹药赞助的擂台。陆巡一瞧，果然擂台上有贾氏集团的旗帜。走，过去瞧瞧。陆巡来了点兴趣。按这个擂台的规则，如果有人一直霸占着擂台，贾氏集团还不得破产。巡哥，别想了，这个擂台虽然是针对大一的，可每过5局会放开一次限制，允许高年级的学生上擂，这时候如果守擂失败，奖金归零。李不凡道：原来如此，这贾氏集团心眼子不小。轰！两人刚走到擂台附近，一道人影被人击飞，从擂台上掉了下来。还有谁？擂台之上响起了一个嚣张的声音：切，就守擂3次，这么嚣张？不过是气海3层，有什么了不起？学生们不忿。擂台上的学生叫卢飞，气海3层，拥有天地奇脉、阴煞雷鸣脉，战斗力强大。下方的学生们虽然不忿，却没人敢上。我。这时一个声音响起，说话的正是陆巡。他原本不打算凑热闹，但贾氏集团弄出这么一个擂台规则，他倒想看看贾氏集团到时候会不会耍赖。陆巡，哇，是陆巡，这下他完蛋了。众多学生回头一看，一个个惊呼出声：啥？陆巡要来？我怎么这么倒霉？擂台上刚刚还嚣张万分的卢飞看到陆巡，脚丫子一软，差点没站稳。哈哈，还得是我巡哥，把孩子都要吓尿了。666，学生们乐了。轰！擂台上一道人影被陆巡击中，倒飞了出去。败了败了，连3镜中期的罗宇学长也败了。罗宇学长可是有天地奇脉的天才，连柳星河的10连胜都被他终结，居然败给了陆巡，好厉害！我们这些大一小菜鸟已经没有资格当陆巡的对手了。擂台下，众多的学生不无震惊地议论着。还有谁？李不凡扯着嗓子大喊了起来：李主管，现在要怎么办？再让他赢下去，奖金就会超出我们的预算了。擂台后方，贾氏丹药的员工急得不行。陆巡登上擂台后，轻松拿下了5连胜。第6局的时候，贾氏丹药安排了一个3镜3层的大4学生去对付陆巡，结果被陆巡2下就打下了擂台。紧接着，陆巡再度拿下5连胜，完成了10连胜。贾氏丹药的人见势不妙，便让3镜4层的罗宇出手。罗宇虽只有3镜4层，但他是开了天地奇脉的绝世天才，战斗力强大，其实力远非被陆巡杀死的3镜杀手所能比拟的。结果罗宇还是败了，而且败得这么快，这就由不得贾氏丹药的人不慌了。贾氏丹药设定的规则如下：初始奖金是1暗能量，价值1000块钱，每赢1局，奖金翻倍。每隔5局都会有一次超限挑战，也就是允许高年级的学生前来挑战。在超限挑战中坚持1分钟，便可完整的带走奖金，但没资格继续打擂了。若想继续下去，需要在超限挑战中取胜。每过1次超限挑战，若下次超限挑战被终结，可以带走上1次超限挑战积累的奖金。贾氏丹药敢在大一的擂台上设置这样的规则，自然是有准备的。高年级的学生都是他们安排的终结者，专门用来终结过于厉害的学生。现在陆巡赢得第2次超限挑战，15连胜是稳了。若不能在第3次超限挑战中终结陆巡，陆巡保底都可以带走16000单位的暗能量，这已经超出了贾氏丹药这一次赞助的预算了。若第4次超限挑战还不能终结陆巡，再翻5倍，那将达到52万单位暗能量。贾氏丹药这一次得大出血没事，第3次超限挑战时，鱼雷会出手。李主管虽也震惊于陆巡的强大，却没有乱了分寸。他们还有底牌，鱼雷，这是一个3镜6层开出了9霄雷脉的绝世天才。鱼雷最引以为傲的战绩是，曾经在一个4镜宗师手上坚持了3分钟而不败。4镜武者拥有真意，实力与3镜有着质的区别。2镜越阶战3镜不罕见，3镜想越阶战4镜就难了。否则，为什么4镜叫宗师？听到鱼雷的名字，其他员工放下了心。可恶，他为什么这么强？人群中，何萧脸色铁青，在他的旁边，何强反倒莫名松了一口气。他上次挑战陆巡失败，
输了足足1立方的暗能量，这些天在学校一直没能抬起头来。现在陆巡这般厉害，连3进4层开了天地奇脉的天才都不是对手，他的失败也就不算什么了。我已经不配当他的对手了。林岩彻底绝望，他意识到自己与陆巡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人了，他连当陆巡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他的实力越来越强了。人群中，柳星河也在观战。陆巡的强大让他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前天他在磨了几个月的剑后，从修炼室走出，想来试试剑。柳星河的战力确实强大，一路顺利拿下5连胜，然后在超限挑战中击败了一个3进的学长，轰动一时。然后柳星河顺利地拿下了10连胜。在第2次超限挑战中，柳星河遇到了罗宇。尽管星河圣体战力强大，可终究境界差距过大，加上罗宇也不弱，柳星河在坚持了3分钟后，果断退下擂台，赢了512单位的暗能量。对他来说，这点暗能量不算什么，也就是个彩头而已。现在曾经击败他的罗宇在陆巡手上这么快就败下阵来，陆巡的强大让他望尘莫及。我不会输。柳星河捏紧了拳头。当初傅学首先选了陆巡，陆巡不答应才选了他，这一点就让柳星河想要与陆巡较劲。他很想上去挑战陆巡，但理智告诉他，现在的他绝对不是陆巡的对手，上去只会自取其辱。待蓝星进入星空古路，才是星辰圣体大放异彩之时，到时就是我追赶你之时。柳星河按捺了下来。在他的不远处，与陆巡同样来自荣城，王家的王腾云倒是跃跃欲试。巡哥，轻点，我怕痛。第11局，一个气海2层的学生跳上了擂台，陆巡下手很轻，一击送他下了擂台。还有谁？巡哥，我来。又一个气海3层的学生跳上了擂台。这些学生其实是好事者，以陆巡的实力，大一新生还有谁能与他一战？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帮陆巡刷点连胜，然后看陆巡跟高年级的学生战斗顺，便可以体验一下陆巡的强大。这个擂台不允许使用武器，不许把人伤得太重，打下擂台或认输便算是结束。我来。又一局开始，王腾云终于忍不住了，跳上了擂台。陆巡，请指教。他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喊巡哥。一说完，王腾云的身影便从原地消失。他发动了风遁术，想要趁陆巡不备偷袭陆巡。噗！然后王腾云连陆巡的影子都没看清，就倒飞出了擂台。落地后，他的气息不稳，一口血雾就喷了出来。可恶！王腾云的眼中有着深深的怨毒。他以为自己的实力怎么也能坚持一下，却没想到一击都坚持不了。坚持不了就算了，陆巡出手居然不像之前对其他大一学生那么轻，把他都给打吐血了。还想偷袭巡哥，也不看看自己多少斤两，活该。他是今天第一个被打吐血的，真惨。其他学生看起了笑话，这让王腾云对陆巡愈发怨恨。擂台上，陆巡丝毫没有在意王腾云的感受。在知道王家人渣的事后，陆巡对王家之人有些反感，所以下手就重了一点。又是2局过去，第3次超限挑战来了。来了，不知道这一次会是谁。学生们翘首以盼，一道人影在万众期待之中从天而降，稳稳落在了擂台上。他一出现，擂台周边的空气中便出现了明灭不定的电弧，不少学生的头皮发麻，头发都立了起来。这些学生纷纷以真气护体，才让头发恢复正常。是鱼雷，他拥有9霄雷脉，擂台上不允许使用武器，这下陆巡要败了。9霄雷脉又如何？我巡哥可是仙武双修。一看到鱼雷，高年级学生都不看好陆巡了。大一的学生仍一个人不知天高地厚，觉得陆巡能够报打一切。小姐，你怎么来了？这时，一道人影出现在擂台后方。贾雨薇，他居然来北斗大学了。其实他这一次是刚好路过，听说陆巡正在打擂台，他便过来看看。是他。陆巡同样看到了贾雨薇，刚好贾雨薇也看了过来，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陆巡的角角微微一扬，目光中流露出了一抹挑衅。贾雨薇这个恶毒女人，曾经对白灵疯狂打压，还雇凶杀人。陆巡这一次来打擂，就是冲着他来的。他倒要看看，如果他一直赢下去，贾雨薇与贾氏集团要怎么收场。对面一接触到目光，贾雨薇的心中咯噔一响，坏了，陆巡是冲着他来的。哼！旋即贾雨薇轻哼一声。陆巡当初不知好歹，对他连番拒绝，现在又来挑事，谁怕谁啊？再妖孽也不过是一个大一学生，偌大的北斗大学有的是学生能叫陆巡做人，他们贾氏集团能够请动的天才太多了。小姐不用担心，这一局鱼雷必定终结他。李主管信心十足。学弟，战斗中分心可不是好事，准备好了没？我要出手了。擂台上，鱼雷的声音响起。他堂堂一个大4学长，
拥有3进6层的修为，竟要率先出手。来吧！陆巡负手而立。呵！淡笑声中，鱼雷的身影从原地消失。轰轰轰！数道雷霆出现，袭向陆巡。与此同时，擂台上骤然出现好几道鱼雷的身影，陆巡的身影同时消失。轰轰轰！眨眼之间，两人便已密集地交上了手。周围的学生们只看到擂台上满是陆巡与鱼雷的残影，这些残影不断破碎，又不断出现，根本看不清两人真正在哪里。千幻雷法，鱼雷这门身法越来越厉害了。远处的建筑上有不少人在观战，这些都是北斗大学高年级的天才。你们觉得陆巡的胜面有多大？有人问。难说，擂台上不能使用武器，陆巡的飞剑派不上用场，他似乎又没有修炼法术，仙道修为用不上，鱼雷则不然。不止，从以往的战斗来看，陆巡强的是剑法，可擂台上没有剑。两人相继分析了起来，其他人微微点头，他们的看法差不多。在所有的天地奇脉中，与火、雷沾边的战斗力都比较超标。鱼雷的9霄雷脉让他哪怕不使用武器，战斗力也强得惊人。反倒是陆巡没有武器，又没有法术，仙道的战斗力聊胜于无。他不可能拿灵力去砸人吧？这就让陆巡只能用武道手段与鱼雷战斗。偏偏陆巡会的又是剑法，没有剑，再废一半。先前陆巡战胜罗宇，在众人看来，凭借的无非是精妙至极的身法。这一点面对鱼雷优势不大，因为鱼雷的千幻雷法同样厉害非常，配合开了足窍后的武道神通，在身法上不比陆巡差多少。陆巡再强，终究只是大1，而鱼雷是大4，起步就比人家晚了3年。轰轰轰！在众人的目光中，战斗还在继续。回头的让楚又晴学点法术，再让慕容婉学点拳法之类的。陆巡边打边盘算着，那几个高年级天才分析的没错，这一场战斗陆巡确实有一些被动，主要在于他没有好的攻击手段，飞剑不能用，长剑也不能用，他现在能用的武技仅仅只是神宗步。还好神宗步到第2阶了，比鱼雷的千幻雷法更精妙，身法再厉害，攻击人的时候只能凭拳头了。陆巡断体20几层，身体素质很恐怖，再加上真气及其精纯与雄浑，就算没有武技，拳头打人也是很疼的。若是被他打中，鱼雷也吃不消。唯一的问题是千幻雷法带有幻的性质，陆巡没有开目窍，短时间内难以分清谁真谁假。这些3境的天才比起外界的3境确实厉害多了。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陆巡的手段被限制住了，否则哪怕这鱼雷是绝世天才，陆巡也可以很快将其击败。他的幻影怎么这么多？对面鱼雷也头疼，他开了目窍，陆巡的神宗步却快得诡异，他同样追不到陆巡。2道身影在擂台上交错追逐，拳锋撕裂的尽是虚影。该结束了，鱼雷突然暴喝，双掌擎天。你们看，完了，陆巡完了！学生们惊呼，因为擂台上方不知何时被雷云笼罩，鱼雷要发动无差别的攻击了。擂台太小，鱼雷的这一招可以将整个擂台完全覆盖，让陆巡避无可避。是得结束了。陆巡眼中金芒暴涨，混沌神力轰然流转，他的速度骤然变快，一时之间擂台上尽是陆巡的残影。轰轰轰！接连炸响的音爆声中，鱼雷千幻雷影接连崩碎。怎么这么快？鱼雷眼睛一缩，陆巡的真身已破空而至。天雷掌！他丝毫不惧，厉喝声中浑身雷罡迸发，掌心神雷璀璨夺目。轰！刺目雷光淹没全场。紧接着一道人影从那雷光之中倒飞而出，砸在了擂台周边的防护法阵上，然后重重地滑落下去。是鱼雷，他竟然败了。这实力恐怖如斯，无敌了巡哥。当人们看清掉落的人影后，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鱼雷败了？怎么会？擂台后方，贾雨薇蓦地从座位上站起，俏脸之上满是金色。鱼雷这么强大的战斗力，居然败了！咔！何潇把自己的手机捏碎了。刚刚他在录像，想把陆巡战败的画面录下来，哪知道录成了陆巡的 MVP 结算画面，居然看走眼了。鱼雷都动用天雷掌了，怎么会败？这都能让他赢？这陆巡到底是什么怪物？远处的建筑上，那群高年级天才也被惊到了。他们的实力在北斗大学首屈一指，妖孽程度名列前茅。他们看人也很准，却没成想这一次看走了眼。在其他学生眼中是怪物的他们，竟觉得陆巡是怪物，足见他们的吃惊程度。还有谁？李不凡扯着嗓子大喊：陆巡太争气了，他这个兄弟比陆巡还兴奋。巡哥，我来给你刷战绩。学生们踊跃上台，顺利把陆巡刷到了20连胜。
这下陆巡就算在第4轮超限挑战中输了，也可以拿前面15连胜的奖励，也就是16348单位暗能量。若再赢第4轮，翻5倍后，陆巡保底就可以拿52万单位暗能量。李主管，还有人吗？贾雨薇问。小姐，暂时没有，我马上来联系。李主管慌慌张张道。他失去了淡定。谁能想到，在大一的擂台上，3进6层的鱼雷出手，居然还输了。这可是能够在第4进宗师手上坚持3分钟不败的绝世天才，再加上鱼雷拥有9霄雷脉，擂台这种被狭小的地方是他最好的战场。就这样，还被陆巡击败。不必了，贾雨薇决定结束这一切。虽然他也很想找人击败陆巡，让陆巡出丑，可身为商人，利益为重，他不会意气用事。他的身影一动，便迈上了擂台。咦，是个美女，这女人要跟巡哥打擂台，巡哥可千万别手下留情啊！学生们以为贾雨薇是上来打擂台的。对面陆巡眉头一挑，他也以为贾雨薇要亲自来，来就来，那就别怪他帮白灵出一口恶气了。各位同学，贾雨薇踩着高跟鞋，优雅地走到擂台中央，面带公式化的微笑环视四周，最后将目光落在陆巡身上。我是贾氏集团的负责人，我们这次擂台赛一共准备了3轮，3轮通关可以获得双倍奖金。陆巡同学，你一共获得了32768单位暗能量，稍后我们会直接打到你卡上。他不是来挑战的，而是直接宣告结束。你们贾氏集团，陆巡双手抱胸，斜倚在擂台边缘，嘴角挂着讥诮的弧度，不会玩不起吧？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破了现场的平静。就是玩不起。台下立刻有人高声附和。先前可没说这个规则，另一个男生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手臂，现在突然临时加规则，这不是玩不起是什么？贾氏集团玩不起咯？更多的学生开始起哄，有人甚至吹起了口哨，整个北斗广场顿时沸腾起来。贾雨薇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极其难看。尽管他经过不少大场面，可被北斗大学这些天才学生这般嘲讽，他也顶不住。诸位，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没有解释清楚。李主管上来救场来了，他很后悔，早知道就不答应这一场赞助，现在弄得下不来台了。清北的学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贾氏集团的中间客户，所以他们每年都会赞助一些清北的赛事。至于擂台的规则，其实是贾氏集团以前就有的，这个规则更能打动人，看似冒险，但他们能够请动高年级天才控场，不会有意外发生。一般的学生在擂台上能拿走几百暗能量就不错了，哪知道今年出了一个陆巡。既然陆巡同学想要继续打下去，那我们贾氏集团也不能小气。我宣布擂台赛继续，李主管准备下一轮超限挑战。李主管话音还未落，贾雨薇便打断了他。是，小姐。李主管连忙改口。这可是你自找的。贾雨薇昂着头，冷冷地看了一眼陆巡后，迈着高傲的步子下了擂台。陆巡非要出丑，那便怪不得他了。北斗大学天才如云，陆巡真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当那些高年级的怪物不存在吗？人家平时只是低调而已。李主管赶紧拿出手机，摇起了人。巡哥，我来助你。贾雨薇发话后，学生们总算没有再喷贾氏集团，他们一个接一个跳上了擂台，帮陆巡拿到了20连胜。第4轮超限挑战来了，不知道这一次又会是谁？3进6层的鱼雷都败了，肯定要来3进后期的了。巡哥这要是打得没人赶上就牛逼了，不至于，前几届还是有很多怪物的。怪物虽多，贾氏集团能请动的可不多，跟巡哥打风险太大，打赢了没人夸，打输了多丢脸。学生们一个个翘首以盼，想知道这一次超限挑战贾氏集团请来了谁。他们很快知道了，一道人影悄无声息出现在了擂台上。那人影很缩小，远远看去像一只猴子。这是谁？大一的学生没有认识他，是夏雨。他拥有流光战体，还打开了瞬影流光脉，速度快得惊人，连4进宗师都追不到他。这夏陆巡遇到对手了。修为呢？几个月前就3进7层了，现在不知道。有大3学生认出了对方。哇，这妖牛不光有天地奇脉，还有特殊体质，这是个高手。完了，巡哥雄起。夏雨的身份一传开，许多大一学生顿时就觉得不妙。清北的学生在外界看来都是天才，但其实在清北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分界很明显，一般的学生只能算普通天才，打开了天地奇脉是真正的天才，然后天地奇脉要厉害一点才能称得上绝世。而像夏雨这种具备特殊体质又打开了天地奇脉的，那只能算是妖孽或者说怪物。你完了。擂台后，贾雨薇冷冷地看着陆巡，等着看陆巡的笑话。给你台阶你不下，这下看你怎么收场。何潇也在冷笑，待我成长起来
必报此仇。王腾云还在记恨陆巡先前的重手，学弟，你先出手吧，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夏雨名字取得温柔，说话的速度却是又快又洪亮，像机关枪一样。楚右琴突破聚气9层，你获得楚右琴收获的30倍。你即将突破第3境。陆巡正准备说话，系统的提示却是出现，楚右琴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破了。陆巡之前的推测是没错的，楚右琴的突破会让他在仙道上突破3境，这本身就是仙道与武道不一样的地方。仙道不管2境3境，返还的都是灵力加神识，所以聚气到极限后再往上便可以突破了。武道由于2境3境返还不一样，反倒需要慕容晚仙突破3境，陆巡才能突破。能否等我一会儿？于是陆巡看着夏雨问。怎么说？夏雨问。我先升个级。陆巡盘坐了下去。升级？巡哥不是2境双10层了吗？怎么升级？难不成巡哥要突破第3境了？我丢，真的假的？台上学生们惊疑不定。此时陆巡的体内则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灵府中灵力急剧升华。原本这些灵力就已经精纯的不能再精纯了，只是一直是气态而已。现在灵力有了进一步的质变，从气态往物态，也就是半液态变化。变化的不仅仅是形态，还有灵力的精纯度与威力。在系统的热流之中，体内的变化异常的急剧。没过多久，嗡，伴随着灵府的巨颤，陆巡身上的气息疯狂攀升。他在仙道上的修为突破第3境了。这是他突破第3境了。真突破了。仙道，这是仙道突破了。滑，这尼玛无敌了。大一都还没有结束呢，陆巡就第3境了。来个人掐醒我，告诉我这是在做梦。北斗广场上瞬间沸腾，不管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尽皆一片惊呼。3境，他怎么能这么快？当陆巡突破时，最难受的莫过于与陆巡有过过节的人了。比如何潇，这家伙惊得双目圆瞪，手臂青筋迸出，指甲都掐进了肉里。何强与王腾云同样脸色难看。至于林岩，他早就彻底放弃治疗了。好快！柳星河则感受到了如山一般的压力。不过我不会输给你。柳星河仍有信心。擂台后方，贾雨薇的脸上同样满是惊色。身为贾氏集团的3小姐，她见过的天才不要太多，可像陆巡这般妖孽的，她还是第一次见。再妖孽又如何？你不过刚刚突破3境。贾雨薇强行镇定了下去。她就不信刚刚突破3境的陆巡能打得过3境后期的夏雨。宁元3层，仙道的第3境是宁元境，也叫做激境。待返还的热流耗尽时，陆巡已经来到了宁元3层。30倍的返还确实给力，哪怕2境与3境的差距极大，这一次返还仍让陆巡连破3层。不仅如此，他的神识变得愈发强大，感应范围与精度进一步增加。为了不被学生们察觉到异常，陆巡强行收敛了气息，让别人以为自己只有宁元1层，否则一突破3境就冲到了宁元3层，未免太吓人了一点。陆巡双目骤然睁开，眸中金光如电，刺破空气。那目光太过凌厉，竟让对面的夏雨下意识偏过头去，不敢与之对视。好，这下我也不算太欺负人了，学弟，来吧。夏雨大笑。得罪。陆巡身影一闪，便从原地消失，攻向夏雨。来得好。夏雨不避不闪，体内真气涌动，双手化为漫天的拳影。轰轰轰！拳与拳的碰撞之中，夏雨的气海剧烈震颤，体内一阵翻腾。怎么会？夏雨目光一缩，他这下明白为什么鱼雷使用了天雷掌，却仍被陆巡轰下台了。陆巡的真气太过恐怖，在这种正面的硬刚之中，夏雨竟生出了一种跟宗师对轰的感觉。他可是3境后期，而陆巡的武道修为仅有2境，这怎么可能？陆巡的攻击有如暴风骤雨，已经没有时间给他思考。夏雨察觉到了危机，身影蓦然从原地消失。他要改变战术了。他的速度确实快到了极点，比拥有千幻雷法的鱼雷还要更快，哪怕陆巡都追不上他。不仅追不上，夏雨不断出现在陆巡的前后左右，把陆巡逼得只能防守。咦，连夏雨也不敢跟他刚正面，这陆巡难不成突破了极限？夏雨可也是在气海11层突破的3境，还是3境后期，陆巡需要突破多少极限才能做到这一点？远处几个高年级天才看出了端倪。对普通修士来说，每一境就只有10层，但对这些怪物级的天才来说，是知道突破极限的。如夏雨在气海11层时突破3境，实力远比别人强大。陆巡还是会败，就算不败，他也无法击败夏雨。可惜他要是在武道突破3境多好。这群天才仍不怎么看好陆巡。现在的陆巡
确实很被动。这擂台于他来说有劣势也有优势，劣势在于不能用武器，陆巡的手段废掉一大半；优势在于他那超高品质的真气。大家都没有武器，在赤手空拳的对轰之中，不管用什么武技，真气都是最重要的一环。陆巡的真气已经堪比宗师了，谁能跟陆巡对轰？可夏雨太快了，比鱼雷还快好几倍，陆巡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他的四面八方都是夏雨，不得不全力防守。这样打下去，稍有破绽就会被夏雨击败。完了，巡哥加油！眼看陆巡陷入了被动，不少学生给陆巡打气。三进又如何？你输定了。何潇双眼布满了血丝，死死地盯着陆巡。李主管做得不错。贾雨薇同样认为陆巡已输，夸起了李主管。李主管摇来的夏雨确实给力。认输吧，学弟。夏雨的声音在陆巡周边响起。陆巡根本捕捉不到他的人影，只能不住防守，显得极其被动。输。陆巡嘴角微微一扬。不输你还能赢？夏雨冷笑。对陆巡这样的天才他很欣赏，但这一战陆巡只能是手下败将。没错，我想赢。陆巡话音落下的同时，以指为剑，连连斩出，一道道可怕的剑气划破空间，将周边的空间切割了开来。与此同时，一把把由灵力凝聚而成的飞剑浮现，将周边变成了飞剑的海洋。不好！夏雨察觉到危机，想要躲避，但已经迟了。陆巡发出的剑气数量太多，将擂台切割成了好几份，夏雨挪腾的空间受到了限制，速度瞬间就慢了下来。就那一慢的功夫，陆巡的神识已经捕捉到了他，灵力飞剑朝着那片区域疯狂砸去。擂台不大，这种无差别攻击最是有效。给我破！身为午休，陆巡的剑气让他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他才不会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去硬刚。所以夏雨选择了硬刚灵力飞剑。如果是真的飞剑，他还会畏惧几分。灵力飞剑，他岂会害怕？千佛手！夏雨悍然发动了一门打开手窍后觉醒的武道神通，漫天的掌影轰向灵力飞剑，要将灵力飞剑击碎。下一秒，夏雨眼皮一跳，他察觉到了不对，可已经迟了。灵力飞剑并没有被击碎，眨眼之间便穿透了他的掌影。不好！夏雨大惊失色。你说了。陆巡淡淡的声音响起，十几把灵力飞剑同时停在了距离夏雨不足1厘米的地方，每一柄都吞吐着摄人心魄的寒芒。我说了。夏雨颓然认输，他这才发现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你的灵力飞剑怎么这般灵力？旋即他深深不解。灵力飞剑而已，2境仙修就可以凝聚，对付普通人或普通修士还行，对他们没一点威胁。就算3境仙修的灵力飞剑，夏雨也可一拳破之。但陆巡的灵力飞剑犀利程度远超他的想象，不仅灵力飞剑，陆巡展出的剑气同样让他感受到了巨大威胁。无剑之境，胜似有剑。天际之上，一位强者的低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在暗中关注这场战斗的人赫然不少。不可能！当夏雨认输时，擂台后方贾雨微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俏脸之上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他刚刚还觉得夏雨稳了，哪里知道形势急转直下，眨眼之间夏雨就败了。这就赢了？好像，大概，仿佛，应该是赢了。什么跟什么？这不就赢了吗？寻哥 V5，寻哥无敌。这场战斗陆巡翻盘太快，许多学生还没反应过来，陆巡就赢了，以至于不少人反应慢了一拍。巡哥，请赐教。李不凡眼珠子一转，猛地跳上了擂台，要跟陆巡打雷。这小子要做啥？一看到他那挤眉弄眼的样子，陆巡反应过来，这是要给自己刷战绩呢。于是陆巡一击把李不凡打下了擂台。不愧是我巡哥，我李不凡输得心服口服，击败巡哥的任务只能交给你们了。李不凡落地后捂着胸口，一副交代后事的样子。巡哥，我来。其他学生反应了过来，又有人跳上了擂台。小姐，怎么办？擂台后面，李主管急坏了。陆巡赢下第4次超限挑战后，保底就可以拿52万暗能量。若是再这样不停翻倍下去，到第5次超限挑战时，会变成1600多万单位暗能量，那可是足足16方暗能量，价值100多亿。对贾氏集团这种大集团来说，16方暗能量其实不算多，但在北斗大学一个小小的擂台赛上拿出这么多暗能量，那就超级不值当了。去找那几个3方以内暗能量，他们开多少给多少。贾雨薇决定下血本了，按他们定下的擂台规则，再被陆巡这样赢下去，那麻烦就大了。是，小姐。李主管赶紧去安排了。这下贾氏集团要大出血了。没想到他连夏雨也能击败，灵力化剑竟有这般威力，
这么看，陆巡在仙道恐怕也超越极限了，真是难以想象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擂台上不能用武器，限制了下雨，否则陆巡必败。未必，远处的高楼上，那群怪物级的天才同样被这一战惊到了。来电话了，看样子贾氏集团急了，我即将冲击第4境，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谁去？我帮你们谈价。这时，有人接到了李主管的电话。擂台对我限制太大，下雨都败了，我去多半了不行，不去。赢了是以大欺小，好处不大；输了道心受损，不去。你们都不去，那我也不去。俺也一样。接连几个学生都摇头。那就算了。那人挂了电话，没一个人接啊。擂台下方，李主管急得满头大汗。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但都没人接。有几个智能助手回复说在闭关，还有2个是直接挂断了电话，这让李主管很无奈。这些人，贾雨薇脸色铁青。这些天才若不是他们贾氏集团的丹药，成长速度哪有这么快？现在一个个当起了缩头乌龟。闭关的就算了，挂断电话的明显是不愿意上。一个个都是3境后期的怪物级天才，居然连一个刚刚突破3境的陆巡都怕。再打，贾雨薇只能让李主管继续联系。北斗大学的天才很多，前几届中不乏一些战力强大的怪物级天才，只是有一些天才独来独往，贾氏集团根本联系不到，他只能寄希望于那几个联系得到的。巡哥厉害，在下输的心服口服。这时擂台上，陆巡已经拿下了25连胜，该第5次超限挑战了。陆巡站在擂台上，气定神闲地等着贾雨薇摇人。就算贾雨薇摇来一个第4境的学生，陆巡也有把握坚持1分钟，然后拿着1600多万暗能量走人。他还有手段没出呢，那便是芭芭拉给的咒语。他的嘴里有一滴用灵力包裹着的血，这是小白的血。陆巡感觉贾雨薇应该摇不来第4境的学生，就算是北斗大学还未毕业的第4境学生，有没有也是未知数。若是蓝星进入星空古路，一些学生获得了奇遇，有可能修为猛长，大学期间就冲上4境并不罕见。现在嘛，蓝星在这个双子星系待了好几年了，这几年学生们只能靠自己修炼，修为是循序渐进的。至于之前那一批在星空古路获得了奇遇的学生，早就毕业了。小姐，有一个不在京城，还有一个不接，现在怎么办？李主管无奈了，他着重给挂断电话的2个人打，一个倒是接了，但人家最近不在京城，另一个还是挂断，他也没了办法。怎么这么久？第5次超限挑战还打不打？玩不起就直说啊，我们巡哥又不缺你们那点暗能量。就是围观的学生们不干了，这些学生大多是大1的新生，都站陆巡这边，纷纷大声嚷嚷了起来。贾雨薇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终于他咬咬牙，迈步走上了擂台。诸位同学，由于我们准备不充分，这次擂台战就到此为止吧。陆巡同学拿下了25连胜，该他的暗能量我们会一分不少的打给他。贾雨薇说话的时候心都在滴血，那可是1600多万，接近1700万暗能量，就这样被陆巡赢走了。可是到如今，为了贾氏集团的声誉，他也咬牙只能认下。现在的他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第4轮挑战赛的时候厚着脸皮结束了，也就52万单位暗能量，为了出一口气，结果一下子翻到了这么多。事实上，如果这里不是北斗大学，下方的这些学生不是整个东方汇集而来的天才，贾雨薇还真不见得会认。可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果？现在东方突然冒出了一个神秘的圣阶炼丹师，白灵的丹脉恢复了，巨星集团也在开始往高端进军。在这种节骨眼上，贾氏集团还真不能在这里丢了声誉。请问是1677万7216单位的暗能量吗？一个学生大声道，他把暗能量的数字精确到了个数。是，这个数字让贾雨薇心头一颤。哇哦，这还差不多，巡哥这下发财咯，一波暴富。学生们听到这个数字，总算没有像上次那么抓着贾氏集团不放。等等，陆巡突然开口了。陆巡同学，你还有什么疑问？贾雨薇虽然恨不得冲上去把陆巡打一顿，可职业素养让他仍然保持着微笑。你先前不是说3轮通关就可以获得双倍奖金，我现在4轮通关没有3倍，再怎么也应该有个双倍奖金吧？陆巡嘴角一扬，说出的话让贾雨薇脸色大变。没错，就应该双倍奖金。李不凡反应贼快，马上跟着起哄，双倍双倍双倍。更多学生起哄。陆巡，你不要太过分。贾雨薇脸都气白了，气呼呼地给陆巡传音。这时他察觉到了什么，那白皙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红晕。或许是太过生气的原因，他的大姨妈居然提前半个月来了，这是被硬生生的气出了月经不调。贾雨薇不得不用灵力捂住，
避免露出来谢谢荀哥。荀哥大气，什么荀哥？这分明是我失散多年的义父。义父在上，受孩儿一拜。荀哥出手就是一立方暗能量。关于我同学随手掏出10个小目标这件事，全体起立。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暗能量慈善家贾氏集团指定合作伙伴，行走的 ATM 记录，伞臂仙人荀。北斗广场上空前热闹，学生们对陆荀的赞美此起彼伏。原因很简单，陆荀在获得了贾氏集团的转账后，当场从自己的空间袋中拿出了1立方的暗能量发了起来，一下子发1立方，也就是100万单位的暗能量，可把学生们乐坏了。小姐，我们走。这一幕把贾雨薇气得快哭了。这一次他在陆荀这里栽了个大跟头。贾雨薇很聪明，在陆荀提出了双倍奖励后，他给了陆荀2个选择，要么就1600多万单位的暗能量马上转账，要么3300万暗能量但要7天之内转账。陆荀自然选择了马上转账，到手的钱才是钱，否则贾氏集团使用拖字诀的话，陆荀还真拿他们没办法。贾雨薇由此扳回了一局，但他没有半点高兴，那可是将近17个立方的暗能量啊，还被可恶的陆荀赢走了。更难受的是，陆荀是白灵背后的男人，陆荀要是用这些暗能量全力支持白灵炼丹，白灵的炼丹造诣进步一定会很快。万一白灵突然又想回归贾家，他的地位不见得稳固。这一次贾氏集团大出血，一些股东恐怕要质疑他了。贾氏集团虽然姓贾，但不完全属于贾家，还是有不少其他股东的。一想到这些，贾雨薇原本就痛的肚子瞬间就更痛了。他狠狠地跺了跺脚，发泄似的把高跟鞋的鞋跟都给跺掉了，这才在2个丫鬟的搀扶上离开了北斗大学。可恶，林岩，你抢什么抢？人群中何潇冲林岩发起了火，因为林岩在抢陆荀扔出来的暗能量。陆荀这一次实力大涨，出尽了风头，还从贾氏集团这里赚了将近17方暗能量。何潇是又羡慕又恨啊，这么多暗能量，你只会死得更快。一旁的何强目光阴沉，他知道何家在暗网上的杀人悬赏，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杀手前来对付陆荀，但是呢，这并不代表那悬赏没用。悬赏的真正威力会在蓝星进入星空古路后才彰显出来，届时蓝星一片混乱，绝对会有强大的杀手对陆荀出手，4方暗能量也就能吸引一般的4境杀手。可陆荀现在赢了这么多暗能量，这就像一个小孩子手里有一块金子一样，很多人都会觊觎的。到时候前来对付陆荀的杀手不仅更多，也会更强。陆荀，希望你永远不要回荣城。另一边，王腾云目光闪动，似在转动着什么阴谋诡计。叔父，一切尘埃落定后，陆荀带着满满的收获，舒服地离开了北斗广场。这一波可谓是赚大了，收获仅次于前一阵的拍卖会。最舒服的是，这一次的暗能量是从贾氏集团赚的，也算是为白灵出了一口气。贾雨薇这孩子都被气成啥样了，那生气的样子都可以凑成一整套表情包了。要不是怕他暴走然后耍赖，陆荀还真准备拿手机拍下他的表情给白灵看看。老板，怎么这么多暗能量？我不能收。白灵，这是给你的启动资金，你难道就准备这样小打小闹？第二天，陆荀出现在灵丹阁。老板，你的意思是？白灵不解，既然你不愿意回到贾氏集团了，我们何不自创一个炼丹集团，把贾氏集团狠狠地超过去，这比起你回贾氏集团去看他们的眼色不好多了。陆荀提议。白灵眼睛一亮，老板，好主意耶。旋即他又表现出了担忧。可是老板，光凭我们能行吗？贾氏集团的炼丹师都有好几百个，厉害的炼丹师大都在那里，没有足够的炼丹师，我们的业务没办法扩大的。这个别急，你先继续炼丹，争取早日炼出2品以上的圣阶丹药来。陆荀也只是有一个大致的想法，还不到实施的时候。好的，老板。白灵重重点头。趁着仙道修为刚刚突破，陆荀又炼了不少的丹药，造化丹脉确实厉害，或许也跟陆荀炼制的圣阶丹药太过高级也有关。陆荀炼制了不到1周的丹，就发现自己的仙道修为隐隐有种突破的感觉，他赶紧停了下来。我要是自己修炼速度也会快的一匹。陆荀有些得意，他不修炼可不是因为自己是废物，相反，恰恰是因为太过逆天。不说别的，就是这造化丹脉就能让陆荀的修为蹭往上涨。这些丹药找个时机拍卖了。这一次陆荀炼制的丹药都是适合拍卖的，有2品的，有3品的，还有一枚4品的，全部是圣阶，还全部是直接提升修为的。圣阶直接提升修为，在校园联考这个节骨眼上肯定会引来争抢。天道符太稀有了，就算是5境大宗师想要获得都难上加难。
结果校园联考直接来4张。你说那些大家族疯狂不疯狂？肯定会给家族的后代疯狂堆资源，以便让他们在联考上夺下第1名，从而得到天道符。所以陆巡这一波会赚得更多。陆先生，拍卖的事就交给我们吧，这次的拍品如此稀有，一定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这天下午，陆巡来到了神州拍卖行。谢雨嫣在看到拍品后，看向陆巡的目光都隐隐有点拉丝了。陆巡赚，他们神州拍卖行同样大赚特赚啊！拍卖时间定在了3天后，这3天是发酵的时间。哎，总算学会了，这个你可试不了，我的血对我自己是没用的。这个晚上，芭芭拉又一次苏醒过来，她的苏醒间隔在缩短，每一次清醒的时间则在增长。今天，陆巡总算学会了解咒术，却没有施展对象，对芭芭拉施展，用她的血无效。如果没有她的血，不管是灵力还是真气，都没办法用来施展芭芭拉教的咒语，必须是魔力才行。我这混沌之力，不知道可不可以？陆巡突发奇想，混沌之力由灵力跟真气混合而成，带有混沌属性，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施展咒语。陆巡决定试试。乌鲁鲁巴拉巴翁卡拉斯，陆巡驱动混沌之力，念起了咒语。你别费力气了，都说了没用的。芭芭拉懒洋洋的道。话还没说完，正趴在陆巡床上的他，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光溜溜的美少女。啊！陆巡愣住了，咒语生效了。再一看，鼻血差点流了出来。芭芭拉这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还有那腿，那腰，那臀，最特别的当属那2只毛茸茸的可爱耳朵，以及屁股后面的尾巴。这是猫二娘。陆巡看呆了，对面芭芭拉同样呆住了，直到好大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啊！然后是一声足以刺破耳膜的尖叫声。我便回来了。尖叫之后，芭芭拉不可思议地触碰着自己的身体，那张精致又充满异域风情的脸蛋上满是难以置信。你是怎么做到的？他抬头看向陆巡，宛若红宝石一般的双眼，漂亮又迷人。只是一接触到陆巡的目光，他便发现了什么。啊！又是一声尖叫。你还看？芭芭拉捂住了自己的大雷，气呼呼地瞪着陆巡。只是由于他的样子太过可爱，这生气的样子没一点威力。陆巡摊了摊手，又不是我要看的。还有，你下面没捂住。流氓！芭芭拉赶紧拉过被子遮住那乍泄的春光。你没有魔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旋即他追问起这个问题。不怪他如此关心，就算有解咒术，想要解开他身上的魔咒也难上加难。事实上，来一个第6境的禁咒法师用解咒术也难以解开，可陆巡居然解开了一重，这就让芭芭拉完全看不懂了。就这样解开了。陆巡也没想到混沌之力这么神奇，他只是想尝试一下，没成想真有效了。就这样，芭芭拉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可是最顶级的魔咒，陆巡怎么说的如此轻描淡写？你的身上不是有3重魔咒吗？还有2重，要不要我一起给你解开？陆巡准备再试试。芭芭拉的身上有3重魔咒，一重是沉睡魔咒，一重应该是让她变成猫的变形魔咒，还有一重是什么？陆巡就不知道了。芭芭拉正准备说话，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脸色巨变。不要再尝试了。他已经察觉到了，千万别再尝试，否则他一定会找到我的位置，你会死的，相信我，一定会死。3句话还没有说完，芭芭拉的身体便以肉眼中见的速度缩小，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变成了一只奶白色的布偶猫。再然后，他眼中的灵动消失了。喵！布偶猫用呆萌的大眼睛看了陆巡一眼，跑过来蹭了蹭陆巡后，窝到了他的怀里。怎么回事？陆巡皱眉，明明解开了咒语，让芭芭拉恢复了人形，结果又变回去了。难不成目前的混沌之力还没办法完全解开，还是发生了什么变故？这魔咒看样子没有这么简单，要不要再试试？陆巡轻抚着小白想，以混沌之力的神奇，他感觉若再次尝试，说不定还能再次解咒。算了，等下次他苏醒后再说吧。想了想后，他放弃了。陆巡一向很听劝，他这解咒的举动多半是触到了什么，否则芭芭拉的脸色不会变化那么大。陆巡干嘛要去冒险？虽说这是东方，但给芭芭拉施咒的女巫绝对是强到没边的，对方若要来杀自己，陆巡的风险太大了，还是稳一点好。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芭芭拉。陆巡将小白抱起，一想到芭芭拉恢复原形后的模样，他的鼻血就有些绷不住了。芭芭拉与东方，甚至与西方的美女都不太一样，她身形娇小玲珑，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曼妙曲线，纤细的腰肢不盈一握，而饱满的胸脯与挺翘的臀线却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那对毛茸茸的兽耳以及蓬松的大尾巴，更是为她的美丽平添一抹野性的灵动。
简直像是从二次元里走出来的一般。喵！小白用小脑袋蹭了蹭陆巡，跟陆巡卖起了萌。睡觉。陆巡躺了下去，舒舒服服地睡起了大觉。芭芭拉这边虽然最后出了点意外，不过呢，这证实了他的混沌之力确实给力。会不会是因为混沌之力只混合了2种力量，还不够混沌？陆巡睡觉的时候还在思索着原因。现在的混沌之力由灵力与真气混合而来，却能够施展出需要魔力能可以施展的魔咒，施展出来的效果还好到没变，否则芭芭拉不会那么吃惊。之所以解咒只持续了不到1分钟，有没有可能因为混沌之力里面混合的力量不够多，还是说那个女巫能够远距离搞鬼？具体是什么原因，陆巡不知道，只有等下个月芭芭拉再次苏醒时才能够解开答案了。在种种思绪中，陆巡很快进入了梦乡。此时西方2轮赤阳悬于苍穹，炽烈的光芒倾泻而下，将连绵的雪山映照得如同琉璃般剔透。巍峨的雪峰在双日照耀下折射出璀璨的碎金，仿佛众神遗落的冠冕。当苍茫的钟声骤然自山颠荡开，声浪如涟漪般层层扩散，震得积雪簌簌而落，在晴空中扬起细碎的冰晶。雪山之下，密密麻麻如同蚂蚁一般围着的人们，在听到钟声后，一个个脸上露出了虔诚的神色，纷纷匍匐下去。当当，钟声不住响起，雪山下的人们随着钟声不断匍匐叩拜，仿若在敬拜神明一般。当钟响12声后，突然雪山之巅一座庞大的宫殿缓缓浮现了出来。宫殿出现的刹那，天地为之一静，双日的光辉仿佛被过滤般变得澄澈透明，化作无数光之雨絮轻轻飘落。雪山之巅笼罩在圣洁的光晕中，就连呼啸的寒风都化作了悠远的圣歌。圣堂，是圣堂。上帝啊，我看到圣堂了！上帝保佑！雪山下方数百万人陷入了狂热，恨不得将脑袋磕进地面。轰隆隆，宫殿的大门徐打开了，一道流光自里面飞出，朝着下方的一处虚空而去。轰！嗖嗖嗖，魔法发出的光与焰将灰蒙蒙的天空映照得五颜六色。这里是西方极负盛名的一所魔法学院——圣光魔法学院。在西方，这所魔法学院的地位相当于东方的清北，是无数天才渴望进入的地方。这时，那道自圣堂飞出的流光穿透了结界，从天而降，飞入了校长的办公室里，并在那里变成了一只洁白的信鸽，其角上有着一封信，圣堂的信。年迈的校长将信取了下来，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折叠眼镜戴上后，仔细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校长的神色就慢慢变得严肃了起来。什么？魔法访问团？据说要去与东方的天才交流切磋，你们要参加吗？当然要参加，这是多好的机会，正好让东方的那些土包子见识一下来自文明的魔法。很快，一个消息在圣光学院中传开了，圣光学院将召集一些学生，组建一支魔法访问团，前往东方交流与访问。这个消息让圣光学院的天才们都有些蠢蠢欲动。高武时代降临后，东方的武修与仙修大放异彩，西方的魔法师们并不觉得魔法低人一等，这些魔法天才一个个都想去东方表现一下自己。哇，奥黛丽也去演！又一个消息传遍了圣光学院，西方年轻一辈的天才中，极负盛名的天才奥黛丽将参加这次的魔法访问团。奥黛丽的名字在西方格外响亮，她年仅22岁便已经是魔导师，相当于第4境。在知道奥黛丽将参加魔法访问团后，其他天才更为踊跃的报名。很快，一个12人的魔法访问团便凑了出来，第2天便启程，匆匆前往东方。慕容婉突破了气海14层，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一大早，陆巡获得了又一次返还，慕容婉还在往上冲。不知道借助玲珑九传，他能够成长到什么地步？陆巡的武道修为仍没有突破，慕容婉的几次返还都被储存了起来。照这样看，一旦突破，陆巡的武道修为恐怕会直接往3境上冲好几层。这几次返还都是慕容婉超限后带来的，返还的力度比气海10层以下要给力太多了。不知道突破3境后能够觉醒什么样的武道神通。楚右琴的火球术突破1阶，你获得楚右琴收获的30倍。慕容婉的返还到来不久，楚右琴学会了一门法术——火球术。火球术是最基础的法术，基础但有用，不管是魔法师还是仙修都会一手。这一次在陆巡这里，火球术居然没有变成别的更厉害的法术，而是不断升阶，从1阶升到2阶、3阶、4阶，一直到6阶才停下来。轰！修炼室内巨大的火球落了下去，将房屋大的石头砸得粉碎。这威力不错，陆巡很满意。修炼室的这种石头来自星空，密度很大，
却能被他一个火球炸碎。6阶的火球术确实厉害，这一次火球术没有变成别的。如果楚又琴的火球术继续进步，我的火球术岂不是会一直升级？陆巡想，先修其实不是太重视火球术这种基础法术，一般的先修火球术也就修炼到2、3阶，就不会继续往上了。火球术的威力不仅仅取决于火球术本身的等阶，还取决于先修的实力。像一个6境以上的大能，随便手搓一个火球都能砸死一片3、4境的修士。陆巡这6阶火球术应该是独树一帜了，恐怕还不是终点，因为陆巡感觉楚又琴应该还会把火球术往上修炼1、2阶才会停下来。火球术级别高了，消耗也会变得更大。不过以陆巡现在的灵符体积以及灵力数量，最不怕的就是消耗，更别提以陆巡的恢复速度，只要有足够的暗能量补充起消耗来，不要太快。他只是被禁止修炼，又不被禁止恢复。有了火球术后，陆巡总算有了一门强力的法术。这类法术在对付星空异种的时候很有用，因为许多星空异种体积往往很大，而在前几境先修的飞剑都比较小，对付大体积的大家伙不怎么给力。走吧，白灵。第2天是神州拍卖行举办拍卖会的日子。一大早，陆巡便来到清北街，接上白灵，打了个车前往神州拍卖场。怎么回事？这条路也会发生堵车？难不成有什么大的活动？前往神州拍卖场的路发生了堵车，司机有些不解。作为京城的出租车司机，他们的消息是最灵的，若真是有什么大型活动，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哇，这么多人在飞！司机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因为堵车，一些修士等不及了，直接从天上飞了过去。京城自然是禁飞的，不过呢，一些大家族的修士手中往往有几天的飞行许可，也就是1个月有几天时间可以飞行。另外，若是距离短，不要飞高了，只是小小的飞一下，又不干什么坏事的话，其实不打紧。这不，在堵车之后，一些乘车来的人就直接飞过去了。这样的场面让司机顿时意识到，今天的事不简单。再想到陆巡跟白灵也是去神州拍卖场的，司机的坐姿一下子就板直了起来。他只是个普通人，陆巡跟白灵恐怕是强大至极的修士。半个多小时后，总算出租车一路驶到了神州拍卖场的门口。陆巡与白灵下了车。老板，好多人啊！这一次拍卖会前来参加的人很有点多，怪不得会发生堵车。陆巡一看，不少家族都是拖家带口来的，一家来了好几个，人多倒也正常。父亲，是陆巡。这时有人发现了陆巡，是何潇。何潇的旁边还有何强以及何家的一些人，他就是陆巡。在其身边，一个面目冷峻的男子投去了目光。欢哥，就是他！何潇激动的道。花儿，拍卖会要紧，先不要节外生枝，等拍卖会结束后再说。何家主见何欢有动手的迹象，连忙劝导。何欢这才按捺了下去。他便是何家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天才，仅仅大4便已经接近第4境。曾经的何家主便是想让楚又琴与他联姻。小姐，陆巡跟那个野种来了。发现陆巡的不止何家人，还有贾雨薇身边的丫鬟。贾雨薇闻言转头一看，便看到陆巡与白灵一起走来。一看到陆巡，他的肚子就开始痛了，仿佛他的大姨妈跟陆巡站在了一条战线一样。虽然他的对手是白灵，可他现在对白灵并不关注，而是恨不得扑上去把陆巡咬几口。可恶的陆巡，如果不是他，他们贾氏集团怎么会在北斗大学小小的一个擂台上赞助10几方暗能量？那可是用100多亿也买不回来的暗能量。这10几方暗能量要是放在今天的拍卖会上多好。上一次回去后，如果不是有几个长辈挺他，他这个继承人的身份说不定都得被搁置。都怪陆巡，这么多人，算了，我们进内场吧。陆巡原本准备带白灵去拍卖场的后台，但都已经被一些认识的人发现了，现在去后台难免有可能被人看出端倪，所以他决定带白灵去拍卖场的内场。他来这里做什么？一进拍卖场，陆巡便发现了一个熟人，傅雪。拍卖场很大，但谁让陆巡的视力这么好，加上傅雪周边没人，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一看到傅雪，傅雪便有了感应，一双美眸看了过来。别！陆巡暗叫不妙，赶紧移开了目光，他可不想引起傅雪的注意。来不及了，傅雪已经看到了他。在发现陆巡后，傅雪的黛眉一抬，嘴角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到我这里来，不然我去找飞太阿要人了，他不给我就打到他给为止。下一秒，陆巡收到了傅雪的传音。哦豁，这下完了！你说你瞎看躲什么？陆巡头大。傅老师好。最终，陆巡还是来到了傅雪那里。没办法，傅雪摆明了一副不讲理的样子，偏偏费太阿的拳头没有傅雪大。陆巡为了不让自己导师挨揍，
也为了不被傅雪抢走，只能先委曲求全了。傅老师好。陆巡身边，白灵乖巧地打招呼。你好。傅雪对着白灵微微点头，旋即他看向陆巡，指了指身边的位置。坐。陆巡硬着头皮坐了下去。陆巡以为傅雪要说什么，可等了半天，傅雪一言不发。不说话是好事。陆巡松了一口气。一旁的白灵反倒没有感受到半点压力，还在那里好奇的东瞧瞧西看看。这一次拍卖会上也会有白灵炼制的丹药，也就是一品的圣阶开卖单。白灵想知道自己的丹药能卖出多少钱来。人真不少。柳星河也来了。这时陆巡看到了柳星河，他也来了。在柳星河的身边还有一些人，不知道是不是柳家的人。这一次拍卖会的时间离秘境考核不到半个月，半个月的时候修炼也不会有太大的长进，所以不少大家族人都把后代带来了。如果能够在这一次拍卖会上抢到圣阶的丹药，直接提升3个月的修为，他们的后代必定实力大进，在秘境考核中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老师。陆巡。几分钟后，在远处的柳星河突然看到了陆巡与傅雪。当发现陆巡坐在傅雪身边时，柳星河的心中一下子难受了起来。特殊体质也分为等级，星辰圣体是10大先天体质之一，是顶尖的体质，而像夏雨拥有的流光战体还没办法排到10天先天体质的行列，要低一个档次。身为星辰圣体的拥有者，柳星河自然是心高气傲的。同时他还是柳家之人，京城柳家比何家可要大得多，是一个放在整个东方都堪称顶尖的大家族。柳家原本准备送柳星河进万柳学院。柳星河之所以来北斗大学，是想跟北斗大学这些真正的天才较劲，而不成为万柳学院那些用资源堆起来的天才。原本他以为以自己的天资，在北斗大学一定能成为最为耀眼的存在，哪知道出了一个陆巡，把他的光芒全部打压下去了。这其实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傅雪一开始选择的是陆巡，而且哪怕在被陆巡拒绝后，傅雪还没有死心，屡次想收寻为徒。现在不就来了？柳星河这就难受了，在那里坐立难安。他很想过去，可傅雪似乎根本没看到他。陆巡又在那里，他过去有什么用吗？这一次只要抢到补气丹，就能增加3个月的修为，一定可以在考核中夺得第一。柳星河拽紧了拳头，他无比想要拿下秘境考核第一，证明一下自己。哪怕陆巡在之前的擂台上表现出众，还突破了第3境，他也有信心。以柳家的资源，他完全可以用钱开道，用钱去砸。比如买一堆3、4品的灵符，在秘境中狂轰滥炸，那成绩还不是哗哗来。不过柳星河仍想凭借自己夺得第一，前提是他能买到圣阶的2品补气丹，无隐患的增加3个月修为。3品以下的丹药我们能抢就抢，不能抢就算了，所有火力集中在3品的培元丹上，有了培元丹应该可以助花突破4境，到时候我们便有希望夺得第一。另一边何家的人也在谋划着，他们的目标不是2品丹药，而是3品的圣阶培元丹上，这是可以直接增加3境先修3个月修为的丹药，对何欢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何欢离4境只有1步，但这一步难以在秘境考核前迈出。若有圣阶培元丹，何欢便有把握冲上第4境。不止何家，其他想要在秘境考核中夺得第一的大家族也都有类似的抢单计划。整个神州拍卖场今天汇集而来的大家族太多了，不愧是京城，这么多家族。不过今天你们遇到了我这条过江猛龙，是时候让你们见识见识来自魔都的震撼了。也有家族从魔都而来，京城是天才汇集之地，魔都又何尝不是？在旧时代，魔都就是整个东方最为富饶的城市，现在依然如此。魔都的优势是临海，而在高武纪元降临后，海里的好东西可是不少的。在魔都也有一所全国知名的修行学校，那便是魔都大学。与清北不同，魔都大学擅长帮助原本没有开出天地奇脉的学生开出天地奇脉来，里面的天才不如清北这么多，起步也较晚，但总能诞生一些后来居上的天才。怎么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贾雨薇有些头疼。上一次拍卖会争抢圣阶丹药的主要是炼丹师群体，这一次因为秘境考核的缘故，来了这么多大家族，竞争压力太大了。他不敢想象待会儿的拍卖会有多疯狂。在众多家族的摩拳擦掌中，终于谢雨嫣迈着妖娆的步子走上了中间的拍卖台。偌大的体育馆中，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诸位，今天拍卖的第一枚丹脉是一枚1品圣阶的开脉丹。谢雨嫣临阵起手，直入主题。什么？贾雨薇坐不住了。开脉丹？还是圣阶的开脉丹？这是攻入了他的大本营啊！贾氏集团的所有丹药中，贾氏开脉丹是一个金字招牌。不少人正是吃了贾氏开脉丹后，发现效果好的不行，才对贾氏丹药有了足够的信心。
哪怕贾氏丹药贵一点，他们也愿意买单。事实上，贾氏开卖单最高也就天阶，还有一些地阶的。可现在，这个神秘的圣阶炼丹师居然炼出了圣阶开卖丹，圣阶开卖丹，其拍价2000暗能量，现在开拍100万。于是谢雨嫣的话音才落，贾雨薇就直接喊出了一个天价，从2000暗能量直接跳到100万暗能量。这个价格把一些外地来的家族惊得差点跳了起来。不愧是京城，太他妈刺激了！一个大宗师家族的人这下服气了。京城就是京城，这气质杠杠的，他服，疯了吧？贾雨薇的喊价让陆巡也有点没有想到，一品的丹药就算是圣阶，100万暗能量也有点吓人。转念一想，陆巡明白了贾雨薇这么疯狂的原因。贾氏开卖丹若是天阶品质，价格一般在1000暗能量左右，约等于100万华夏币。这个价格对普通人来说自然高的不行，但一些家里有修士的家庭咬咬牙还是能上的。虽然贾氏集团经常搞饥饿营销，贾氏开卖单每年的销量却是极为惊人，国内国外加起来每年都可以卖几十万枚，这可是几亿单位的暗能量，换算成立方米也有好几百立方。现在圣阶开卖单一出，如果能够大规模量产，想想也知道会对贾氏集团会形成多大的冲击。就算不能量产，有圣阶开卖单背书，背后的炼丹后若再招募一些炼丹师，搞出一个新的品牌来，贾氏开卖单的销量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贾雨薇才跟风了，一样喊价，要将圣阶开卖单买回去研究。一旁的白灵也有些吃惊，吃惊之余，他对圣阶丹药的价值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同时他还有些解气。贾家人对他百般排挤，结果现在不得不花高价买他炼制的丹药，不知道贾家人知道这圣阶开卖丹是他炼制的后会不会后悔。150万。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贾雨薇势在必得时，又一个声音响起。贾雨薇一看，脸色就沉了下去。喊价的是巨星集团的总裁赵方成，200万。贾雨薇加价250万，赵方成也跟着加价400万。贾雨薇怒了，直接加了150万。这个价格让在场的不少大家族之人都有些啧舌。赵方成耸了耸肩，他是你的了。贾雨薇如愿以偿获得了这一枚圣阶开卖单，但马上他就吐血了，因为今天拍卖会的第二件拍品还是一品圣阶开卖单。赵方成以120万单位暗能量的价格买走了它。如果不是神州拍卖行暗中安排了人抬价，价格应该还要更低一些。毕竟只是一品丹药，在场的各大家族对其的需求不大。瞪我干嘛？陆巡发现贾雨薇气急败坏地瞪了他一眼，你自己要加那么高，怪我咯。陆巡毫不示弱地回瞪回去。第三件拍品来了，这是陆巡炼制的2品圣阶补气丹，吃一枚可以增加2进5修3个月的修为10万、20万、100万。不出意外，这枚补气丹再度引起了疯抢。这一次出价的主力是各个大家族的人，这些家族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圣阶补气丹，生怕抢不到，一个个疯狂加价。事实上，以现场这么多的家族，就算后面还有，仍旧会有许多家族抢不到。老板，你的时间卡得太好了。这热闹的场面让白灵不由对陆巡愈发崇拜。如果不是卡了秘境考核这个时间点，这一次的2品丹药不可能卖出这样的高价来。上一次抢购的主力是几大炼丹集团和炼丹师协会，他们基本上都抢到了。这一次他们反倒没怎么抢。可白灵，后面应该还有，我看看能不能买一枚给你研究研究吧。陆巡开口提醒。白灵这丫头怎么忘了傅雪在身边了？白灵这才反应过来，配合的嗯了一声。拍卖还在继续，最终第一枚圣阶补气丹被柳家以320万单位的暗能量拍下。这个价格比起第一次拍卖会还要高出好几成。有了这枚补气丹，第一必然归我。柳星河有了必胜的信心。圣阶补气丹后是一枚2品的圣阶培气丹，这是增加2进先修为的。不出意外，这枚圣阶培气丹再度引起了争抢，价格一路飙升，最终被一个来自魔都的家族以280万的价格拍下。补气丹跟培气丹每样都有好几枚，虽然数量不少，可由于今天到来的大家族太多，在你争我抢之下，价格就没有下过200万暗能量。他买来做什么？到第4枚补气丹时，傅雪突然出价，以230万暗能量买下了一枚补气丹。接下来将是本次拍卖的重头戏，3品圣阶秘窍丹。2品丹药拍卖完，重点来了。3品圣阶秘窍丹，这是能够帮助武修突破第3境的丹药。尽管许多天才凭借自己也可以突破第3境，但若有秘窍丹的帮助，突破起来会更快，效果也会更好。200万。秘窍丹一出，便有一个大家族先声夺人，
一开始就喊出了一个高价，300万。可惜在场的人没一个是缺钱的，这么庞大的暗能量对普通家族来说是一笔巨款，对在场这些有志于夺得天道符的家族来说却不算什么。天道符太稀少了，再多的暗能量都难以买到。600万，傅雪突然出价，镇住了所有人。最终圣阶秘窍丹被他成功拿下。他买这玩意儿干什么？难不成他家里有人也要参加秘境考核？陆巡猜测。很快他就知道了原因，因为傅雪在拿到2样拍品后直接递给了他。傅老师，你这是什么意思？陆巡不解。这是我给你买的，应该可以助你在秘境考核前突破第3境。傅雪道。啊这……陆巡愣了。傅雪一下子花了几百万暗能量，居然是为了他？不是吧，我都拒绝了你2次，你还对我这么好。关键是这玩意儿是陆巡自己炼制出来的，他拿着有什么用？陆巡连连摇头。傅老师，这丹药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当然不能要。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800多万暗能量币值，慕容家这种地方上的宗师家族要掏出来都得砸锅卖铁。傅雪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不可能毫无企图。这是还没死心吗？你不要我就去找飞太啊。傅雪红唇勾起一抹狡黠的弧度，纤长的手指故意在陆巡面前晃了晃装着丹药的玉盒。又来了。陆巡面无表情，一把接了过来。我跟学校申请了。傅雪突然凑近，带着若有似无的幽香。从今天起，我是你的第2个导师，这2枚丹药就当是我给你的见面礼。他故意拖长了尾音，满意的看着陆巡瞬间僵住的背影。啊，第2个导师还可以这样？傅老师，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没事我不会找你，但你必须是我的学生。陆巡的话被傅雪打断了。得，还是逃不过。陆巡就知道傅雪没这么容易放过自己。不过他为了跟傅月较劲，盯着自己不放，现在还花这么大的价钱，值得吗？还是对6境大能来说，几百万单位暗能量不算什么？或者说这里面还有其他隐情？老板，这个姐姐除了霸道一点，人其实还是很好的。白灵对傅雪的印象还不错。至于傅雪，她已经走了。似乎她这一次来拍卖会就是为了给陆巡买2枚丹药当见面礼。这个见面礼放在整个清北都是很炸裂的，有哪个导师的见面礼直接甩出800多万暗能量的？好在这一次傅雪承诺放养陆巡，陆巡也就勉强接受了。于是陆巡成了北斗大学少有的拥有2个导师的学生了。老师，他怎么会？远处柳星河难受极了。他不知道傅雪跟陆巡说了些什么，但他看到傅雪把拍下来的丹药送给了陆巡，这让他无比嫉妒。傅雪在收他为学生后没有任何的表示，现在居然花大价钱买下丹药送给陆巡，这让柳星河嫉妒的牙齿都要咬碎了。堂堂柳家天才，星辰圣体的拥有者，外表也长得颇为俊俏，哪一点比不上陆巡？陆巡不就是修为进境快吗？可陆巡仙武双修，早晚要出问题。这一次我定要拿下第1。此刻柳星河证明自己的心变得无比强烈。拍卖还在继续。600万，何家主喊出了一个高价，想要争夺1颗3品培元丹。培元丹的价格不如秘窍丹这种有助于突破境界的丹药，这个价格放在今天都已经算是巨高的了。与他争夺的一个大家族家主犹豫了一下后，放弃了何家主，抢到了丹药，踌躇满志。有了这枚圣阶培元丹，何欢就有希望在考核前突破第4境，去争夺第1名的位置。呵，陆巡注意到了这一幕，露出了冷笑。他的丹药，这何家想买？没门！600万1次，600万2次，600万3次。拍卖台上，谢雨嫣正准备敲锤，耳麦里面突然传来了声音。他神色微微一变，旋即恢复了正常。对不起，28号客人，卖方明确表示，今天的丹药不卖给你们。19号客人，请问你们刚刚550万的竞价还算数吗？谢雨嫣对何家主表示完歉意后，问刚刚的大家族家主，算数，当然算数。那大家族家主连忙道，刚刚他与何家主竞价竞出了火气，没成想卖方居然不卖给何家主了，他自然要好好配合一下，气一气何家主。怎么会？这卖家是什么人？凭什么不卖给我们？何家的人又懵逼又气愤，眼看丹药都到手了，结果人家不卖，还点明了不卖他何家。何家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大笑话。要知道，今天在场的可都是东方有头有脸的家族，在这么多家族面前出这么大一个丑，何家人的脸都丢到姥姥家去了。可恶！何家主的脸阴沉了下去，双目中闪动着怒火。只不过在这样的场合，他的怒火再大也没用。神州拍卖行身为东方最大的拍卖行，可是丝毫不虚他何家的。
至于圣阶丹药背后的人，哪怕以何家的能耐，也难以调查得到。神州拍卖行的保密工作做得格外到位，只要卖家不愿意，谁也别想查到卖家的身份。拍卖还在继续，培元丹、补气丹一枚枚不断被不同的家族拍走，后面的丹药价格在不断走低，但都维持在了300-400万。第一枚是最高的，因为谁也不确定还有没有第二枚。眼看别的家族都拍到了，偏偏人家不卖给他们，和家人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特别是何欢，其他拍到的家族中有几个家族的后代可都是他的竞争对手。原本他是领先的，可人家现在有了圣阶培元丹，极有可能追上来了，这让何欢那个难受啊。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4品灵气丹，重头戏来了。拍卖会唯一的一枚4品圣阶丹药登上了舞台。哇，居然是灵气丹，太好了！下方家里有先修后代的家族纷纷露出了喜色，家里后代是午休的则有些失望，因为灵气丹是用来帮3境先修突破境界的，先修第4境为灵寂境，在这一境灵力完全变成了液态，同时将开辟识海神识大大增强。哪怕是天才想要将物态的灵力变成灵态，外加开辟识海也需费一番功夫。若有圣阶灵寂丹，将会容易得多。灵寂丹，二叔快想想办法。何欢求起了何家主，他的修为到了3境巅峰，使用培元丹只是有一定几率突破，但若是有圣阶灵寂丹，突破4境的几率将达到90%以上。何家主脸色阴晴不定，照理说受此大辱，他们应该掉头就走，可为了何欢，何家主硬生生地忍了下来。突然他想到了办法，拿出手机发了一条信息。不远处一个家族的家主与何家主对视了一眼后，做了个 OK 的动作。是的，何家主让对方帮忙拍。200万、300万、500万，拍卖一开始价格就疯狂飙升。4品丹药本身就较贵，像灵寂丹这种有助于突破境界的，就算是天阶的，售价一般也在50万单位暗能量以上。若是一些稀有的4品丹药，价格更贵。相比之下，提升修炼速度或者增加几个月修为的4品丹药，价格反倒不是很贵，因为他们的原材料有很多公司在培育。若是4品心魔丹这类克制心魔的丹药，原材料在蓝星上很难找到，那价格就贵了，往往要卖好几百万单位暗能量，甚至更多。这一枚4品圣阶灵寂丹，陆巡买原材料都花了10几万单位暗能量，若是平时卖200万单位暗能量就顶天了，现在却一路飙升，很快就冲破了800万大关。1000万，一个家主将价格进一步拉高。1200万，另一个家主不甘示弱，直接加了200万。1300万、1400万，这2个家主较上了劲。可恶，贾雨薇很郁闷，这些大家族掺和进来，他想买灵寂丹去研究，得付出大价钱。前一阵他刚在北斗大学被陆巡坑走1600多万暗能量，如果短时间内再花太多，其他股东很可能有意见，所以贾雨薇只能郁闷的放弃。都怪陆巡，他又恨恨地瞪了陆巡一眼，这一瞪反倒让他更气了，因为陆巡瞪得比他更凶。贾雨薇委屈得快哭了，这个陆巡都不知道怜香惜玉的吗？最终4品圣阶灵寂丹的价格在1500万时停了下来，1500万一次，1500万2次。眼见一个家主放弃了，谢雨嫣开始竞拍倒计时。这时他的耳麦中再次响起了声音，谢雨嫣眉头微蹙，后台告诉他，陆巡让他再度拒绝买家。在拍卖会上拒绝买家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也会得罪买家，这样的事在神州拍卖行的历史上很少有过，毕竟出钱的是大爷。可这一次的拍卖不一样，独一无二的圣阶丹药只有陆巡才有，所以哪怕陆巡再次拒绝出售，谢雨嫣还是得配合。不好意思，33号顾客，由于你是帮28号顾客代拍，卖家明确表示不卖给你。谢雨嫣硬着头皮致歉，他看出来了，谢雨嫣的话让何家主的一张老脸涨得通红，他没想到他找人代拍居然被卖家看出来了。周围的人再度看了过来，一个个眼中都有着幸灾乐祸。该死！何欢脸色铁青，其他何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个都被气得原地爆炸。你们神州拍卖行还做不做生意？什么帮人代拍？把卖家叫出来，我当面问问他为什么不卖给我。在何家人一个个气得不行时，33号顾客不干了，抱歉，卖家不卖，我们也没办法。我不管，我都出了这么高的价了，你说不卖就不卖。尽管谢雨嫣竭力解释，33号顾客仍然胡搅难缠。他也是一个大家族的家主，实力在第4境，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家族很弱。在这种大家族中，家主一般是处理琐事杂事的，真正的强者都在一心修炼，平时很少露面。没错，都出价了，
你们说不卖就不卖吗？那还做什么生意？让卖家出来澄清，我怀疑这里面有内幕。你们是不是收了什么好处，故意卖给其他人？何家的人也跟着闹了起来，特别是何欢，闹得最欢。秘境考核就在眼前，这枚灵剂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圣阶灵剂丹，其实天阶的也行，但天阶灵剂丹成功率不算高，而且效果打了折扣。特别是开辟识海的时候，差别可大了。两个家族的人闹腾起来，谢雨嫣顿时就有些顶不住了。这两个家族可都不弱，在京城都算是大家族，一个是何家，一个是林家。两个家族中都有不止一个5境强者，林家更是据传有可能有6境大能。其他家族的人则一个个看起了热闹，没人插眼。他们其实也想知道，到底是谁拿出了这么多圣阶丹药。若能结识一番，以后的丹药就不用愁了。老板，不用担心，陆巡还不准备现在露面，哪怕是让白灵走上前台，时机还不到。突然，一道恐怖的气息从天而降，其身上可怕的威压令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偌大的拍卖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6境，何家主眼睛一缩，看向缓缓降落的人影。显然，对方是一个6境大能。一个6境强者在全力释放威压的时候，带来的压迫感是无与伦比的。卖家不卖，我们神州拍卖行也做不了主，还请2位客人理解。6境大能徐徐开口。既然如此，我们走。神州拍卖行都请来了6境大能坐镇，何家主知道再闹下去也没用，径直带着何家之人离开了。他们这一次郁闷坏了，何欢连找陆巡麻烦的心情都没了。我们也走。林家家主也不准备待下去。其实拍卖会到这里已经接近了尾声，他们这一趟并没有抢到任何丹药，主要是圣阶丹药的价格被抬得太高，若不是家里刚好有人急着突破，或者有希望夺冠的，其他家族是舍不得花太多暗能量的。这些大家族虽然有钱，但一个家族这么大，修炼所需的暗能量也异常庞大，能够直接拿出来的暗能量还是相对有限的。就跟旧时代许多资产过亿的富翁，让他掏100万流动资金可能都难。林强，你说的圣阶丹药呢？柳梅，下次一定买给你。林强跟柳梅赫然也在林家的队伍里。在他们退场后，拍卖继续。虽然谢雨嫣拒绝了林家家主1500万的出价，但这一枚4品的灵剂丹依旧被卖出了1500万的天价，这个价格比正常价格高了6-7倍。这一波，陆巡再度大赚特赚。不过，像这样的机会不多，这一次是刚好卡到了秘境考核这个节骨眼上。若不是秘境考核，这次拍卖的价格至少打个对折。谢小姐，能不能请卖家出来一件？我们愿意出200万暗能量，只求一件。我们出300万。拍卖会议结束，与上一次一样，又有人愿意出高价见卖家一面，价格比上一次还要更高。原因嘛，是因为这一次出现了4品的圣阶丹药，卖家显然是在场的，否则怎么会接连拒绝何家2次？只是陆巡早有计划，不准备现在露面，这些人注定要失望了。陆先生，扣除手续费跟税后，一共是7300万暗能量，已经转到您的账上，请查收。拍卖会结束后，陆巡再度迎来了一波大丰收，足足7300万单位暗能量，相当于73立方。算上之前从贾氏集团那里获得的，以及上一次拍卖后没用完的，陆巡所拥有的暗能量突破了100立方米。100立方米暗能量，也就是1亿单位的暗能量。1立方米暗能量等于100万单位暗能量，1单位暗能量等于1立方厘米常规密度暗能量。现在的陆巡，一个人拥有的暗能量便超过了许多大家族，他的老陆家成了一个人的豪门。圣阶丹药的价值被陆巡利用到了极致，舒坦。转眼之间，他就拥有了这么多的财富，心情可好了。唯一让陆巡担心的是傅雪说话不算话，跑来给自己安排很多课程。还好，接下来2天傅雪并没有来。慕容婉突破了气海15层，慕容婉再度突破了极限，气海15层了。慕容婉的玲珑宝体不愧是最顶尖的修行体质，简直是为修炼而生。谁能想到他能够突破这么多极限？陆巡感觉15层恐怕也到他的极限了。慕容婉毕竟没有开挂，接下来几天陆巡没有出去，傅雪花大价钱给他买了丹药，他得做做样子，这样武道突破第3境也显得理所当然。这天晚上，陆巡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一个温热软柔的身子压住了自己，又做春梦了。陆巡迷迷糊糊的想，早已习以为常。他的手无意识地附上某处，掌心传来细腻的触感。啊！一声尖锐的惊叫瞬间将他从睡梦中拽了出来。芭芭拉，你怎么又变成人了？陆巡猛地睁眼，原本蜷在他肚子上酣睡的小白居然又变成人了。把你的臭手拿开！芭芭拉咬牙切齿，脸颊绯红。还有那根棍子，别顶着我！你还摸？芭芭拉气得一口咬向陆巡。
陆巡赶紧将手松开，天可怜见，他完全是下意识的举动。谁让芭芭拉的屁股上长着一条毛茸茸的可爱尾巴呢？芭芭拉还没有咬中陆巡，便再度化为小白，失去了神智。怎么回事？陆巡皱眉，难不成……在被他解了一次咒后，魔咒抽筋了喵，变成了小白的芭芭拉完全忘了刚刚的事。好奇地看了一眼陆巡后，他主动跳到陆巡的手边来，用小脑袋蹭了蹭陆巡的手，这是在撒娇呢。于是陆巡将手放在了他的身上，轻轻抚摸起小白奶白的小脑袋。小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别的猫咪都是昼伏夜出，小白的习性却与人类一样，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不对，芭芭拉刚刚不仅仅是化成了人形，也没有在沉睡。那抽筋的就不仅仅只有一重魔咒。陆巡轻抚着小白的同时思索着，芭芭拉的3重魔咒，一重是变形咒，一重是沉睡魔咒。原本在接近陆巡后，每个月他都有几分钟的时间摆脱沉睡魔咒，清醒过来，但在清醒的时候，他仍然是猫咪的模样，这说明变形咒仍然是有效的。但刚刚的芭芭拉不仅变回了人形，还清醒了过来，这说明2重魔咒刚刚都失效了，跟上一次一样。只是上一次刚好是他每个月清醒的时间，所以陆巡没有多想。这么说，我施展的解咒术对他的2重魔咒都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被那个女巫察觉到吧？陆巡想，他感觉应该不会。思索了一番后，陆巡没有太过担心。他在北斗大学，那个女巫就算知道小白与他的位置，还敢在这里动手不成？女巫就算再强，这里可是东方的地盘，还轮不到他造次。只是这种修炼黑魔法的魔法师往往有一些阴险的手段，比如诅咒之类的，小心为上，能不暴露尽量不暴露，否则就算对方不敢来北斗大学，陆巡不可能一直窝在这里吧。睡觉，陆巡继续睡起了觉。只不过呢，或许是刚刚芭芭拉变形后带来的影响，加上陆巡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这一觉他睡得不怎么安稳，连做了好几个梦，一会儿梦到慕容婉，一会儿梦到楚又晴，一会儿又梦到芭芭拉。这小子哪去了？第二天陆巡联系李不凡的时候，李不凡一直没接电话，不知道在干什么。作为多年的好基友，陆巡准备给李不凡一枚圣阶的补气丹，让他可以在秘境考核前提一提修为。离秘境考核还有10多天，陆巡便也没急。他给李不凡发了消息，这小子看到后应该会联系他。你们听说了吗？西方有好几所魔法学院派出了魔法访问团，准备参加我们这一次的秘境考核。真的假的？我们的秘境考核，西方人来凑什么热闹？几年前在星空谷路上，我们的强者不是还跟西方人还打了一架吗？这天，一个消息在校园中传开了。这一次的秘境考核参加的不仅仅有东方的学生们，还有来自西方魔法学院的学生。荀哥，我也只是听说的，具体的细节我不知道呢。荀哥，以你的实力，大一届的冠军非你莫属。荀哥，我能跟你组队吗？我们在一起，一定能嘎嘎乱杀。我负责嘎嘎，你负责乱杀。陆巡听说后，去打听了一下情况，便被一群学生围住了。在陆巡突破第3境后，他的名字响彻了北斗大学，被大一的学生们捧为北斗大学有史以来最为妖孽的天才。不知道有多少大一学生视陆巡为偶像，又有多少大一女生把陆巡当成梦中情郎。在高武时代，强大的实力是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若是在实力强大的同时还拥有盛世美颜，对女人来说便是绝杀。学弟，加个微信呗。不仅大一女生，一些大2大3的学姐看到陆巡后，只要是对自己容貌有点自信的，都忍不住跑去搭讪或者撩几句。这些贱货现在有多热情，以后就有多绝情。陆巡，你最好祈祷你永远不会出问题。这一幕刚好被何潇看到，把他嫉妒的不行。他堂堂何家核心子弟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就算何家是大家族，能考上清北的学生多少是有点孤高自傲的。攀附何潇的女人不是没有，但质量高的不多。陆巡这边恰恰相反，主动去搭讪陆巡的都是质量颇高的。还是宿舍躺平吧。陆巡有些顶不住，这些学姐一个个太热情了，一个个恨不得吃了他。偏偏陆巡有楚又晴这样校花级女友，还品尝过慕容婉这等绝世佳人，对这些普通的学姐他还真不感冒。他应该在全力冲击第3境吧。慕容婉这2天没动静了，应该在冲击第3境。楚又晴的火球术突破2阶，你获得楚又晴收获的30倍。楚又晴这边倒是有了动静，他的火球术又突破了1阶。返还回来后，陆巡的火球术仍没有变成别的，而是往上升了4阶，达到了10阶。10阶的火球术，蓝星的历史上应该还没有过吧？就算有先修无聊到死磕火球术，想修到10阶也没那么容易。转眼间又是2天过去，这2天
各个学校都热闹了起来，因为西方的魔法访问团来了，在京城的各个学校交流与访问。目前还没到北斗大学，陆巡这边时不时会去一趟清北街，指导白灵炼丹。他自己也在琢磨更厉害的丹药。陆巡现在是4品圣阶炼丹师，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4品丹药都能炼制。有些丹药不是能不能炼制出来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丹方，有没有原材料的问题。就算有原材料，没有丹方，想要炼制出来也难。除非你有足够的原材料去试。丹方也就是配方，目前陆巡炼制的丹药都是常见的，丹方白灵那里就有。一些稀有的丹药，不说原材料，想要弄到丹方都不容易。这类丹药往往异常昂贵，就好比慕容战需要的可以修复丹田的丹药，贵到慕容战这个4境宗师也买不起丹书。贾氏集团有一本丹书，里面记录了不少丹药的丹方，他们不让外传，所以老板你需要哪种跟我说，我写给你。白灵给了陆巡意外的惊喜，他把贾氏集团的丹书给背下来了。白灵有没有能够修复4境宗师丹田的丹药？陆巡眼睛一亮，问他想炼制一枚丹药给慕容战，这样做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帮慕容婉修复丹田丹药。老板，有一种叫回天造化丹的丹药，可以修复丹田，我把丹方写给你吧。好，谢谢了，白灵。老板，你太客气了。很快，陆巡就得到了丹方，怪不得慕容战买不起。一看到丹方，陆巡就知道慕容战买不起的原因了。里面有好几种灵草，都是星空古路上才有的，这些灵草一株的价格都得几十上百万单位暗能量，不难想象炼制出来的丹药有多贵。而且这类丹药往往比较难炼制，炼费是常有的事，损耗大了，成本更高。陆巡打算试一试。慕容婉突破了通窍境，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还没开始尝试，慕容婉的返还来了，他突破了第3境，返还的热流进入了身体，朝着陆巡的双眼而去。嗡！在这股热流的冲击之下，陆巡的第一个木窍打开了，他的武道修为正式迈入了第3境。一般来说，只要打开一个秘窍，便算是突破了第3境。第3境的武修主要的任务便是打开一个个秘窍，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每一个秘窍打开后，除了可以获得相应的能力后，还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身体增强，气血、筋骨强度、神经反应，还有最关键的寿命都可以得到增加。每开一窍，寿命增加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具体要看开窍的效果。至于武道神通能觉醒什么样的，也要看开窍的效果以及运气。有些人觉醒的是很普通的武道神通，那只能算能力，都不能算神通。许多第3境武者有一个能够叫得出名字的武道神通就不错了，有2个便是人中龙凤了。言归正传，陆巡打开的第一个秘窍是天目窍。打开天目窍后，可以获得百步观文的神通，也就是远视能力。返还的热流源源不断到来，在将天目窍冲开后，在里面反复冲撞，将天目窍不断增强。终于，热流消耗殆尽，陆巡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直接进化成了 24K 钛合金狗眼 Pro Max 版，连300米外的一只蚊子都看得清。不止300米。陆巡心念一动，他看到了更远的地方，比如10多公里外的一座浮空岛的边缘，一对情侣正在小树林里卿卿我我。千里眼，这是神通。陆巡知道自己获得了武道神通千里眼，这个神通太稀有了，拥有的武者少之又少。陆巡却是在打开第一个木窍的时候就觉醒了系统。我承认这神通很给力，不过你之前积累的返还呢？陆巡吐槽，这一次返还确实给力，但不如陆巡想象中的多。特别是先前慕容婉连破5层，系统那里积累了大量的返还。很快陆巡知道了原因，因为陆巡在气海境又一次获得了突破了气海34层。武道2境与3境差别颇大，气海境的返还不能作用于通窍境，系统给出了解释，气海境的返还不能用于第3境。陆巡有些明白了，武道跟仙道不一样，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武道每一境修的东西截然不同，所以气海境积攒的返还仍不能作用于第3境，只会让陆巡的气海继续突破极限。在打开天目窍后，陆巡的身体跟着得到了增强，所以能够承受的极限再次有了提升，这才有了气海境的继续突破。好吧，这样也不错，因为真气始终是一个武修的核心之一。好比在擂台上的时候，陆巡哪怕还是2境，真气的品质已经堪比4境宗师了。3境后期的怪物级天才都不敢跟陆巡对轰。慕容婉觉醒神通千里眼，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你获得万里眼。突然返还又一次到来，慕容婉在开了天目窍后居然觉醒武道神通了，这神通也是千里眼。这下好了，陆巡的千里眼直接被强化，
变成了万里眼，也就是能够看得更远。不错，陆巡露出笑容。千里眼这个神通看起来对战斗力没太大加成，实际上用处很大，特别是在星空古路上的时候，在宇宙尺度的距离上，千里眼简直不要太有用。他的万里眼比千里眼还要牛逼。慕容婉打开了洞幽窍，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慕容婉觉醒千里眼没多久，第二次返还来了。慕容婉又打开了一个木窍，他这是要连开9窍了。陆巡知道慕容婉的打算，想要觉醒更多武道神通，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一鼓作气打开一个部位的所有秘窍。就好比木窍一共9窍，若能一次性打开，觉醒武道神通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这也是为什么陆巡要把圣揭秘窍丹给慕容婉的原因，那可以助慕容婉连开9窍。返还再次到来，嗡，陆巡的洞幽窍打开了。洞幽窍一开，便可以获得若竹变微的神通，也就是夜视能力，能够在黑暗中视物。具体的效果也要看开窍效果。在30倍的返还之下，陆巡的开窍效果无人能及。这一窍打开后，陆巡没能觉醒新的武道神通，主要是因为这一窍本身没有什么神通。慕容婉打开了破幻窍，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慕容婉还在不断的打开新的秘窍。小婉打开破幻窍后，再开明光、追魂、烛龙、窥天，便有可能觉醒天眼通。另一边，修炼室里，傅岳在为慕容婉指导。开窍这么重要的事，傅岳自然寸步不离地守在了慕容婉身边。对武修来说，开窍的风险还是不小的，开窍失败会短暂失明，若是失败的次数多了，有可能永久失明。破幻窍主要是应对幻术的，可以让眼睛识破幻术，但也不是能识破所有幻术，能有多厉害，一是看开窍的效果，二是看人家的幻术水平。破幻窍后是明光窍，打开之后可以让武修无视强光，哪怕直视太阳，双眼也不会受伤。再然后是追魂窍，这一窍打开会获得至关重要的动态视力。动态视力在战斗中作用不是一般的大，武修应对先修的飞剑或者对战一些速度快到没边的修士时，就需要动态视力。像之前陆巡对战夏雨时，若有动态视力，那一战会容易得多。紧接着是烛龙窍，这一窍可以让双眼无惧火焰。开烛龙窍有极小的可能觉醒火眼金睛，但几率太小，一中无一。若无法觉醒，不必强求，冲开9窍后还有机会。傅岳怕慕容婉死磕这一窍，毕竟火眼金睛这种名字取自于神话的武道神通，着实太牛了一点。这就是火眼金睛。宿舍里，陆巡在开了烛龙窍后，成功觉醒了火眼金睛。火眼金睛的作用与效果与神话中齐天大圣的有些类似，一是识破幻象，洞察真相，在高明的幻术在火眼金睛面前都难起作用；二是双眼可以发出金光攻击，具体的威力取决于武修自身的实力。强大的武修就算没有火眼金睛，只要修炼与眼睛有关的武技，也能够以双眼发出攻击，但远不如火眼金睛这般给力。另一边，慕容婉在冲开烛龙窍后没能觉醒火眼金睛，他没有死磕，继续往上冲。很快他打开了窥天窍，这一窍可以让武修料敌于先，拥有一定的预判能力。成功了！窥天窍一开，慕容婉借助前面几窍的积累，成功觉醒了天眼神通。天眼神通也叫天眼通，其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看透本质，在将来接触到天地法则的时候会异常给力。有了它，慕容婉在突破第7境后进境会非常之快。因为武道第7境开始，武修需要掌握天地法则，这一步难倒了不少武修。天眼通可以让武修事半功倍。慕容婉觉醒了天眼神通，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你获得了天道之瞳。陆巡这边也迎来了收获，这一次的收获从名字上看就牛逼的不行。天道之瞳，好，天眼通一觉醒，至少为你增加了5成问到10境的几率。修炼室中，眼看慕容婉觉醒了天眼神通，傅岳不由满心欢喜。他自身是7境修士，比任何人都明白天眼通对第7境的重要性。天地法则，不管是先修还是武修，或者是西方的魔法师，都是绕不开的一环，也没必要绕开。毕竟自身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天地的伟力则是无限的。若不能驱使天地之力，7境修士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所以傅岳才这么重视天眼通这个在前提看似作用不大的神通。这就是有好导师的重要性了。若是一些5境、6境的家族，就算听说这天眼通的重要，但因为没人有切身体会，重视程度会大大减低。这就会导致一些开了天地奇脉的天才难以觉醒天眼通。有准备跟无准备差别还是很大的。慕容婉自己并非毫无准备，他的资源基本上都用在开秘窍上了。
比如想要增加打开天目窍的概率，可以用百里晨露日日滴眼，持续3日便能增加30%以上几率，还可以增加开了天目窍后的效果。百里晨露不是普通的露，而是需要从灵草的叶子上搜集。一些培育灵草的公司专门收集百里晨露来卖，其价格比按能量贵100倍不止。普通的百里晨露1毫升1立方厘米都要卖10万块钱，若是从高级灵草叶子上搜集的百里晨露，人家只收按能量了。再比如打开破幻窍之前，可以用破杖藤枝叶洗眼，灼烧感如烈火之时，便能增加几成开窍几率。破杖藤枝叶同样昂贵非常，年份越久的越贵，这些都是要钱去买的。当然对慕容婉来说不算什么，于他来说最珍贵的其实是陆巡给的那一枚圣阶密窍丹。圣阶密窍丹的效果秒杀一切，除非是星空古路上一些价值连城的绝世灵物，否则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陆巡的圣阶密窍丹。那枚密窍丹材料成本就花了陆巡几万按能量，更贵的其实是炼丹师本身，能炼制出圣阶丹药的炼丹师，目前的蓝星上也就陆巡跟白灵2人。小婉，最后这2窍有点难开，这是雪山冰雾，可助你开玄照窍。在觉醒天眼神通后，傅月拿出了一团雪山冰雾。雪山冰雾比较难得，慕容婉之前没能买到。谢谢老师。慕容婉接了过来，将其吸收后并集中到了双眼。嗡，没过多久他便冲到了玄照窍。玄照窍打开后的基础效果是透雾，或者说破障，也就是能够看穿迷雾、迷障。这里的迷障不仅仅指外界的，还指内心的。玄照窍如果开得好，午休的心境都会受到影响，对心魔、天魔之类的畏惧将大大降低。武道重意志，午休不像先修那般有神识，但午休打开9道目窍后，双眼会变得异常厉害，这又是先修羡慕不来的了。破妄之谋，陆巡这边在慕容婉打开玄照窍后，获得了一门新的神通，破妄之谋，也叫破障之眼。有了它，就可以勘破迷障，无惧心魔。另外，破妄之谋也有一定的看破幻象的效果，但这不是它最主要的效果。慕容婉觉醒破妄之谋，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你获得破妄神谋。系统的返还突然出现，慕容婉也觉醒了破妄之谋，直接导致陆巡的破妄之谋得到了质变，变成了破妄神谋。一字之差，但厉害程度完全不能等同。好厉害！陆巡不由为慕容婉点赞。一般来说，能觉醒一门叫得出名字的神通便已经不错了。这里说的不是单独一处密窍，而是整个第3境，从目窍到耳窍，到鼻窍、足窍、手窍，再到五脏六腑、皮膜骨髓，最后是祖窍，也就是脑袋，整整10个部位，一共108处密窍。能够觉醒一门如千里眼、天眼通这类厉害的武道神通，就已经超过了一半的人。觉醒2门便是人中龙凤，超过了80%的人。觉醒3门少之又少。现在慕容婉还没有打开全部目窍，就已经觉醒了3门武道神通。以他的冲窍速度，若是冲开9处密窍，他有极大的概率再觉醒一门武道神通。就看这一门武道神通是什么了。小婉，最后一窍了，这一窍一定要快，打开后便有机会觉醒更厉害的武道神通，还有一定可能让双眼得到质变。慕容婉只剩下最后一个目窍了，也就是无相窍。无相窍的无相2字很是传神，这一窍没有太具体的效果，非要说效果，那就防干扰，让眼睛能够适应各种环境。与前面的其实有些重合，但这本质上不是重合，而是升华。慕容婉凝神静气，全力冲刺。陆巡给的那枚密窍丹的最后一点药力被他调用了起来。嗡！紧接着，慕容婉的成功将无相窍冲开。至此，他的9处目窍皆已打开。一打开，慕容婉的身上便浮现了霞光，身披彩霞凝玉色，眸脸星河动天光。这一刻的慕容婉美得令人窒息。下一秒，慕容婉察觉到了什么，双眼蓦地闭上了。在睁开时，她的双眼中赫然有了霞光。慕容婉觉醒了火眼金睛玲珑7彩版，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你获得原火眼金睛。陆巡这边再度迎来了返还。慕容婉在连开9窍后，竟然也觉醒了火眼金睛。他的火眼金睛与陆巡的有些不一样。是什么玲珑7彩版？返还给陆巡后，让陆巡的火眼金睛并没有变成其他的，而是变成了原火眼金睛加了一个前缀。也对，火眼金睛本身就牛逼的不行了，再厉害还是火眼金睛。陆巡挺满意。这个武道神通名字源于神话，换成其他的名字，陆巡反倒觉得少了一点味。正当他以为结束时，变故再生。慕容婉觉醒了重瞳，你获得慕容婉收获的30倍，你获得混沌眼。啥？重瞳？陆巡没想到慕容婉在最后关头双眼发生了质变。重瞳？
这不是武道神通，而是眼睛的质变，厉害了我低姐。陆巡为慕容婉竖起了大拇指。众瞳具体有什么用，陆巡不知道，但在传说中，众瞳一直都是厉害的不要不要的。不提众瞳的具体作用，拥有众瞳后能够整合所有的木窍神通，这一点就很有用。要知道，一些木窍神通厉害归厉害，施展一次对眼睛的压力也大，连续施展的话有可能带来双眼损伤。有众瞳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众瞳本是无敌路，陆巡的心头浮现出旧时代的一句诗。在高武时代，众瞳也确实被视为无敌的代名词。午休有了众瞳，同样的境界，战斗力都会至少翻一个倍。快看，异象！淡定不就是异象吗？哪天没有几个？北斗大学上方再度出现了异象，这应该是慕容婉引发的吧？陆巡看了一眼天空，慕容婉的众瞳太过逆天，所以觉醒时引发了异象。他的混沌眼更逆天，不过有系统遮掩天机，反倒没有什么异象。混沌眼不像天地奇脉，需要沟通天地，所以系统能完全遮掩。这一波，陆巡的收获简直不要太大，觉醒了好几种牛皮哄哄的武道神通，还通过慕容婉的返还，获得了更逆天的武道神通。可以说，木窍神通里面厉害的基本上都被陆巡觉醒了。至于不怎么厉害的，要他作甚。一些木窍神通有排他性，觉醒了厉害的话，普通的就不会再觉醒了。陆巡觉醒的这几门木窍神通，基本上将木窍的神通完全覆盖，够用了。眼睛是心灵之窗，木窍其实是武道神通最多的。若是耳窍跟鼻窍，武道神通就少了。耳窍的话，名字响当当的也就顺风耳跟天耳通。鼻窍更惨，一个叫得出名字的都没有，都只是被动的能力，还达不到神通的地步。也有一个叫天鼻通的神通，被一些武修称为小神通，效果差强人意。除了神通的收获外，借助气海境积攒的返还，陆巡的气海有了更进一步的成长。现在的他冲到了气海38层，足足上升了5层。之前积攒的返还仍没有用完，等陆巡的身体有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后，还可以继续往上冲。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厉害。一切搞定后，陆巡决定试一试自己这一次获得的木窍神通。不愧是万里眼，真溜！万里眼比千里眼还要更牛。陆巡发动之后，甚至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一座浮岛上的一群蚂蚁。紧接着，陆巡又试了一下火眼金睛。咦，这一试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几千米外的一条街道上，一个贵妇人抱着的宠物居然是星空异种。想了想，陆巡打了一个电话，将情况报告给了吴府。原来我也有心魔，怪不得最近老是做梦。发动破妄神谋的时候，陆巡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心魔。最近这段时间，陆巡总是做很香艳的梦，要么跟楚又晴，要么跟慕容婉，偶尔也有白灵。芭芭拉时不时也会出现。最让他绷不住的是，有一次出现了慕容嫣。陆巡原本觉得是不是自己太闲了，导致心理逐渐变态，原来是心魔。天魔气吗？他倒是听费太阿说起过暗魔族释放的天魔气，这玩意儿把不少人的心魔引发了。有了破妄神谋后，这心魔直接就被陆巡看破了。紧接着，陆巡施展起了天道之瞳。这一施展，陆巡发现自己仿佛变成了天道，视角不断升高。他看到了京城，看到了更辽阔的大地，甚至看到了整个东方，乃至于世界。风怎么吹的，水怎么流的，鸟儿怎么飞的，浪是怎么起的，这些细节纤毫毕露地呈现于陆巡眼底。陆巡心念一动，视角再度升高，然后他看到了天上的太空堡垒与周边密密麻的舰队，以及更上方一座漂浮在太空中的城市。那太空城市有如一个巨大的圆环，看起来不大，里面其实有山有水，风景如画。在其正中间还有着一个巨大的圆球，这就是玄机天环。陆巡听说过这座城市，玄机城也叫玄机天环。玄机一转山河线，天环9重日月藏。玄机天环拥有诸多神庙，看似一座城市，实则为一个巨大的飞行器，可以离开蓝星，独自在宇宙中生存。建造它的初衷，其实是在蓝星升为失败后，为人类保留火种。像这种退路，西方也有类似的准备，比如欧大陆诸国合力打造了一艘巨船，取名为诺亚方舟。谁？正观察的起劲，玄机天环中一声厉喝响起，犹如惊雷在陆巡脑中炸响。陆巡一阵头晕目眩，赶紧闭上了眼睛。后劲好大，2天后，陆巡仍感觉脑袋里面疼得厉害。这头疼主要玄机天环中那一声厉喝导致的。陆巡估计，就算没有那一声厉喝，以他现在的实力，也没办法使用天道之瞳太久。天道之瞳一开，仿佛有了上帝视角一般。这样牛逼的木窍神通，应该还有其他妙用。短时间内，陆巡不准备再尝试了。于他来说，现在最有用的木窍神通是混沌眼跟火眼金睛。
混沌眼是升级了30倍的重瞳，可是有很多妙用的。魔法访问团来北斗大学了。陆巡头疼稍轻后，打开手机一看，才发现西方的魔法访问团来北斗了。由于头太疼，这2天陆巡都没有出去活动。现在嘛，他仍不准备出去，再养养。秘境考核要开始了，陆巡得把状态养到巅峰。天道符既然是好东西，陆巡怎么着也不能将其让给别人。这个第一，他拿定了。小白，这天晚上睡到半夜，陆巡再次感觉到不对劲。蜷缩在他怀里的小白又一次变成了那个温热软柔的身子。陆巡睁开眼睛，在打开木鞘后，哪怕没有开头，他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身上之人，那正是芭芭拉。果然，魔咒又抽筋了。陆巡猜到了，他解咒的举动让魔咒抽筋了。距离上一次抽筋仅仅几天时间，第2次就来了。怎么还在睡？与上一次不一样的是，芭芭拉没有第一时间醒来，仍旧趴在陆巡的身上呼呼大睡。这个角度的芭芭拉像是被月光吻过的瓷娃娃，她那淡粉色长发如瀑布般从陆巡的胸膛滑落，发丝间若隐若现的粉色猫耳轻轻抖动，在月光下几乎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她的嘴唇是天然的樱桃色，即使睡着也像含着蜜糖般的笑意。不知道芭芭拉是不是梦到了什么好事，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2颗可爱的小虎牙。眼看她睡得这么香，陆巡不忍喊醒她。这一次由于醒得早，理智清晰地告诉她这不是梦境。陆巡没有像上次那样迷糊中在她身上乱摸，反而让此刻的触感真实到令人窒息。芭芭拉像只真正的小猫般蜷着身子，脸颊贴着她心脏的位置，粉嫩的猫耳石不时抖动一下。更要命的是，陆巡能清晰感受到2团柔软的压迫感正随着呼吸节奏起伏，这让他不由起了某种反应。或许是惊到了芭芭拉。芭芭拉睁开了眼睛。芭芭拉，晚上好。陆巡有点尴尬。正当陆巡以为芭芭拉会发出尖叫声时，他的眼睛却是微微一亮。喵！然后芭芭拉喵了一声。这一声喵听上去酥酥的软软的，仿佛是他舔着陆巡的耳朵发出的声音一样，也让这一刻的芭芭拉像极了一个小懒猫。陆巡则有点懵，他这是作甚？下一秒更喵的来了。芭芭拉张开了双手，直接把陆巡抱住了。抱住就算了，他还又喵了一声，然后用他的小脑袋蹭起了陆巡的脸。这个小白日常最爱的撒娇动作让陆巡瞬间反应了过来。特喵的，现在的芭芭拉不会只是变形咒抽筋，沉睡魔咒没有抽筋吧？所以他重新变成了人，但由于他的意识还在沉睡，现在主导他身体的是本能，也就是小白，相当于一只对陆巡亲近的人形的美女猫咪。喵！芭芭拉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在陆巡身上一个劲的撒娇，那2团柔软在陆巡的胸膛蹭啊蹭。陆巡鼻血狂飙，你现在是人形啊，小白，这谁顶得住？好在1分多钟后，芭芭拉重新变成了猫。喵！小白似乎也发现自己发生了变化，蹭了蹭陆巡后继续睡起了觉。陆巡松了一口气，要是时间再久一点，他还真不见得顶得住。这一夜陆巡没怎么睡好，被芭芭拉撩起的火气没触发，陆巡翻来覆去，直到天快亮才沉沉睡去。陆巡，秘境考核马上要开始了，接下来我准备闭关几天，趁明天周末我们约个会吧。第2天晚上，楚又晴给陆巡打来电话，他有点想陆巡了，想要跟陆巡约会。好，我在校门等你。不用了，我等你。陆巡自然没有拒绝。周6一大早，陆巡早早起床，洗漱完成后，他把小白放进兜里出门。校园里热闹非凡，随着秘境考核越来越近，还在修炼的学生越来越少，学生们都出来活动了。擂台成了最忙的地方，除了擂台外，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也能够看到一些学生在友好交流。西方人，陆巡远远地看到了几个西方的学生，这应该是来自西方的魔法访问团了。他并没有凑过去看热闹，今天得跟楚又晴约会。哇，慕容婉，听说他突破第3境了。什么？真的假的？他也突破第3境了？我们北斗大学今年连出2个天才，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吗？走着走着，不远处响起了一些学生的惊呼。陆巡回头看去，便看到了几十米外的慕容婉。慕容婉在突破第3境后，整个人容光焕发，颜值与气质更上了一层楼。走在校园里，回头率不要太高。他突破第3境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来了，让不少学生为之惊叹。这时慕容婉也看到了陆巡，陆巡对着他微微一笑，停下了脚步等他。见状，原本走在绿化带另一边的慕容婉改变了方向，朝陆巡走来。他这一次突破第3境，觉醒了足足4门木窍神通，还获得了重瞳。陆巡给出的密窍丹居功至伟，否则就算他的准备再充分，
玲珑宝体再逆天，慕容婉感觉自己最多只能觉醒2门木巧神通，众同事想都别想。所以慕容婉准备亲自跟陆巡道谢，两人汇合在了一起。早上好。早。两人的心情都挺不错，这一次突破3境，多亏了你给的密窍丹，陆巡，谢谢你。打过招呼后，慕容婉郑重道谢。不用，顺手的事。陆巡连连摆手，对他来说确实是顺手的事。那枚密窍丹很珍贵吧？慕容婉试探性地问。之所以这样问题，是因为他觉醒了重瞳后，把傅月给惊到了。要知道，慕容婉这一次可是足足觉醒了4门5道神通，外加一个重瞳。单独觉醒重瞳，傅月反倒不会太惊讶。毕竟慕容婉拥有的可是玲珑宝体这种先天体质，比那些单纯开出了天地奇脉的天才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一重瞳加4门5道神通就有点惊人了。傅月一问才知道慕容婉之前吃了一枚密窍丹，这让傅月有些好奇，什么密窍丹效果这么好？天阶的密窍丹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难不成是最近传闻中的圣阶丹药？上一次拍卖会后，傅月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他的妹妹傅雪在拍卖会上花大价钱给陆巡买了一枚圣阶密窍丹。傅月不由怀疑，陆巡是不是把圣阶密窍丹送给慕容婉了？他没有明说，只是旁敲侧击地问了问。慕容婉很聪明，根据傅月的反应，他猜出陆巡给的密窍丹肯定异常珍贵。一般般了，其实不怎么值钱，只要对你有用就行。陆巡没把密窍丹说得太贵重，免得增加慕容婉的心理压力。听说你突破第3境了。为了避免慕容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陆巡主动跟他聊起了天。厉害，不愧是我婉姐。陆巡表示点赞。慕容婉的话又少了起来，不怎么回应。对了，这次秘境考核你也要参加吧？陆巡找起了话题。慕容婉的情况有些特殊，严格来说她不能算是北斗大学的学生。会。果然慕容婉也要参加秘境考核。那我们可以组队，这才是陆巡的目的。组队。秘境考核的秘境里面的空间是很大很大的，里面也有着重重危险。虽说慕容婉突破了第3境，她自身的战斗力也不弱，陆巡还是会有一些担心。不只担心他，更担心楚又晴。不同学校的学生不能一起组队，只能进秘境后再想办法找到楚又晴了。恐怕不行，老师让我参加大2组的考核。啊！陆巡一愣，老师说我年龄太大，加上突破了第3境，再参加大1组不太适合了，其他学校会有意见。慕容婉解释。好吧，这一次秘境考核是联考，估计是这个原因，傅月才让慕容婉参加大2组。以他的实力，就是参加大2组，说不定也能夺冠。这样也好，如果他夺冠，就能弄到2张天道符了。这让陆巡决定再去给慕容婉买一些灵符之类的，他这几天也可以多炼制一些4品的战丹。两人聊着聊着，校门到了。陆巡，小姨。校门外，楚又晴看到两人，开心的挥手。看到楚又晴，陆巡突然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慕容婉一大早出门是干嘛去的？不会，楚又晴也喊了他吧？又晴。慕容婉走了过去，与楚又晴手挽手，宛若一对姐妹花。看到这架势，陆巡哪里还不明白？楚又晴一定喊了慕容婉。他有些头大，现在是彻底实锤了。楚又晴的小脑袋里就是缺一根筋。你跟你男朋友约会，带自家小姨做什么？如果你的小姨仅仅是小姨就算了，你难道忘了你男朋友跟你小姨之间发生的事了？陆巡，我们走吧。楚又晴对陆巡招手，陆巡只好走了过去。慕容婉一滞，他同样反应过来了。楚又晴今天不仅仅喊了他，还喊了陆巡。这一次约会变成了3个人。哇，不愧是流云岛，上面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京城流云岛，陆巡3人漫步其中。流云岛是京城上空漂浮的浮空岛之一，上面可以买到大量修士用的东西，堪称修士的购物天堂。清北街与之一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清北街面对的主要是清北的学生，流云岛面对的是整个京城乃至于整个东方的修士。在这里，只要你有钱，什么都能买到。当然，也必须足够有钱，因为这些的东西都比较高端，哪怕你带几百上千万单位暗能量，在这里也不愁花。普通的清北学生上流云岛都消费不起，对现在的陆巡来说，自然不成问题。离秘境考核只剩1周，趁着这一次约会，陆巡提议来这里。他准备再制办点东西。小姨，你看这些衣服真漂亮呢。专门卖宝衣的街道上，楚又晴与慕容婉眼花缭乱。好贵！楚又晴看上一件宝衣后，好奇地看了一下价格，被吓了一跳。一件宝衣居然要1万暗能量，他可买不起。服务员，这几件全部给我打包。好的，高小姐，一共是9万暗能量。
一个穿扮时髦的女子一进店铺，便连点了好几件宝衣，爽快地付了款。真有钱！楚又晴这才体会到京城的纸醉金迷，这里的有钱人太多了。楚家放在荣城算是一个大家族，放在京城就是小卡拉米。把那件也打包吧。高小姐指向楚又晴刚刚看上的宝衣。好的，高小姐。店员将宝衣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递给高小姐。妹妹，送给你。高小姐微笑着将宝衣递给楚又晴。姐姐，不用不用，这太珍贵了。楚又晴连连摆手。拿着吧，这点暗能量对姐姐来说不算什么，倒是你，以后找男朋友要擦亮点眼睛。男人啊，光帅可没用，得有钱，还得舍得为女人花钱。高小姐意有所指。陆巡摸了摸鼻子，这是在说我。大姐，你礼貌吗？陆巡不动声色地捏了捏楚又晴的衣角，顿时楚又晴身上的衣服浮现出一层淡淡的荧光。哇，徐氏宝衣！店员惊呼了起来。高小姐听到店员的声音，往楚又晴身上一看，神色也是一变。她认出了楚又晴衣服上的 logo， 那是徐氏宝衣的标志。在东方，徐氏宝衣与贾氏丹药一样，是金字招牌。什么是徐氏宝衣？楚又晴不懂，他对宝衣接触的较少，以前家里给他买的也就是1-2千暗能量的低端宝衣，就是徐氏集团生产的宝衣。小姐，你这件宝衣得几十万暗能量吧？店员不由羡慕。高小姐肉眼可见的尴尬了起来。这么贵吗？陆巡，你说这件不贵的。楚又晴气鼓鼓的看向陆巡。陆巡捉住了他的小手。对我来说确实不贵，原来是个公子哥，是我看走眼了。妹妹再见。高小姐是个爽快人，虽然有些尴尬，却没有太过在意，提着几件宝衣，踩着高跟鞋便噔噔噔的走了出去。陆巡，以后不能再送我这么贵的东西了，我要什么时候才还得起啊？在知道陆巡送出的是昂贵的徐氏宝衣后，楚又晴郑重的告诫陆巡，还不起就还不起呗，你要是实在还不起，还可以用东西来抵。陆巡逗起了楚又晴，什么东西能抵这么多暗能量？楚又晴以为陆巡是认真的。陆巡刮了刮他的那小巧玲珑的秀鼻，你啊啊！楚又晴没反应过来，你好坏啊陆巡，我才不干！旋即他脸蛋红红的追打起了陆巡。这一幕让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慕容婉心里莫名泛起了酸水。有那么一瞬间，他希望跟陆巡打打闹闹的是他。从未谈过恋爱的他还不知道有一个词叫吃醋。这个以前从未想过嫁人，甚至不想谈恋爱的荣城第一美女，居然也有吃醋的一天。三人继续在流云岛逛了起来，从卖宝衣的街道一路逛到了卖灵符的街道。4品灵符怎么这么贵？在这条街道上，楚又晴看到了4品灵符的价格，吓了一跳。陆巡可是送了他一堆4品灵符，楚又晴瞬间就愁了起来。欠陆巡的越来越多了，以后可怎么还？陆巡，你怎么买这么多？这时，楚又晴发现陆巡又在开始买灵符了。他买的尽是4品灵符，一买就是一大把。如此豪横的陆巡，不说楚又晴，就是慕容婉都有些吃惊。陆巡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小姨，你还不知道吧？陆巡在擂台上赢了1000多万暗能量呢。楚又晴得意地向慕容婉炫耀起了自家的男朋友。1000多万暗能量，慕容婉美眸中浮现出亚色。由于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闭关，对外界的事充耳不闻，还不知道这件事。怪不得。慕容婉恍然，陆巡赢了这么多暗能量，难怪。又晴，拿着这些灵符，应该可以让你取得一个好的名次了。不要了，太贵重了。拿着，听话。在陆巡的霸道下，楚又晴乖乖地收下了灵符。小姨，陆巡给的灵符太多了，这些灵符你拿去用吧。楚又晴看了一眼慕容婉后，将陆巡给的灵符分了一半，递给了慕容婉。不用的，又晴，我已经突破3境，不需要这些灵符。慕容婉摆手。又晴，这些灵符是适合你的，这边这些才是适合小姨的。陆巡的声音响起。啊！楚又晴一看，发现陆巡走到了店铺的另一边，在那里一把一把的买起了灵符。灵符分为3种，一种是先修用的，用灵力激发；一种是午休用的，用真气激发；还有一种不管是用灵力还是真气都可以激发。小姨，这些灵符先借给你用，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还我吧。陆巡将一大把灵符递给了慕容婉，他这小姨的称呼让慕容婉再度有些绷不住。他没有收，陆巡给他的东西太多了，这让慕容婉于心不安。小姨，马上秘境考核了，里面危险重重，你成长这么快，以后再害陆巡不迟。楚又晴劝道。拿着。陆巡继续霸道，不由分说将灵符塞到了慕容婉手里。大叔，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小兄弟，你不知道吧？天宫阁今天要拍卖一把圣阶武器，这才吸引了这么多人。流云岛
一栋建筑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修士。圣阶武器，陆巡露出亚色。天地玄黄，这不仅是丹药的等阶，还是午休武器功法的等阶。天阶是公认的最高，圣阶还是陆巡推出了圣阶丹药后才有的概念。现在天宫阁居然也打造出圣阶武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圣阶，反正名字取得挺牛的，叫什么流云蝶影剑，是一把子母剑。大叔很热心，将更多的信息说来。陆巡，你要买吗？楚右琴见陆巡有些异动，问。等等看。陆巡决定瞧一瞧再说。小兄弟要参加拍卖的话，先到天宫阁交押金，据说需要1立方暗能量，太狠了，我可出不起。拍卖还要押金？那就交吧。陆巡带着两女绕开人群，前往天宫阁。欢哥，是陆巡，还有楚右琴。人群中有人看到了陆巡，正是何欢与何潇，他们今天刚好也在流云岛，还跑来天宫阁凑热闹来了。给我盯紧点，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他。何欢一看到楚右琴与陆巡在一起，双眼之中便被熊熊怒火所充斥。上一次拍卖会上，因为陆巡暗中受益，何家没能买到圣阶灵迹丹，何欢转而使用天阶灵迹丹，结果没能突破第4境。以他的资质，突破第4境其实不难，难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突破第4境。何欢对那个圣阶炼丹师恨得不行，但圣阶炼丹师太过神秘，他想报复都无从报复。这时候他恨上了陆巡，要不是陆巡，他与楚右琴结合后，再使用天眼同心诀这门天阶的双修功法双修，早就突破第4境了。都怪陆巡，这里是流云岛，他不敢在这里动手。只要陆巡出了流云岛，他定要让陆巡好看。强哥，是陆巡，他还敢出来？等等，我喊几个人，今天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另一边，林强与柳梅赫然也在。上次林强被陆巡打吐血后，又被4境宗境的战斗余波震得昏迷过去，别提多惨了。这件事太过丢脸，他一直没好意思对外提及。今天又一次遇到了陆巡，林强自知不是陆巡的对手，果断开始摇人。是他，陆巡的熟人不少，柳星河也在。不消说，他也是冲着天宫阁的圣阶武器来的。陆巡这边在完成所有的手续后，获得了一个喊价牌，以及3个前面的位置，不用像其他修士那样，只能在外面看热闹。陆巡、柳梅跟何潇也在。我看到了。陆巡同样看到了何潇与柳梅等人。该死！何潇很郁闷，因为陆巡看来时，他居然不敢跟陆巡对视。陆巡快成为他的心魔了，陆巡必须死。何潇察觉到了这一点，对陆巡生出了杀心。陆巡不死，早晚会成为他心中的魔障，导致他进境变慢。只是以他的实力，根本奈何不了陆巡，更别提京城中律法严明，打架斗殴还好，杀人还是杀绝世天才可是大事。开始了。几分钟后，一个掌柜模样的中年男子走上了前方的高台，开始了这一次的拍卖。诸位，本次我们天宫阁拍卖的是一把3品圣阶武器，名为流云蝶影剑，虽为3品，对3境武修来说，却比4、5品的武器更为趁手。天宫阁掌柜揭开了圣阶武器的面纱。只有3品吗？我还以为是4品以上的呢。天宫阁掌柜的话让不少人失望。武修的武器也有明确的品级，3品对应3境，4品对应4境，这种对应关系不如丹药那么强。只要你有钱，哪怕1境的时候，你也可以用4、5品甚至更厉害的武器。一些3境的武修若没钱更换，兴许还在用2品的武器。这把流云蝶影剑主剑为流云，3尺清风，剑身采用天外云铁锻造而成，剑身有云纹。副剑为蝶影，1尺8寸，由幻影玄钢打造，剑身半透明且能折射光线，挥舞时会产生多重残影。之所以我们将其定为圣阶，是因为流云蝶影剑在使用的时候自带3种剑技，分别为流云千幻、蝶影3重、云影相生。所谓流云遮望眼，蝶影取咽喉，云动3分翼，隐藏7分杀。天宫阁掌柜见势不对，赶紧介绍起了流云蝶影剑。说话间，一长一短2把剑自天宫阁飞来，于众人的眼前徐徐飞过。好漂亮的剑！陆巡眼睛一亮，这对子母剑在他看来相当不错，仅仅是3品的剑，居然自带3种剑技。陆巡买的那把4品天阶的剑名为无影剑，也就自带了一种剑技，叫无影斩。怪不得天宫阁敢把这把剑定义为圣阶。这把剑不错，陆巡决定买了，不是给自己，而是给慕容婉。他之前送给慕容婉的长剑虽是4品，品质却只有地阶，还不如3品圣阶。可惜柳星河摇头，这把子母剑在他看来什么都好，唯独的问题是走的是清灵路线，不适合他。他需要重剑，越重越好。一些专程而来的强大修士同样失去了兴趣。若是以前打着圣阶名头的武器，
他们好奇之下顺手就买了。可蓝星即将踏上星空古路，暗能量是能省则省，没必要浪费，现在开始拍卖，起拍价100万暗能量，价高者得。在展示了一番流云谍影剑后，天宫阁掌柜宣告了拍卖开始。100万，买一把3品的钱，抢钱啊！天宫阁这是想钱想疯了吧？这把剑是不是圣阶都难说呢？这天宫阁莫不是看到出了圣阶丹药，便自己弄个圣阶武器吧？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议论声，许多修士都觉得这把剑太贵了。一般的3品武器，哪怕是天阶的，售价也就10几万暗能量，品级在这里决定了其上限。天宫阁倒好，起拍价就是100万，买得起的不需要，需要的买不起。于是现场陷入了无人叫价的尴尬之中。夫人，等等吧，总会有人识货的。天宫阁的大楼里，一个身姿绰约的女子站在窗户后方，注视着下方。没人叫价。陆巡环顾一圈后，举起了牌子，101万。是陆巡，他敢叫价，今天你休想买走。陆巡的叫价刺激了好几个人。150万。何欢直接选择了抬价，他是先修，根本用不着这把剑，这是故意跟陆巡作对。不远处，眼看何欢出价，林强按捺了下去。300万。陆巡轻哼一声，直接翻了个倍。虽然他不认识何欢，但对方2次都跟何潇在一起，一看就是何家的人。500万。何欢不甘示弱，一次性加了200万。哇，这是恩怨局吗？加价加得这么刺激，他们好有钱的样子。围观的修士得看得颇为过瘾。1000万。陆巡再度翻倍。说话间，他冷冷地看向何欢，他倒是要看看对方还敢不敢加。哼。何欢毫不示弱地与陆巡对视，但他并没有再轻易加价。陆巡一下子加到这么高，何欢担心他若加价上去，陆巡会突然不加了。1000万暗能量买一把3品武器，可不怎么划算。武器跟丹药不一样，3境的修士吃4品的丹药，有极大的可能会吃出问题，甚至吃死人。但3境修士用4品甚至5品的武器，不仅不会死人，反倒会更厉害。流云谍影剑就算是真圣阶，也不过是3品。有这个钱买4、5品的武器不好吗？1000万一次，1000万2次，1000万3次，1000万成交。最终何欢怂了。虽然想在楚又晴面前表现一下，但面对财大气粗的陆巡，他哪怕背靠何家，底气也不够。何家的钱又不是他一个人的，怂包。陆巡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找死！待会儿不打残你，我不姓何。何欢气坏了，发誓待会儿要让陆巡好看。陆巡，你疯了吗？这么高的价格，只为买一把3品的剑。天宫阁里，楚又晴极其不解。不止他不解，慕容婉同样不解。这把流云谍影剑在慕容婉看来确实是1等1的好剑，但1000万暗能量太贵了。陆巡这是拿钱不当钱啊！淡定。陆巡很淡定。陆小友，这把流云谍影剑是你的了。付完钱后，天宫阁掌柜双手举着剑匣端给了陆巡。陆巡将剑匣打开，里面躺着的正是流云谍影剑。他伸手一招，将这对子母剑招在手上，挽了2个剑花后，满意的点点头。好剑。陆同学确实是识货之人，流云谍影剑能有同学这样的主人，当是他的荣幸。一道酥软入骨的嗓音款款飘来，似春风避过耳畔。陆巡顿生一看，只见一位云鬓轻挽的美妇人正袅袅婷婷地走来。她眉目如画，一袭烟罗长裙衬得身段婀娜，端庄中透着几分撩人的风情。阁下就是刚刚给我传音的流烟夫人吧？陆巡目光在对方身上不着痕迹地扫过，妾身正是流烟，你若不嫌弃，可以叫我流烟姐姐。流烟眼波流转，盈盈笑道。她便是站在窗户后面注视着整场拍卖会的女人。刚刚阁下承诺的升级是否有效？陆巡单刀直入问。当然有效，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可以写进合同。好。流烟的话音一落，陆巡便直接应下。刚刚若不是流烟的传音，陆巡就算是为了压何欢一头，也不会那么疯狂的加价。流烟告诉陆巡，圣阶武器最大的好处其实是可以不断升级。他向陆巡承诺，若陆巡出1000万暗能量以上的价钱，待天宫阁炼器师的造诣升上去了，可以无偿帮陆巡将这把流云谍影剑升级到4品圣阶，甚至5品圣阶，不过这个得加钱。3品圣阶与4品圣阶一字之差，价格有着天壤之别。真能升级的话，那他这1000万暗能量就赚了。屈掌柜，拿合同来。流烟白了陆巡一眼后，让屈掌柜拿合同。得，你自己说写进合同，结果真要写进合同，你又不乐意了。流烟夫人，再见。一切搞定后，陆巡收起合同与剑，带着2女离开了天宫阁。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弟弟呢。
刘嫣看着陆巡的背影，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神色。这一次能够卖出这么高的价钱，多亏了陆巡。这下他有把握说服天宫阁里面的那些老顽固支持他的研究了。慕容小姐，这把剑先给你用。一出天宫阁，陆巡将流云蝶影剑递给了慕容婉。慕容婉面露亚色，给我的。陆巡，你这把剑是给小姨的。楚又晴也有些吃惊。陆巡点头，我有一把更适合的剑，这把剑更适合小姨一些。好像是呢，这把剑走的是轻灵路线，小姨用起来也不吃力。小姨，你先收下吧，这个账我帮你记着，以后我们一起害陆巡。楚又晴居然没有半点吃醋，反倒劝起了慕容婉，就当是借你用。你若能在秘境考核中夺下第一，除了天道符外，还有1000万暗能量的奖励，正好还我。陆巡帮他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好吧，谢谢，等我夺得第一，一定会还你的。慕容婉郑重承诺后接了过去。这把流云蝶影剑他确实喜欢，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双眼都在发光，只是那价格太吓人了，他没有那么多暗能量。将流云蝶影剑拿到手后，慕容婉满心欢喜地打量着，他的心中也悄然有了目标。我们走吧。流云岛之行告一段落，他们下来了。兄弟们，跟我上。陆巡3人刚下流云岛，2拨人马便气势汹汹地围了过来，一波是何欢带领的，另一波是林强摇来的。陆巡，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林强嚣张的不行，普通人在京城中不敢动手，但他敢。只要不把陆巡杀死，以林家的势力，最多也就把他关几天，这点代价比起出一口恶气根本不算什么。陆巡，今天不废了你，我不叫何萧。何萧躲在何欢背后放狠话。至于柳眉，在形势没有明朗前，她没敢过来，而是躲在了远处。这个女人查归查，脑子并不笨。陆巡这般逆势崛起，他总担心这一次林强他们仍奈何不了陆巡。事实上，当看到陆巡喊出1000万时，他肠子都悔青了。那可是1000万暗能量，他哪怕傍上了林强，想到弄到这么多暗能量也难如登天。偏偏这样的陆巡，当初于他来说是唾手可得的。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除了后悔，现在的柳眉就是恨。恨陆巡为什么不继续舔他，恨陆巡崛起后对他不屑一顾，恨陆巡追到了荣城驿中的校花，恨陆巡。转眼间2拨人就将陆巡3人团团围了起来。你们想做什么？我报警了。楚又晴大声道。报警？你可以试试，看看这里有没有信号。你们无耻！楚又晴一试，这里当真没有信号。这么说，上次还没把你打疼？陆巡淡淡道。上次是上次，上一次我只有1个人，这一次嘛，本少爷有一群人。林强很是得意，人多欺负人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就他了。林强，让你的人一边去，陆巡是我的。何欢冷冷开口。你是谁？陆巡看向何欢。何欢。陆巡略一思索，反应了过来，这不就是何家那个想要跟楚又晴联姻的家伙？原来你就是何欢，长得这么丑，怪不得找不到对象，让你家里着急。楚又晴一句话让何欢的脸色瞬间长成了猪肝色，竟敢说我欢哥丑。欢哥，待会儿废掉陆巡后，不如直接把事儿办了。张家那个家伙办了好几个女秀都没人管，我们何家就是太守规矩了。何萧叫削了起来这个女人给我们。他的话音一落，林强带来的人中有人指着慕容婉嚷嚷了起来。慕容婉脸色一冷，唰地拔出了剑，一道雪亮剑光如惊鸿乍现，袭向说话之人。那人却是不慌不忙，咧嘴露出一口黄牙。哟，还挺烈。他反手一掌拍出，竟硬生生将那道剑光震得粉碎，气劲余波震得四周尘土飞扬。小美人儿，他阴阳怪气地笑道，你这花拳绣腿的功夫怕是还没断奶吧？不如跟哥哥回去，我手把手教你几招真功夫。说着还做了个下流的手势。小心！刚说完，这人便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朝自己飞来。区火球术，他的手掌上不知何时已然戴上一个拳套，猛地一掌劈出，轰！火球炸开。啊！噗！顿时林强与他身边的人被炸翻了一片。首当其冲的是刚刚出言调戏的家伙，他也是最惨的，直接被炸得倒飞了出去。人还在空中，残肢断腿便已四处飞溅。等他重重地落在地上时，灵剑早已散落一地，整个人也陷入昏迷，生死不知。也就在这时，几把飞剑无声袭来，对着陆巡发起了偷袭。当当当！陆巡周边几面赤色盾牌升了起来，高速的旋转之中将飞剑尽数挡下。与此同时，10几把飞剑同时袭了过去，朝着何欢发起了攻击。何欢轻哼一声，周边同样出现盾牌。仙修之间的战斗有时候就是法宝，法术的对轰，看谁的威力更大，谁坚持的久。陆巡根本不准备拖太长时间，
扬手又是几个火球发了出去。10阶的火球巨大无比，朝着何欢飞了过去。何欢察觉到威胁，意识到光凭防御法宝很难挡下，他二话不说便激发了一张4品的防御灵符。一个巨大的金钟瞬间出现，轰轰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撕裂了空气，3枚赤红火球呈品字形呼啸而至，在何欢身前轰然炸裂。第一枚火球爆开的瞬间，何欢仓促祭出的金色光中刚泛起一层薄光，便被狂暴的火浪吞噬，化作点点金光消散无踪。就连他的防御法宝也被炸得暗淡无光，掉了下去。不好！何欢瞳孔骤缩，第2枚火球已接踵而至。他腰间玉佩应声爆发出青色光照，却在接触烈焰的刹那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哀鸣着脱手飞出，在半空中炸成齑粉。死亡的灼热扑面而来，何欢踉跄后退，靴底在地面擦出2道焦痕。第3枚火球如复古之驹，在他胸前半尺处轰然绽放。千钧一发之际，他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双手结印的速度快得带出残影。寻冰杖，湛蓝冰墙拔地而起，与赤红火浪轰然相撞。冰晶在高温中丝丝气化，蒸腾的白雾中，何欢的身影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10丈开外的岩壁上。他身后的何萧没能躺过，同样被炸飞，唯有何强见势不对，早早后撤，逃过一劫。他是3进5修，虽然实力不强何欢，灵活度却要大大超过何欢。好强！他的战力怕是4进以下无敌了。不远处，柳星河注意到这一幕，眼睛一缩。陆巡的战斗力比起上一次更可怕了。